玄元宗杂役院一间破旧不堪的房间内。他妈的，老子怎么这么倒霉？苏晨猛地睁开眼睛，大声骂道。他本是蓝星上的一名小区保安，好心帮一名女业主疏通下水道，正忙得热火朝天时，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开门的声音，吓得他慌忙爬出窗户，想躲在空调外机上避免尴尬，可谁知一阵狂风猛地吹来，他直接从12楼摔了下去。不对啊，这是什么情况？我怎么没死？苏晨缓缓抬起双手，看着这双陌生又略显瘦弱的手，语气中充满了疑惑与迷茫。就在这时，一股庞大的记忆猛地闯进了他的脑海中，他只觉得脑袋要被撑爆，头痛欲裂，双眼一黑，便直接晕了过去。不知过去了多久，苏晨悠悠醒来，眼神中还带着尚未消散的痛苦。此时他脑海中多了许多陌生的记忆，他这才明白自己居然穿越了。妈的，真是个废物！懦夫！彻底吸收完脑海中的记忆后，苏晨忍不住皱起眉头，对袁深充满了鄙视。袁深也叫做苏晨，是玄元宗的一名杂役弟子，性格极其懦弱，导致他被一个叫张峰的杂役肆意欺负。张峰把所有的工作都丢给苏晨去做，稍有不顺心就会对苏晨拳打脚踢，完全将他当成了出气筒。就在昨天，因为一项清理灵药园的工作，苏晨完成的不好，导致张峰受到了执事的责罚。张峰便气冲冲地来到苏晨的房间，将他狠狠暴打了一顿。随后张峰发泄完怒火，满脸得意地离去，但苏晨却再也没能起来，这才有了苏晨穿越。他妈的，兄弟你安心去吧，这个张峰老子一定会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苏晨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嗨，噗！苏晨忘记了自己身上有着严重的伤势，这一生气，他体内伤势瞬间发作，一口鲜血不受控制地喷了出来。此刻只见有不少鲜血滴落在他胸前的一颗古朴珠子上，刹那间珠子光芒大盛，耀眼的光芒刺得苏晨睁不开眼。紧接着一名虚幻的女人瞬间出现在苏晨眼前，女人容貌绝美，气质无比高傲与冰冷，宛如9天之上的女神，浑身散发着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气息。数十万年了，终于让我遇到了混沌神体。女人声音清脆动听，眼中闪过一抹惊喜之色。你是谁？怎么会从珠子里出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女人，苏晨下意识的连忙后退了数步，脸上满是警惕。你现在还没资格让我回答问题。女人面无表情，声音极其冰冷。你听好，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完成。我没资格。苏晨一脸无语的表情，心中又气又恼。眼前这名女人好看归好看，但这谱也摆得太大了吧？不好意思，你也没资格要求我帮你做事情。苏晨心中虽然忌惮，但他骨子里的倔强让他忍不住反驳，没关系，我没打算征求你的同意。女人脸上依旧没有丝毫的表情变化，眼神中透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漠视。随即只见她一指点出，一道印记一闪而过，瞬间出现在苏晨脑海中。刹那间，苏晨只感觉自己身上多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束缚。这是咒印，若是100年内你找不到涅槃神果将我复活，那除非你的灵魂力量强过我，否则你必死无疑。女人冷冷地说道，声音中没有一丝感情。你！苏晨心中大怒，眼神极其冰冷，但随即他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想要大骂女人的冲动。毕竟这个女人没那么好说话，万一激怒对方，说不定自己小命现在就没了。罢了，好男不跟女斗，你既然让我去得到那涅槃神果，总该给点好处，让我快点成长起来吧。苏晨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一些，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不甘。女人没有说话，只是抬手再次一点，一道光团瞬间出现到苏晨脑海中。刹那间，苏晨只觉得一股庞大的记忆在脑海中炸开，仅仅瞬间，苏晨便承受不住，再次晕了过去。而女人虚幻的身影明显暗淡了不少，可见她消耗有多大。秋意月，我的好妹妹，期待我们能够早日相遇。女人喃喃自语道，声音虽低，却蕴含了浓郁的恨意。数十万年前，她被自己亲妹妹秋意月在她闭关突破的最关键时刻向她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导致她体内神力失控，最终爆体而亡，只剩部分灵魂携带着太初珠破碎空间在无尽的虚空中游荡。这数十万年里，她的灵魂逐渐虚弱，已经快要彻底消散。好在她运气不错，遇到了拥有混沌神体的苏晨。随后女人收回思绪，转身进入了太初空间内。她要想办法延缓灵魂消散的速度，至于苏晨，除非有生命危险，不然她不会出手相救。足足3个时辰过去，苏晨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只见他眼中满是激动与兴奋之色。他知道了女人的名字，名叫秋意雪，是一名神界顶级强者。对方给他的居然是传承记忆，里面包含了无数的功法，以及丹道、阵道、气道等等各种修炼经验。这一次他真是赚大了。
奇怪，我的邱女神去哪了？苏晨转头看了看四周，发现邱逸雪的身影不见了。想了想，苏晨也就没有再理会，毕竟对方让他寻找涅槃神果，等他真找到时，肯定就会出现了。试一试太初诀的效果怎么样？苏晨迫不及待地说道，眼中满是期待。太初诀是邱逸雪传承技艺中最神秘的一种功法，就连他自己都没有修炼过。因为这太初诀需要将修为全部散去，重新修炼，而且只有搭配混沌神体，才能发挥出功法最神奇的变化。而苏晨现在的修为不过五途境第3重，散去这点修为，他根本不觉得可惜。半个时辰后，苏晨的修为已经全部散去。随后，他静下心来，按照太初诀的运行口诀，开始了修炼。五途境第1重，五途境第2重，五途境第3重。仅仅过去了2个时辰，苏晨的修为便如火箭般飙升到了五途境第3重。卧槽，这太初诀也太强了吧！苏晨满脸震惊，心中无比火热。他没有丝毫迟疑，继续吸收起灵气来。很快2个时辰便过去了，苏晨的修为提升到了五途境第4重巅峰，并且触摸到了五途境第5重的境界屏障。轰轰轰！苏晨运转太初诀，引导体内的灵气不断撞击着境界屏障。咔嚓！终于在持续不断的猛烈撞击后，境界屏障轰然破碎。五途境第5重，苏晨满脸兴奋，眼中充满了浓浓的自信光芒。有太初诀在手，对于100年内找到涅槃神果，他有了不少信心。砰！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巨响骤然响起，他房间的大门被猛地踹开。苏晨眉头顿时一皱，目光迅速看向门口，只见一个面色铁青，眼神中满是愤怒的锦衣少年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此人正是一直欺负苏晨的杂役弟子张峰。苏晨，是不是昨天给你的教训不够？今天居然敢不去帮我把工作做完，害我被执事责罚，你好大的胆子！张峰眼神极其冰冷，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威胁。大家都是杂役，没谁的地位就高，别以为你能一直骑在老子头上作威作福，以后你的工作自己完成。苏晨面色冷漠，眼神平静地看着张峰，缓缓开口说道。他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张峰闻言先是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笑得前仰后合。他手指着苏晨，你说什么？你这废物居然敢反抗我！说罢，他猛地抬起右手，朝着苏晨的脸扇了过去。只见手掌上灵气环绕涌动，带着呼呼风声，显然这一巴掌张峰用了全力，要给苏晨一个狠狠的教训。面对张峰这凌厉的一掌，苏晨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冰冷，心中的怒火顿时燃烧了起来。只见他身形微微一侧，轻松避开了张峰的手掌。给老子滚出去！苏晨大喝一声，随即右拳瞬间紧握，带着强大的力量朝着张峰狠狠轰了过去。轰！张峰来不及躲避，苏晨的这一拳正中他胸口，刹那间他的身体向后倒飞出去。噗嗤！一口鲜血从张峰口中猛地喷出，在半空洒下一片血雾。但苏晨并没有就此停手，而是趁着张峰身形还不稳，他身形一动，便瞬间出现在张峰面前。紧接着他左手迅速探出，一把抓住张峰的衣领，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啪啪啪！随后苏晨扬起右手，连续10几巴掌狠狠扇在了张峰脸上。很快张峰的脸便迅速肿了起来，五官都挤到了一起，活生生被扇成了猪头。苏晨，你居然敢打我！你等着，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张峰眼中充满了浓浓的怨毒之色，口齿不清地威胁道。此时他心中又惊又怒，完全无法接受苏晨竟敢反抗，还将他打成这样。哟呵，还敢威胁老子？随你放马过来，你看看老子怕不怕？苏晨冷冷一笑，语气中充满了不屑。随后他猛地拽下张峰腰间系着的储物袋，紧接着他手臂用力一甩，将张峰像扔垃圾一样朝着门外狠狠扔去。苏晨，你给我等着，我要你死！张峰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眼中充满了恨意与疑惑。他实在想不明白，昨天还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苏晨，怎么今天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不仅敢反抗他，而且修为居然达到了五途境第5重。突然他眼神中闪过一抹炽热的光芒，他觉得苏晨一定是有了什么奇遇，才会在短短1天时间内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此时他心中一阵狂喜，若是他能得到苏晨的修为暴涨的秘密，那说不定他就能一飞冲天，成为玄阳宗内人人敬仰的天才。于是他顾不得身上的疼痛，连忙兴奋地从地上爬起来，脚步匆匆地离开了。他要去找他的姐姐，凭借他姐姐的实力，定能轻而易举地拿下苏晨，逼问出修为暴涨的秘密。真他妈的穷！此时苏晨将张峰储物袋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仅只有几瓶一阶中品的丹药、3颗灵石以及一些衣衫和毫无用处的杂物。
苏晨将零食还有几瓶丹药收了起来，其他东西都丢了后，便脚步匆匆地离开了房间。由于修炼得太过于入迷，他把今天的工作忘得一干二净，若是被执事抓到，肯定会狠狠责罚他一顿。庆幸的是，他今天的工作不是很多，也都比较简单，没用多长时间，他便将所有工作完成了。苏晨回到房间，取出一颗灵石放在手心中，然后运转太初诀，继续修炼了起来。时间巧然流逝，转眼间过去了3个时辰。此时，苏晨已经吸收了2颗灵石，修为也达到了武者境第5重的极限。轰轰轰，武途境第6重。经过数次猛烈的冲击，苏晨的修为成功突破，达到了武途境第6重。随后，苏晨没有再继续修炼，毕竟1天的时间，他足足突破6个小境界，提升的实在是太快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境界根基已经不稳固，若是强行修炼下去，不仅不能提升修为，甚至还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后果。于是，他便打算挑选2门神界顶级的功法，替换自己之前修炼的身法和剑法。第2天上午，经过1夜的刻苦修炼，苏晨成功掌握了1门神界顶级剑法灭天剑诀，还有1门神界顶级身法风雷幻影。这2门功法虽然只是刚修炼入门，但也大大增加了他的战斗力。随后，苏晨朝着执事堂走去，他想请假几天外出历练一番。很快，苏晨便来到了执事堂，朝着一名身形肥胖、目露金光的执事走去。李执事，我想外出几天，你看能不能批准一下？苏晨语气恭敬，说话间，他不着痕迹地从怀中掏出3瓶丹药，悄悄递到李执事面前，这是一点小小心意。李执事眼皮微微一抬，不动声色地将丹药收下。小伙子，你也知道，杂役院一般是不准请假的，毕竟每个杂役弟子负责的工作，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一不可。李执事缓缓开口，随即顿了顿，瞥了苏晨一眼。这样吧，看在你还算懂事的份上，批你2天假。2天时间？开什么玩笑？单是去玄阳山脉，一来一回就得耗去1天，这摆明了是还想要好处。苏晨心中大骂李执事真是贪心，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无奈之下，他只好忍痛从储物袋中取出最后1颗灵石，递向李执事。李执事，2天时间实在是太少了，你再多给几天吧。要是我在外面遇到什么好东西，一定会给你带一份。苏晨满脸堆笑地说道。看你这么诚心，这样吧，最多给你5天时间，再多可真就不行了。李执事接过灵石，眼中露出一丝满意，开口说道。多谢李执事，5天够用了。苏晨点了点头，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执事堂，朝着玄元宗山门走去。与此同时，苏晨刚离开执事堂，张峰便带着2名武途境第8重的杂役走进了执事堂。李执事，我有点事情想跟您打听打听。张峰径直走向李执事，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什么事情？李执事抬眼瞧了瞧张峰，又看了看他身后的2人，慢悠悠地问道。张峰凑到李执事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这事情不合规矩，不好办啊。李执事眉头一皱，摇了摇头。张峰一听，瞬间明白了李执事话中的意思，于是他一狠心，向着身旁2名杂役各借了5颗灵石，随后塞到了李执事手中。李执事，您就通融通融，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李执事看着手中的灵石，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略作思索后，便将苏晨请假5天的事情告诉了张峰。随后，张峰快步走出执事堂，带着2人朝着玄元宗山门走去。由于外门考核还有半个月时间开始，因此他姐姐正在闭关突破武者境第1重。不过，他相信有2名武途境第8重的杂役弟子帮助，拿下苏晨也是轻而易举。另一边，苏晨离开玄元宗后，朝着玄阳山脉疾驰而去。经过6个时辰马不停蹄的疾驰，苏晨终于抵达了玄阳山脉。此时，苏晨满脸警惕，毕竟玄阳山脉内生活着无数凶猛的妖兽，他如今修为太低，必须时刻警惕。苏晨小心翼翼地前进，只要发现与他修为相当的妖兽，他便毫不犹豫地冲上前，与妖兽展开激烈大战，借此增加自己的实战经验。2天时间一晃而过，在这2天里，苏晨已经与数十头妖兽展开了激烈战斗，他的修为根基终于再次变得稳固圆润，对于武技的运用也愈发熟练。同时，他整个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气质更加沉稳，眼神十分坚定，更有了男人的魅力。接下来就该突破修为了，苏晨喃喃自语道，眼中满是期待与兴奋。随后，苏晨进入一个山洞，用杂草将洞口简单伪装一下后，他便直接进入了太初空间。苏晨盘膝而坐，随着太初诀的运转，太初空间内浓郁的灵气受到了牵引，纷纷如潮水般涌入苏晨的体内。随后，苏晨便开始疯狂地吸收炼化着，推动着修为飞速提升。时间悄然流逝，转眼间便过去了1天。此时，苏晨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武途境第6重的极限，他没有丝毫迟疑，
取出5枚1阶中品灵元丹，将其一口吞下。丹药入体的瞬间，爆发出一股股汹涌的灵气。在苏晨的引导下，这些灵气纷纷汇聚成一道灵气洪流，凶猛地朝着五途境第7重的境界屏障狠狠撞去。轰轰轰！五途境第7重，终于，苏晨成功突破，修为达到了五途境第7重。感受着体内强大的力量，苏晨满脸兴奋，眼中充满了自信的光芒。随后，他直接离开了太初空间，打算再去寻找妖兽战斗。然而，苏晨刚出现在山洞的瞬间，便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四周还有着深浅不一的战斗痕迹，显然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啊！就在苏晨皱眉观察时，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呻吟声，那声音中透着几分痛苦，又夹杂着一丝异样，听起来很不对劲。苏晨心中一惊，猛地转身看去，这一看顿时让他傻了眼。只见一个女子紧闭双眸，斜倚在山洞最深处的石壁旁，她的衣裙凌乱，大片肌肤暴露在空气中，泛着诱人的光泽，上面还布满了如晚霞般的红晕。刹那间，苏晨的内心不受控制地升起一股燥热，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就在这时，女子也察觉到苏晨的存在，她瞬间睁开双眼，眼神无比冰冷地射向苏晨。但仅仅下一刻，她的眼神便迅速变得迷离，更充满了渴望，随即朝着苏晨飞扑而去。哎，你这是要干嘛？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男人啊！苏晨面色瞬间变得惊恐，瞪大了眼睛，看着冲过来的女子，心中充满了恐惧。在深山老林，又是在漆黑的山洞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状态异常的女子，任谁都会心生惧意。随后，苏晨连忙转身，拔腿就跑，慌乱之中脚步都有些踉跄。女子的速度快若闪电，眨眼间便追上了苏晨。苏晨只觉得眼前闪过一道白影，还没有等他做出任何反应，便被女子扑倒在地。两人重重地摔落在地上，苏晨背部与地面剧烈摩擦，强烈的剧痛感瞬间传遍全身。可他根本无暇顾及，因为此时女子已经将他牢牢压在身下。哧啦，一股霸道的力量从女子身上骤然爆发，瞬间将苏晨身上的衣物震得粉碎。苏晨顿感浑身一凉，全身毫无遮拦地暴露在空气中。他双眼瞪得滚圆，眼神中满是惊恐之色。然而还不等他反抗，便感受到一阵温热柔软，那异样的触感让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1日过后，饱受摧残的苏晨已经沉沉睡去，他只觉得身体十分疲惫，被彻底掏空。而在他的体内，一股磅礴且精纯无比的元阴之力正肆意地在全身经脉以及丹田内横冲直撞，所过之处经脉变得更加坚韧宽阔，同时也在推动着他的修为飞速提升。很快，他的修为便突破到了五途境第8重，然后继续朝着五途境第9重迅猛冲去。与此同时，李妙金静静地坐在一旁，默默感受着自身的变化。他原本平静的脸上逐渐浮现出惊讶，他发现自己的修为居然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家伙居然拥有特殊体质。李妙金转头看向苏晨，眼神不断闪烁，显然他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若是他与苏晨再来几次，说不定修为就会突破。思考片刻后，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随即不再有丝毫迟疑。转眼间便过去了1天。此时，苏晨的修为提升到了五途境第9重巅峰，而且体内精纯的元阴之力还剩下不少。如此宝贵的力量，苏晨自然不愿意浪费，他打算一举突破到武者境第1重。一旦成功突破，他便能继续借助这股元阴之力提升修为。终于，苏晨的修为达到了五途境第9重的极限，并且触摸到了武者境的境界屏障。他没有丝毫迟疑，连忙引导体内所有的灵气朝着境界屏障发起冲击。而伴随着元阴之力不断被炼化，苏晨体内的灵气变得异常充裕，一股股汹涌澎湃的灵气浪潮源源不断地撞击着武者境的境界屏障。轰轰轰！没过多久，武者境的境界屏障终于出现了松动。武者境第1重，终于，苏晨的修为成功突破。这一刻，他的丹田拓宽了数倍，能够容纳更多的灵气，经脉也变得更加坚韧。一股远比五途境强大数倍的力量在体内汹涌涌动，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随后，他再次运转太初诀，开始炼化着体内剩余的元阴之力。很快，他的修为再次迅速提升起来。武者境第1重巅峰。当修为提升到武者境第1重巅峰时，他体内的元阴之力终于彻底消失。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强大的灵气波动从他左侧汹涌传来。这股气息强大而恐怖，与之相比，苏晨感觉自己渺小的如同蝼蚁。这正是李妙金突破了。此时，那些饱受摧残的记忆涌上心头，让苏晨的眼神瞬间变得惊恐。他实在不明白，这女的哪来这么大精力，竟然纠缠了他1天。成功突破后，李妙金睁开了美眸，她
他的眼神中透着满足与疲惫。随后他缓缓站起身来，但经过一天的激情战斗，他现在某些部位还隐隐有些疼痛，让他不禁微微皱眉。我要走了，昨天的事情你就当作黄粱一梦吧。李妙金眼神复杂地看着苏晨说道。哪怕以他这么挑剔的眼光来看，苏晨的容貌也是十分帅气，更别说对方拥有体质特殊，做那事就能提升修为，而且在相处过程中，他对苏晨各方面都极其满意。但可惜的是，对方出生在这么一个落后的小地方，在他看来，有生之年若想到达他所在的中州，就算拥有特殊体质也几乎不可能。说完，他便准备转身离开。等等，你叫什么名字？是玄元宗的弟子吗？苏晨连忙开口问道。我叫李妙金，不是此地之人，我来自中州圣阳宗，来这里只是执行宗门任务，查看一处封印之地的情况。李妙金沉思片刻，还是决定将自己的来历说了出来，毕竟眼前的少年是他第一个男人，他不忍心隐瞒。我叫苏晨，你记好这个名字，用不了多久时间，我一定会去中州。苏晨眼神坚定，语气极其认真地说道。他没有试图挽留李妙金，毕竟两人现在无论是修为还是地位都相差巨大，就算自己开口挽留，李妙金也不会留下来，反而会轻视他。对于女人，要做到让他们甘愿臣服，而不是靠卑微的挽留。好呀，不过你可要快点哦，时间久了，说不定我都嫁人了。李妙金嫣然一笑，美丽而动人。虽然他内心并不相信苏晨能做到，但语气依旧充满了鼓励。说完，他的身形便瞬间消失不见，只留下一缕幽香弥漫在山洞中。卧槽，我衣服都没穿，怪不得李妙金那女人的目光时不时往下看。苏晨一脸郁闷地说道。他都忘记了，昨天李妙金太急，直接将他的衣服都震碎了。想到这里，苏晨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李妙金倾国倾城的容貌，让他的内心瞬间涌起一阵火热。这一刻，他对变强更有了动力。迟早有一天，他要让李妙金永远陪在自己身边。随后，苏晨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套崭新的衣服，仔细穿好衣服后，他便朝着玄元宗疾驰而去。毕竟李执事只批准了他5天假期，若是他敢超时，李执事绝对不会轻易饶过他。不过如今他修为已经达到了武者境第1重，也有了资格参加10天之后的外门考核，只要他能通过考核，那就能晋升为外门弟子。在玄元宗，外门弟子的地位远不是杂役能比的。外门弟子不用做任何工作，也没有人时刻管控他们的行动，不仅可以自由出入宗门，还有任务大殿可以做任务，完成任务就能获得贡献点，然后兑换一切想要的资源。半天的时间转眼即逝，很快苏晨便接近了玄元宗，只要再往前1个时辰，他就能看到玄元宗的山门。就在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3道身影，正是张峰带着2名武途境第8重的杂役弟子，拦在了苏晨的面前。臭小子，你终于回来了，让我们真是好等。张峰面色阴沉，语气冰冷，却又夹杂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兴奋。只要他抓住苏晨，再逼问出修为暴涨的秘密，说不定他也能在短时间内晋升外门弟子，甚至内门弟子。原来是你这个傻狗。苏晨冷冷一笑，语气中满是不屑。他轻易的便感应出张峰3人的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武途境第8重而已。以他如今的修为，要斩杀这3人，简直易如反掌。臭小子，你真是不知死活！张峰被苏晨轻蔑态度彻底激怒，脸色气得通红，怒喝道：“两位师兄，帮好好教训这小子一顿，只要别弄死就行，我留着他还有大用。”张师弟，你也太高看这小子了，区区武途境第6重，我自己出手就可以了。一名武途境第8重的杂役轻蔑地瞥了一眼苏晨，脸上满是不屑的神情。说完，他便气势汹汹地朝着苏晨冲去。冲至半路，他将全身灵气汇聚于手掌，然后狠狠拍出。这一掌裹挟着凌厉的掌风，蕴含着惊人的力量，朝着苏晨的胸口狠狠轰去。面对这一掌，苏晨面色平静，眼中却闪过一丝冷厉。噗嗤，一道剑光如闪电般一闪而过，只见那名杂役的身体瞬间顿住，随后只见他的头颅从脖颈处缓缓滑落，身体直直地倒在了地上。张峰和另外一名杂役原本还一脸得意的表情瞬间凝固，眼中充满了惊恐。武者境第1重。张峰满脸不可思议，艰难地说出这几个字，眼中充满了震惊与绝望。他万万没想到，仅仅过去了5天时间，苏晨居然突破到了武者境第1重。张峰，你个蠢货，你不是说他只是武途境第6重吗？另外一名杂役忍不住大骂起来，声音中满是恐惧与愤怒。此时张峰早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他面色惨白，浑身颤抖着，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猜的没错，苏晨确实有奇遇，但他怎么都想不到，这奇遇居然能让苏晨的修为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跑！
张峰大喊一声，转身便逃。面对武者境第一重的苏晨，他根本生不起任何抵挡的勇气。听到这话，另外一名杂役也顾不得埋怨张峰，转身就跑。晚了，今天你们都要留下。苏晨冷笑一声，声音透着彻骨的寒意。他瞬间施展出风雷幻影，身形化作一道道残影，仅仅片刻功夫便追上了两人。此时张峰和那名杂役心中惊恐万分，他们拼命加快速度，却始终无法拉开与苏晨之间的距离。下辈子记得不要招惹我。苏晨语气极其冰冷，随即只见两道剑光闪过，瞬间将张峰和那名杂役当场斩杀。解决掉两人后，苏晨便开始搜刮战利品，真是浪费力气，这两人居然比张峰还穷。仔细查看一番后，苏晨无奈地摇了摇头，忍不住吐槽道：他没想到两个武途境第8重的杂役加起来居然才有3颗灵石。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为了得到他的下落，两人的灵石都被张峰孝敬给了李执事，所以才会如此寒酸。随后苏晨收起3颗灵石和8、9个丹药瓶后，便不再停留，转身朝着玄元宗疾驰而去。很快1个时辰过去了，苏晨终于回到了玄元宗，然后快步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臭小子，你就是苏晨？我弟弟张峰怎么还没回来？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苏晨抬头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名容貌妩媚、身材火辣的女子正目光冰冷地盯着他。此人正是张峰的亲姐姐张婉琪，而在张婉琪身后还跟着几名杂役，一个个神色不善，修为都是武途境第8重。对于张婉琪，苏晨自然没有好脸色。毕竟在杂役院，张峰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欺负他，对方的纵容功不可没。在他心中，张婉琪和张峰一样可恶。不知道。苏晨冷冷地瞥了张婉琪一眼，语气极其冷淡。说完，他便继续迈步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这时张婉琪示意一名杂役拦住了苏晨的去路。就算张峰真被什么事情耽误了回宗时间，但他可没有忘记5天前苏晨暴打张峰的事情。你们一起动手，把他4肢打断，让他知道得罪我弟弟的下场。张婉琪一声令下，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话音刚落，他身后的杂役们便气势汹汹地朝着苏晨扑了过去。苏晨看着迎面而来的杂役们，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以他如今武者境第1重的修为，在整个杂役院所有弟子中已经是无敌的存在，就连张婉琪他都没有放在眼里，更何况这几个武途境第8重的杂役。只见苏晨身形瞬间化作一道残影，在人群中如鬼魅般不断闪烁，只需一击便能将一名杂役击飞倒地。哈哈！一时间惨叫声此起彼伏，杂役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在地上痛苦的呻吟。这怎么可能？苏晨的修为居然是武者境第1重。此时张婉琪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苏晨，声音中满是震惊，而且苏晨身上散发的气息居然比他还要强大许多，这说明苏晨的实力必然比他还要高。想到这里，张婉琪的脸色变得无比凝重，心中顿时生出一股退意。毕竟他就算留在这里，恐怕也只能挨打的份。于是他不敢再迟疑，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转身便想离开此地。此时苏晨已经将全部的杂役弟子击倒在地。臭婊子，我让你走了吗？苏晨话音未落，身体便瞬间出现在张婉琪的面前。张婉琪心中又惊又怒，但此刻他处于绝对劣势，即便被苏晨这般辱骂，也只能强忍着怒意。这都是误会，苏晨，刚才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张婉琪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你弟弟欺负我这么久，你一句道歉就想完事了，太简单了吧？苏晨冷冷一笑，语气中满是嘲讽。说话间，他的目光肆无忌惮地扫视着张婉琪的娇躯。不得不说，张婉琪虽然没有李妙晶那般倾国倾城，但也十分漂亮，身材更是火辣，散发着一种别样的魅力。感受着苏晨那火热且带着侵略性的目光，张婉琪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苏晨，这里可是宗门，你若是敢乱来，执法堂可不会饶过你。张婉琪强装镇定，语气威胁道：我知道，不过我相信总会有机会的。苏晨冷冷一笑，眼中闪过一丝寒意，随后他语气冰冷地说道：先收点利息。话音未落，他便朝着张婉琪迅猛地冲了过去。张婉琪见状，心中大惊失色，他完全没想到苏晨居然说动手就动手，一点征兆都没有。慌乱之中，他连忙运转灵气汇聚在双掌之上，试图抵挡苏晨的攻击。然而苏晨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他的攻击还没有达到最强威力，苏晨便已经如闪电般冲到了他的面前。轰！只见苏晨的拳头重重地击中了张婉琪的双掌，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他的双掌震开。随后拳头余威不减，
狠狠击中了张晚琪的身体，整个人猛地向后倒飞出去。啊！张晚琪发出一声惨叫，身体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的嘴角溢出一丝鲜血，眼神中满是痛苦。卧槽，这个杂役该不会喜欢男人吧？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我看着都心疼。可不是嘛，这张晚琪虽是杂役，但在宗门里那也是出了名的美人。此时四周围了不少看热闹的弟子，看到这一幕，不少人顿时忍不住惊呼出声。苏晨，你给我等着，今日之耻，我张晚琪定要加倍奉还。张晚琪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上满是愤怒，恶狠狠地说道。此刻他心中充满了恨意，恨不得将苏晨碎尸万段。臭婊子，居然还敢威胁我！苏晨面色一冷，眼中闪过一抹凶光，随即他大步走到张晚琪面前，扬起右手，毫不犹豫地朝着他的脸狠狠扇了过去。啪啪啪，一连串清脆的耳光声响起，仅仅片刻间，张晚琪那张妩媚动人的俏脸便高高肿起。随后苏晨猛地一把扯下张晚琪腰间的储物袋，随手放入怀中后，便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苏晨，咱们走着瞧，我一定要你付出惨重的代价。看着苏晨远去的背影，张晚琪眼中充满了怨毒，心中恨不得立刻将苏晨千刀万剐。很快苏晨便回到了房间，他没有进入太初空间，毕竟杂役院的规矩不严，随时都可能有人闯进来。他取出张晚琪的储物袋，一番检查后，眼中闪过一抹失望，里面一颗灵石都没有，就连丹药也所剩不多，想必是张晚琪这次突破武者境消耗完了。嘿，没想到这娘们居然是闷骚型的。此时苏晨拿起了一件贴身衣物，造型极其性感，让他心中不禁遐想连篇了起来。但很快他便收起心思，将贴身衣物放回储物袋。接下来的时间里，苏晨便开始全身心投入修炼。距离外门考核开始还有10天时间，他想试试修为能不能再突破一个小境界，这样一来，等他进入外门也有更强的自保能力。与此同时，苏晨暴打张晚琪的事情也登上了玄元宗的小热门，不少弟子都在议论纷纷。玄元宗核心弟子区域，一名身材修长、长相英俊的青年正在庭院内闭目修炼。此人名叫张敬川，乃是玄元宗核心弟子，同时他也是张晚琪和张峰的堂哥，都是青阳城张家的嫡系一脉。川哥，不好了！就在这时，一名满脸愤怒的青年男子直接推开大门冲了进来。张月，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没看见我在修炼吗？张敬川猛地睁开双眼，眉头紧皱，眼中闪过一丝不满。川哥，晚琪堂妹被人打了。张月急切地开口说道。什么？给我说说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还有是谁胆子这么大，居然敢打我们张家人？张敬川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语气极其冰冷地说道。是一个名叫苏晨的杂役，修为武者境第1重，晚琪堂妹是去找他询问张峰的下落，但没想到那小子不仅不配合，反而将晚琪堂妹打了一顿，脸都扇肿了。张月连忙开口说道。该死，区一个杂役都敢打我们张家的人，真是不知死活。张敬川语气冰冷至极，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他冷声吩咐道。张月，你通知下去，让外门的张逸飞他们找机会弄死那小子。是，川哥。张月连忙点了点头，随即转身快步离去，去传达张敬川的命令。时间悄然流逝，转眼便过去了10天时间。在这10天时间里，苏晨除了完成每天的杂役工作外，其他时间都用在了修炼上。此时苏晨的修为终于达到了武者境第1重的极限，他没有丝毫迟疑，将手里仅剩的6颗1阶中品灵元丹一口吞了下去。很快他体内的灵气变得异常浓郁，随即他便引导所有灵气汇聚成灵气浪潮，前赴后继地朝着武者境第2重的境界屏障狠狠撞去。轰轰轰！经过灵气浪潮持续不断的撞击，没过多久，武者境第2重的境界屏障便出现了松动。武者境第2重，终于在苏晨不懈努力下，境界屏障轰然破碎，他的修为成功突破。该去参加外门考核了。苏晨一大早就起床了，简单洗漱一番后，便朝着考核大殿走去。参加外门考核的弟子都会在那里集合。很快苏晨便到达了考核大殿。此时大殿内已经有零零散散10几人，张晚琪也在人群中。苏晨，张晚琪一看到苏晨到来，顿时紧咬银牙，美眸中满是浓浓的杀意。臭婊子，火气这么大，昨天没满足你，要不待会考核完，我们再找个地方探讨一下。苏晨嘴角流露出一抹邪笑，调侃道。混蛋，就让你再得意一会，等进入外门，绝对让你付出代价。张晚琪气得浑身发抖，恶狠狠地说道。随你，不过我可警告你，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若是再招惹我，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苏晨不屑地撇撇嘴，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寒光。这时一名身穿长老衣袍的老者走了进来。
老者面容严肃，目光扫视一圈，所有杂役弟子顿时安静下来。本座宣布，外门考核现在正式开始，下面我讲解一下考核的规则。考核长老语气严肃地说道。说完，只见他袖袍一挥，一个身形高大的玄铁傀儡便出现在他的身旁。这是武者境第1重的傀儡，只要能将他击败，便能晋升为外门弟子。但记住，你们每个人只有1次机会。好了，你们排好队，就可以挑战傀儡了。考核长老抬手指着玄铁傀儡说道。很快，在场的杂役弟子们便自觉排好了长队。只见一人快步上前，与玄铁傀儡展开战斗。玄铁傀儡虽然动作僵硬，但力量十足，一举一动都带起凌厉风声。还没多长时间，玄铁傀儡便一拳击中那名杂役弟子，直接将其击败。随着考核不断进行，很快便轮到了张晚琪。经过一番激烈战斗，他找准时机，一记凌厉的攻击击中玄铁傀儡要害，成功将其击败，晋升为外门弟子。又是3名杂役弟子挑战后，终于轮到了苏晨。苏晨迈着沉稳的步伐，缓缓走到玄铁傀儡面前。待苏晨站定，玄铁傀儡便瞬间发动了攻击，朝着苏晨狠狠冲撞了过去。苏晨神色平静，眼神中透着浓浓的自信，以他如今的修为，击败玄铁傀儡轻而易举。待玄铁傀儡到达攻击范围内，只见他猛地挥出一拳，轰！一声巨响传开，刹那间，玄铁傀儡被生生轰飞了出去，最后重重地砸在地上。就这样，苏晨成功晋升为外门弟子。这家伙的修为居然又提升了。张晚琪眼中满是凝重，这种惊人的提升速度，若非亲眼所见，他根本无法相信。转眼间过去了1刻钟，此时所有的杂役弟子已经考核完毕。好了，通过考核的来我这领取外门弟子的身份令牌。考核长老大声说道。听到这话，通过考核的杂役弟子，包括苏晨，纷纷从考核长老手中领取到了自己的身份令牌。之后，苏晨便离开了考核大殿，朝着外门走去。按照身份令牌上的指引，苏晨来到了一座环境优美的庭院，这里便是他在外门的住处。苏晨简单打扫了一下庭院，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太初空间，开始了修炼。在外门不用担心有人闯入自己的庭院，毕竟外门宗规严格，若有人胆敢随意闯入其他弟子的住处，会受到严格的处罚。这也是为了保护弟子的安全，毕竟万一弟子正在闭关修炼，有人突然闯入，会引发严重后果。第2天上午，苏晨早早就起来了，简单洗漱后，他朝着任务大殿走去。他打算接一些任务，这样获得贡献点后，就可以去兑换炼制灵元丹所需的灵药。在邱一雪的传承技艺中，有着丰富的炼丹经验，只要有灵药，他便能自己炼制灵元丹，而且品级会更高。小子，你就是苏晨。苏晨刚刚来到任务大殿的门口，便听见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苏晨回头看去，只见2道身影迎面朝他走了过来。为首之人是一名目光阴冷的青年，他正是张逸飞，修为武者境第9重，乃是外门排名前10的顶级天才。在他身旁的则是张晚琪，眼神中满是怨毒。你是什么人？苏晨眉头一皱，心中暗自警惕起来。对方跟着张晚琪一同前来，明显来者不善，但对方修为居然是武者境第9重，他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晚琪妹妹，你想怎么收拾这个小子？张逸飞直接无视了苏晨，面带笑意地看着张晚琪，问道：苏晨，你跪下给我磕100个头，我们之间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张晚琪一脸得意地看着苏晨，小子，听到了没有？赶紧滚过来，跪下磕100个头认错。张逸飞眼神冰冷，语气嚣张地说道：原来都是张家的傻狗，想让我跪下，想都不用想。苏晨一脸冷意，虽然对方修为强大，但他心中有着坚定的武道信念，绝不可能做出如此自损尊严的事情，否则他还怎么追求武道巅峰？说话间，他体内的灵气暗暗涌动，全身肌肉紧绷，做好了应对准备。臭小子，你真是不知死活！张逸飞大怒，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亲自出面，苏晨居然还敢如此嚣张。话音未落，他体内灵气疯狂向手掌汇聚，随即便朝着苏晨狠狠拍下面对着强大的一掌。苏晨面色凝重，却没有丝毫畏惧，猛地轰出一拳。噗！实力的差距终究明显，仅仅一击，苏晨便受到了重创，一口鲜血猛地从他口中喷出，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后倒飞出去。苏晨，你跪还是不跪？我只给你3息时间决定，不然就将你4肢废了。张晚琪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声音冰冷地说道：臭婊子，你陪我一次，我跪下也不是不行。苏晨脸上流露出一抹冷笑，他将嘴边的血迹擦掉，语气满是不屑地说道。听到苏晨的话，张晚琪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好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子，我先拔出你的舌头再说。张逸飞怒喝一声，随即他再次朝着苏晨猛冲过去。住手！蓦然间，
一道威严的声音骤然响起，只见任务大殿中走出一名长老，面色冷漠地看着他们。来人正是任务大殿长老周灵。周长老。张一飞连忙停下身体，恭敬地行礼道，脸上堆满了笑容。周长老。这时苏晨和张晚琪也不敢迟疑，连忙行礼道：你们为什么要在任务大殿门口动手？周灵眉头紧皱，质问道。周灵原本是不准备出现的，毕竟弟子之间有些争斗很正常，而且适当的争斗也能激发弟子们修炼的动力。他这次出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苏晨，毕竟以武者境地2重的修为，居然能硬扛武者境地9重的一击，这让他对苏晨有了一些兴趣。周长老，弟子知道错了，绝对不会有下次。张毅飞满脸陪笑，连忙开口说道。周长老，是他们先对我出手，弟子逼不得已，这才反击。苏晨神色恭敬，不卑不亢地说道。你说他们是谁先动的手？周灵神色冷峻，抬手指向一个围观的外门弟子，声音冰冷地问道。回周长老，是张一飞先动得手。那外门弟子不敢撒谎，连忙实话实说道。他可是深知周灵的性格，若是他敢撒谎，绝对不会有好下场。闻言，张一飞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张一飞，处罚你1000贡献点，下次不可再犯。周灵一脸冷意，毫不留情地说道。是，周长老，弟子保证不会再犯。张一飞脸色铁青，心中满是不甘，但也只能接受处罚。他心中对苏晨更加愤恨，这次不仅没能教训苏晨，反而还损失了1000贡献点。都散去吧。周灵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便返回了任务大殿。臭小子，这事情没完。张一飞面色阴沉，语气冰冷的威胁道。说完，带着张晚琪不甘的离开了。看着张一飞和张晚琪离去的背影，苏晨脸上露出一脸冷笑。虽然他的修为与张一飞还有差距，但他相信用不了半个月时间，斩杀张一飞对他来说将轻而易举。随后，苏晨走进了任务大殿，挑选一些的任务后，便迅速朝着玄阳山脉而去外门区域张一飞的庭院内。此时，这里汇聚了6、7位张家族人。飞哥，苏晨那小子真是太嚣张了，而且张峰至今没有回宗门，我怀疑他被苏晨杀了。张晚琪声音中满是怨恨地说道。别着急，我已经有办法对付那小子。张一飞脸色阴沉，语气中充满了狠劲。飞哥，是什么好办法？张晚琪神色一喜，急切地问道。那小子在我们走后进入了任务大殿，说明他肯定是外出宗门做任务去了。张一飞眼神不断闪烁，随即他转头看向一名青年男子。张焕，还记得川哥带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幽狼佣兵团吗？我明白了，飞哥，你是想请他们出手对付那小子吗？张焕愣了一下，随即眼前一亮，连忙开口说道。没错，那小子天赋不错，如今既然我们与他有了矛盾，那便直接在宗门外面将那小子杀了，这样宗门就算查也查不到是我们动手，你们觉得如何？张一飞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抹狠厉。这个计划不错。张晚琪连忙点了点头，而其他几位张家族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那好，就这么决定了，我去找一下川哥，让他请幽狼佣兵团出手。张一飞果断地说道。另一边，经过5个时辰的全力疾驰，苏晨终于抵达了玄阳山脉。他接的任务全是获取妖兽身上的材料，毕竟与妖兽大战不仅能打磨他的修为根基，还能增加他对武技的理解。苏晨顾不得休息，便开始寻找实力相当的妖兽，展开激烈大战。时间飞快流逝，转眼便过去了3天。此时的苏晨位于玄阳山脉的深处，这3天里，他与上百头妖兽展开了战斗，所有任务都已经完成。而且在这上百场激烈的战斗中，苏晨不断完善自己在战斗中的不足，对身法与剑法也有了一套配合攻击方式。但苏晨并没有因此满足，他想到了李妙金，对方的年龄比他大不了多少，但修为却远远超过他，这让他明白自己距离真正的天才还有很大的差距。若想在2年内前往中州，他还差得太多太多。想到这里，苏晨心中涌起强烈的紧迫感，他没有犹豫，再次与妖兽展开了疯狂厮杀。这一次，他还特意寻找修为比他高的妖兽，以此衡量自身的真正实力达到了什么程度。就这样，转眼又过去了2天时间。经过这5天的疯狂磨砺，苏晨武者境第2重的境界完全稳固，修为根基也再次变得圆润坚固。是时候回宗门了。苏晨开口说道，眼中充满了浓郁的自信。他计划返回宗门后，将获得的贡献点兑换炼制2阶灵元丹的灵药，以此快速提升自己的修为。1个时辰后，苏晨正在全力赶路时，突然神色一动，他闻到了一股灵药的清香，赤阳花。这里居然有赤阳花！苏晨停下脚步，仔细感知了一会，瞬间眼前一亮，脸上满是兴奋。赤阳花是一种珍稀的天才地宝，可以大幅提升修为。若是50境修炼者服用，可以突破一个小境界，
若是武者境修炼者服用，可以突破2个小境界。既然遇到了这种好东西，苏晨怎么可能有错过的道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进入山谷，眼神警惕地不断扫视着四周。毕竟像这种天材地宝，一般都会有妖兽守护。很快，苏晨便看到山谷中央有一株通体赤红色的灵花，这正是赤阳花。吼！就在苏晨寻找着妖兽时，一声虎啸骤然响起。苏晨心中大惊，连忙转头看去，只见一头烈焰狂虎从山谷黑暗之处走了出来，目光死死地盯着苏晨。卧槽！烈焰狂虎！苏晨一脸震惊，他没想到守护妖兽居然是烈焰狂虎，修为堪比人族武者境第8重，以他目前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是烈焰狂虎的对手。随即，苏晨便迅速转身，朝着山谷外疾驰而出。吼！烈焰狂虎再次发出怒吼，巨大的身躯化作一道红色闪电，径直朝苏晨冲了过去。此时，烈焰狂虎十分愤怒，刚刚不久前他才击退一名人族修炼者，谁知居然又有人过来了，而且修为才区区武者境第2重，这让他感觉受到了侮辱。该死！苏晨暗骂一声，连忙停下了脚步。这头烈焰狂虎速度极快，他不能将后背暴露给烈焰狂虎。只见他面色极其凝重，从储物袋中迅速抽出战剑，用力朝着烈焰狂虎斩了过去。当！让苏晨意外的是，他居然抵挡住了烈焰狂虎的攻击。小老虎，没想到你居然受伤了。苏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烈焰狂虎不仅没有他想象中的强大，而且脖子处居然还有个伤口。看来在他之前，烈焰狂虎已经与其他人展开了大战，并且还受了伤，这无疑是自己绝地反击的机会。苏晨眼中瞬间闪过一抹狠厉之色，他没有丝毫犹豫，主动朝烈焰狂虎冲了过去。他将体内的灵气疯狂运转起来，手中战剑不断挥舞，一道道凌厉的剑气朝着烈焰狂虎脖子处的伤口迅猛攻去。吼吼吼！烈焰狂虎不断发出愤怒的低吼，他也感受到了苏晨的难缠，看似修为很低，但战斗力却十分强大。而且苏晨的身法十分精妙，他的攻击都被苏晨躲过，但苏晨的攻击却能轻易击中他。10几个回合后，烈焰狂虎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在短时间内击杀苏晨，而且随着时间流逝，他的修为越来越弱。于是烈焰狂虎不再与苏晨正面战斗，而是猛地转身，朝着赤阳花狂奔而去。他要提前吞下赤阳花，本来按照他的计划是等突破武者境第9重时再吞服赤阳花，这样就能一举突破到50境。但现在情况危急，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小老虎，你还挺聪明的。苏晨瞬间洞察了烈焰狂虎的意图，心中暗叫不好。随即只见他身形一动，瞬间拦在了烈焰狂虎的面前。同时趁着烈焰狂虎身形未稳，他实力全开，体内灵气疯狂注入到手中的战剑上，然后再次朝着烈焰狂虎的脖子砍去。刷刷刷！苏晨的剑法快如疾风骤雨，几道凌厉的剑气狠狠斩在烈焰狂虎的伤口上。随着伤口的不断扩大，烈焰狂虎愈发狂暴起来，他彻底失去了理智，不顾一切地朝着苏晨疯狂扑来。苏晨没有丝毫退缩，他紧紧盯着烈焰狂虎的一举一动，等待着最佳出手时机。就在烈焰狂虎高高跃起，准备对苏晨发动攻击的时候，苏晨眼神瞬间大亮，灭天一击！苏晨一声大喝，手中的战剑瞬间爆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这一剑凝聚了苏晨全部的力量与意志，狠狠地朝着烈焰狂虎斩去。噗！刹那间，烈焰狂虎的头颅与身躯分离，随即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看到这一幕，苏晨内心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将烈焰狂虎身上的材料收进储物袋后，便快步朝着赤阳花走去。只要吸收了这朵赤阳花，他就能突破到武者境第4重。到那时，再面对张逸飞，他也丝毫不惧。轰！然而就在苏晨抓住赤阳花的瞬间，一道恐怖的灵气攻击朝着他轰来。苏晨脸色瞬间一变，他连忙施展身法，惊险地避开了这一击。小子，交出赤阳花，可饶你不死！一名神色高傲的青年男子瞬间出现在苏晨面前。来人是玄元宗内门弟子东方明宇，这是我的战利品，凭什么给你？苏晨面色冷漠，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若不是对方修为强大，苏晨早就持剑朝他杀了过去，根本不会费这些话。小子，你是不是看不清形势？东方明宇眼神一冷，直接出手，一道灵气攻击再次轰向苏晨。噗！苏晨挥剑抵挡，但东方明宇的攻击极强，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顺着战剑轰在了他的身上，瞬间喷出一口鲜血。小子，这一击我只用了3成实力，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若是你再敢废话，便是死。东方明宇眼神冰冷，恶狠狠地威胁道：想要你就来拿。苏晨擦掉嘴角的鲜血，冷笑道。话音未落，他瞬间施展出风雷幻影，
朝着山谷外面疾驰而去。你真是找死！东方明宇顿时大怒，立刻施展身法，朝着苏晨迅猛地追了过去。此时，苏晨的脸色极其难看，他发现对方的速度极快，根本无法拉开双方之间的距离。小子，你跑不了，乖乖将赤阳花交出来，我可以留你一命。东方明宇再次威胁道。说完，他全力催动身法，速度顿时又快了几分，逐渐拉近着与苏晨之间的距离。此时的东方明宇脸上不禁浮现出一抹兴奋的笑容，按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他便能发动攻击，将苏晨重创。而苏晨的脸色却越来越凝重，他已经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加上他之前和烈炎狂虎大战一番，灵气消耗巨大，如今他体内的灵气几乎已经见底。就在这时，苏晨的余光突然瞥见不远处有一条奔腾的河流，刹那间他脑海瞬间浮现出一个计划。我怕你了，赤阳花就在这几个盒子中，你千万要接好。苏晨佯装惊恐，声音充满了惊慌失措。随即他从储物袋中迅速掏出4个空盒子，然后用力朝着四周的方向丢了出去。小子，算你识相！东方明宇脸上顿时露出喜色，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他连忙停下身形，朝着就近一个盒子追去。见东方明宇上当，苏晨嘴角露出一抹冷笑，随即他便朝着河流猛冲过去。很快他便来到了河边，没有丝毫犹豫，他一头扎进了河里。苏晨在水中迅速取出太初珠，然后将其深埋在河底的泥土之下。做完这一切后，他便瞬间进入到了太初珠之中。小子，你居然敢耍我！这时东方明宇已经将4个盒子全部打开，毫无意外，每个盒子都是空空如也，根本没有赤阳花。他原本满脸兴奋的笑容瞬间凝固，眼中满是愤怒与难以置信。好你个小子，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不会饶过你！东方明宇气得满脸通红，咬牙切齿地说道。随后他迅速转身朝着玄元宗疾驰而去。他还记得苏晨的模样，只要对方还在玄元宗，那么就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与此同时，太初空间内，苏晨正沉浸在秋意雪的传承记忆中。如今与他有矛盾的人修为越来越高，即便风雷幻影身法再强大，也很难弥补如此巨大的修为差距。因此他必须尽快找到一种能在短时间内提升速度的秘法。很快他找到了一门名为血遁的秘法，这血遁极为特殊，通过消耗自身的血气便能使速度暴涨。若是一次性消耗自身一半的血气，速度能瞬间提升10倍。苏晨对这门血遁各方面都很满意，于是当即便开始修炼。转眼间便过去了1天。此时血遁终于修炼入门，这让苏晨心中安心了不少。在遇到争夺自己赤阳花的那人，他也有信心利用血遁远离。接下来就该吞服赤阳花了。苏晨小心翼翼地取出赤阳花，眼中满是期待。接着他张开嘴巴，一口咬掉半朵赤阳花。毕竟完整的赤阳花蕴含的灵气过于磅礴，他害怕自己扛不住。赤阳花刚一入体，一股磅礴而炽热的灵气瞬间在他体内爆发开来，所过之处，他全身经脉如同被烈火灼烧一般，剧痛难忍。苏晨紧闭双眼，全力运转太初诀，疯狂炼化着赤阳花的灵气。伴随着赤阳花的灵气不断被吸收，苏晨的修为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暴涨。武者境第2重巅峰，短短1个时辰，苏晨的修为便抵达了武者境第2重巅峰。很快他便感受到了武者境第3重的境界屏障，他立刻引导体内所有的灵气，疯狂地朝着境界屏障撞击。轰轰轰！经过不断猛烈的撞击，境界屏障很快出现了一道道裂缝，最终轰然破碎。武者境第3重，终于苏晨成功突破到武者境第3重，同时他体内赤阳花的灵气也消耗殆尽。突破之后，苏晨没有丝毫停歇，他将剩下的半朵赤阳花一口吞下，再次开始修炼起来。轰轰轰！武者境第4重，转眼过去了1个时辰，苏晨的修为终于再次突破，来到了武者境第4重。苏晨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自信。以他真正的实力，在外门中也算是顶尖的存在了，完全不惧张一飞。至于抢夺自己赤阳花的那人，苏晨猜测他应该是内门弟子。不过只要在宗门内，他就可有恃无恐。毕竟玄元宗虽然鼓励弟子之间进行斗争，但有着严格的规定，绝不允许高等弟子对低等弟子出手。随后苏晨离开太初空间，朝着玄元宗疾驰而去。转眼过去了半天时间，此时苏晨所在位置距离玄元宗还有1天的路程，但苏晨却惊讶地发现，他周围莫名其妙多了很多佣兵。其实早在2个时辰前，他便不断遇到零散的佣兵，可这里毕竟是玄阳山脉，遇到佣兵也不是奇怪的事情。但现在佣兵的数量却越来越多，这瞬间让苏晨意识到了不对劲。小子，你就是苏晨对吧？就在这时，苏晨的四周瞬间涌出一群佣兵，
将他团团围了起来。为首之人是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壮汉，修为达到了武者境第9重，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血腥之气，而四周数十位佣兵的修为也都在武者境第5重以上。你们是专门来找我的？苏晨眼神一冷，心中瞬间明白了一切，怪不得他遇到的佣兵越来越多，原来是在暗中召集人手，然后围堵他。不错，有人要你的命，我劝你自己了结，若是等我们出手，可不会让你轻易死了。壮汉首领发出一阵张狂的大笑，不怀好意地说道。苏晨脸色变得铁青，他自然明白对方话中的意思，毕竟这些佣兵都是一群亡命之徒，不少人有着特殊的癖好。你们真是找死！苏晨眼神冰冷，声音充满了杀意。只见他手中瞬间出现一把战剑，然后主动朝着壮汉首领杀去。他的修为虽然只有武者境第4重，但真实战斗力却堪比武者境第9重，只要他能尽快将那壮汉首领斩杀，其他佣兵根本不足畏惧。哼，都别出手，看我怎么拿下这小子！壮汉首领冷哼一声，他丝毫不惧，反而还嚣张地挥了挥手，示意其他佣兵不要出手。在他看来，苏晨不过是一个修为仅有武者境第4重的玄元宗弟子，估计都没经历过几次真正的战斗，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此时，苏晨已经冲到了壮汉首领面前，他手中战剑猛地一挥，一道凌厉的剑气朝着壮汉首领狠狠斩下。轰！仅仅一击，壮汉首领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震退数步，手臂一阵发麻，手中的武器险些脱手。这小子的实力怎么可能这么强？壮汉首领眼中瞬间闪过一抹震惊，满脸不可思议。他怎么也无法相信，眼前少年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趁着壮汉首领身形不稳，苏晨脚尖轻点地面，整个人瞬间弹射而出，眨眼间便如鬼魅般出现在对方身前。噗嗤！只见一道璀璨的剑光闪过，战剑轻易贯穿了壮汉首领的身体。壮汉首领的双眼瞬间瞪大，其中充满了无尽的不甘，随后身体缓缓倒下。老大死了，快跑啊！四周的佣兵见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中充满了惊恐与绝望，朝着四面八方疯狂逃窜。但苏晨怎么可能放过他们？他眼中闪过一抹冷厉，身形在人群中不断穿梭，手中的战剑每挥动一次，便有一名佣兵死掉。啊啊！一时间，现场惨叫连连，佣兵们一个接一个的倒在了血泊中。很快，除了一名活口外，其他佣兵皆被苏晨斩杀。这是一个身形瘦弱的佣兵，除了壮汉首领外，他的修为算是最高的。苏晨猜测他应该了解一些情况。告诉我，是谁要买我的命？苏晨手持染血的战剑，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冷冷地问道。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那人很年轻。对了，他的修为是武者境第9重。瘦弱佣兵被苏晨的气势吓得脸色惨白，连忙开口说道。苏晨闻言，心中瞬间想到了张逸飞，毕竟在玄元宗内，与他有恩怨且修为达到武者境第9重的，也只有对方了。你们团长叫什么名字？修为如何？苏晨再次问道，声音依旧冰冷刺骨。团长叫柳妹，修为是武士境第1重。瘦弱佣兵颤抖着声音回答道。女的？苏晨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他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凶狠大汉，没想到竟是个女子。是的，但别看我们团长是女的，手段可是极其狠辣，杀人不眨眼。瘦弱佣兵补充道。带我去你们驻地看看。苏晨思考片刻，开口命令道。说完，他迅速将现场的战利品搜刮干净，然后在瘦弱佣兵的带领下，朝着幽狼佣兵团的驻地走去。一路上，瘦弱佣兵战战兢兢，生怕苏晨一个不高兴就取了他的性命。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一处高地，前方有一片建筑群，那里正是幽狼佣兵团的驻地。确认位置没错后，苏晨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之色，只见他抬手便是一剑，直接将瘦弱佣兵斩杀。随后，他转身朝着玄元宗的方向疾驰而去。自己现在还不是柳妹的对手，贸然杀进去只会白白送死。等他修为突破到武者境第5重，再来算账也不迟。转眼间便过去了一天。此时，苏晨已经回到了玄元宗，他朝着任务大殿走去，准备交付已经完成的任务。任务交付完后，苏晨从储物袋中取出这段时间获得的妖兽材料，将其兑换成了贡献点。之后，苏晨便转身准备离开任务大殿。苏晨，就在这时，一道沧桑而雄浑的声音骤然响起。听着这有些熟悉的声音，苏晨连忙停下脚步，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地方。只见周林长老从任务大殿的2楼缓缓走了下来。周长老，苏晨连忙恭敬地行礼道，心中却十分惊讶，对方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周林上下打量着苏晨，眼中满是难以掩饰的震惊之色。他发现苏晨的修为居然达到了武者境第4重。要知道，距离他们上次见面才过去短短几天时间，苏晨这修为提升的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半个月后便是外门大比，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周灵面带笑意地问道。周长老，外门大比不是只有武者境第7重以上的老弟子才能参加吗？苏晨满脸疑惑地说道。对于外门大比，这些天他没少听其他弟子谈论，他也很想参加，毕竟大比冠军是一颗青灵果，可以提升武者近2个小境界，而且只要能在大比中进入前3名，便能直接晋升为内门弟子。本座这么问，自然是有把握让你参加外门大比。周灵一脸自信地说道。苏晨听到这话，眉头顿时一挑，既然周灵长老愿意帮助他，那自己犹豫个毛线？弟子愿意参加。苏晨连忙开口说道。很好，那你先去忙吧，记得到时候参加外门大比。周灵眼神欣慰地点了点头。多谢周长老，弟子告退。苏晨恭敬地说道。说完，他满脸兴奋地离开了任务大殿，朝着灵药阁走去。他打算将手中的贡献点全部兑换成灵药，这样他就能炼制出2阶灵元丹来。有了2阶灵元丹，他就能迅速提升修为，在即将到来的外门大比取得一个好名次。但来到灵药阁后，苏晨却有些傻眼了。他辛苦几天获得的贡献点，居然才能兑换2份2阶灵元丹的灵药，就这2份丹药够干啥的？苏晨一脸无语地说道，心中满是无奈。就算传承记忆中有炼丹经验，可他毕竟是第一次炼丹，说不定就会失败。但他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说来说去，还是他拥有的贡献点太少了。随后，他离开灵药阁，朝着万宝阁走去，打算购买一个炼丹炉。毕竟没有炼丹炉，他根本炼制不出丹药。小师弟，想买点什么东西啊？苏晨一进入万宝阁，一位身穿绿色衣裙、面容和善的师姐便笑意盈盈地前来询问。师姐，我想购买一个炼丹炉。苏晨开口说道。小师弟，这些都是炼丹炉，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中意的。师姐面带微笑，手指着一处展示架说道。苏晨抬头看去，只见一面展示架上摆放了数百个各式各样的炼丹炉，但当他看到价格时，脸色瞬间一变。这些炼丹炉的价格最低的都要数千贡献点，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师姐，这些炼丹炉都不错，只是我现在手中只剩1000多贡献点了，你看有没有能买的炼丹炉？苏晨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脸色微微泛红地说道。噗嗤，师姐看着苏晨窘迫又期待的样子，不禁笑了出来。小师弟，炼丹炉的品质和价格是成正比的，你若是不介意炼丹炉品质，师姐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太感谢师姐了，师姐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这么善良，以后肯定修炼顺利，突破不断。苏晨眼中瞬间闪过一抹惊喜，连忙夸赞道。在他看来，能1000贡献点买个炼丹炉，就算炼丹炉炸了，他都会夸他炸得响。你这小师弟嘴巴真甜，好了，跟我来吧。师姐脸上露出一抹开心的笑容。说完，她莲步轻移，带着苏晨绕过几个展示架，来到一处偏僻的房间内。这里是个杂货间，到处都堆满了各种杂物。这个房间里有不少淘汰下来的炼丹炉，品质参差不齐，你可以好好挑一下，价格都按照1000贡献点来算。师姐开口说道。太好了，多谢师姐。苏晨诚恳地感谢道。说完，他迈步在杂货间里仔细寻找起来，眼中满是期待。就在这时，苏晨的目光突然被一个炼丹炉吸引住。那是一个普通的黄色小鼎，表面有些磨损，但整体还算完整。苏晨将它拿起，入手沉甸甸的，一种奇妙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他能感觉到这个黄色小鼎与自己有缘。师姐，我选好了。苏晨没有丝毫迟疑，拿着黄色小鼎快步回到了师姐面前。行，那我们出去吧。师姐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苏晨将1000贡献点给了师姐，便满心欢喜地离开了万宝阁。回到房间后，苏晨便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太初空间。他先是在脑海中仔细过了几遍炼丹过程，确认自己记住每个细节后，这才准备开始炼丹。苏晨运转灵气，缓缓凝聚出一团火焰，对黄鼎持续加温。待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他果断将所有灵药都丢进了黄鼎中。很快，一株株灵药在高温下开始液化，散发出5颜6色的光芒。此时，苏晨的眼神极其认真，因为这一步直接关乎着最终成丹的品质。1个时辰后，一股浓郁的丹香从黄鼎中弥漫而出。老子居然成功了！莫非老子是炼丹天才？苏晨瞬间大笑了起来。此刻他心情万分激动，是真没想到自己第一次炼丹居然能成功，而且炼制的还是2阶灵元丹。随即苏晨打开了黄鼎，其中赫然有着10几颗圆润饱满的2阶灵元丹。卧槽，居然有3颗上品灵元丹！苏晨一脸震惊，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天玄大陆，丹药等级分为下品、中品、上品以及极品，这也对应着炼丹师等级。比如苏晨成功炼制出2阶上品灵元丹，便代表他已经是一名2阶上品炼丹师了。
将所有2阶灵元丹小心地收起来后，苏晨决定趁热打铁，开始炼制第2炉灵元丹。这一次他信心满满，毕竟有了第1次炼丹经验，他自信这第2炉灵元丹也不会有任何问题。转眼1个时辰后，黄鼎中却没有任何丹香弥漫而出，这让苏晨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不会吧，打脸来得这么快？苏晨心中暗自嘀咕，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打开黄鼎后，他瞬间死心了。只见黄鼎内一片狼藉，没有一颗成型的灵元丹，这让苏晨气得差点吐血。刚刚的喜悦瞬间烟消云散。果然，人就不能太嘚瑟，否则必有一劫。有什么办法能在短时间内赚到大量贡献点？苏晨喃喃自语道，脑海中快速闪过无数想法。如今2份灵元丹的灵药已经消耗殆尽，他手中也没有了贡献点，单凭第1炉炼制的10几颗2阶灵元丹，可不足以支撑他突破到武者境第5重。因此，如何在外门大比开始前赚到足够多的贡献点，并让他成功突破到武者境第5重，就成为了目前最大的问题。有了！思考片刻后，苏晨突然眼前一亮，他想到了外门方室。外门方室是玄元宗特意为弟子们打造的交易场所，整个外门弟子都能在此进行交易，而且完全免费，是个绝佳赚贡献点的地方。我可以将这10几颗2阶灵元丹拿到外门方室上售卖，这样就能赚取到贡献点。如此往复几次，我手中不就有了大量贡献点吗？苏晨越想越激动，心中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聪明才智，当即便决定去做。一切准备就绪后，苏晨朝着外门方室走去。此刻，外门方室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在各种摊位上摆放着五花八门的功法武技、各式兵器以及各种灵药，让人眼花缭乱。进入外门方室后，苏晨先在方室内转了一圈，主要是了解其他摊位上售卖2阶灵元丹的价格。之后，他找了一处空旷位置，从储物袋中取出提前准备好的桌子，还有一块大大的木牌。他将木牌稳稳地立在桌子前，木牌上清晰地写着：2阶中品灵元丹，特惠价500贡献点1颗，仅售10颗；2阶上品灵元丹，特惠价800贡献点1颗，仅售3颗。他定的这个价格相比其他摊位便宜了大概 10%。他心里明白，只有价格低点才能快速卖出去，才能在短时间内赚到大量贡献点。诸位师兄师姐、帅哥美女们，出售特惠2阶灵元丹了，仅售13颗，先到先得。苏晨深知做生意就要主动出击，于是扯着嗓子便开始大声吆喝起来。果不其然，路过的外门弟子听到苏晨的声音，纷纷朝着他的摊位走了过来。一名身穿白色衣袍的外门弟子好奇地拿起一颗灵元丹，放在眼前仔细端详，又运转灵气检验，发现丹药不仅毫无问题，而且蕴含的药力极其精纯，脸上顿时露出惊喜之色，当即便购买了2颗。而其他弟子自然也都是识货的，纷纷开始购买。仅仅一会功夫，苏晨炼制的灵元丹便销售一空。看着手中多出的7000多贡献点，苏晨心情大好，忍不住哼着小曲，步伐轻快地朝着灵药阁走去。这一次，他不仅兑换了2阶灵元丹的灵药，还兑换了一些补血丹的灵药，这样他施展血遁时就能补充血气，坚持得更久一些。第2天上午，苏晨一大早就从床上翻身而起，经过昨天摆摊，他发现自己居然爱上了摆摊的感觉，因此简单洗漱后，他便精神抖擞地朝着外门方室走去。很快，苏晨便来到了摆摊的老位置，他熟练地从储物袋中拿出桌子和木牌，摆好灵元丹，等待着顾客上帝的到来。该死的狗腿子，天天就知道收摆摊费。就在这时，苏晨突然听见身旁一个摆摊的弟子低声骂道，声音虽不大，却满是愤懑。苏晨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前方不远处7、8个面相凶狠的外门弟子正站在一个摊位前，他们双手抱胸，趾高气昂，其中一个弟子正伸手向摊主索要着贡献点。摊主满脸无奈，却又不敢反抗，只能乖乖掏出贡献点。这位师兄，这外门方式不是免费的吗？怎么会有人收摆摊费？苏晨满脸疑惑，开口询问道。师兄谈不上，叫我林海就好。林海叹了口气，声音满是无奈，宗门宣传的确实是免费，但这外门方式如今被外门第一强者叶风云掌控，他要收摆摊费，谁敢反抗啊？苏晨闻言，心中顿时一沉。叶风云此人他也有所耳闻，修为达到武士境第1重巅峰，以他当下的修为，绝不是对方的对手。没想到自己刚决定在外门方式好好赚些贡献点，就遇到这种麻烦事。林哥，他们要收多少摆摊费？苏晨开口问到每天总收入的 20%。 林海苦笑着说道，什么 20%？ 还总收入？那你还在这里摆摊干什么？苏晨一脸震惊，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怪不得这叶风云能成为外门第一，就靠在这外门方式收摆摊费，每天都不知道能进账多少贡献点。我天赋平平，又不敢外出历练战斗，所以
只有靠外门方式赚点贡献点了。虽然交了不少，但每天好歹还有剩余，总比没有强吧？林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苏晨听到这话，心中一阵无语，但他没有说什么。他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这是林海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林哥，你在这里摆吧，我先走了。苏晨打了一声招呼，随后他便将桌子和木牌收进了储物袋里。这摆摊费他说什么都不会交，他可不愿意助长这种不正之风。然而苏晨还没走几步，一群外门弟子便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为首之人是一名目光阴狠的矮小青年，修为是武者境第8重，虽然身材不高，却浑身透着一股狠辣劲。他眼神阴冷，死死地盯着苏晨。小子，摆摊费还没交，你想干什么去？矮小青年冷冷地质问道。我刚来不过几分钟，丹药都没卖出去，交什么摆摊费？苏晨一脸冷意，语气极其强硬。哼！矮小青年冷哼一声，脸上满是不屑。他极其霸道地说道，你都已经把摊位摆下了，那就得按规矩办事，今天的摆摊费必须交，还有你昨天下午也在这里摆摊了，昨天的摆摊费也得补交，别跟我装糊涂。苏晨的修为不过是武者境第4重，明显是刚晋升外门不久的新弟子，他压根就没把苏晨放在眼里。什么规矩？这外门方式是宗门建设，免费供弟子们交易的地方，什么时候有了收摆摊费这种无理的规矩？你们不过是仗势欺人。苏晨心中大怒，这些人完全是蛮不讲理。他声音坚定，毫不畏惧地反击道，小子，你还别不服气，我们老大叶风云是整个外门第1强者，在这外门方式里，我们就代表规矩，我劝你识相点，老老实实把摆摊费交出来，不然有你好受的。矮小青年一脸不屑，语气冰冷地威胁道，你给老子听着，这摊位费老子不会交，别你们以为仗着叶风云就能为所欲为了。苏晨脸色难看，态度强硬地回道，好嚣张的小子，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好好教训你一顿，你是分不清大小王了。矮小青年脸色无比阴沉，他已经失去了耐心。话音未落，他抬手便朝着苏晨的脸颊狠狠扇了过去。面对主动出击的矮小青年，苏晨站在原地一动未动，区区一个武者境第8重，还不值得他闪躲。这小子不会吓傻了吧？此时四周不少围观的弟子纷纷惊呼出声，不明白苏晨为什么不躲开爱，这小子真是年轻气盛，得罪这些人干什么？林海内心十分着急，又不禁对苏晨有些埋怨，本来给些贡献点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闹得这么大？若是没本事，肯定要被这些人欺负。就在矮小青年的巴掌进入苏晨攻击范围内，苏晨终于动了。只见他闪电般伸出手掌，精准地抓住矮小青年的手臂，随后他猛地一抡，将矮小青年狠狠地往后砸去。刹那间，矮小青年的脸色瞬间大变，眼中浮现惊恐至极之色。他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将自己体内的灵气压制，使得自己无法进行反击。轰！只见矮小青年重重地摔在地上，地面都被砸出一个浅浅的坑洼，他的身体抽搐了几下，便当场昏迷了过去。这小子的力量好强！这一刻，不少看热闹的弟子眼中满是震惊。然而林海却暗自摇头，觉得苏晨这次要吃大亏。毕竟击败矮小青年又能如何？还有武者境第9重的出手，甚至外门第1天才叶风云出手，在外门再强又怎么能强过叶风云？与此同时，苏晨身形一闪，朝着方士出口疾驰而去。他如今不是叶风云的对手，不可能傻乎乎的在原地等着对方过来，必须赶紧离开。小子，打了我的人就想跑？就在这时，一名身材修长、长相英俊的青年瞬间出现在苏晨面前。他眼神极其冰冷，浑身散发着一股强大的灵气波动，给苏晨带来一股极大的压力。此人正是外门第1天才叶风云。你就是叶风云？苏晨眼神冰冷，不卑不亢地开口说道。没错，小子，你能以武者境第4重一招击败武者境第8重，说明你的实力不错，我也不为难你。你把昨天的摆摊费交上来，再给我的人10颗灵石作为医药费，我就放你离开。叶风云神色平静，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虽然他觉得苏晨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但就这么轻易放对方离开也是不可能的，他要维护自己在外门方式的权威。给你老妈！苏晨眼神闪过一抹狠厉之色，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朝叶风云主动发起了攻击。只见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叶风云的身后。与此同时，他右拳紧握，凝聚全身力量，猛地朝着叶风云的后心轰了过去。卧槽，这小子这么勇，居然敢主动对叶风云发起攻击！看到这一幕，四周围观的弟子脸上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要知道，在整个外门根本无人敢轻易挑衅叶风云，但现在他们却亲眼目睹了一个武者境第4重的新弟子竟然主动攻击叶风云。在所有人看来，苏晨简直是不知死活。
叶风云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如此宽容，苏晨居然敢不领情，小子，你真是不知死活。叶风云的感知极其敏锐，在苏晨攻击的刹那间，他猛地转身，一掌朝着苏晨狠狠拍了过去。这一掌蕴含无比惊人的威力，裹挟着凌厉掌风，瞬间轰在了苏晨的拳头上。噗！两股强大的力量轰然碰撞，苏晨猛地喷出一口鲜血。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顺着手臂传来，他的身体如同出膛的炮弹般猛地向后暴退。然而，虽然身体受了伤，但苏晨眼中却闪过一抹喜色。他瞬间施展出血盾，身形化作一道血色光影，迅速冲出了方式出口，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该死！叶风云脸色极其难看，目光无比阴森，语气冰冷地开口说道：“将这小子的模样画下来，让所有人去找，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是。身旁一人连忙点头，随即匆匆离开去安排此事。离开方室的苏晨强忍着身体传来的剧痛，径直来到了任务大殿。随手接了一些任务后，他便朝着玄阳山脉疾驰而去。此时的他一脸郁闷，本想着这段时间不用历练，只要安心售卖灵元丹，就能轻易积累很多贡献点，然后再用这些贡献点兑换修炼资源，全力提升修为。13天的时间足以让他突破到武者境第5重，拿下这次外门大比的冠军。但谁知道，居然半路杀出来一个叶风云，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此时，苏晨心中真是又无奈又愤怒，对叶风云的恨意也更深。全力疾驰半天后，此时苏晨已经抵达了玄阳山脉的深处，身上的伤势也好了不少。如今他境界越来越高，速度也比之前快了很多，抵达玄阳山脉的时间缩短了不少。苏晨打算利用几天时间，快速将自己的修为根基打磨得圆润稳固，然后再利用身上几十颗2阶灵元丹提升修为。于是他顾不得休息，立刻开始寻找妖兽，开始了疯狂厮杀。每次击杀妖兽后，他便会收集妖兽身上的材料，同时若是遇到灵药，他也会第一时间收集起来，这些都能兑换贡献点。而当他体内灵气消耗殆尽时，他便会进入太初空间，恢复灵气的同时，利用灵元丹提升修为。就这样，转眼过去了8天时间。此时，苏晨的修为根基已经打磨得稳固圆润，同时他的境界也精进不少，提升到了武者境第4重中期。是时候全力提升修为了。苏晨喃喃自语，眼中满是坚定。如今距离外门大比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他不能浪费一点时间。随即他取出身上所有的2阶灵元丹，一颗接着一颗的吞服，然后运转太初诀，开始炼化了起来。转眼间便过去了1天。此时苏晨的修为终于来到了武者境第4重巅峰，并且感受到了突破契机。苏晨没有迟疑，一口吞下5颗2阶极品灵元丹入体的刹那间，灵元丹便爆发出一股股磅礴的灵气。苏晨迅速运作太初诀，疯狂地吸收炼化，源源不断的灵气涌入他的丹田中，很快便达到了丹田承受的极限。苏晨当即引导着这些灵气汇聚成灵气浪潮，然后狠狠地朝着武者境第5重的境界屏障撞去。轰轰轰！苏晨体内灵气充沛，灵气浪潮前赴后继，没一会，境界屏障就出现了裂缝，然后轰然破碎。武者境第5重，终于，苏晨成功突破，达到了武者境第5重。叶风云、张逸飞，这次外门大比便让你们付出惨重的代价。苏晨一脸兴奋，语气中满是自信。随后他开始在传承技艺中寻找一门可以易容的功法，他打算混入幽狼佣兵团，亲自确认一下柳妹的修为，若真是武士境第1重，他再动手。一番仔细衡量后，苏晨最终确认了一门名叫千幻的易容术，不仅能改变容貌，还能改变声音与气息，只有修为高他2个大境界才能看穿他的真实容貌。3个时辰后，苏晨已经简单的掌握了千幻易容术。一切准备妥当，苏晨不再迟疑，迅速离开太初空间，朝着幽狼佣兵团的驻地而去。即时1个时辰后，苏晨前方终于出现一片熟悉的建筑群，正是幽狼佣兵团的驻地。他没有贸然行动，而是闪身来到一处草丛中，静静地等待落单的佣兵。直到临近傍晚时，才终于有一名佣兵脚步匆匆地朝着他所在的草丛走来。噗！一道寒光闪过，苏晨手持匕首已经划破了这名佣兵的咽喉。与此同时，他另外一只手死死地捂着对方的嘴巴，不让发出声音。佣兵的双眼猛地瞪大，满是惊恐与绝望，身体挣扎了一会，便不再动弹。紧接着，苏晨迅速施展千幻易容术，瞬间变成这名佣兵的容貌。随后他又换上了佣兵的衣服，仔细检查全身上下没有问题后，他走出草丛，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幽狼佣兵团的驻地。苏晨一路朝着驻地中心走去，一般情况下，高层的住处都在中心区域。很快，他便来到一座占地最大、外形最气派的大殿前。但令他疑惑的是，这个大殿内灯火通明，但门口却无佣兵站岗。
见四周无人，苏晨也没有迟疑，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这座大殿的一处隐蔽地方，竖着耳朵往里听。下一刻，苏晨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精彩起来，只听大殿内传来一声声异样的娇喘：“川哥，你让我对付的那个臭小子，令我手下损失惨重啊！”一道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响起。大殿外的苏晨心中一动，猜测此女应该就是幽狼佣兵团的团长柳妹。区数十个佣兵而已，等下我给你100块零食。张敬川含含糊糊地说道。谢川哥，那小子还要不要对付？柳妹再次断断续续地说道。由于苏晨当时没有放走一名佣兵，因此柳妹与张敬川只知道派出的佣兵全军覆没，却根本不知道是谁杀的。两人都没有怀疑是苏晨，毕竟在他们看来，苏晨不过是一个武者境第2重的小子，根本没有那个实力。再说吧，后天就是外门大比，张逸飞若是拿不到前3，到时候我让他跟你对接。张敬川思索片刻，开口说道。大殿外，苏晨的眼中流露出浓郁杀气，他万万没想到张逸飞居然不是张家在玄元宗修为最高的弟子，反而只是一名小弟。但苏晨也没有丝毫畏惧，只要在玄元宗，张家没有强大到可以无视宗规，那么就奈何不了他。随后，苏晨悄然离开大殿，在幽狼佣兵团驻地外的一处隐蔽之地藏好，静等那个叫川哥的离开。时间1分1秒的过去，直到第2天的下午，苏晨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才终于看到一名长相英俊的青年男子走出幽狼佣兵团，化作一道流光，朝着玄元宗的方向疾驰而去。苏晨没有立刻行动，静等了一炷香后，他这才朝着幽狼佣兵团走去。很快，他便来到中心大殿前，这次他没有犹豫，直接推开殿门走了进去。刚进入大殿，一张奢华的大床便映入眼帘，床上一名身材火辣的成熟女人此刻正在沉睡。川哥，是什么东西忘记拿了吗？柳妹迷迷糊糊地问道。她没有睁开眼睛，毕竟除了张敬川外，还没有谁敢如此胆大地闯入她的房间。但无人回应，而且脚步越来越近。刹那间，柳妹察觉到了不对劲，她猛地睁开双眼，身体瞬间坐了起来，丝毫顾不得胸前大片春光暴露在外。然而，就在柳妹刚坐起身的瞬间，只见一道寒芒闪过，一柄散发着冰冷寒意的战剑瞬间抵在了她纤细的脖子上。别动，否则便死。苏晨手持战剑，冷冷地说道。柳妹闻言，整个人瞬间僵住，不敢再有任何动作。她从苏晨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强大且压迫的气息，这让她明白对方的实力在她之上。你不是阿大，你是谁？柳妹没有慌张，眼神冷静地看着苏晨，开口询问道。我是苏晨，上次你不是还派人追杀我吗？苏晨冷冷一笑，随即解除了易容术，对方手中肯定有自己的容貌画像，因此他隐藏容貌也没有任何意义。哦，没想到你本人长得比画像上帅多了。柳妹眼前一亮，向苏晨眨了眨眼，声音满是诱惑地说道。小弟弟，你看姐姐这胸口露出这么多，你能不能帮姐姐穿上衣服？说话间，柳妹紧紧地盯着苏晨的眼睛，同时体内灵气暗暗涌动，只要苏晨胆敢分神一下，她便会立刻发动致命一击。轰！但令柳妹没有想到的是，苏晨根本不吃她这一套，她没有丝毫犹豫，右拳瞬间紧握，狠狠地轰在了她的腹部。噗！柳妹双眼顿时瞪得滚圆，猛地喷出一口鲜血。她只感觉腹部传来一阵剧痛，丹田受到了重击，导致她气息骤然下降了不少。再敢耍小把戏，我便杀了你！苏晨面色冷漠，语气极其冰冷。接下来，我问你答，若是不想吃苦头，就老老实实配合。是。柳妹连忙点了点头。此刻，她再也不敢小瞧苏晨。昨晚跟你在一起的人是谁？苏晨冷冷地问道。是张敬川，他是玄元宗的核心弟子，同时也是青阳城张家的少家主。柳妹没有隐瞒，连忙说道。苏晨听到此话，心中不禁一沉，他没想到这张敬川居然是核心弟子，怪不得张家这群人敢这么嚣张。要知道，在整个玄元宗，杂役弟子有数万人，外门弟子也有上万人，内门弟子却仅仅只有数千人，而核心弟子更少，不到100人，他们都是宗门重点培养的对象。这张敬川为什么会和你发生关系？苏晨开口问道，语气中充满了疑惑。他实在想不明白，眼前这柳妹虽然也算漂亮，但年纪明显很大了，身材都有些走形。以张敬川核心弟子的身份和地位，什么样的年轻女子得不到？偏偏找柳妹这种年纪大的。是。柳妹支支吾吾，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与犹豫，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快说，我耐心有限。苏晨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威胁，极其不耐烦地说道。是张敬川在小的时候，他母亲便不在了，所以喜欢我这种成熟的，再加上我与他母亲容貌有几分相似。柳妹满脸通红地解释道。苏晨闻言这才恍然大悟，没想到
他这次幽狼佣兵团之行还能有这么大的收获。随即他目光火热地看着眼前的柳妹，心中瞬间有了一个计划。别反抗，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苏晨满脸兴奋地说道。好。柳妹一脸通红的轻轻点了点头，看着苏晨火热的目光，她突然想了很多。随即苏晨催动太初珠，将柳妹收进了太初空间。他打算留柳妹一命，说不定以后他对付张晋川时，这柳妹就能发挥出大作用。接下来苏晨便开始翻找柳妹的储物袋，毕竟他可没忘记张晋川答应给柳妹100块零食。找了许久，苏晨终于在桌子底下找到了一个红色的储物袋。发财了！打开储物袋后，苏晨一脸兴奋地叫出声来。只见里面赫然有着120多块零食，还有不少灵药、矿石等等。随后苏晨将零食与灵药收进了储物袋中，其他东西则收进了太初空间。他打算等以后数量多了统一出售掉。整理好这一切后，苏晨便再次变成阿大的容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幽狼佣兵团。随后苏晨恢复真实容貌，朝着玄元宗疾驰而去。第二天上午，苏晨脚步匆匆地朝着外门广场走去。此刻外门广场上早已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放眼望去，足足有上万弟子齐聚于此。苏晨随着人流缓缓前行，核实身份无误后，成功进入了等待区。这里是所有参加外门大比弟子的集结地。整个等候区按照数字序号分为了3个战区，苏晨则被分配到了第3战区。每个战区能容纳400名左右的弟子，如此算来，这次参加外门大比的弟子足足有1200多名。当当当，大概半个时辰后，随着3道洪亮的钟声响起，外门大比正式拉开了帷幕。在等候区的前方有一座占地巨大的站台，只见这时一道身影如同鬼魅般瞬间出现在站台之上。苏晨定睛看去，神色顿时一愣，此人居然是任务大殿长老周林。他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周林之前如此自信能让他参加外门大比，感情他就是这场外门大比的主持长老。诸位弟子，外门大比正式开始。周林神色威严，声音极其洪亮，瞬间传遍外门广场的每一个角落。接下来进行第1关意志考核，半个时辰后还能站在原地的弟子就算通过。现在请第1战区的弟子们登上站台。意志考核不看境界与天赋，纯粹是考验弟子们的意志是否强大。毕竟在困难重重的武道之路上，唯有具备极其坚定的意志，才能走得更远，攀得更高。很快第1战区的400多名弟子便全部登上了站台。本座宣布，意志考核现在开始。周林高声宣布道。说完，他身形一闪，便迅速离开了站台。随即站台四周光芒大盛，一道耀眼的白色光幕瞬间涌起，将整个站台笼罩其中。转眼过去了半个时辰，白色光幕缓缓消散。只见站台之上，第1战区原本的400多名弟子，仅仅只有60多名弟子还稳稳地站着，其他弟子则全部躺在了地上。看到这个结果，周林的脸色不禁变得难看。要知道第1战区中的弟子可都是外门天赋比较出众的弟子，居然淘汰了这么多，这实在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这意志考核也太可怕了吧，外门排名前10的弟子居然被淘汰了一半。此时站台四周的无数弟子顿时炸开了锅，每个人的脸色都极其凝重，眼中满是担忧之色。很快便轮到第2战区的弟子上站台，白色光幕再次笼罩站台，开启了对他们的意志考核。半个时辰后，白色光幕消散，只见通过的弟子人数依旧不多，只有50多名。这残酷的淘汰率让四周无数弟子深刻地认识到，想通过意志考核究竟有多难。有请第3战区的弟子登上站台。周林高声说道。听到这话，第3战区的弟子纷纷起身，苏晨也随着人群登上了站台。所有弟子登上站台的瞬间，白色光幕再次笼罩站台。刹那间，一股强大威压降临，苏晨脸色平静，没有感到一点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压不断增加，苏晨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他还真小瞧了这意志考核。此时在苏晨的脑海中竟然有道蛊惑声音不断响起，那声音充满诱惑，劝说他放弃抵抗，并传递给他无数负能量。而且只要他的意志稍有变弱，那蛊惑力量便会随之加强，试图将他的意志彻底击溃。好在苏晨有着邱逸雪的传承记忆，还有前世记忆，灵魂力量和意志都十分坚定，最终他幸运地撑到了半个时辰。而此刻的站台上还站着的弟子有40多名，他们与苏晨一样成功通过了意志考核。第1战区，飞哥，你快看站台上那小子是不是苏晨？张焕眼中满是惊讶，连忙手指着苏晨，语气急切地说道。张逸飞闻言连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定睛一看，确实是苏晨无误。这小子的修为不是才武者境第2重吗？怎么参加的外门大比？张逸飞满脸惊愕的表情，难以置信地说道。
要知道，想参加外门大比，最低修为都要武者境第7重，不然就算参加也是找虐。张焕眉头紧皱，思索片刻后，缓缓说道：“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小子的真实战斗力达到了武者境第7重以上。”说完，他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震惊。若真像他说的那样，苏晨的天赋该有多么恐怖！哼，不用想那么多。他既然参加了这次外门大比，那就祈祷别碰上我，否则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张一飞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语气不屑地说道：“上次被周林阻拦，没能教训成苏晨，那这次若是在大比中碰上，他一定要让苏晨付出惨痛的代价。”距离张一飞不远处，叶风云经过手下的提醒，也发现了站台之上的苏晨。这段时间，他将苏晨查了个底朝天，不仅知道了苏晨的名字，还知道了他与张一飞之间的矛盾。通知下去，若是我们的人遇到苏晨，别给他开口认输的时间，先拔了他舌头，再废了5只。叶风云眼神凶狠，语气冰冷地吩咐道：“区区一个武者境第4重的废物，居然都敢反抗他！若是他不给苏晨一个惨重的代价，给其他弟子一个警告，那等他晋升内门弟子后，他掌控的方式估计很快就会被其他弟子抢走，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与此同时，周林的身形瞬间出现在站台之上。“恭喜你们成功通过第1关意志考核，每人奖励5000贡献点。”周林面带笑容，眼神欣慰：“你们先下去休息，半个时辰后开始第2关擂台战，若是成功通过，奖励翻倍。”玄元宗极其重视外门弟子的培养，为了激发外门弟子修炼的动力，像外门大比这种重要赛事，每一关都会奖励大量贡献点，而大比前3名奖励更是极其丰富。等候区内相较于之前的人头攒动，此刻显得格外空旷，还留在这里的弟子少了一大半。如今3个战区通过意志考核的弟子加起来还不到170人，足足淘汰了1100多名弟子。如此恐怖的淘汰率，让那些没参加外门大比的弟子们深刻了解到意志考核的残酷。转眼过去了半个时辰，周林准时出现在站台之上。时辰已到，第2关擂台战正式开始，请所有弟子上台抽签，这一次将决出前30强。周林神色严肃，高声说道。随后，所有弟子纷纷登上站台，开始抽签。抽签完成后，第2关擂台战便正式拉开了帷幕。大概过去1个时辰左右，终于轮到了苏晨登场。苏晨没有丝毫犹豫，身形一动，便潇洒地出现在了站台之上。在苏晨对面是一名武者境第7重的弟子，名为江海。此刻，江海满脸兴奋，恨不得立刻高歌几句来抒发内心的喜悦。他原本以为自己会止步于第2关，但看到对手居然是苏晨时，他瞬间忍不住的想大笑。毕竟当时张一飞带着张晚琪找苏晨麻烦时，他就在现场，知道苏晨的修为不过是区武者境第2重。如今才过去半个多月，就算苏晨突破一个小境界，那和他的修为也还相差了4个小境界。至于苏晨为什么能参加这次外门大比，就不在他考虑范围内了。他只知道自己真是走了狗屎运，才能遇到苏晨这个软柿子。你脑子没问题吧？一直在笑什么？苏晨一脸疑惑，自从他登上站台开始，对方就一直像中了邪似的笑个不停。小子，遇到你江大爷，真是你的不幸，我劝你乖乖投降，免得受伤。江海闻言，脸色瞬间变得冰冷，恶狠狠地威胁道：“蠢货！”苏晨眼中满是轻蔑，毫不留情地开口吐出了2个字：“小子，你真是找死！”江海气得满脸通红，怒喝一声后，他便朝着苏晨猛冲了过去。冲至半路，只见他全身灵气疯狂涌动，转眼间拳头上便覆盖了一层浓郁灵气，然后朝着苏晨狠狠轰了过去。苏晨神色镇定，身形一闪，动作敏捷地避开了攻击。紧接着，他右拳瞬间紧握，猛地轰出，速度如同闪电一般，眨眼间便来到江海面前。轰！江海眼中流露出一抹惊慌，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苏晨的拳头便重重地轰在了他的腹部。噗！江海只感觉一股惊人力量从腹部传来，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他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随后身体在地上翻滚了几圈，便一动不动，显然失去了再战之力。卧槽，这猛人是谁啊？居然以武者境第5重的修为一拳击败武者境第7重的江海。他叫苏晨，刚晋升外门弟子不久，但别看他是新弟子，已经得罪了张一飞还有叶风云。乖乖，这家伙这么狂吗？叶风云都敢得罪，可不是吗？不懂这种人的脑回路。这一刻，苏晨引起了4周无数弟子的关注，不少人议论纷纷，都很震惊苏晨的实力居然这么强大。但同时，对于苏晨胆敢同时得罪张一飞以及叶风云，表示十分不理解，觉得苏晨太嚣张了，简直是在自寻死路。第1战区，张一飞看着站台之上的苏晨，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他原本以为苏晨的修为有所提升，也不会对自己构成太大威胁，
但此刻看到苏晨展现出的实力，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小瞧了这个对手。飞哥，这小子有点邪门啊，要不然我们还是别找他麻烦了。张焕神色极其凝重，开口劝说道。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川哥的脾气，若是我们放过这小子，川哥第一个就饶不了我们。张逸飞闻言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他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狠厉。你也别担心，就算他再强，和我必然还有着不小的差距，等下就是挑战赛，只要有机会我会立刻挑战他，将他淘汰。这好吧。听到张逸飞提起张晋川，张焕也不敢再多说什么，毕竟张晋川的性格极其强势，更极重面子。若是他们就此收手，不敢找苏晨麻烦，张晋川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甚至他们在家族中的父母说不定也会受到张晋川的报复。想到这里，张焕心中一阵无奈，只能暗暗祈祷张逸飞能顺利解决苏晨。另一边，叶风云同样在看着擂台上的苏晨，不过他眼神依旧平静，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苏晨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擂台战持续不断的进行着，大概过去4个时辰后，终于再次轮到了苏晨登场。小子，没想到我这次对手会是你。张焕神色凝重，缓缓开口说道，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警惕，毕竟刚刚苏晨展现出的实力让他不敢小觑。你认识我？苏晨眼神立刻变得锋锐了起来，毕竟认识他的不是张家的人，便是叶风云的人。我是张晚琪的堂哥张焕。张焕冷哼一声道，原来是张家的傻狗啊，你们不是一直想杀我吗？我给你一个机会，跟我来一场生死战，你敢不敢见？苏晨冷冷一笑，满是嘲讽地说道。他对张家的人充满了厌恶，从他还是杂役弟子开始，就一直被张峰欺负，若非他修为提升得更快，换成一个普通弟子早就死了。因此杀这些张家的人他丝毫不手软，以后若是有机会，他一定要去一趟青阳城张家，让他们知道招惹自己的后果。你！张焕被苏晨一句傻狗气得双目喷火，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将苏晨碎尸万段。但看着苏晨信心满满的样子，他心中还真不敢接受这场生死战。毕竟刚刚苏晨展现出的实力让他心有余悸，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傻狗，你若是不敢接，就赶紧认输滚下战台，别浪费大家时间。苏晨再次嘲讽地说道。眼前这张焕的修为不过是武者境第8重，他想战胜对方简直轻而易举，但他偏偏就是要羞辱对方，让对方自己主动认输。张焕，你在犹豫什么？张家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立刻接受生死战。就在这时，只见站台不远处的一座高台上传来一道冰冷无情且无比霸道的声音。苏晨闻声抬头看去，只见一名长相英俊、神色高傲的青年正冷冷地盯着张焕。此人正是核心弟子张晋川，他站在高台上，宛如高高在上的王者，俯瞰着台下的一切。是我接受。张焕不敢再犹豫，连忙开口说道。他的声音微微颤抖，显然被张晋川的气势狠狠震慑到了。他丝毫不怀疑，若是他敢反驳张晋川的意志，等大比结束，自己一定会没命。张晋川可不是没做过这种事情，他不仅是玄元宗的核心弟子，更是张家的少家主，就算他杀了自己，也对张晋川没有丝毫影响，自己在他眼中恐怕就比蝼蚁强一点。好，算你有种。苏晨脸上露出冷笑，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之色，随即他恭敬地向着高台之上的周灵抱拳行礼，声音坚定有力，周长老，还请帮我们主持生死战。你们2人可要想清楚，生死战不是儿戏，一旦开始，只有一方死掉才会结束，而且中途不能认输，没有任何人能救你们。周灵神色瞬间变得严肃，沉声问道。弟子考虑清楚了。苏晨与张焕没有丝毫犹豫，异口同声地说道。哎，好吧，既然你们2人都考虑清楚了，那本座就做见证人，我宣布生死战正式开始。周灵叹息一声后宣布生死战开始。他心中满是无奈，最看不得弟子之间斗得你死我活，但苏晨与张焕都极其坚定，他也无权拒绝。而他让苏晨参加这次外门大比，是觉得苏晨有可以培养的潜力，想让他历练一下。但谁能想到，苏晨居然敢向武者境第8重的张焕发起生死战。此刻他只希望苏晨能带来奇迹，毕竟这么多年来，他还从未见过跨越3个小境界战胜对手的弟子。这苏晨也太能装了吧，战胜一个武者境第7重就飘了，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估计脑子进水了。这可不好说，我倒是挺看好苏晨，毕竟苏晨敢主动发起生死战，想必一定有着依仗，能保证自己取胜。足足差了3个小境界啊，苏晨若是能胜，他真是逆天了。这一刻，站台4周观战的弟子们开始热烈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苏晨必死无疑，毕竟武者境第5重和武者境第8重之间的差距，在他们看来差距实在太大了。这苏晨虽然有些天赋，但就是太莽太狂，
早晚会吃大亏的。人群之中，与苏晨有过一面之缘的林海无奈地摇了摇头，若是自己，绝对不会这么冲动行事。此时的站台之上，张焕的眼神十分坚定，既然被张敬川逼着同一生死战，那他就打算好好战一场。以他武者境第8重的修为，他觉得自己取胜苏晨也不是没有机会。苏晨，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张焕眼神中透着一丝疯狂之色，朝着苏晨猛冲了过去。去死吧！苏晨主动出击，只见他身形骤然移动，宛如闪电般，速度快到众人只能捕捉到一道残影。仅仅瞬间，他的拳头便带着呼啸的风声轰在了张焕的脸上。轰！啊啊！伴随着清晰的骨折声，张焕的脸明显塌陷一大块，他的身体更是直接被一股强大的力量轰飞了出去。噗！张焕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此刻他的模样惨不忍睹，身上散发的气息虚弱到了极点，整个人摇摇欲坠。你怎么可能这么强？张焕眼中满是震惊，他自认已经高估苏晨了，但事实表明他还是远远低估了苏晨，自己居然连苏晨的一招都接不住。是你太废物了，你们张家也不过如此吗？苏晨语气嘲讽地说道。说完，他还朝着高台之上的张敬川冷冷一笑，笑容中充满了挑衅与不屑。随后他收回目光，从储物袋中抽出战剑，身影化作一道光影，直接朝着张焕冲了过去。找死！张敬川敏锐地察觉到苏晨投来的目光，他眼神瞬间闪过一抹冰冷的杀意。他万万没想到，区区一个外门新弟子，居然敢向他挑衅，真是不知死活。面对迎面而来的苏晨，张焕眼中充满了惊恐与绝望之色，他下意识地转身朝着站台下冲去，脚步慌乱，根本没有勇气感与苏晨一战。苏晨脸上露出一抹冷笑，只见他瞬间施展血遁，速度骤然狂飙，朝着张焕追去。张焕，小心身后！站台下，张逸飞怒目圆睁，忍不住大吼一声，声音中充满了焦急与愤怒。张焕听到这话，连忙扭头看向身后，但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噗嗤！苏晨的身影瞬间来到了张焕身后，他没有丝毫犹豫，举起战剑便贯穿了张焕的后心。我不甘心！张焕眼中浮露出浓浓的不甘，这一刻他没有记恨苏晨，反而心中对张敬川十分愤恨。他原本有着大好年华，但却被张敬川硬生生胁迫同意了生死战。他的嘴唇颤抖着，还想说些什么，但最终他的生命气息逐渐消散，身体缓缓倒下，再也没有了动静。苏晨！张逸飞一脸愤怒，浑身散发着冰冷至极的杀意。他没想到张焕居然死在了苏晨手中，这让他的心中充满了仇恨。狂叫什么？你若是不服，等下我们也来一场生死战。苏晨冷冷一笑，眼神中充满了挑衅，轻蔑地说道。你以为我会怕你？等下就是挑战赛，我们不死不休。张逸飞气得浑身发抖，虽然不知道苏晨真实实力到底有多强，但他必须在众人面前装作强势。毕竟张焕的死让他对张敬川的冷酷无情有了深刻理解，对方完全不将族人的生命当回事，但他心中既恐惧又无能为力，这苏晨真是逆天了。与此同时，站台四周无数弟子不禁发出阵阵惊呼，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难以置信，武者境第5重居然能秒杀武者境第8重，这种战绩他们闻所未闻。此刻苏晨的名字被每个人都深深记在了脑海中。本作宣布，本场生死战胜者为苏晨，并成功晋级30强，奖励贡献点1万。这时周林的身影出现在站台上，高声宣布道。他目露异彩地看着苏晨，眼中满是惊喜与欣慰。他万万没有想到，苏晨这个小家伙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带给他惊喜。此刻他十分庆幸自己果断让苏晨参加外门大比，这个决定如今看来是如此的英明。随后苏晨神色淡然地转身走下站台，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小子，上次让你侥幸跑了，这次外门大比若是再遇到我，你会不会还跑？就在苏晨经过第一战区时，一道充满嘲讽的声音骤然响起。苏晨转身看去，只见叶风云正眼神冰冷，脸上带着轻蔑的笑容看着他。蠢货，等下老子再跟你算账。苏晨脸上露出一抹冷笑，对于叶风云，他同样十分看不惯。从叶风云强收摆摊费的行径上就能看得出来，对方是多么霸道和狠辣，不知道有多少弟子被叶风云等人受尽欺负。你小杂种，在我面前还敢这么嚣张，你怕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叶风云的脸色变得阴沉至极，声音中充满了浓郁的杀意。蠢货！苏晨冷冷吐出2个字，随即便迈步离开。现在和叶风云争吵没有任何意义，他要在站台上堂堂正正击败叶风云。该死！就让你再得意一回，等下我一定让你知道嚣张的代价。叶风云眼神冰冷地盯着苏晨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道。时间飞快流逝，
转眼间便过去了6个时辰。此时，外门大比的前30强弟子终于尘埃落定。接下来进行第3关挑战赛，请30强弟子登台抽签。周林高声宣布道。随后，成功晋级前30强的弟子纷纷精神一振，快步登上站台开始抽签。很快，所有人都完成了抽签，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这一次，苏晨抽中的号签是10，抽到1至15号签的到第1战区集合，你们需要接受16至30号签的弟子挑战。而抽到16至30号签的到第2战区集合，等下按照顺序登站台挑战。16号签弟子留下，准备开始挑战。周林有条不紊地安排道。按照周林的安排，前30强的弟子纷纷走下站台，按照号签来到了对应的战区。苏晨是10号签，也就是他需要接受别人的挑战。不过苏晨丝毫不在意，毕竟以他当下的实力，已经是外门无敌的存在，大比冠军他势在必得。这时，苏晨敏锐地感受到一股不善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于是他转头看去，只见站台之上，张逸飞正一脸冷意地盯着他，眼中闪烁着仇恨的光芒。显然，张逸飞抽中了16号签。周长老，弟子要挑战苏晨，并且要和他生死战。张逸飞目光阴狠，声音中蕴含了浓郁的杀意。苏晨，你是否接受挑战？这场生死战你若是不想接受，可以拒绝，毕竟你与张逸飞相差了4个小境界。周林语气严肃地说道。周长老，弟子愿意接受生死战，虽然弟子境界低，但有足够信心斩杀他。苏晨神色坚定，极其认真地说道。我的妈呀，我现在是真佩服苏晨了，这也太猛了吧！我刚刚还以为他和张逸飞是在说着玩，没想到他居然真敢同意生死战。此时，观战的无数弟子眼中充满了兴奋，他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擂台上的苏晨，生怕错过一点细节。看着苏晨信誓旦旦的模样，周林眼中闪过一抹诧异，难道苏晨真能斩杀武者境地9重的张逸飞不成？他还真想看看苏晨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既然你们2人都同意，那本座宣布生死战正式开始。周林果断开口宣布道。说完，他的身形一闪，便瞬间消失在站台上。苏晨，敢接受我的生死战，是你今生最大的错误。这时，张逸飞脸上突然浮现出一抹残忍的笑容。说完，只见他伸手入怀，取出一颗黑色丹药，毫不犹豫地吞下。刹那间，他的身体颤抖了起来，一股狂暴的力量在他体内肆虐。与此同时，他身上气息暴涨，原本武者境第9重初期的气息瞬间攀升，直接提升到了武士境第1重。这张逸飞也太狠了吧！这种能短暂提升修为的丹药，对身体以及修为根基损害极大，说不定就会留下终生隐患。那总比没命好。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张敬川那人有多无情，我敢打包票，若是张逸飞认怂，那大比之后说不定就会被张敬川弄死。毕竟在张敬川眼里，他的面子和张家的面子才是最重要的。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看来，张逸飞这样做才是最正确的，不仅能确保斩杀苏晨，还能保住自己的小命。此刻，无数弟子议论纷纷，不少人为苏晨捏了一把汗，认为苏晨这次肯定在劫难逃了。不是我打击你，以你现在的实力，依旧奈何不了我。苏晨脸色依旧平静，没有丝毫惧意，语气不屑地说道。苏晨，我要杀了你！张逸飞见苏晨依旧轻视自己，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他再也忍不住，当即怒吼一声，双手紧握战剑，朝着苏晨狠狠劈了过来。这一剑蕴含着他的愤怒与杀意，更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面对这凌厉的一击，苏晨不闪不避，他迅速从储物袋抽出战剑，同样一剑挥了过去。轰！两柄蕴含着磅礴灵气的战剑轰然碰撞，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股惊人的冲击波以2人为中心，迅速席卷了整座站台。张逸飞只感觉一股磅礴不可抵挡的力量顺着战剑轰在了他的身上。噗！张逸飞一口鲜血喷出，身体不受控制的后退数步。他满脸惊恐地看着苏晨，完全不敢相信，仅仅只是一击，武士境第1重的自己就落入了完全的下风。此时，苏晨没有停下攻击，他趁着张逸飞受伤，再次欺身而上。看着落入下风的张逸飞，站台下张晚琪等一众张家族人的眼中充满了担忧之色，他们都在心中默默祈祷着张逸飞能扭转局势，将苏晨斩杀。卧槽，这苏晨简直逆天了！是啊，居然能把实力堪比武士境第1重的张逸飞打成这样，真是太不可思议。此刻，无数外门弟子眼中满是震惊，谁都无法想象，仅仅一击，苏晨便将张逸飞打得吐血，这简直刷新了每个人的认知。就连林海也不禁瞪大了眼睛，愣愣地看着站台上的苏晨，久久回不过神来。与此同时，面对迎面而来的苏晨，张逸飞眼中闪过一丝疯狂，体内灵气疯狂运转，做着最后的挣扎。数个回合后，苏晨瞬间捕捉到一个关键时机，
只见他手中战剑猛地挥出，以闪电般的速度斩向张逸飞的咽喉。张逸飞感受到死亡威胁，瞳孔骤缩，连忙侧身闪避。噗嗤！然而他虽然避开了致命一击，但他的右手臂却被苏晨的战剑斩落。啊啊！张逸飞发出凄厉的惨叫，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这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张逸飞不停地喃道，眼中充满了绝望与震惊。他实在想不通，苏晨的实力为何会如此强大。与此同时，张逸飞之前吞服的丹药时效也过了，副作用随之而来。仅仅几个呼吸，他的脸色就变得极其惨白，像是失去了所有的生机，虚弱的双腿发软，直接倒在了站台上。说吧，你有什么遗言？苏晨手持战剑，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开口说道：我不想死，只要你放过我，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麻烦。张逸飞一脸绝望，声音颤抖的求饶道：还真是会白日做梦，放过你，你觉得可能吗？苏晨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毫不犹豫地拒绝道：你真敢杀我？我们张家在玄元宗根深蒂固，内门同样有不少族人在，而且川哥可是核心弟子，你杀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张逸飞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恶狠狠地威胁道：哼，尽管让他们来好了，来一个我便杀一个。苏晨满脸不屑的表情，冷哼道：他已经杀了张峰还有张焕，早就和张家不死不休了，再斩杀一个张逸飞算什么？若是瞻前顾后，他还修什么武道？说罢，苏晨手持战剑，身上散发着凛冽的杀意，一步一步朝着张逸飞走去。飞哥也要死了！站台下，张晚琪绝望地喃喃自语道。他恨不得立即冲上站台救下张逸飞，但生死战容不得任何人破坏，况且他也没有这个实力。他眼睁睁地看着苏晨距离张逸飞越来越近，心中充满了无力感。随后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不敢看这残忍的一幕。你们快看，川哥动了，这下飞哥有救了！这时一名张家族人突然兴奋地大喊了起来，声音中充满了惊喜与期待。听到这话，张晚琪猛地睁开双眼，眼中瞬间燃起一丝希望，连忙看向张敬川。毫无疑问，若说如今谁能救下张逸飞，也只有张敬川亲自出面才有这种可能。高台之上，只见面色阴沉的张敬川缓缓站起身，随即身体便凭空消失不见。小子，你不能杀他！就在苏晨准备出手击杀张逸飞时，一道冰冷且霸道无比的声音骤然响起。刹那间，张敬川的身体瞬间出现在站台之外，他脸上带着高高在上的傲慢，冷冷地看了苏晨一眼。紧接着，一股无形的灵魂攻击瞬间朝着苏晨射去，他打算趁机重创苏晨。苏晨心中大惊，只感觉一股浓烈的死亡威胁扑面而来。张敬川，你放肆了！就在这时，周林如鬼魅般瞬间出现在苏晨身前，衣袍一挥，便将足以重创苏晨的灵魂攻击抵挡住。张敬川眼神闪过一抹惋惜，没想到周林会出现得这么快。周长老，是弟子的错。张敬川果断承认了错误，但脸上依旧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毕竟他是玄元宗的核心弟子，只要没有直接击杀苏晨，他根本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哼！周林冷哼一声，也知道这一点，懒得跟他扯皮，语气冰冷道：张敬川，这里是外门，你观战就好好观战，若是想耍什么把戏，我劝你还是趁早打消。周长老，我就跟这小子说一句话。张敬川说完，随即转头看向苏晨，冷冷地说道：小子，张逸飞不能死，我不想再说第三遍。张逸飞也算是一个天才，好好培养，以后说不准是他一个强大助力，因此他才想保下张逸飞。傻狗！苏晨思毫不畏惧地看着张敬川，冷冷吐出两个字，完全将张敬川的威胁当成了耳边风。随后他转头看向周林，语气恭敬地询问道：周长老，若是我将张逸飞斩杀，宗门会不会护住我？苏晨眼中流露出一抹狠意，他很想立刻斩杀张逸飞，但又担心宗门的态度，若是宗门不护住他，那他可就真是找死了。任何人胆敢挑战宗规，都是死路一条。别说张敬川不行，就是本座自己也不行。周林神色严肃，语气铿锵有力地说道。一旁的苏晨听到这话，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样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时周林又转头看向张敬川，极其认真地提醒道：宗门培养你不容易，你能成为核心弟子更是极其不容易，千万不要自误。宗规乃是宗门立根之本，若是谁都能随意破坏，哪还有弟子会对宗门有归属感？况且现在有上万名弟子都在看着，周林绝不允许张敬川破坏生死战的规矩。张敬川闻言，眼中闪过一丝纠结，他没有再开口威胁苏晨，而是用满是威胁的眼神看着苏晨。看什么看？你这个变态！苏晨冷冷说道，眼神毫不畏惧地与张敬川对视。小子，你这话什么意思？
张敬川脸色不禁微微一变，语气疑惑地问道：“你应该懂。”苏晨满含深意地说道。随即他不再理会张敬川，转身朝着张逸飞走去。张逸飞，看来没有人可以救你了。苏晨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川哥，我不想死，救救我啊！张逸飞一脸惊恐，满是哀求地望着张敬川，声音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助。小子，你真想好了，真要反抗我的意志？张敬川眼神极其冰冷，忍不住再次开口说道。他实在没想到苏晨居然敢不将自己的话当回事，这让他感觉很没面子。毕竟他可是核心弟子，居然连一个外门弟子都敢无视他，这要是传出去，必将成为无数弟子的笑柄。苏晨没有说话，只是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张敬川。只见他眼神一冷，手中战剑迅猛斩下，噗！一道凌厉剑光闪过，张逸飞瞬间身首分离。小子，你真是不知死活！刹那间，张敬川勃然大怒，他猛地朝前迈出一步，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从他身上汹涌而出，瞬间席卷了整个外门广场。苏晨以及外门广场内上万名弟子心中惊颤不已，在这股气息威压下，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如同蝼蚁般渺小，轻易便会被这股力量碾碎。张敬川，我劝你不要自误。周林眼中浮现一抹杀机，神色极其严肃地说道。虽然周林没有爆发出任何气息，但却瞬间让暴怒中的张敬川冷静了下来。周林作为外门长老，真要出手阻拦他，他也讨不了好。而且宗规森严，他若是公然在外门大比上伤人，必将受到严惩。随即张敬川强行压制住心中的滔天怒火，眼神重新变得平静。他明白此刻自己绝对不能冲动。小子，今天这是没完。张敬川眼神冰冷，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任何人都能听出他蕴含的怒火。话音未落，他的身形便瞬间消失在原地。此刻站台下的张晚琪等一众张家族人原本兴奋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一脸悲愤。他们万万想不到张敬川亲自出面都无法保下张逸飞。苏晨，我一定要杀了你，否则我张晚琪誓不为人。张晚琪双眼通红，心中对苏晨的恨意达到了极点，暗暗发誓道。随即他悄然离开了外门广场，朝着玄阳山脉而去。苏晨提升境界的速度太快了，他若是按部就班的修炼，怕是此生都无法报仇。因此他需要外力，能让他短时间内获得无比强大力量的外力。而这外力他知道玄阳山脉就有。与此同时，无数外门弟子震惊地看着这一幕，脑海中只有对苏晨无尽的佩服。毕竟苏晨居然敢在张敬川的威胁下毅然击杀张逸飞，这换成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胆量，怕是早就将张逸飞放了，说不定还要乖乖送上一些零食赔罪。陈哥，你才是我哥，我悟了，以后你就是我的榜样。林海眼中满是火热，心中早已沉寂的激情此刻又开始焕发。此时他的眼神十分坚定，决定从今天起就外出历练，不断完善自己的不足，像苏晨那样在武道之路上勇往直前。小家伙，你很不错。周林转头看向苏晨，忍不住夸奖道。苏晨不仅天赋强大，越阶战斗能力更是恐怖，就连胆量也是十足。这次外门大比，苏晨真是给了他太多惊喜。多谢周长老出手相助。苏晨诚恳地感谢道。若不是周林强势护住他，他恐怕早就被张敬川重创了。好了，你先下去休息吧，大比还要继续。周林欣慰地点了点头。随后苏晨收起张逸飞的储物袋，离开了站台。第3关挑战赛只有30强的弟子参加，一共就15场对战，因此大概过去了5个时辰便全部结束。恭喜你们成功晋级15强，每人奖励贡献点2万。周林眼神欣慰，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声音洪亮地说道。大家上台抽签，接下来将进行第4关擂台战，决出8强。这一关是采用抽签的方式2-2对战，而抽到8号签的直接轮空。这一刻，除了叶风云与苏晨之外，其他弟子脸上都满是紧张的表情，都在心中默默祈祷自己能抽到8号签。毕竟下一关是冠军争夺战，很多弟子清楚自己的实力有几斤几两，前3名想都不敢想。他们只希望能再进一步，获得4万贡献点就心满意足了。很快所有弟子便完成了抽签。苏晨看着手中的号签，一脸古怪，没想到他居然抽到了8号签，也就是说他这一关直接轮空晋级，白赚4万贡献点。苏晨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虽然他不惧在场任何一名弟子，但不用战斗就能晋级，他也是极其乐意。转眼间再次过去了3个时辰，8强的弟子终于尘埃落定。恭喜你们成功晋级8强，每人奖励贡献点4万。接下来便是外门大比最后一关，冠军争夺战。周林脸上带着笑容，声音中充满了激情。这一关只有前3名有奖励，除了直接晋升内门弟子的奖励外，冠军奖励贡献点10万，以及一颗青灵果，
亚军奖励8万贡献点，季军奖励6万贡献点。好了，本作宣布，冠军争夺战正式开始，请所有人上台抽签。周林的话音落下，苏晨等人便纷纷登上站台，开始抽签。这一次，苏晨抽到的是2号签。随后，冠军争夺战便正式开始了。第一场战斗是1号签和8号签，修为都是在武者境第9重。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最终是1号签的弟子更胜一筹，取得了胜利，成功晋级。而第2场便轮到了苏晨上场。苏晨没有犹豫，迈着沉稳的步伐，缓缓走上了站台。待苏晨登上站台后，抽到7号签的弟子一见自己的对手居然是苏晨，脸色瞬间一变，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恐之色。要知道，苏晨在这次外门大比已经连斩2人，就连修为堪比武士境第1重的张逸飞都死在了苏晨手中，他实在没有勇气与苏晨一战。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便直接高喊认输。就这样，苏晨轻易取得了胜利，成功晋级。第3场战斗很快开始，这一次则是叶风云上场。与苏晨一样，叶风云的对手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直接认输了。毕竟叶风云的修为达到了武士境第1重巅峰，如今在整个外门弟子中，除了苏晨以外，还真没有人敢与叶风云一战。随后便是第4场战斗开始，最终获胜者是5号签，一位萌妹子。虽然她长相甜美，但战斗起来却是异常彪悍。叶师兄、苏师兄，我们2个争夺第3名这个位置，而冠军和亚军就看你们2个怎么决定吧。此时，萌妹子声音柔柔地建议道：“我没问题。”1号签的弟子没有丝毫犹豫，连忙点了点头。他有自知之明，自己确实不是苏晨和叶风云的对手，抢夺前2名无异于自讨苦吃。随即，1号签的弟子便和萌妹子登上站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萌妹子惊险获胜，成为了本次外门大比的第3名，获得了6万贡献点的奖励。随着第3名敲定，本次外门大比最精彩刺激的夺冠战斗即将开始。你们说，他们2个谁最有可能得到冠军？不好说啊。要知道叶风云可是武士境第1重巅峰，常年霸占外门第1，而苏晨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1名弟子逼出他真正实力，实在看不出谁更厉害。这一刻，外门广场上所有弟子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苏晨和叶风云身上，每个人都在热烈地讨论着2人谁最有可能夺冠。小子，我为冠军，你为亚军，就这样定了。这时，叶风云眼神凌厉地看着苏晨，语气不容置疑地说道：“滚蛋，你才当老二，我要冠军。”苏晨毫不畏惧地直视叶风云的眼神，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小子，你是不是以为击败了几个外门的废物，就自认外门无敌了，就能在我面前嚣张了？”叶风云的眼神陡然变得冰冷，冷冷地说道：“整个外门没有1名弟子能被他放在眼里，他的修为从来都是领先其他弟子一大截。就比如现在，他修为都达到武士境第1重巅峰了，而其他弟子连一个达到武士境境界的都没有。你有什么好狂的？在我眼里，你才是真正的废物，霸占外门方式这么久，修为不就才这么点？”苏晨眼中露出一抹鄙夷之色，面色冷漠，针锋相对地回应着：“好一个尖牙利嘴的小子，既然都想要冠军，那我就领教一下你的实力有没有你的嘴巴那么厉害。”叶风云脸色阴沉至极，语气冰冷地说道：“飞云一剑。”叶风云一声冷喝，带着无尽的杀意，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残影，手中紧握的战剑以雷霆万钧之势朝着苏晨迅猛刺去。这一剑速度极快，几乎刹那间便来到了苏晨身前。苏晨心中一凛，瞳孔瞬间收缩，他反应极快，迅速抬起手中战剑，奋力朝着叶风云的攻击迎去。轰！2剑猛然碰撞，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这一击，2人竟然是势均力敌，同时被震退3步。卧槽，苏晨真牛逼，居然能跟叶风云打平！刹那间，站台四周无数弟子激动不已，目光紧紧地盯着站台上的2人，生怕错过一点细节。高台之上，此刻的周玲也是目露异彩，眼神中满是惊喜与意外。他真没想到，苏晨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能与叶风云正面抗衡。从这一击来看，2人的实力不相上下，如今若是想取胜，就看2人其他方面谁更有优势。与此同时，站台上的苏晨脸色却极其凝重，只见他手中的战剑剑身上竟然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缝。在天玄大陆，武器等级依次划分为皇阶、玄阶、地阶、天阶、王阶、皇阶、尊阶、圣阶、地阶、神阶，每一阶又分下品、中品、上品、极品。而他手中的这把战剑品级是皇阶极品，是他身上最好的一把了。但没想到，仅仅一击就出现了裂缝，显然叶风云手中的战剑品级远在他之上。小子，没想到你如此穷酸，居然拿着一把皇阶极品的破剑就敢与我一战。
此时，叶风云敏锐地察觉到了苏晨战剑的异样，顿时嘲讽了起来。苏晨听到这话，眼神瞬间一寒，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他最痛恨别人说他穷。武器品级低又如何？老子照样吊打你这个废物！苏晨怒喝一声，随即瞬间施展出血盾，身形化作一道血影，主动朝着叶风云杀了过去。小子，你真是找死！我一定要废了你！叶风云被苏晨一口一个废物彻底激怒，双眼通红，朝着迎面而来的苏晨杀了过去。当当当，两人的战剑不断发生碰撞，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声响，更有无数火星四溅。咔嚓！数十个回合后，苏晨手中的战剑终于不堪重负，剑身瞬间裂成了数半。见状，叶风云心中瞬间大喜，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当下毫不犹豫地施展出飞云剑诀。一时间，只见无数耀眼剑影朝着苏晨汹涌杀去。这些剑影速度极快且连绵不绝，如同骤雨狂风般，是要将苏晨一举击溃。此刻，没有战剑抵挡攻击的苏晨，眼神仍旧坚定，没有丝毫畏惧。他瞬间运转风雷幻影身法，整个人如同鬼魅一般，左闪右躲，在剑影中灵活穿梭。一时间，苏晨陷入了毫无还手之力的境地。在众人看来，他落败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叶风云占尽上风，忍不住开始嘲讽起来，脸上满是得意忘形的表情。小子，你就这点本事，居然还敢跟我争冠军，真是不知死活。哎，这次苏晨怕是要败了。是啊，太可惜了，他的实力明明不弱于叶风云，就是武器品级差了些，不然这场战斗的胜负还真不好说。这一刻，站台四周的无数弟子都在议论纷纷，大部分人都摇头叹息，认为苏晨必败无疑。然而，高台之上的周玲看着苏晨的眼神中却满是欣赏。毕竟苏晨晋升外门弟子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能与叶风云一较高下，他已经十分震惊。就算苏晨最终败了，也不会影响他自身的经验。小子，赶紧认输吧，免得我一个不小心把你给杀了。叶风云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语气轻蔑地说道：就凭你，还不配让我认输？苏晨冷笑一声，眼神中满是不屑之色。他的处境虽然极其危险，稍有松懈就会被叶风云的攻击重创，甚至丢掉小命，但他却没有丝毫惧意，反而敏锐地意识到，这恰恰是一个磨砺自己的绝佳机会。此刻，在死亡威胁下，他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对风雷幻影的感悟也在飞速提升，这让他躲避叶风云的攻击越来越轻松。而且，叶风云必然无法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击太久，等他攻势松懈，那便是自己反击的时刻。小子，你真是找死！见苏晨如此轻视自己，叶风云被彻底激怒，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狰狞。紧接着，他将自身灵气运转到极致，施展的攻击威力再次加强了几分。苏晨只感觉压力骤然增强不少，眼中充满了凝重之色。他疯狂地运转风雷幻影，身形如同鬼魅般飘忽不定，努力躲避着叶风云狂风暴雨般的攻击。转眼上百个回合过去，此时叶风云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他原本以为很快就能将苏晨击败，可谁知战斗居然持续到了现在。如今他体内的灵气已经消耗大半，气息也变得紊乱起来，若是再持续下去，他必然会因为灵气耗尽而落败。小子，你属乌龟的，有种跟我正面一战！叶风云对着苏晨怒喝道，声音中充满了愤怒。白痴，我有身法优势，为什么不用？苏晨丝毫不吃亏，当即大骂道。说完，他依旧继续施展身法，灵活地躲避着叶风云的攻击。你……叶风云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至极，可他又找不到理由反驳。毕竟在战斗中，本就是要全力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而战胜敌人。时间飞快流逝，转眼过去了1炷香。此时，叶风云一脸急躁，没有了最初的冷静。原本凌厉迅猛的攻击变得迟缓，威力也没有那么强大。苏晨眼中闪过一丝惊芒，他知道自己反击的时候到了。叶风云，压了老子这么久，也该换老子攻击你了。苏晨脸上露出一抹冷笑，再次躲开叶风云的攻击后，他向前一个箭步，瞬间来到叶风云的身前。只见他猛地一拳轰出，带着千钧之力砸向叶风云的右手手腕。叶风云完全没有想到苏晨会在此刻反击，因此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砰！苏晨的拳头结结实实地击中叶风云的手腕。刹那间，叶风云双眼猛地瞪大，他只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透着手腕传递过来，使得他手中的战剑瞬间飞了出去。与此同时，苏晨又是一拳轰出，直取叶风云的面门。叶风云见状，心中大惊，连忙强忍着右手手腕传来的剧痛，迅速抬起左手，一掌朝着苏晨狠狠地拍去。咔嚓！叶风云的手掌被苏晨的拳头硬生生地打断。啊啊！叶风云瞬间瞪大了眼睛，发出凄厉的惨叫。
老子最烦别人说我穷，让你说，让你说。苏晨没有停手，眼中燃烧着怒火，拳头如雨点般落在叶风云的身上。刹那间，叶风云被打得头晕目眩，嘴角溢出一抹鲜血。此时的叶风云早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整个人狼狈到了极点。别打了，我认输。叶风云连忙高喊认输，声音中充满了屈辱与不甘。想他堂堂外门第一强者，平日里多威风，现在居然被苏晨打成这般狼狈的模样。听到叶风云投降，苏晨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没事，少装逼，别以为有点修为就可以嚣张。苏晨停下攻击的动作，语气冰冷地说道。此刻整个外门广场鸦雀无声，无数弟子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叶风云可是外门的第一强者啊，居然会被武者境地5重的苏晨击败。就在这时，周林瞬间出现在站台上，看着苏晨的眼中带着浓浓的惊喜之色。他活了这么多年，见过无数弟子，但还是第一次见能跨越5个小境界战胜对手的弟子，而且他的本意只是让苏晨参加外门大比磨练一番，但万万没想到他居然能夺得冠军。本座宣布，本次外门大比圆满结束，现在颁发前3名的奖励。周林面带微笑，高声说道。苏晨，恭喜你获得本次外门大比冠军，这是你的奖励。此外，记得3天内前往内门报到。周林来到苏晨身前，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说道。说完，他递给了苏晨一个灵药盒子，其中装着的正是青灵果。多谢周长老，弟子记下了。苏晨双手接过灵药盒子，恭敬地行了一礼。等颁奖仪式结束后，苏晨转身便离开了外门广场，朝着外门方室走去。他可没忘记自己在外门方室被叶风云强收摆摊费的事情。如今他得到外门大比冠军，不久就要前往内门报到。他想在自己离开外门之前，肃清一下外门方室的不正之风。苏晨作为大比冠军，其一举一动都受到了无数弟子的密切关注。因此，当苏晨来到外门方室时，身后已经跟随了一大群弟子。大部分弟子都很诧异，不明白苏晨来外门方室做什么。只有一小部分弟子隐约猜测苏晨可能是为了摆摊费的事情而来。毕竟半个月前，苏晨就是因为这个在叶风云手中吃了亏。哪位兄弟有空，带我去一趟收摆摊费的弟子那里？这时，苏晨开口询问道。一听到这话，不少弟子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果不其然，苏晨第一时间前来方室，就是来找收摆摊费那些人麻烦的。只见一名满脸兴奋的弟子快步上前，主动引领着苏晨朝着方室的一处大殿走去。苏师兄，大殿内便是收摆摊费的那群弟子，他们都是叶风云的手下。那名带路弟子手指着前方的大殿，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他也曾在外门方室摆过摊，没少遭受这些人的刁难与欺负，所以巴不得苏晨能好好教训他们一顿，除出自己心中的恶气。多谢兄弟带路，你回去告诉大家，这3天内我会待在方室，若是谁敢收摆摊费，就第一时间告诉我。苏晨沉声说道。这太好了，我带大家先谢谢苏师兄。那名带路弟子连忙行礼感谢，脸上满是激动的表情。苏师兄，那我先离开了，我去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说完，他便转身快步离去。随后，苏晨没有丝毫迟疑，迈步走进了大殿。一进入大殿，他的目光便锁定在了上次被自己打败的那名矮小青年身上。矮小青年看到苏晨前来，心中猛地一惊，脸色瞬间变得惊恐，声音颤抖地说道：苏师兄，您怎么来方室了？带着你的人赶紧滚蛋，这3天外门方室我管了。苏晨面色冷漠，语气冰冷地说道。是，我们这就滚。矮小青年忙不迭地开口说道，同时他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刚刚还担心苏晨会暴打自己一顿。待大殿内的所有弟子离开后，苏晨便找了一处安静的房间，准备开始修炼。他打算立刻吸收青灵果，借此一举突破武者境第7重。一旦突破，自己的真实战斗力足以与普通的武士境第3重抗衡，这样等进入内门，他也有一定的自保能力。青灵果，可别让我失望。苏晨满是期待地说道。随即他直接将青灵果放入口中，一口吞下。刹那间，一股极其磅礴且无比精纯的灵气在苏晨体内轰然炸开。眨眼间的功夫，这股灵气便充满了他全身经脉。哼！剧烈的胀痛感瞬间传遍全身，饶是苏晨意志坚定，也不禁发出一声闷哼。苏晨不敢有丝毫迟疑，连忙运转太初诀，开始疯狂地炼化青灵果的灵气。很快，他丹田内的灵气就以惊人的速度充裕起来，修为如同火箭般开始飙升。仅仅不到2个时辰，苏晨的修为就迅猛地提升到了武者境第5重巅峰，并且感受到了武者境第6重的境界屏障。给老子冲！苏晨心中怒吼一声，立刻调动丹田内的浓郁灵气，向着境界屏障发起了攻击。轰轰轰！
有着青灵果源源不断的灵气作为后援，此刻的苏晨根本不缺灵气，疯狂调动灵气撞击着境界屏障，发出一声声沉闷的轰鸣。经过1炷香时间的持续撞击，境界屏障终于承受不住这般猛烈的冲击，轰然破碎。武者境第6重，苏晨心中顿时大喜，他的修为成功突破。此时他体内青灵果的灵气依旧十分浓郁，苏晨没有丝毫停歇，继续全力运转太初诀，开始疯狂地炼化吸收起来。很快他的修为再次迅猛提升起来，转眼间再次过去了2个时辰。此时苏晨的修为已经提升到了武者境第6重后期，但青灵果磅礴的灵气也被消耗殆尽。奶奶的，忘记了我可是混沌神体。苏晨一脸无奈地自言自语道，自己若想突破境界，需要的资源比其他修炼者多得多，更何况现在境界越来越高，需要的资源更是数倍增长。苏晨思索片刻后，便将身上所有的灵石一股脑地取了出来，整齐地放在身前。这些灵石总共近200块，其中大头是在柳妹那里得到的，剩下的则是搜刮张逸飞、张焕还有幽狼佣兵团佣兵的储物袋所得。随即苏晨再次运转太初诀，开始吸收炼化灵石中的灵气。与青灵果相比，灵石中的灵气虽然也很精纯，但吸收的速度却慢了数倍。与此同时，关于苏晨以武者境第5重的修为夺得外门大比冠军的消息瞬间登上了玄元宗热榜，引发了整个宗门的剧烈轰动。无数弟子都在热议，究竟苏晨的实力该有多强，才能跨越5个小境界，战胜武士境第1重巅峰的叶风云？而苏晨无视核心弟子张晋川的威胁，强势击杀张逸飞的事情，成为了玄元宗上下无数弟子的笑谈。一时间，所有张家族人仿佛在玄元宗抬不起头，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其他弟子异样的目光。核心弟子区域，张晋川住处。此刻大厅内的气氛十分压抑，张晋川面色阴沉，坐在首位上一言不发，浑身散发出一股无法抑制的怒意。在他的左右两边各坐着一排张家族人，除了一名容貌绝世、气质清丽如仙的女子外，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愤怒。川哥，那小子让我们张家在玄元宗丢尽了脸，绝不能轻易的放过他。张月率先打破沉默，冷冷的开口说道。月哥说的对，依我看，咱们直接废了他。没错，一定要让那小子付出惨重代价。听到这话，其他张家族人顿时纷纷附和，都叫嚣着要找苏晨的麻烦。慕瑶，你刚刚没有表态，你的想法呢？张晋川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转头看向那清丽如仙的女子，轻声询问道。此女名为张慕瑶，是张家在内门境界最强的族人，达到了武士境第9重巅峰。这些年若不是身体出现了古怪，她早就突破武宗境，晋升为核心弟子了。因此张晋川对她的态度丝毫没有高高在上。我不赞同继续找苏晨的麻烦，因为苏晨越阶能力极强，就目前而言是整个宗门内最强的一人。你们觉得宗门难道没有关注他吗？张慕瑶缓缓摇了摇头，神色认真，向众人分析道。如此一来，我们就算找苏晨麻烦，既不能废了他，更不能杀了他，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还会加大与苏晨之间的矛盾，导致苏晨以后强大起来，肯定会第一个找到我们张家清算。到那个时候，不仅我们这些人要死，甚至整个家族说不定都会因此覆灭。听到张慕瑶条理清晰的徐徐道来，大厅内的所有张家族人都陷入了沉思，显然都在认真考虑他所说的话。而张晋川原本阴沉的脸色，此刻也渐渐恢复了平静。他也不是傻子，稍微一想，便感觉张慕瑶的话句句在理。慕瑶，你的意思是不再找苏晨麻烦，就这样算了？张晋川开口询问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犹豫。没错，我们不过是丢了一些面子，那又算得了什么？家族的根基是川哥，你还有我们这些内门弟子，只要我们不出意外，死2名外门弟子和1名杂役弟子，其实算不得什么大事。张慕瑶十分理智，神色极其严肃，甚至为了以后考虑，我们这个时候还应该主动对苏晨示好，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我认为慕瑶说的有道理，为了家族未来还有大家的未来考虑，现在大家举手表决，赞同与苏晨化解矛盾的举手。张晋川开口说道，目光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随即除了张月之外，在场的其他张家族人都缓缓举起了手。既然绝大多数的人都举了手，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与苏晨化解矛盾的事情就交给慕瑶你去做吧，我过2天刚好要离开宗门一段时间。张晋川一锤定音地说道。核心弟子区域和内门弟子区域挨得太近，他怕碰到苏晨，万一被苏晨激起怒火，担心自己忍不住会对苏晨出手，所以他准备过2天去幽狼佣兵团住上一段时间，与柳妹好好温存一下。内门弟子区域，东方明宇住处。该死的小子，终于知道你是谁了。东方明宇满脸怒意，语气极其冰冷，区外门大比冠军而已，本少又不是没得到过，但你竟敢耍本少，那就必须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想起被苏晨戏耍的场景，
他心中涌起一抹强烈的悔意。他当时就不应该威逼苏晨交出赤阳花，而是应该直接杀了苏晨。而且在他看来，苏晨的修为能在短短半个多月突破到武者境第5重，肯定是那株赤阳花的作用。想到这里，他对苏晨的恨意更加强烈，眼中流露出一抹浓烈的杀意。时间飞快流逝，转眼到了第3天。此时苏晨的修为终于提升到了武者境第6重的极限。他没有犹豫，迅速调动丹田内的所有灵气，迅速汇聚成一股股灵气浪潮，然后朝着武者境第7重的境界屏障发起了冲锋。轰轰轰，灵气浪潮不断地撞击着境界屏障，发出一声声沉闷的轰鸣。整整数十次猛烈的撞击后，境界屏障终于出现了一丝丝裂缝。见状，苏晨当即运转太初诀，将功法运转到极致，进一步提升灵气浪潮的撞击威力。很快，境界屏障上密布着密密麻麻的裂缝，然后便轰然破碎。武者境第7重，终于苏晨的修为成功突破，感受着远比之前强大数倍的力量在体内涌动，他心中不禁升起了强烈的自信。随即苏晨猛地睁开双眼，走出了大殿。由于苏晨坐镇在外门方室，没有一名弟子敢收取摆摊费，这让摆摊的弟子瞬间多了数倍，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弟子前来方室购买所需。可以说这3天外门方式极其繁华，让摆摊的弟子们赚了不少贡献点，他们对苏晨更加感激与敬佩。快看，苏师兄出来了！这时一名眼尖的弟子看到苏晨走出大殿，顿时兴奋地喊了一声。刹那间，附近所有的弟子顿时朝着苏晨围了过来，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激动，纷纷与苏晨热情地打招呼。苏晨没有摆架子，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一一回应。苏师兄，您这是要前往内门了吗？这时一名弟子开口问道，声音中充满了不舍。他在外门方式这3天里，每一天都过得极其开心，摆摊生意也格外好，很想就这样一直保持下去。苏师兄，若是您走了，又会有弟子压迫我们可怎么办啊？另一名弟子焦急地问道。这句话瞬间引起了不少弟子的共鸣，他们纷纷点头，脸上满是担忧的表情。诸位兄弟姐妹，我特意前来外门方式待这3天，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道理，人只有靠自己，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得到想要的一切，才不会被人欺负。苏晨神色严肃，目光坚定地沉声说道。他也明白，只要自己一离开外门方式，后脚就会有弟子进行压迫，继续收取高额的摆摊费。对于这种情况，他无法制止，也不想去制止。他只想通过这3天，给所有正在遭受压迫的弟子一个希望，一个信念，让他们敢于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是让他们明白，只有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促使自己越来越强大，总有一天没有人再敢压迫自己。说完，苏晨便迈步离开了方室，朝着内门走去。他能说的都已经说了，以后的生活还是要靠这些人自己去走，自己去拼搏。听到苏晨的话，在场所有弟子都陷入了沉默，他们的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那是对未来的希望，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很快，不少弟子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他们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改变自己当下的困境，一定会越来越好。苏晨没有想到的是，在未来的玄元宗，他这种做法成为了一种传承。每一次获得外门大比冠军的弟子都会效仿他，来到外门方室待上3天，给饱受压迫的弟子一个喘息的机会，同时激励着每一个正在遭受困境的弟子，让他们依旧满怀希望，朝着自己的信念不断前进，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转眼间便过去了1个时辰。此时苏晨终于抵达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大殿，它便是内门的考核大殿。苏晨此番前来，正是为了领取自己的内门身份令牌。进入考核大殿后，苏晨迈步来到一名长相甜美的师姐面前，向对方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经过一番细致的核实，甜美师姐确认苏晨的身份信息无误后，便开始制作苏晨的身份令牌。甜美师姐的动作娴熟而优雅，不一会儿，一块崭新的内门身份令牌便制作完成。小师弟，这是你的身份令牌，恭喜你，从此刻起，你正式成为了玄元宗的一名内门弟子。甜美师姐脸上带着一抹真诚的笑容，将身份令牌递给了苏晨，开口说道：谢谢师姐。苏晨双手接过自己的身份令牌，语气诚恳地感谢道。随后他便离开了考核大殿，朝着自己在内门的住处走去。小子，你总算来了，想好怎么死了吗？就在这时，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骤然响起，只见一名手持漆黑战棍，神色高傲的青年男子如同鬼魅般出现，堵住了苏晨的去路。来人正是内门排名前10的弟子东方明宇，修为达到了武师境第7重。他在考核大殿中认识的友人，因此早就得知了苏晨在内门的住处位置，然后便在这必经之路上等着苏晨自投罗网。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蠢货。
苏晨脸上露出一抹嘲讽的冷笑，毫不犹豫地开口反击道。尽管对方的境界远高自己很多，但苏晨骨子里就不是一个肯吃亏的主。先别说能不能打得过，最起码气势上不能输，话要先对过去。东方明宇听到这话，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无名之火。明明是自己的境界远高苏晨，轻易便能将其击杀，但看着苏晨如此嚣张模样，令他有种错觉，仿佛是苏晨的境界远高他，而他的境界远低苏晨一样。他实在想不明白苏晨的勇气究竟从何而来。小子，有时候我真挺佩服你这勇气，你是真不知死活吗？东方明宇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冷冷地说道。话音未落，他便猛地抡起手中的战棍，朝着苏晨狠狠砸去。大哥，你先别动手，我有东西要孝敬给你。苏晨连忙高声说道。东方明宇心中一动，便停下了前进的身形。他自信可以轻易拿捏苏晨，毕竟他修为足足比苏晨高了一个大境界还多，只要这次留个心眼，谅苏晨也翻不出什么花样。什么东西？东方明宇冷冷地问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警惕。大哥，上次是小弟不对，不应该耍你。苏晨满脸堆笑，语气极为诚恳，脸上的表情仿佛真的充满了愧疚。东方明宇看着苏晨一脸恭敬的样子，心中的怒火稍稍平息了一些，脸上不自觉的就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意。毕竟苏晨可是这次外门大比冠军，在自己面前如此恭敬，极大的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小子，你早用这个态度不就行了？东方明宇摆出一副教训晚辈的口气，随即语气又陡然变得冰冷。你要孝敬的是什么东西？别怪我没提醒你，若只是一些普通玩意，今天这顿打你是跑不了的。当然不是普通东西，而是冠军奖励青灵果，我这3天一直没敢吸收，专门留着孝敬给大哥你的。苏晨满脸堆笑，说话的同时，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之前装着青灵果的灵药盒子。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空盒子，青灵果早就被他吸收得一干二净。他这么做全都是为了降低对方的警惕性，从而创造偷袭机会，再趁机溜走，返回自己的住处。小子，你会好心给我留着青灵果？我看你是在耍什么花样吧？东方明宇满脸狐疑，眼前这小子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怎么这次会突然变得如此乖巧，还主动送上青灵果？这让他警惕性大增，虽然心中充满疑惑，但他眼神中却满是渴望。毕竟只要吸收了这颗青灵果，他便能一举突破到5宗境，晋升为一名核心弟子，从此在宗门内地位飙升。大哥，在你面前我怎么敢耍花样啊？我就是想跟你修复好关系，以后在内门还要大哥你多照顾我呢。苏晨满脸谦卑，语气恭敬地说道。话音落下，他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意，随后他直接将灵药盒子朝着东方明宇丢了过去。刹那间，东方明宇根本来不及过多思考，目光便被灵药盒子牢牢吸引住。小子，若是这青灵果没问题，那你这个小弟我就认下了，以后在内门我罩着你。东方明宇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兴奋，他迫不及待地伸手接过灵药盒子，满是期待地缓缓打开。就在这时，苏晨眼神瞬间变得锋锐，他瞬间施展出血盾，身体化作一道血影，如闪电般出现在东方明宇身前。蠢货，你又上当了。苏晨脸上带着一丝冷笑，语气极其嘲讽地说道。紧接着，只见他右拳紧握，猛地朝着东方明宇的面门狠狠砸去。此时，东方明宇猛地抬起头，眼神中流露出浓郁的杀气。只见灵药盒子中空空如也，哪有什么青灵果的影子？这个时候，苏晨的拳头已经距离东方明宇的面门近在咫尺，能清晰地感受到拳头上散发的炽热气息，但东方明宇的眼神中却丝毫没有惊慌之色。刹那间，只见东方明宇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苏晨的拳头直直地穿过他的虚影而过，打了个空。坏了！苏晨瞬间心中一惊，眼中不禁流露出一抹惊慌之色。他是真没想到，对方的反应会如此之快，在他认为绝不可能闪开的时间里，竟然成功躲开了自己的攻击。小子，你居然又骗我！这时，东方明宇的身影出现在苏晨前方不远处，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道。只见他的眼神极其冰冷，浑身散发着一股浓郁至极的杀气。这一刻，他是真的怒了。他万万没想到，苏晨居然敢接连2次骗他，而更让他气愤的是，自己2次都相信了这个狡猾的小子。嗨，若是我说刚刚在给你闹着玩，现在真给你青灵果，你还会不会放我离开？苏晨尴尬一笑，试探地询问道。此时他也恢复了冷静，既然事情已经失控，那他坦然应对就好。大不了他施展血盾，绕着内门跑一圈，总归有地方能让对方投鼠忌器。小子，这一次你无论说什么，拿出什么，都必须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东方明宇脸上露出一抹狰狞的冷笑，话音未落，他便手持战棍朝着苏晨猛地冲了过去。
面对迎面而来的东方明宇，苏晨眼神变得极其凝重，他体内血气疯狂涌动，随时准备施展血遁开溜。东方明宇，住手！蓦然间，一道清脆动听的娇斥声骤然响起。只见一名身着一袭白色长裙的女子瞬间出现在了苏晨的身前，轻易的便将东方明宇那凌厉无比的攻击挡了下来。这个女子是谁？苏晨神色一惊，心中不禁涌起一丝疑惑。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在女子背影上时，让苏晨的喉咙不禁滚动了一下。只见她的背影婀娜妖娆，那双修长而圆润的大长腿在裙摆的遮掩下若隐若现，透露出一种无法言语的性感。真他妈的美！苏晨在心中暗自惊叹，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而又充满诱惑的背影，一时间竟然有些失神。木瑶，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看到张木瑶突然出现，东方明宇原本冰冷至极的眼神瞬间变得火热，脸上也浮现出一抹讨好的笑容。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苦苦追求张木瑶，为了博她一笑，可谓是用尽了各种办法。可以说，在玄元宗内，没有一名弟子比他更能舔张木瑶了。但可惜张木瑶认为他太幼稚，因此一直没有同意他的追求。但紧接着，东方明宇就发现了不对劲，张木瑶怎么会护住苏晨？木瑶，这小子就是苏晨啊，杀了你们张家2名弟子的那个苏晨，你护着他干什么？东方明宇满是诧异的说道。张家的人。一旁的苏晨听到这话，脸上也露出一抹惊愕的表情，眼中满是疑惑之色。他实在没搞懂这是什么情况，这张木瑶怎么会帮他拦住东方明宇？东方明宇，我知道他就是苏晨，但苏师弟现在是我张家的朋友，从此刻起，我们张家与苏师弟之间的所有恩怨一笔勾销了，所以你以后不能再对苏师弟出手。张木瑶神色严肃，目光冰冷地直视着东方明宇，语气坚定地说道。这啥情况？张家居然要和苏晨化解恩怨？这一刻，四周看热闹的弟子听到张木瑶的话，一个个都傻了眼，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表情。要知道，苏晨可是连斩张家2名弟子，还狠狠打了张敬川的脸。现在张木瑶居然说苏晨是张家的朋友，这突如其来的反转时再让人猝不及防。什么？东方明宇的音量猛地拔高，他瞬间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再次不甘心地问道：若是我一定要对苏晨出手呢？那你大可动手试试。张木瑶的眼神瞬间变得锋利，直直地射向东方明宇，语气极其认真地说道。这个时候，一旁的苏晨大脑飞速思考着，很快他便将张家这些人的心思猜了个七七八八，估计是自己以武者境第5中的修为夺得外门大比冠军，展现的天赋过于惊人，因此张敬川或者是其他张家有分量的弟子感到了威胁，担心自己日后找他们算账，这才想着化解矛盾。但苏晨可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张家。第一，这些张家的弟子早就上了他的必杀名单，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别人说和好他就要乖乖和好的人。第二，自己可是抓了张敬川的老相好柳妹，还知道了张敬川的变态嗜好。等张敬川发现柳妹被自己抓到后，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会放过自己？想明白了这些，苏晨心中便有了一个计划，因此他决定先假意与张家和好。姚师姐，你说的可是真的？张家以后真不找我麻烦了吗？苏晨连忙开口说道，语气中带着恰到好处的惊喜与兴奋。是的，苏师弟以后可以安心在内门修炼，不仅我们张家所有弟子不会找苏师弟麻烦，而且我们也不允许其他弟子找你麻烦。此外，苏师弟若是修炼资源不够，我们张家也愿意送给苏师弟一些修炼资源。张木瑶回头看向苏晨，俏脸上露出一抹美丽动人的笑容，语气真诚地说道。但此刻苏晨根本没关注张木瑶说了什么，他的所有注意力已经完全被张木瑶的绝美容貌吸引住了。他只觉得张木瑶美得如同画中走出的仙子，令他久久移不开目光。苏晨眼神中满是火热，他猜测张木瑶会很美，但没想到会这么美。他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张木瑶身上扫视，心中不禁暗自惊叹，张木瑶真是极品中的极品，身上清丽如仙的气质搭配着绝世容颜，实在很难让他把持住。比起李妙晶来说，张木瑶的容貌都丝毫不差，甚至在气质上更胜一筹。师弟，你看够了吗？张木瑶眼神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厌恶，声音冷淡，带着一丝不满。苏晨，你是不是想死啊？这时东方明宇也开口说道，语气极其冰冷，充满了杀意。张木瑶是他内定的女人，苏晨这么火辣辣的直盯着张木瑶看，他恨不得立刻将苏晨千刀万剐。冤枉啊，姚师姐，你可真是看错我了。苏晨一本正经地说道，脸上的表情仿佛真的受了天大的委屈。我是察觉到你的身体似乎有些问题，这些年我身体有隐患的事情，玄元宗很多弟子都知道，这不是什么秘密。张木瑶脸色瞬间微微一变，冷淡地说道。不，
你的身体隐患比你想象的严重得多。苏晨摇了摇头，神色认真的说道。说完，他微微上前2步，凑近了张慕瑶，用只有他们2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瑶师姐，你是不是每到月圆之夜就会全身冰冷且剧痛无比？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了。你怎么知道？张慕瑶瞬间心神大震，难以置信的说道。这件事情他从未和任何人说过，苏晨怎么会知道的如此清楚？瑶师姐，你身体内的这个隐患必须尽快治疗，否则根本活不过18岁。但是这个隐患我可以治，不过我有2个条件。苏晨神色严肃，极其认真的说道。张慕瑶听到这话，眼神中瞬间露出一丝惊恐之色，他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居然会危害自己的性命。他对苏晨的话深信不疑，不仅仅是苏晨一语道出症状，更是因为上次发作时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死亡威胁。是哪2个条件？若是太过分的话，我就算死也不会答应。张慕瑶连忙开口问道，眼神中带着一丝戒备。苏晨刚刚那种恨不得吃了他的眼神，给他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他生怕苏晨会提出一些让他难以接受的条件，比如让自己做他道侣之类的。条件很简单，第一，你去废东方明宇一条胳膊，以此证明你们张家愿意与我化解恩怨的态度。第二，不能泄露半句我治疗你期间的一切信息，这会涉及到我的一些秘密。若是师姐能接受这2个条件，并立下天道誓言，那我就会治好你的身体隐患。苏晨神色平静，语气不紧不慢地说道。张慕瑶没想到会是这2个条件，他神色有些犹豫。第2个条件他觉得可以接受，可第1个条件却让他十分头疼。因为东方明宇有个姐姐名叫东方明月，也是玄元宗的一名核心弟子，而且性格极其彪悍，完全就是个母老虎。他是真不想招惹对方，否则日后在宗门内恐怕会麻烦不断。可是若真如苏晨所说，自己活不过18岁，他实在不甘心就这么死了。你确定可以治好？张慕瑶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纠结，开口问道。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保证100%治好你的身体隐患，而且治好后你的修为会突飞猛进，以后的修炼速度会远超现在。苏晨语气坚定，胸有成竹地说道。随即他神色庄重，口中念念有词，立下了天道誓言。见苏晨居然敢立下天道誓言，张慕瑶的眼神瞬间变得坚定了起来。苏晨若是真的能治好他，那他就能继续活下去，而隐患治好后，他的修为说不定就能一举迈入5宗境。若真能如此，那他就算得罪东方明月也完全划得来。好，这2个条件我答应你了。张慕瑶不再迟疑，语气坚定地说道。说完，他按照苏晨的要求，神色庄重地立下了天道誓言。随后张慕瑶便转身朝着东方明宇走了过去，语气冰冷地说道。东方明宇，向我出手。与此同时，东方明宇正满脸杀气地看着苏晨，因为苏晨刚刚距离张慕瑶实在太近了，脸都快贴到一起了。听到张慕瑶的话，他脑子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慕瑶为什么要向你出手？东方明宇一脸茫然，疑惑不解地问道。张慕瑶面色冷漠，他没有回答，而是身形一闪，迅速朝着东方明宇杀去。小子，你不仅骗了我2次，如今居然还让我女神对我出手，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弄死你！东方明宇见张慕瑶是玩真的，顿时勃然大怒，对着苏晨怒吼道。他反应极其迅速，立刻施展身法，瞬间朝着自己的住处疾驰而去。他与张慕瑶之间修为有很大差距，再说他也不可能针对张慕瑶出手，因此赶紧离开才是最佳选择。真是一个合格的舔狗，但老子最看不起你这种人。苏晨冷冷一笑，语气中充满了鄙视。见到东方明宇逃走，张慕瑶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便追了上去。他第一时间动用了对身体有损害的遁法秘术，只想尽快追上东方明宇，完成苏晨要求的条件。眨眼间，张慕瑶便拦住了东方明宇的去路，硬生生地打断了他的一条胳膊。明宇，对不起。张慕瑶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愧疚，缓缓开口，对着东方明宇道歉了一声。随后他直接转身，迈步朝着苏晨走去。张慕瑶，这些年来我一直疯狂追求你，什么好东西都想着你，你一直不肯做我道侣也就罢了，如今居然狠心废我胳膊。好，我记住你了，我们没完。东方明宇脸色极其铁青，对着张慕瑶咆哮道。这一刻，东方明宇对张慕瑶的爱意彻底转化为了恨意，他眼神极其凶狠地扫过张慕瑶的背影，强忍着手臂传来的剧痛，迅速离开了。听到东方明宇满是恨意的话，张慕瑶的身形微微一顿，眼中浮现一抹不忍。毕竟东方明宇追求自己多年，虽然自己对他没有男女之情，但也并非毫无感情。但很快他的眼神再次变得坚定，只能治好自己的身体隐患，这些代价都算不得什么。苏师弟，你的2个条件我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去哪里给我治疗？张慕瑶回到苏晨身边，
语气中带着期待的说道：“去我住处吧。”苏晨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好。”张慕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了下来。如今他只想尽快治疗好身体隐患，摆脱这个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另外，他也无惧苏晨对他赶不利，毕竟他的修为远高苏晨，轻易便能将苏晨制服。随后，张慕瑶便跟着苏晨朝着他的住处走去。一炷香后，苏晨带着张慕瑶来到了一处环境优美的庭院，这里正是苏晨在内门的住处。在玄元宗，内门弟子的地位远远大于外门弟子，因此苏晨的住处早就有人专门打扫过了，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一进入房间，张慕瑶便开口问道：“苏师弟，可以和我说下吗？我身体隐患到底是什么？”他的声音微微颤抖，显然有些紧张。也不能说是隐患，你其实身怀一种特殊体质，名为冰灵之体。苏晨沉声道。他也是万万没想到，张慕瑶居然拥有冰灵之体。这种体质极其强大，只要吸收足够多的冰属性天材地宝，那就能不断进化。但拥有冰灵之体的女子，从出生时体内便伴生一种至阴寒毒，也可以说被污染的至阴寒气。既然我拥有冰灵之体，那我为什么还会在月圆之夜身体冰冷且剧痛呢？张慕瑶秀眉微蹙，眼中满是疑惑，轻声问道：“这是因为你的冰灵之体尚未激活，体内蕴含着浓郁的至阴寒毒，当你年满18岁的时候，这至阴寒毒便会全面爆发，带走你的性命。”苏晨神色凝重，语气严肃地说道：“当然了，若是能够成功激活冰灵之体，你的寿命将会大幅增加，修炼速度更会远超同境界的修炼者。倘若你没有中途陨落，未来必定会成为整个天玄大陆的巅峰强者之一。苏师弟，你对这冰灵之体了解得这么清楚，那可有把握帮我激活冰灵之体？”张慕瑶眼神中瞬间充满了期待与欣喜，迫不及待地追问道：“这是自然，不然我也不敢立下天道誓言。”苏晨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太好了，苏师弟，那就麻烦你帮我治疗吧。”张慕瑶兴奋得满脸通红，连忙急切地说道：“这个没问题，我先给你详细讲解一下治疗过程，方便你能更好地配合我。首先，我会用银针在你的腹部区域布下9渊净化阵，此阵可将至阴寒毒重的毒素净化掉，而留下的至阴寒气，你便可以吸收，从而激活冰灵之体。”苏晨神情专注，语气严肃地说道：“我记住了。”张慕瑶轻轻点了点头，俏脸上满是认真的表情。“那好，你现在躺在床上，将腹部区域的肌肤露出来。”苏晨开口吩咐道。听到这话，张慕瑶莲步轻移，走到一旁的木床缓缓躺好，接着微咬红唇，主动将自己的衣裙慢慢卷了上来，露出了如同羊脂玉般的肌肤。做完这一切后，她脸色早已红得如同熟透的苹果，这还是她生平第一次被男人看到如此多的肌肤。“姚师姐，我要开始了，你千万别运功，一切顺着我的节奏来。”苏晨一边说着，一边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副银针，神色沉稳地说道：“张慕瑶羞涩地闭上了眼睛，声音轻得如同文瑞一般。随即，苏晨迅速而精准地取出一根银针，稳稳地在张慕瑶的腹部窍穴上扎下，紧接着便是第2根、第3根，直到第36根银针都精准无误地布置完成。这一刻，9渊净灵阵正式布置成功。随着苏晨运转太初诀，9渊净灵阵瞬间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吸力，将附近的至阴寒毒源源不断地吸入阵中，开始净化其中的毒素。张慕瑶瞬间便感受到体内的至阴寒毒正在持续减少，眼中顿时流露出一抹难以抑制的喜悦之色。很快，在张慕瑶那曼妙的娇躯上空出现了一股股纯白色的气流，这正是纯净的至阴寒气。嗡嗡嗡！就在这时，苏晨体内的太初珠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传递出一道无比渴望吸收至阴寒气的意念。然而现在显然不是吸收至阴寒气的时候，毕竟张慕瑶的冰灵之体还未激活。他虽说并非什么好人，但答应的事情必定会先完成。“姚师姐，集中精神，全力吸收至阴寒气。”苏晨大声提醒道。“好。”张慕瑶闻言迅速运转功法，开始吸收至阴寒气。仅仅片刻，苏晨便清楚地看到张慕瑶的丹田处浮现出一抹深邃的深蓝色。等到她的丹田全部变成深蓝色的时候，冰灵之体也就激活成功了。一炷香后，张慕瑶已经将全身心都投入到吸收至阴寒气之中。这个时候，苏晨趁着至阴寒气还有不少，他悄悄站起身，将几块流影石放置在房间的隐蔽角落。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毕竟张慕瑶是张家的人，他费这么大的功夫帮助张慕瑶激活冰灵之体，可不是好心资敌的。苏晨打算将张慕瑶掌控在手中，等日后他成长起来，无疑会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放置完流影石后，苏晨这才悄然回到张慕瑶身边，继续催动9渊净化阵。与此同时，
张敬川来到了幽狼佣兵团的驻地。然而，眼前惨不忍睹的一幕瞬间让他勃然大怒。只见驻地内一片狼藉，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佣兵的尸体，所有建筑物都被大火肆虐过一遍，显然幽狼佣兵团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刹那间，张敬川像是发了疯一般，双眼布满血丝，四处疯狂地寻找柳妹的踪迹。很快，他翻遍了驻地的每一个角落。好消息是，他并未找到柳妹的尸体，这说明柳妹应该还活着。是谁？到底是谁？张敬川眼神瞬间变得血红，悲愤地大吼道。话音未落，他瞬间冲出驻地，沿着驻地的四周飞速疾驰。一炷香后，脸色极其阴沉的张敬川拦在了一队佣兵面前，向他们询问幽狼佣兵团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佣兵被他身上散发的恐怖气势吓得双腿发软，佣兵队长根本不敢有丝毫犹豫，连忙颤颤巍巍地将自己所知道的消息告诉给了张敬川。听完佣兵队长的话，张敬川这才知道，原来就在前段时间，幽狼佣兵团的团长柳妹突然消失不见，紧接着便是内部发生了内乱，各种矛盾冲突爆发，再之后就是张敬川看到的满目疮痍的场面。该死的苏晨，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不杀你我誓不为人。刹那间，张敬川便洞悉了一切，他无比确定就是苏晨抓走了柳妹，并且从柳妹口中得知了他的秘密，这也就能说得通那天外门大比苏晨为什么会骂他变态。这时，满含愤怒的张敬川猛地一掌拍出，将眼前10几名佣兵全部击杀。随后，他将身法催动到极致，身形如闪电般朝着玄元宗疾驰而去。转眼过去1个时辰，此时张慕瑶的丹田已经大半部分被深蓝色占据，而他的修为也突破到了5宗境第1重，并且还在迅猛的提升中。姚师姐，你胸口位置的至阴寒毒吸不进阵法内，你能不能把衣裙卷高一点，我扎几根银针？苏晨一本正经地说道。他特意将9渊境灵阵的威力降低了不少，目的自然是想多增加与张慕瑶亲密接触的机会。啊！听到这话，张慕瑶顿时惊呼了一声，原本白皙的俏脸瞬间变得一片通红。他羞涩的小声问道：“苏师弟，可不可以隔着衣服？”不行。苏晨神色严肃，一副为他安危着想的模样，认真的解释道：“你也知道，境界不达到50境以上是无法施展灵魂力量的，这样隔着衣服扎银针，万一偏离窍穴，后果不堪设想。”听到这话，张慕瑶眉头微微一皱，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苏晨说的话确实有道理，他也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但要在一个男子面前暴露自己的隐私位置，实在是让他难以接受。但濒临肢体还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能成功激活，他怎么可能半途而废？想到这里，他紧咬红唇，娇羞地说道：“师弟，你来吧。”话音一落，只见张慕瑶双手握住白色衣裙，猛地提到了肩颈位置。刹那间，2团饱满硕大的区域便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苏晨眼前。那细腻的肌肤在阵法光芒的映照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晕，让人心神荡漾。咕噜，苏晨猛地咽了一口口水，眼神瞬间被牢牢吸引，看直了眼。他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心中像是有只小鹿在乱撞。苏师弟，见苏晨一脸猪哥的模样，张慕瑶满脸娇羞，又带着几分恼意，没好气的娇斥道：“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扎银针啊！”他心中有些生气，但看到自己的身体对苏晨有这么大的吸引时，又不自觉地生出几分开心。嗨嗨，苏晨这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失态，脸上不禁露出一抹尴尬的表情。姚师姐，师弟冒犯了。他急忙调整状态，努力让自己镇定一些，然后双指夹住一根银针，缓缓刺向胸口上的窍穴。张慕瑶轻声应道，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说完，他闭上了眼睛，睫毛微微颤动，心跳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加快。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心中难免有些紧张，又有些隐隐的期待。啊！就在苏晨扎入银针的瞬间，张慕瑶娇躯猛地一颤，一声诱人至极的呻吟不受控制地从她红唇中溢出。她修长的脖颈高高扬起，白皙的肌肤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刹那间，张慕瑶满脸通红，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小妞居然这么敏感。苏晨心中暗叹，作为一个老机长，他自然知道张慕瑶这是怎么了。他理智的没有开口说话，不然可能会被羞恼中的张慕瑶一掌拍飞。紧接着，苏晨迅速将另外5根银针一一扎入张慕瑶的胸口窍穴中。每扎入1根银针，张慕瑶的身体便如同触电一般剧烈颤抖起来，发出声声娇吟，不断撩拨着苏晨的神经。总算结束了。苏晨重重地呼出一口气，他也没想到，不过是扎几根银针，居然会这么累。师弟！就在这时，张慕瑶突然无意识地呻吟，
那声音中充满了渴望和难以抑制的情愫。只见他猛地坐起身来，眼神迷离，竟将苏晨强行压在了身下。随即一股强大灵气从他体内喷涌而出，瞬间将他们身上的衣服震得粉碎。师姐，你要干嘛？苏晨颤抖着声音问道。虽然这事是他想要的，但这速度未免也太快了点，快得让他有些措手不及。苏晨不知道的是，张慕瑶的性格本就是外冷内热，又从来没有被人如此亲密地触碰过身子，自然抵挡不住苏晨的折磨。废话，张慕瑶没好气地娇斥道。此刻他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矜持与冷静，眼神中充满了浓郁的欲望。这可是你主动的，你要对我负。然而苏晨的话还没有说完，嘴巴便被堵上了。核心弟子区域，东方明月住处。姐姐，还是你说的对，追一个女人真心确实没用。东方明宇一脸气愤与失落，冷冷地说道。雨儿，你怎么突然想明白了？一名长相可爱、双峰硕大的少女语气惊讶地说道。她大眼睛中满是疑惑，小巧的琼鼻微微皱起，更添几分俏皮。此女正是东方明宇的姐姐东方明月，修为达到了武宗境第1重巅峰。姐姐，我被张慕瑶那贱人打断了右手。东方明宇眼神中满是怨毒，他卷起衣袖，露出肿胀的右臂，上面还残留着丝丝血迹，看上去触目惊心。什么？听到东方明宇的话，东方明月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一股浓郁的杀意陡然从他体内迸发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用毒先得到那贱人的身子，你偏不做，偏偏要当个舔狗，现在好了，舔到一无所有了。东方明月柳眉倒竖，语气中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愤怒。姐姐，我知道错了。此刻东方明宇心中无比后悔，他低下头，不敢直视姐姐那愤怒的目光。回想起自己这些年来对张慕瑶百般讨好，却换来如此下场，他只觉得自己就像是个滑稽可笑的小丑。好了，你是我弟弟，我岂能让你白白被那贱人欺负？这段时间你多留意那贱人的踪迹，若是他离开宗门，就立刻通知我，我出手将他擒下，任由你处置。东方明月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冷冷地说道。多谢姐姐。东方明宇顿时大喜过望，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狠狠教训张慕瑶。1日后，苏晨与张慕瑶都在呼呼大睡，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慵懒而暧昧的气息。按理来说，以苏晨的战斗力，区1个时辰的劳累根本算不了什么，但他治疗张慕瑶的时候，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灵气，更透支了难以想象的精力与体力，这才是再撑不住。而张慕瑶体内的至阴寒毒已经全部净化干净，丹田完全变成了深邃的深蓝色，显然冰灵之体成功激活。而且在苏晨混沌神体以及至阴寒气的双重作用下，他的修为一举提升到了武宗境第1重巅峰。与几个时辰前相比，他的变化堪称恐怖，足足突破了一个大境界。就在这时，睡梦中的苏晨突然惊醒，他只觉得体内传来一阵钻心的胀痛，一股精纯的元阴之力正在他全身经脉中横冲直撞。苏晨不敢有丝毫迟疑，猛地从床上弹起，迅速盘膝而坐，运转太初诀，开始炼化这股元阴之力。一炷香后，苏晨的修为提升到了武者境第7重的极限，同时他体内的元阴之力还有一小半没被炼化，于是他决定一鼓作气突破到武者境第8重。随后苏晨调动体内所有的灵气，朝着境界屏障狠狠冲去。轰轰轰！仅仅片刻时间，武者境第8重的境界屏障就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缝，紧接着这些裂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蔓延至整个境界屏障上，最终轰然炸开。武者境第8重，终于苏晨的修为成功突破，而他体内的元阴之力也全部被炼化。苏晨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烁着浓浓的喜悦与自信交织的光芒。他对自己的境界提升速度还算满意，毕竟来到这个陌生的异世，差不多才2个月时间就已经突破到了武者境第8重，接下来就该吸收至阴寒气了。苏晨抬头望向半空之中，此时那里还残存着一些至阴寒气。紧接着他放开了对太初珠的压制，刹那间太初珠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吸力，直接将所有至阴寒气一口吸入珠内。苏晨能够清楚地察觉到太初珠的气息隐隐变得强大了一丝，而且在太初空间的左右两侧区域，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想要破茧而出。难道说太初珠吸收精纯的冰属性能量也可以变得强大吗？苏晨心中暗自思忖道，眼神中浮现出一抹激动。毕竟太初珠可是上古神器，若是能够不断变得更强，那对他的帮助无疑会更大。正当苏晨沉浸在对太初珠的思考中时，张慕瑶悠悠转醒，他慵懒地坐起身，美眸直直地看着苏晨，带着一丝惊讶与好奇。原来苏晨也拥有特殊体质，怪不得修为能提升得如此之快。
姚师姐这么深情地看着我，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苏晨脸上露出一抹邪笑，开口调侃道。说话间，他的手还不老实地在张慕瑶身上游走。啪！张慕瑶一巴掌拍掉苏晨的手，娇嗔道：别臭美了，爱还不至于，不过若是你能成为核心弟子，可以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他对苏晨各方面还是非常满意的，不仅拥有特殊体质，就连医术也十分精湛。只是苏晨的境界还是太低了，他这么说也是在激励苏晨。就这点要求，师姐你也太小看我了吧，用不了3个月我就能成为核心弟子。苏晨眼神中满是自信，说完他脸上露出一抹邪异的笑容。师姐时间还早，我们再来。说完他如同饿狼扑食般扑向张慕瑶。不要了！张慕瑶连忙抬起双手想要推开苏晨，但下一刻他的美眸瞬间瞪大，脑海一片空白。苏晨已经嗡嗡嗡。两人还在纠缠时，突然一阵震动声打破了这暧昧的氛围。苏晨转头看去，原来是张慕瑶的传音石响了。张慕瑶伸手拿起传音石查看其中的信息，随即他的脸色便是一变。苏师弟，川哥说有万分紧急的事情商议，我要先走了。张慕瑶艰难地说道。他知道张敬川的性格，若非遇到特别紧急的事情，绝不可能会用这种语气。听到这话，苏晨眼底悄然闪过一丝异色。若是他猜得不错，应该是张敬川发现柳妹不见了。不行，这个时候就算天塌了都不能走。苏晨果断拒绝道。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他说什么都不能放走张慕瑶。一炷香后，苏晨这才心满意足地松开张慕瑶。核心弟子区域，张敬川住处，大厅内。只见张敬川面色阴沉地坐在首位，浑身散发着不加掩饰的浓郁杀意，让每一名张家族人都感到了强大的压力。此时除了张慕瑶之外，其他张家族人都已经到齐。然而他们一个个都是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张敬川生这么大的气。一炷香后，此时张慕瑶居然还没有来，张敬川心中顿时大为不满，而其他张家弟子同样满心疑惑。要知道张慕瑶一向十分准时的，今天这是在干嘛？又是一炷香过去了，张慕瑶这才姗姗来迟，脸上带着一丝慌乱，匆匆走进了大厅内。好了，已经到齐了，我宣布一件事情，从此刻起，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斩杀苏晨。张敬川开口说道，声音中透着彻骨的寒意。听到这话，所有的张家弟子脸上瞬间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这什么情况？前2天不是还在商讨与苏晨化解恩怨的事情吗？怎么现在就变成了要取他性命了？川哥，上午我去找了苏晨，他愿意跟我们张家化解恩怨，为什么又要向苏晨出手？张慕瑶眼神中满是焦急与不解，连忙开口问道。原因不能告诉大家，我只能告诉你们，那小子早在外门大比开始前就已经在算计我了，他同意化解恩怨，也无非是在戏耍我们。张敬川面色冷漠，眼神中流露出冰冷杀意。川哥，苏晨他刚帮我了一个大忙，让我终于突破到了武宗境，这一定有什么误会。张慕瑶急切地说道。说完，他便将武宗境的气息释放了出来，试图阻止张敬川对苏晨下手。好强大的气息，瑶姐居然真的突破了！太好了，这下子我们张家就有2名武宗境，看谁还敢小瞧我们！这一刻，每一个张家弟子脸上都露出了喜色，大厅内原本紧张压抑的气氛也稍稍缓和了一些。慕瑶，恭喜你，总算是突破到了武宗境。张敬川脸上挤出一抹僵硬的笑容，嘴上说着恭喜，但心中反而涌起了几分杀意。他境界高深，自然感受得更加清楚。张慕瑶的境界竟然达到了武宗境第1重巅峰，想到张慕瑶日后可能不再受自己掌控，他心中懊悔不已。若是早知道苏晨有这个本事，说什么他都不会让张慕瑶去找苏晨化解恩怨。这下好了，外敌还没有除，内部隐患又出现了。我只是想用这件事情告诉川哥还有大家，苏晨是非常有诚意化解恩怨的，而且苏晨此人非常不一般，可以用绝世妖孽来形容，与苏晨产生恩怨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决策。川哥，你不妨将原因跟我说下，我一定会说服苏晨。张慕瑶神色认真地说道。作为一个传统的女人，她与苏晨发生关系的时候就已经暗自下定决心，这辈子非苏晨不嫁，因此她是真不想看到张家与苏晨之间的恩怨越来越深。而且通过这一次与苏晨接触，张慕瑶才真正意识到苏晨的神秘与可怕。他不仅掌握极其精湛的医术，更身怀特殊体质，这种人怎么可能是一般人？可惜苏晨让他立下了天道誓言，不能泄露这些信息。我意已决，慕瑶，你不用再说了，苏晨必须要死。张敬川面色阴沉，眼中闪烁着冰冷刺骨的寒意，咬牙切齿地说道，目前苏晨境界低，正是击杀他的好时候，因此你们谁若是不尽力去做，那就休怪我不讲家族情面。
他一想到苏晨知道自己的秘密，整个人就有种坐立不安的感觉，恨不得立刻将苏晨碎尸万段。川哥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上次我就不同意与那小子化解恩怨，直接找个机会在宗门外将他杀了多简单。张月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恶狠狠地说道。这时其他张家弟子也纷纷开口表态，表示会配合张月尽快斩杀苏晨。他们都知道张敬川的手段，若是违抗他的命令，下场绝对不会好过。张月，你等下就带人去苏晨住处附近盯着，只要他出来，直接动手将他舌头与命根子废了。此外，若是他离开宗门，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要亲自出手将他给杀了。好了，大家可以离开了。张敬川吩咐道，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好的，川哥。张月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即和其他张家弟子一同离开了大厅。另一边，苏晨此刻正在内门的灵药阁之中，他打算前往玄阳山脉好好历练一段时间，因此他将自己身上的近20万贡献点都兑换了炼制3阶灵元丹的灵药。毕竟东方明宇与张敬川都在找他的麻烦，而他的实力在整个内门中又是垫底的存在，因此他若是再待在宗门内，除非不出门，否则一旦被这些人堵住，就很容易吃亏。离开灵药阁之后，苏晨便来到了任务大殿，开始疯狂接任务。他这次打算在玄阳山脉历练整整1个月的时间，因此只要是能接的任务，他全接了。苏晨，这回我看谁还能救你。苏晨刚走出任务大殿，一道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只见前方不远处，东方明宇面色阴沉地走了过来。东方明宇来任务大殿是想接几个任务，然后在宗门外面蹲守张慕瑶，但他没想到居然能这妖巧碰到苏晨，当即心中的怒火就压制不住了。原来是雨师兄啊，怎么样，你的手好些了吗？苏晨脸上带着笑意，热情地打招呼道。他的笑容看似关切，实则带着几分调侃。苏晨，少在这假惺惺。东方明宇眼中寒光一闪，他的右手瞬间拍出一道掌影，这道掌影速度极快，且带着狂暴的气势，狠狠地朝着苏晨轰了过去。他心中积怨已久，此刻只想立刻将苏晨暴打一顿，废其四肢。面对东方明宇突如其来的攻击，苏晨没有丝毫慌乱，只见他右拳猛地紧握，然后重重地朝着掌影轰了过去。如今他境界达到了武者境第8重，实力大涨不少，因此想试试自己与东方明宇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轰！刹那间，狂暴掌影与重拳猛烈地碰撞在了一起。苏晨的拳头顿时鲜血淋漓，一阵阵剧痛传来，他瞬间施展身法，朝着宗门外疾驰而去。东方明宇的境界是武士境第7层，他估计自己还要再提升3个小境界，才有绝对把握战胜对方。小子，骗了我2次，还指使张慕瑶那件人对我出手，今天我必废你。东方明宇脸色阴沉至极，眼中的怨毒都快溢了出来。随即他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瞬间朝着苏晨追了过去。雨师兄，你不能怪我骗你，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蠢了。此外，姚师姐如何做事，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苏晨一边跑着，一边无辜地大喊道。小子，你少在这里装蒜，今天我一定要跟你做个了断。你若是有种，就跟我上升死台。东方明宇气得浑身发抖，可如今的苏晨速度极快，他一时半会很难追上。说你蠢还不信，你一个武士境第7重的老弟子，居然挑战我这个武者境的新弟子，你也真好意思说出来。苏晨嘲讽道。这东方明宇今天是不是忘记吃药了，居然要挑战苏晨？他境界都还没达到武士境，怎么可能会同意？谁说不是呢？真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此时苏晨与东方明宇的身后紧跟着不少爱看热闹的弟子，纷纷对着东方明宇嘲讽了起来。见吸引来的弟子越来越多，苏晨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他担心引来一些张家弟子拦截自己，所以他想赶紧离开了。蠢货，别说我不给你机会，1个月后的今天我们生死台上见，谁若是不去，以后见面就跪下叫爹。苏晨语气不屑地说道。说完他施展出血遁，速度暴涨数倍，瞬间消失在众人眼中。我的妈呀，苏晨是飘了吧？1个月的时间他能突破几个小境界？很快苏晨答应东方明宇生死战的消息瞬间登上了玄元宗热榜单，引发无数弟子讨论。除了张慕瑶对苏晨知根知底有信心之外，而其他弟子没有一个认为苏晨能胜的，毕竟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与此同时，苏晨离开了玄元宗，此刻他正在一处隐蔽的地方处理伤口。嗡嗡嗡！就在这时，苏晨的传音石突然震动，他拿起查看，原来是张慕瑶发来的传音。苏晨思索片刻后，便将上次与李妙金发生关系的山洞位置发了过去。随后他站起身，也朝着那山洞疾驰而去。3个时辰后，张慕瑶成功找到了苏晨。师弟，你怎么算计张敬川了？这一次我看他是铁了心要杀你。张慕瑶神色凝重，
又有些好奇地问道。嘿嘿，苏晨得意地笑了几声，开口说道：因为我知道那家伙的一个大秘密。什么大秘密？张慕瑶一脸好奇地问道。他的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眼睛紧紧盯着苏晨。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要这样做才行。苏晨将头凑近了张慕瑶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狡黠，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充满邪意的笑容。坏蛋，我才不要！张慕瑶脸色微微一红，娇嗔地瞪了苏晨一眼。我可没骗你，这个秘密你不听一定会后悔。而且，你就不想知道张静川暗地里是什么人？苏晨的声音极具蛊惑，继续引诱着张慕瑶。那，好吧。张慕瑶被苏晨的话勾起了浓浓的好奇心，而且想到自己已经与苏晨有了那种关系，于是他不再抗拒，乖巧地低下了头。苏晨脸上顿时露出了享受的表情，心中更是涌起一股强烈的征服感。1个时辰后，苏晨心满意足地离开山洞，朝着玄阳山脉深处疾驰而去。自从外门大比结束后，他已经突破了3个小境界，修为根基明显虚浮了不少。因此他这次接的数十个任务全是获得妖兽身上的材料，这样一来，每完成一次任务，他就能与妖兽大战一场，以此打磨自身的修为根基以及提升实战经验。在此期间，苏晨抽空炼制了数百颗3阶极品灵元丹，每当体内灵气耗尽时，他便会进入太初空间吞服灵元丹提升修为。就这样5天时间一晃而过，此时苏晨已经将所有的任务全部完成，并且修为成功提升到了武者境地8重巅峰。为了尽快感受到突破契机，苏晨更加拼命，几乎无时无刻都在战斗，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转眼又过去了5天时间，经过这5天的奋力厮杀以及近200颗3阶灵元丹的辅助下，苏晨终于感受到了突破契机。太初空间内，苏晨盘膝而坐，一颗接着一颗的吞服3阶极品灵元丹，然后运转太初诀，疯狂吸收炼化。很快，他丹田之中就充满了浓郁无比的灵气。就在这时，苏晨迅速调动体内所有的灵气，汇聚成一股股汹涌澎湃的浪潮，连绵不绝地撞击着武者境地9重的境界屏障。轰轰轰，沉闷的声响不断响起，在经过数十次的撞击后，境界屏障终于轰然破碎。武者境地9重，苏晨满脸兴奋，他的修为终于再次突破，能在10天内突破一个小境界，这个速度苏晨还是非常满意，但消耗的资源也堪称恐怖。原本数百颗的3阶极品灵元丹，如今全部消耗殆尽。随后，苏晨给张慕瑶发了消息，让他到老地方集合。他身上的修炼资源已经耗尽，因此他让张慕瑶送些炼制灵元丹的灵药过来，顺便了解一下最近张静川以及东方明宇的情况。玄元宗内核心弟子区域，张慕瑶住处。当收到苏晨的消息时，张慕瑶那如秋水般的眼眸中瞬间闪过一抹羞涩。随后，他精心挑选了一件淡紫色的紧身长裙，又仔细整理了妆容，将自己打扮得美丽动人。一切准备妥当后，他便朝着灵药阁走去。张慕瑶深知苏晨如今急需修炼资源提升实力，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身上所有贡献点都兑换了炼制灵元丹的灵药。接着，他离开玄元宗，朝着2人上次欢好的山洞疾驰而去。3个时辰后，当张慕瑶的身影出现在山洞时，苏晨的眼睛瞬间一亮。只见张慕瑶身穿一袭淡紫色紧身长裙，完美地勾勒出她那娇躯的曼妙曲线，每一处起伏都有着无尽的诱惑。她的肌肤很白，在淡紫色长裙的映衬下更显白皙，眉眼间透着温柔与深情，美得动人心魄。苏晨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炽热，心中更是涌起一股强烈的躁动。他迫不及待地快步上前，将张慕瑶紧紧抱在怀中。师弟，别这样！张慕瑶脸色瞬间通红，他伸手想要推开苏晨，动作却显得有些娇柔无力。而苏晨身上浓郁的男人气息，仿佛带着一种无形的魔力，瞬间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渐渐失去了抵抗。1日后，此时的苏晨满脸兴奋，仅仅2个时辰的努力，就让他突破不久的境界稳固了许多。以1日的努力，居然节省了数天的苦修。师弟，这里面是3阶灵元丹的灵药，还有一些灵石。张慕瑶动作温柔地将一个储物袋递给苏晨，眼神中却带着一丝担忧，轻声问道：东方明宇的境界可是武士境第7重，与他生死战，你有把握赢吗？放心吧，我必杀他。苏晨自信满满的说道，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说话间，他接过储物袋并打开，只见里面有着整整100份3阶灵元丹的灵药，还有数百块灵石。怎么这么多修炼资源？你拿回去一些，别耽误自己修炼。苏晨心中涌起一阵感动与温暖，他没想到张慕瑶会给他这么多修炼资源。跟我客气什么？放心吧，我身上还有，而且我接了一个任务，完成后有15万贡献点呢。张慕瑶白了苏晨一眼，那眼神中带着几分嗔怪，
却又无比温柔。是什么任务？贡献点居然这么多？苏晨好奇地问道，眼中满是疑惑。要知道，他平日里接的任务贡献点都少得可怜，从未超过2000。是去探查玄阳山脉的一处封印情况。大概半个月前，这个封印有所异动，因此宗门才发布了这么一个任务，不过只有核心弟子才能参加。张慕瑶耐心地解释道，前段时间他成功晋级为核心弟子，所以才有资格接下这个任务。师姐，你知道这个封印的来历吗？苏晨好奇地问道，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熟悉感。他记得李妙金从中州来玄阳山脉，也是探查一处封印的情况，这其中难道有什么关联？这也是我成为核心弟子之后才知道的，那处封印之地乃是万年前人魔大战的战场之一，在我们人族获得最终胜利后，便将这些战场都给封印了。张慕瑶神色凝重地说道，原来是这样。苏晨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就连中州的宗门都会派遣弟子前来查看封印情况。他眼神中满是关切，紧紧盯着张慕瑶，担忧地问道，那你接这个任务岂不是很危险？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毕竟这只是一个探查任务，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再说又不止我一名核心弟子参加，一切顺利的话，差不多半个月左右我就能回宗了。听到苏晨的关心，张慕瑶心中暖暖的，他伸手轻轻握住苏晨的手，安慰道，那就好。苏晨点了点头，心中的担忧稍稍减轻了一些。师弟，我明天就要执行任务了，我先回宗门准备一下。张慕瑶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舍，他美眸中波光流转，满是对苏晨的眷恋。好，记得小心点。苏晨叮嘱道，眼神中同样满是关切与不舍。我会的，等我完成任务后再来找你。张慕瑶温柔地点了点头，美眸中满是深情。他踮起脚尖，在苏晨脸上轻轻吻了一下后，便转身离开了山洞。将张慕瑶送走后，苏晨取出了黄鼎，开始专心致志地炼制灵元丹。眨眼间便过去了一天。此时苏晨已经炼制出1000多枚3阶极品灵元丹。有了这些极品灵元丹，再加上数百块灵石，他有着绝对的信心突破到50境。随后苏晨走出山洞，准备继续历练。毕竟以他如今武者境地9重的修为，想要战胜东方明宇还远远不够。接下来的日子里，苏晨不断深入玄阳山脉深处，与各种强大妖兽展开激烈厮杀。随着一次次的战斗，他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战斗技巧，同时修为也在快速提升当中。时间飞快流逝，转眼过去了11天。这11天里，苏晨一共与上百头各种妖兽展开了激烈厮杀，以及吞服了近1000枚3阶极品灵元丹，终于让他的修为达到了武者境的9重巅峰。接下来苏晨没有继续历练，而是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山洞内。他将太初珠藏好之后，便进入了太初空间内。苏晨盘膝坐下，将所有灵石取出，放置在身前，接着他便运转太初诀，开始吸收炼化灵石中的灵气。而随着太初诀的运转，太初空间内的灵气也受到了牵引，纷纷涌入苏晨的体内。一时间，在这2股灵气的辅助下，苏晨的修为开始飞速提升了起来。就这样，2天时间转瞬即逝。此时的苏晨已经吸收炼化了近300块灵石，他的修为终于提升到了武者境地9重的极限，并触碰到了50境的境界屏障。然而苏晨没有第一时间突破，而是静下心来打磨自己的修为根基。他不断地提纯体内的灵气，剔除其中的杂质，让灵气更加纯粹凝练。很快又过去了1天，苏晨的修为根基终于再次变得坚固圆润。他眼中闪过一抹坚定之色，知道是时候突破50境了。随后苏晨调动体内所有的灵气，如同滔滔浪潮，朝着50境的境界屏障狠狠冲去。轰轰轰，一声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苏晨体内响起。经过数十次的猛烈撞击，境界屏障终于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苏晨见状，没有丝毫停顿，继续疯狂地调动灵气，不断撞击着境界屏障。很快，境界屏障之上就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缝，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终完全破碎。50境第1重，苏晨的修为成功突破，迈入了50境第1重。一股磅礴而神秘的力量涌入他的体内，让他的感知瞬间变得更加敏锐，能清晰地感觉到周围灵气的流动。感受着体内远比武者境第9重强大数倍的力量，苏晨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和自信。他原本还认为自己的境界要达到50境第2重才有可能战胜东方明宇，但如今真正达到50境，他才深刻体会到50境的强大。因此苏晨非常有信心，待自己完全掌控50境第1重的力量后，绝对能战胜东方明宇。他能有这个信心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修炼灵魂功法了。有了灵魂功法的辅助，自己战斗力肯定会有一个大的飙升。于是苏晨便开始在传承记忆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灵魂功法。经过一番筛选后，
他最终决定修炼一门名为九幽诀的神界顶级灵魂功法，理由很简单，就是他女神秋意雪也在修炼。这九幽诀有诸多用途，可以施展各种咒印，比如控制咒印、攻击咒印等，每一种咒印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随后，苏晨紧闭双目，开始全神贯注地修炼九幽诀。一天时间转瞬即逝，此时苏晨终于初步掌握了九幽诀，但想要在战斗中随心所欲地施展，还差得有点远。因此，他打算离开太初空间，找几头妖兽做实验品，进一步熟悉九幽诀。砰砰砰！然而，苏晨踏出太初空间的瞬间，便听见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打斗声，更有一道凌厉的剑气呼啸着从他的左侧射来，吓得他连忙施展血遁躲避。小子，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就在这时，一道阴森森且夹杂着惊讶的声音骤然响起。苏晨连忙望去，只见一个瘦得皮包骨、双眼闪烁着诡异幽光的老头，正与一个身形娇小的少女激烈交锋。那少女长相清纯可爱，身材火爆至极，将玄元综合星弟子衣袍撑得鼓鼓囊囊的，散发着一种别样的诱惑。这名少女正是东方明月，只是苏晨从未与她见过面，因此根本没认出来。此时的东方明月状态明显不对劲，清纯可爱的俏脸上布满了不正常的红晕，呼吸急促而紊乱，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时而冰冷，时而迷离。虽然他手持战剑，不断发出凛冽的剑气，使得那老头一时不敢贸然近身，但他身上散发的气息已然紊乱，显然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就在这时，东方明月也终于察觉到了苏晨的存在。虽然他眼神迷离，看不清面容，但隐约瞧见苏晨身穿玄元宗弟子衣袍，眼中瞬间燃起一抹希望。快跑，告诉长老，魔修出来了。东方明月断断续续地说道。话刚说完，他再也无法抵御老头的灵魂攻击，彻底沉沦在欲望之中，眼神变得完全迷离。哼！那老头听到东方明月的话，不屑地冷哼一声。他乃是货真价实的魔族，更是魔族4大魔将之一的魏无邪。区区魔修怎么可能与他相提并论，完全是对他的莫大羞辱。魔修！与此同时，苏晨脸色巨变，心中惊恐到了极点。在这玄阳山脉之中，只有一个地方才可能有魔修的存在，那就是张慕瑶所说的人魔大战的战场。可问题是，这都过去了万年时间，怎么可能还存活着魔修？苏晨的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但无一例外都表明眼前这个老头的不简单。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我这就离开。说话间，苏晨瞬间施展血遁，朝着山洞外疾驰而去。他根本没有与老头一战的想法，即便那名少女是他心动的类型，他也绝不可能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结！魏无邪突然阴森森的一笑，随即他身形一动，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出现在洞口处，挡住了苏晨的去路。小子，你叫苏晨，对吧？你怎么会知道？苏晨的身形顿时僵在原地，脸上瞬间流露出一抹惊恐的表情。他心中充满了疑惑与震惊，万万想不到，眼前这个万年老魔居然会知道自己的名字。有人命令取你性命？魏无邪阴森森地说道。那你肯定认错人了，我怎么可能认识万年之前的人？苏晨一脸茫然，自己刚来这一世界才几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得罪万年之前的人？小子，本座说是你，那就一定是你。好了，乖乖受死吧，我还要回去享用那个美人。说罢，魏无邪猛地轰出一道漆黑的拳影，那拳影如同一头张牙舞爪的狰狞恶魔，朝着苏晨狠狠地扑去。面对这万年老魔的攻击，苏晨根本不敢有丝毫大意，他连忙取出战剑，体内的灵气疯狂涌入其中，试图抵挡这来势汹汹的拳影。轰！然而两人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苏晨只感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汹涌袭来，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被直接震飞了出去，身体重重地撞在山洞的石壁上。噗！苏晨遭受了重创，一口鲜血不受控制地喷了出来，他心中惊骇不已，更有几分绝望。这万年老魔的实力绝对在武宗境之上，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咦，你居然没死，怪不得能让那位惦记你，还真有几分能耐。魏无邪一脸诧异，他原本以为这一击足以取苏晨性命，却没想到苏晨竟能硬扛下来。老头，你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是男是女？我与他又有何仇怨？苏晨擦掉嘴角的鲜血，强忍着剧痛问道。将死之人没必要知道那么多。魏无邪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抹残忍。他抬起手，手掌上泛起一层黝黑的光芒，准备再次发动攻击，将苏晨彻底抹杀。滚你妈的，你才要死！苏晨破口大骂道。情急之下，他连忙施展九幽诀，一道无形却蕴含着强大灵魂之力的攻击，如同一把利刃，朝着魏无邪狠狠刺去。刹那间，
魏无邪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哀嚎，眼中满是震惊地看着苏晨：“你怎么会掌握如此强大的灵魂武技？你肯定不是此界的修炼者。”他虽然沉睡了近万年，境界与灵魂力量都降到了冰点，但一般武宗境修炼者施展的灵魂攻击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威胁。可苏晨明明才武失境，却能伤到他，这意味着苏晨修炼的灵魂武技级别极高，根本不是天玄大陆能拥有的。这一刻，魏无邪心中懊悔不已。若是苏晨再晚出现片刻，他就能吸收东方明月的力量，恢复一点实力，这样斩杀苏晨就轻而易举。嗨，既然被你看出来了，那我也就不装了。苏晨闻言，心中顿时有了一计。只见他一脸傲然地说道：“我乃上界古族的嫡系子弟，这次下界是来历练，你识相的话就赶紧滚。”说话间，他再次施展九幽诀，一道灵魂攻击瞬间轰向魏无邪。苏晨可不愿意与这万年老魔拼死一战，万一对方拥有什么底牌，那就大事不妙了。所以他希望通过这番虚张声势，能让对方心生忌惮，从而离开。面对苏晨的这一次灵魂攻击，魏无邪特意有所防备，但依旧没能抵挡住。魏无邪再次发出惨叫，周身气息瞬间降至冰点。他眼中闪过一抹惊慌，即便苏晨说的话未必属实，但这诡异且强大的灵魂攻击确实让他忌惮不已。本座不管你在上界是什么身份，敢与我魔族作对，都必死无疑。这一次暂且饶过你，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魏无邪咬牙切齿地说道。他权衡利弊之下，决定暂时离去，毕竟他这次出来背负了重要任务，击杀苏晨仅仅只是顺带罢了。随后他化作一道黑影，迅速离开了山洞。看着魏无邪远去的背影，苏晨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十分庆幸自己修炼了九幽诀，否则今日恐怕真的要命丧于此。随后苏晨又陷入了沉思，那个万年老魔口中要他性命的人究竟是谁？他将自己得罪过的人在脑海中一一过了一遍，可无论怎么想，都觉得这些人不可能与万年之前的魔族有联系，更不可能指使魔族来取他性命。就在苏晨思索时，一阵香风突然袭来，苏晨瞬间回神，可还未来得及有所反应，只见东方明月已经出现在眼前，将他扑倒在地。苏晨因为先前与魏无邪的战斗受了重创，此时根本无力反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对方强行。时间转眼过去了一天，此时苏晨正在全力炼化着体内的元婴之力，他的修为也以一种惊人速度疯狂地提升了起来。轰轰轰，50境第2重，仅仅一炷香的时间，苏晨的境界便从50境第1重飙升到了50境第2重。与此同时，他体内的元婴之力完全被炼化殆尽，混沌神体还真是强大。苏晨喃喃自语道，脸上不禁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容。这次双修让他的修为成功突破一个小境界，之前被那万年老魔重创的伤势也全部恢复如初。怎么会是你？就在这时，东方明月悠悠醒来，看清眼前之人居然是苏晨，他瞬间想起了自己都干了什么事情。好消息是自己没被那个恶心老头沾污，可坏消息是自己居然跟弟弟的仇人发生了关系。这一刻，他的大脑一下子懵了，瞬间一片空白，大眼睛无神的直愣愣盯着苏晨。这位师姐，在下苏晨，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相信你也知道我不是有意的，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苏晨连忙开口说道，语气中满是诚恳与关切。他看着东方明月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担心他一时间接受不了，万一做出什么傻事。然而就在苏晨以为自己能劝好东方明月时，只见东方明月原本空洞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至极，周身更是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杀意。啊！东方明月瞬间发出一声尖叫，这声尖叫充满了愤怒，他大怒道，该死混蛋，谁要你负责？苏晨，我要杀了你！话音未落，他猛地抬起小手，朝着眼前的苏晨狠狠拍了过去。这一掌蕴含着他全部的愤怒，空气都被震得嗡嗡作响。感受到这一击的强大，苏晨脸色骤变，他连忙施展身法向后暴退。噗！虽然苏晨反应速度极快，但还是被东方明月的小手擦到，一股澎湃而强大的力量瞬间轰在了他身上，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风女，你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你怎么也知道我名字？苏晨眼神无比冰冷，心中既愤怒又不解，他实在不知道对方发了什么疯，居然对自己出手。该死的混蛋，我叫东方明月，你说我知不知道你名字？东方明月咬着牙，一字一顿地从牙缝中挤出这句话，眼中的恨意几乎要溢了出来。说话间，他小手猛地一挥，掉落在不远处的战舰瞬间飞到了他手中，紧接着他手持战舰再次朝着苏晨杀来。你是东方明宇的姐姐？苏晨顿时恍然大悟，眼睛瞬间瞪得老大，眼中满是惊奇之色。他实在是没想到东方明宇那个蠢货
居然能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姐姐！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疯女人，给老子等着！知道了东方明月的身份后，苏晨也不再幻想开导对方，随即瞬间催动血盾，朝着山洞外疾驰而去。毕竟与他双修，东方明月也得到了莫大的好处，修为精进了不少，身上的伤势也完全痊愈。只是此刻暴怒中的东方明月根本没有察觉到自身的变化。为了尽快摆脱东方明月，苏晨将血盾运转到极致，体内的血气瞬间消失一半。此时他的速度之快，足以媲美武王境的修炼者，只是短短几息，他便远远甩开了东方明月。该死！该死！该死！苏晨，我一定要杀了你！东方明月看着苏晨消失的方向，身形猛地停在了原地，手中的战剑如同疯了般朝着四周疯狂劈砍。刹那间，一道威力惊人的剑气飞溅而出，附近所有的树木在这凌厉的剑气之下全部轰然破碎，地面也被剑气划出一道道深深的长沟。足足发泄1刻钟后，东方明月才冷静了下来。他强忍着心中的恨意，身形化作一道红影，朝着玄元宗疾驰而去。另一边，苏晨直到离开东方明月很远的距离后，才缓缓停了下来。此时的他脸色极其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体内的血气因为刚刚过度消耗，让他痛苦不堪。苏晨却顾不得休息，强忍着身体的不适，连忙取出传音石，给张慕瑶发消息，询问他有没有回到宗门。苏晨很担心，万一那老头真是从封印之地出来的，张慕瑶岂不是非常危险？然而2个时辰过去了，没有收到张慕瑶的任何回复。刹那间，苏晨脑海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情绪，他不敢再耽搁，立刻施展了易容术，改变了自己的容貌，然后朝着玄元宗疾驰而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尽快确认张慕瑶的安危。与此同时，东方明月回到了玄元宗，径直朝着东方明宇的住处快步走去。此时东方明宇正在修炼，看到姐姐东方明月满脸冷意地闯进来，心中顿时一惊。姐姐，谁惹你生气了？东方明宇连忙起身，一脸关切地问道。东方明月无视了东方明宇的问题，他是来为了确认东方明宇的境界有没有突破到武师境第8重。仔细感知一番后，却发现他的境界居然还是武师境第7重巅峰，顿时眉头紧皱。你的境界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没有突破？东方明月语气冰冷地质问道。姐姐，我正想跟你说呢，我已经感受到突破契机，正准备闭关，2天内必定能突破，苏晨那小子必死无疑了。东方明宇一脸得意地说道，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苏晨惨死在他手下的场景。东方明月冷冷地点了点头，咬牙切齿地说道，击败苏晨之后，不要让他轻易死，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千刀万剐。他的声音极其冰冷，眼中流露出浓浓的恨意。姐姐，苏晨他怎么你了？东方明宇闻言，瞬间明白是苏晨招惹了姐姐，心中也涌起一股怒火。东方明月犹豫了一下，这件事对他来说实在难以启齿。你不用管，我只要他死，而且一定不能让他死得太快太容易。东方明月语气冰冷，眼神中透露出决绝的杀意。姐姐放心吧，我一定让苏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东方明宇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恶狠狠地说道。东方明月点了点头，将一个装满修炼资源的储物袋丢给东方明宇后，便转身离开了。看着姐姐离去的背影，东方明宇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苏晨付出惨重的代价，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随后，东方明宇再次盘膝坐下，开始闭关修炼，冲击武师境第8重。核心弟子区域，张敬川住处。张月，这都快1个月时间了，怎么没有苏晨一点消息？张敬川冷冷地问道，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压抑的愤怒。川哥，那小子实在太滑头，据任务大殿的弟子说，那小子早在我们决定对他出手之前，就接了大量任务离开宗门了。张月满脸郁闷，接着说道，不过那小子跟东方明宇放下了狠话，所以2天后的生死战他绝对会出现。不要小看了苏晨，他既然敢同意生死战，必然有把握胜。你到时候准备一下，若是东方明宇死了，你就向他发起生死战，他若是不同意，你就直接动手废了他。张敬川语气冰冷，眼中闪过一抹狠厉。没问题，我境界也突破到了武师境第9重，我就不信了，那小子再强，能1个月的时间就强过我。张月自信满满的说道，脸上带着不屑的神情。去吧，好好准备，有任何消息立刻向我汇报。张敬川摆了摆手，示意张月退下。是，川哥。张月恭敬地说道，说完便转身退了出去。转眼间便过去了3个时辰。此时苏晨终于回到了玄元宗，脚步匆匆地朝着外门的任务大殿走去。在整个玄元宗，他与周林长老接触最多，眼下只能希望从对方这里得到张慕瑶的情况。一进入任务大殿，苏晨便恢复了真实面容，
他快步走向一名接待弟子，向对方表明了来意。这名接待弟子认识苏晨，毕竟苏晨是外门大比的冠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敢耽搁，立刻带着苏晨来到了任务大殿顶楼，见到了周林长老。臭小子，你马上要生死战了，不好好修炼，怎么有空来我这？周林看到苏晨突然到来，心中有些惊讶，疑惑地询问道。苏晨虽然晋升为内门弟子，但周林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知道他即将和一名内门弟子进行生死战。周长老，我想了解一下核心弟子张慕瑶的情况，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忙？苏晨恭敬地询问道，脸上满是焦急的表情。他怎么了？周林见苏晨脸色凝重且焦急，明白张慕瑶对苏晨很重要，连忙严肃地问道。苏晨听到这话，心中稍稍安定了一些，毕竟周林没有直接拒绝，就说明他有办法了解。当下他便将张慕瑶去封印之地执行侦查任务，以及自己在山洞遇到从封印之地出来的那老头，详细告诉了周林，最后补充道：周长老，张慕瑶去的地方正好是封印之地，万一那老头真是从那出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啊！你真确定那魔修是从封印之地出来的？周林面色凝重，严肃地问道。此事关乎重大，若是封印之地真的出了问题，那整个玄元宗乃至天玄大陆都将面临巨大的危机。我没有亲眼看到，是听核心弟子东方明月说的，但在我看来，那老头就是从封印之地出来的。我当时与他交手了2招，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突然离开了。苏晨神色认真地回答道。周林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明白此事关系重大。他沉思片刻后，拿出一个传音石，与另一端的人交流了起来。苏晨在一旁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心中一直在祈祷张慕瑶平安无事。片刻后，周林脸色稍缓，看向苏晨说道：据宗主所说，封印之地有异常力量暴动，导致张慕瑶等7、8位核心弟子全都重创昏迷。庆幸的是，中州圣阳宗的江圣女正巧路过，将他们都救了下来。而张慕瑶被江圣女看中，说是带回宗好好培养。此外，这名江圣女也检查了封印之地的阵法，确认完好无损。你与东方明月遇到的那个魔修，可以确定不是从封印之地出来的，应该只是一个修炼邪功的邪修。苏晨闻言，总算是确定了张慕瑶没事，一直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他猜测那名江圣女必然是察觉到了张慕瑶身怀冰灵之体，这才将其带走。毕竟冰灵之体极为罕见，对任何宗门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修炼苗子。多谢周长老帮助。苏晨恭敬地行了一礼，随即提醒说道：那个老头给我的感觉非常不一般，我个人建议宗门可以再仔细调查一下。好，本座会将此事告知宗主。周林点头答应了下来，接着面带笑意地问道：3天之后的生死战，你有没有信心？要不要我帮你找个理由推掉生死战？周长老放心好了，弟子有绝对信心。苏晨自信满满地说道。说完，他将自己的修为展露了出来。修炼九幽诀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隐藏修为，除非高他2个大境界，否则根本看不出他的真实修为。50境第2重。刹那间，周林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晨，忍不住惊叹道：你小子简直就是个怪胎！要知道，外门大比结束差不多才1个月时间，苏晨竟然就从武者境第5重飙升到了50境第2重，足足跨越了6个小境界，这是什么逆天提升速度？弟子也只是侥幸罢了，这段时间在玄阳山脉历练的时候获得了一些机遇。苏晨谦虚地说道：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好了，本座知道你有信心就好了，你回去好好修炼吧。周林笑着说道。那弟子告退。苏晨语气恭敬，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任务大殿，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任务大殿内，周林满脸兴奋的又拿出传音石，发了一些信息过去。此时他心中满是得意与兴奋，更加佩服当时自己英明的决策，在宗门最重要的时期选拔出苏晨这样一名真正的天才。回到房间后，苏晨便直接进入了太初空间，开始修炼了起来。时间转瞬即逝，很快过去了2天。今天是与东方明宇生死战开始的日子，苏晨一大早就起来了，简单洗漱过后便朝着内门的生死台走去。此时生死台四周已经聚集了不少弟子，毕竟今天这场生死战的双方都是宗门内备受瞩目的人物，一个是越5个小境界勇夺外门大比冠军的苏晨，另一个则是核心弟子东方明月的弟弟东方明宇。你们说苏晨会来参加生死战吗？我感觉会来吧，毕竟苏晨那家伙可是放了狠话，说谁不来就要跪下向对方喊爹呢。来个屁，你们瞧好吧，苏晨肯定不会来，他说那话就是在忽悠东方明宇罢了，谁会傻到明知必输还来送死？不少看热闹的弟子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大家心中都没底，毕竟双方的境界差距太大了，任谁看了都觉得苏晨不太可能来白白送死。生死台之上，东方明宇神色冰冷无比，手中紧握着一柄闪烁着森冷寒光的战剑。对于苏晨会不会来，他
他也不确定，所以心中一直在疯狂祈祷着苏晨一定要来。就在昨天，东方明宇的境界成功突破到了武师境第8重，相比苏晨足足高了6个小境界。这份境界上的巨大差距，让他有绝对的自信能够斩杀苏晨。东方明月与张静川也来到了现场，他们都等着亲眼看到苏晨死。你们快看，苏晨来了！就在这时，一名眼尖的弟子突然扯着嗓子高声喊道：卧槽，这明摆着必死的结局，苏晨都敢来，他脑子不会进水了吧？你懂啥？天才的脑回路，能和我们普通人一样，说不定人家有什么底牌呢。刹那间，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苏晨，每个人脸上都满是不可思议。小杂种，你来生死台是认爹，还是生死一战？东方明宇看到苏晨，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语气中充满了挑衅与不屑。蠢货，老子是来杀你的！苏晨毫不示弱地回怼了回去，声音坚定而有力。那可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东方明宇闻言不怒反喜，脸上露出狰狞残忍的笑容。蠢货！苏晨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他一眼便看穿东方明宇突破到了武师境第8重，以他如今的实力，压根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你们可是自愿参加生死战？就在这时，一道身形如鬼魅般瞬间出现在生死台之上。此人面色威严冷峻，正是负责生死台的长老陈罗峰。回长老，弟子是自愿的。苏晨和东方明宇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如此就好，那本座宣布生死战正式开始。陈罗峰点了点头，干脆利落地高声宣布。说完，他的身影凭空消失不见。小杂种，去死吧！东方明宇一声怒喝，只见他手中的战剑瞬间光芒大盛，然后朝着苏晨狠狠劈下。刹那间，一道耀眼凌厉的剑气激射而出，携带着磅礴的灵气杀向苏晨。与此同时，他身形一动，紧跟着剑气冲向苏晨，准备发动第2次攻击。东方明宇的境界居然突破了，这下苏晨真是必死无疑了。确实，这场生死战恐怕很快就会结束。四周看热闹的弟子都为苏晨捏了一把汗，在他们看来，苏晨必死无疑了。面对迎面而来的凌厉剑气，苏晨眼中没有丝毫慌乱，他神色镇定，手中紧握的战剑猛地一挥，一道凌厉剑气激射而出，与东方明宇的剑气撞在一起。轰！2道剑气轰然碰撞，发出一声巨响，随即便化作点点灵光消散在空中。蠢货，你就这点本事？苏晨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他不打算立刻施展九幽诀，准备与东方明宇好好战上一场，借此完善自己的战斗技巧。小杂种，这才刚开始，你得意什么？此时，东方明宇已经冲到了苏晨身前，一声怒喝后，再次挥动战剑攻击苏晨。刹那间，数十道威力惊人的剑影如狂风暴雨般朝着苏晨席卷而去。苏晨不敢大意，他眼神专注，手中的战剑快速舞动，与东方明宇展开激烈交锋。一时间，剑影交错，两人的身影在生死台上快速闪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我的妈呀，苏晨居然能招架住，东方明宇的实力这么弱吗？淡定点，东方明宇必然没有使出全力，等他认真起来，苏晨就完了。此时，不少弟子对苏晨的实力感到惊讶，但大部分弟子认为苏晨只是在勉强支撑生死台上。苏晨与东方明宇你来我往，眨眼间便交手了数十个回合。此时，东方明宇心中有些震惊，又有些挫败感。苏晨的境界比他低了6个小境界，他几乎使出了全部实力，却依旧拿不下苏晨。小杂种，我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有些本事，但你今天必须死。东方明宇怒吼一声，决定施展出自己的最强武技，将苏晨一举击杀。只见他手中的战剑光芒暴涨，猛地一挥，一道耀眼巨大的剑气朝着苏晨呼啸而去。苏晨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这一击若是被击中，他即便不死也会重伤。灭天一击！苏晨一声大喝，手中的战剑猛地挥下，刹那间，一道同样蕴含着强大威力的剑气瞬间与东方明宇的剑气碰撞在一起。轰！一声惊天巨响骤然响起，一股惊人气浪以两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不少离生死台近的弟子被这股气浪震退数步。生死台之上，苏晨稳稳地站在原地，只是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依旧坚定。噗！东方明宇却如遭雷击，连后退数步，一口鲜血猛地喷出。他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怎么也没想到苏晨竟然能抵挡住自己的最强一击，而且还占据了上风。卧槽，苏晨竟然击伤了东方明宇，这怎么可能？就算苏晨突破到武士境第2重，那和东方明宇也差了整整6个小境界啊！这一刻，不少弟子的双眼瞬间瞪大，脸上满是难以置信。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的实力怎么可能在我之上？东方明宇彻底破防了，双眼通红，
大声咆哮道。他再次朝苏晨冲了过去，手中战剑狠狠刺向苏晨的咽喉。明宇，别冲动，稳扎稳打，你还有机会。东方明月在一旁急切地高喊道。东方明宇的境界高，灵气上有明显的优势，只要稳住阵脚，最终还有取胜的可能性。听到姐姐的话，东方明宇心中一凛，意识到自己确实冲动了，但他已经冲到了苏晨的身前，再想拉开距离已经太晚了。东方明宇眼中闪过一抹狠厉，前冲的速度瞬间快了几分，他决定拼尽全力完成这一次攻击，说不定会有转机。蠢货！苏晨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他身体一动，瞬间消失在原地，避开了东方明宇的攻击。当苏晨再次出现时，已然来到了东方明宇的身后。明宇，你身后！东方明月焦急地提醒道。听到这话，东方明宇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他毕竟也是历经战斗的人，瞬间往右侧闪避，手中战剑猛地向后横扫，试图挡住苏晨的攻击。游戏结束。苏晨冷笑一声，手中战剑毫不犹豫地往前一挥，只见一道寒芒闪过，瞬间斩下了东方明宇的脑袋。明宇！东方明月的双眼瞬间瞪大，声音中充满了悲痛与愤怒。苏晨，我要你死！他彻底失去了所有理智，身形化作一道红影，不顾一切地朝着生死台上的苏晨杀了过去。东方明月，你好大的胆子！陈罗峰瞬间出现在苏晨身前，抬手便是一掌，直接将东方明月击飞了出去。噗！东方明月瞬间倒飞了出去，在半空中猛地喷出一口鲜血。东方明月，再敢向前一步，杀无赦！陈罗峰语气冰冷，眼神中充满了威严与冷酷。苏晨，我东方明月不杀你，誓不为人！东方明月咬牙切齿地说道，声音中充满了怨毒与决绝。说罢，他径直离开了生死台。只有他活下去，才能为自己报仇，为弟弟报仇。张月，你立刻去挑战苏晨，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同意。张静川脸色阴沉，语气冰冷，眼中闪烁着阴鸷的光芒。苏晨刚与东方明宇大战一场，灵气消耗巨大，正是最虚弱的时候。只要张月能让苏晨同意生死一战，必定能将苏晨斩杀。没问题，川哥，我这就去。张月脸上浮现出一抹残忍的冷笑，说完便迈步朝着生死台走去。多谢陈长老出手。苏晨一脸诚恳，语气中满是感激。刚刚实在是太凶险了，他才斩下东方明宇的脑袋，东方明月便如鬼魅般瞬间闪现到眼前。那一瞬间，苏晨只感觉一股森冷的杀意如潮水般将自己淹没，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若不是陈罗峰长老及时将东方明月击飞出去，他恐怕早没了小命。不必客气，生死战一旦开始，任何人都不得破坏，这是宗规。东方明月竟敢公然违背，我岂能坐视不管？陈罗峰面色冷酷，语气严肃地说道。陈长老，您对宗规的坚守令弟子敬佩不已，有您主持生死台，真是宗门之幸，更是弟子之福。苏晨一脸崇敬，话语中满是真诚的夸赞。说罢，他再次恭恭敬敬地向陈罗峰行了一礼，态度诚恳至极。臭小子，少在这耍嘴皮子，赶紧给本座滚蛋！陈罗峰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心里十分受用，但脸上却佯装出恼怒。是，弟子这就离开。苏晨一脸郁闷，本想拍个马屁讨好一下，没想到却被嫌弃了。随后，他走到东方明宇的尸体旁，将对方的储物袋收了起来，又捡起掉落在一旁的战剑。这柄战剑可比他的好太多了，等级竟是天阶下品。做完这一切，苏晨正准备离开生死台。苏晨，我要与你生死一战！就在这时，张月来到生死台边缘，看向苏晨的眼神中充满了挑衅。你是谁？苏晨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小子，我乃张家张月，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张月冷笑地说道。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张家的傻狗。苏晨不屑地说道，脸上露出一抹冷笑。既然你主动找死，我为何不成人之美？上来一战吧。苏晨，你果然不知死活，等下我要将你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张月眼中闪过一丝狂喜，他没有丝毫犹豫，纵身一跃，直接登上了生死台。苏晨虽然斩杀了东方明宇，但胜得并不轻松，而他的修为比东方明宇还高一个小境界，收拾苏晨不过是轻而易举。傻狗！苏晨冷冷地吐出2个字，然后转头看向陈罗峰，语气恭敬地说道：陈长老，麻烦宣布生死战开始。你不休息一下？这张月的境界可是武士境第9重，实力不容小觑。陈罗峰眉头一皱，眼神中带着关切与担忧，忍不住开口询问道：陈长老，弟子虽然灵气消耗过半，但对付这个傻狗，弟子有绝对信心将其斩杀。苏晨自信满满的说道。好吧，既然你有这个信心，那本座也不多说什么了，
本座宣布，生死战正式开始。陈罗峰微微点了点头，说完，他的身形便消失在了生死台上。小子，去死吧！就在陈罗峰消失的刹那间，张悦的身形猛地一动，手中战刀高高举起，朝着苏晨狠狠劈砍而下。这一击是大力沉，他使出了全力，刀身周围环绕着凌厉的刀钢，想要将苏晨一举击杀。苏晨没有闪避，他要试一试自身真实战斗力达到了什么程度。灭天一击！苏晨一声低喝，手中战剑爆发出耀眼光芒，朝着张悦的战刀迎去。轰！一声惊天巨响骤然响起，只见苏晨的身体如遭雷击，像断了线的风筝般被重重击飞出去，差一点就掉落生死台下。噗！苏晨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起来。苏晨这下完大了，看来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可不是嘛，他也太自不量力了，竟敢接受张悦的挑战，死了也是活该。谁让他这么张狂，这下算是撞到铁板上了。这一刻，不少弟子看到苏晨被张悦击伤，顿时纷纷嘲讽了起来。张敬川见状，脸上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只要苏晨一死，他的秘密就会永远石沉大海，他在众人心中依旧是光明完美的形象。距离生死台不远处有一座古朴的阁楼，这是玄元宗高层观战的地方。宗主，要不要传音给陈罗峰，让他叫停这次生死战？一名面色威严的中年男人沉声问道，眼中满是担忧之色。此人正是玄元宗大长老周云峰，而在周云峰身前站着一名仙风道骨的老者，正是玄元宗宗主柳清北。前2天，周林向柳清北详细讲述了苏晨惊人的天赋，让柳清北对苏晨充满了期待。因此，生死战一开始，他们便赶来观战，想要亲眼见证苏晨是否名副其实不可。方才陈罗峰所言极是，宗规乃宗门之根本，容不得任何人践踏更改。我身为宗主，更应该以身作则。若因苏晨而破坏宗规，日后如何服众？柳清北微微摇头，语气坚定地说道：宗主，苏晨这小家伙的天赋堪称绝世，自建宗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妖孽的天才，半年之后便是大夏无比。若苏晨能参赛，说不定能夺得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名次，如此一来，我玄元宗在大夏皇朝的地位必将大大提升。周云峰微微皱眉，试图劝说柳清北改变主意。我又何尝不知，但这场生死战是苏晨自己同意的，我们不能为了尚未发生之事就动摇宗门根基，只有他能赢得此战，才值得我们真正重视。柳清北神色凝重，语气果断且坚定，丝毫没有动摇的意思。周云峰听闻，顿时陷入了沉默之中。片刻后，他缓缓说道：宗主说的在理，是我考虑不周，只是苏晨这孩子实在太过难得，我生怕宗门错失此等天才。好了，我们安心看下去，说不定这小家伙会带给我们惊喜。柳清北满是期待地说道。苏晨，你就这点能耐，也敢接受我的挑战？张悦满是嘲讽地说道。傻狗，你知不知道，你废话真多。苏晨擦去嘴角的血迹，冷冷地说道。经过方才的交锋，他明白自己不是张悦的对手，因此他决定施展九幽诀，迅速将张悦斩杀，结束这场战斗。小杂种，等我将你击败，一定要先撕烂你的嘴。张悦恶狠狠地说道。说罢，他身形一动，再次朝着苏晨兄猛杀了过去。可惜你没这个机会了。苏晨冷冷一笑，随即瞬间施展出九幽诀。刹那间，一股强大的灵魂力量从他身上爆发出来，凝聚成一把无形的灵魂之刃，如闪电般朝着张悦的脑海刺去。灵魂攻击，不过雕虫小技罢了。张悦感知到苏晨的灵魂攻击，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在他看来，苏晨区区武士境第2重的修为，灵魂攻击能强到哪去？随后，他随意发出一道灵魂攻击，试图抵消苏晨的攻势。然而，苏晨的灵魂攻击强大的超乎想象，瞬间击溃了张悦的灵魂攻击，并且余威不减，狠狠击中张悦的脑海。啊啊！刹那间，张悦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叫声中充满了痛苦与恐惧。只见他脸上满是痛苦，双手紧紧抱住脑袋，身体不受控制的在地上疯狂来回打滚。记住了，下辈子别乱招惹人。苏晨语气冰冷，话音未落，手中战剑寒光一闪，直接洞穿了张悦的心脏。这不可能，我怎么会死？张悦的双眼瞪得滚圆，眼神中满是不甘与难以置信。话还没有说完，生命气息便已消散。看到这一幕，所有弟子都惊得目瞪口呆。原本他们都笃定苏晨必死无疑，这场战斗毫无悬念。可谁能想到，最终的结局居然是苏晨反杀了张悦，真是废物！张敬川忍不住怒骂一声，脸上的得意瞬间化作愤怒与不甘。他咬牙切齿地说道：苏晨，下一次你必死无疑。
张悦虽死，但也让张敬川真正见识到了苏晨各方面的实力。下一次，只要他针对性做出准备，那击杀苏晨将会轻而易举。想到这里，张敬川阴沉着脸，径直离开了生死台，朝着万宝阁走去。生死台不远处的阁楼中，此时柳清北和周云峰一脸兴奋。苏晨的表现让他们大为满意，也证明了苏晨是当之无愧的妖孽天才。在玄元宗即将参加大夏无比的关键时刻，发现苏晨这样的天才，无疑是上天的眷顾。宗主，苏晨这小家伙可真是不一般，3个月前还只是一名籍籍无名的杂役弟子，如今竟一跃成为内门顶级弟子，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周云峰感叹道，他是一个有大气运的人，想必是得到了什么绝世奇遇，才能在短短时间内实力突飞猛进。柳清北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接着他神色变得严肃起来，叮嘱道，你这段时间多留意苏晨，防止有人暗中对他不利。苏晨的表现实在是太耀眼了，短短3个月便从5途境突破到50境，还能跨越7个小境界杀敌，必然会招人嫉妒，生出歹意。宗主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他。周云峰认真地说道，将玄元宗发扬光大，不仅是宗主的愿望，也是他毕生的追求。而如今苏晨正是实现这一愿望的希望所在，他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生死台之下的某处，叶风云正目光炽热地盯着生死台上的苏晨。若说整个内门谁最了解苏晨，除了张慕瑶和张敬川之外，便是他了。原本他只当苏晨是个难得的天才，进入内门后便刻意保持距离，不想再招惹苏晨。但如今看到苏晨进入内门短短1个月左右，境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愚钝也反应了过来，苏晨必定是获得了惊天奇遇。苏晨啊苏晨，你可真是愚蠢到家了，得到奇遇却不知低调发育，反而如此高调张狂，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叶风云低声自语，眼中闪过一丝贪婪。说完，他满怀激动地离开生死台，打算立刻返回家族。他心里清楚，自己绝非苏晨对手，只有借助家族的力量，才有机会抓住苏晨。苏晨熟练地将张驿战利品收起来后，便离开了生死台。他先是来到任务大殿，将上次完成的任务提交了，然后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灵药阁，兑换炼制灵元丹的灵药。将灵药收好之后，苏晨便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这一次生死战，他算是彻底得罪死了东方明月和张敬川。以他现在的实力，与这2人差距还是太大了，因此他打算在宗门里闭关修炼一段时间，等境界遇到了瓶颈，再外出玄阳山脉历练。回到住处，苏晨直接进入了太初空间，开始炼制3阶灵元丹。整整1天后，他终于将兑换的灵元丹灵药全部炼制成了3阶极品灵元丹。紧接着，苏晨吞下1颗3阶极品灵元丹，开始全力提升修为。时光飞逝，眨眼间过去了10天。在这10天里，苏晨在太初空间中全力修炼，终于成功突破到了50境第3重。然而，这一次突破也将他手中积攒的修炼资源消耗得一干二净。奶奶的，又没有修炼资源了！苏晨眉头紧皱，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看着空荡荡的储物袋，他心中一阵苦笑。自己这混沌神体什么都好，就是一点消耗资源实在太恐怖。思索片刻后，苏晨的眼睛突然一亮。自己如今炼制灵元丹，能够保证100%都是极品，为何不去任务大殿发布一个炼丹任务呢？如此一来，就能获取大量贡献点，再用贡献点去兑换修炼资源，修为提升的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想到这里，苏晨心中愈发激动，他迅速离开太初空间，朝着任务大殿快步走去。去海城，叶家。历经10天的长途奔波，叶风云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叶家。他的衣衫上满是灰尘，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抹急切与兴奋。顾不得休息，叶风云便径直朝着父亲的书房走去。他的父亲正是叶家家主叶晨龙。风云，你不在宗门好好修炼，突然回家所为何事？叶晨龙眉头微微一皱，沉声问道。父亲，我们叶家一飞冲天的机会来了。叶风云满脸激动，双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他迫不及待地将苏晨的种种事迹，从惊人的修为突破速度到展现出的逆天实力，详细地讲述了出来。父亲，苏晨此人必定是获得了惊天奇遇，只要我们能得到，叶家必将真正崛起，成为这具海城乃至整个郡城的霸主势力。叶风云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仿佛已经看到了叶家辉煌的未来。叶晨龙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他相信叶风云的判断，也断定这个名叫苏晨的玄元宗弟子必然有奇遇。可是玄元宗实力强大且极其护短，若是叶家贸然对苏晨出手，成功了一切都还好，万一失败，整个叶家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许久之后，叶晨龙依旧没有说话，眉头皱得更紧，心中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叶风云看着父亲犹豫不决的样子，心中焦急万分，
声音急切地劝说道：“父亲，人的一生之中，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可能就只有这一次，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以苏晨的成长速度，用不了2个月，他的实力就会超过您。到那时，我们再想出手，就彻底没机会了。”终于，在经过漫长的挣扎后，叶晨龙狠狠地点了点头，眼神中浮现出一抹冰冷的杀意。“江天，你进来。”叶晨龙冷声说道。“家主，有什么吩咐？”一名身材魁梧、面容冷峻的中年男子推门而入，语气恭敬又带着一丝冷峻。“江天，你即刻前往玄元宗，不惜一切代价抓回苏晨。若是被玄元宗长老发现，你应该明白怎么做吧？”叶晨龙眼神冰冷，沉声问道。“属下明白，请家主放心，若是属下被发现，定会第一时间服毒自杀，绝不给家族带来任何麻烦。”江天神色严肃，脸上没有丝毫惧色，抱拳应道。说罢，他站起身，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开了书房。与此同时，苏晨进入了任务大殿，来到一名接待弟子身前。“这位师兄，我想发布一个炼丹任务，需要怎么做才行？”苏晨面带微笑，礼貌地询问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炼丹任务？”接待弟子闻言，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要知道，在玄元宗数万弟子中，会炼制丹药的弟子可谓是凤毛麟角，毕竟炼丹一道极为复杂，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师弟，除非你是炼丹阁的正式弟子，否则要想发布炼丹任务，就需要炼丹阁的周阁主出示证明才行。接待弟子开口说道。“多谢师兄告知，我现在就去炼丹阁一趟。”苏晨心中有些无奈，没想到发布炼丹任务竟如此麻烦，不过为了获取修炼资源，这点困难他并不放在眼里。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任务大殿。不多时，苏晨来到了炼丹阁，与一名美女师姐说明了来意后，便带着她来到了炼丹阁顶楼的一处房间内。“阁主，这位弟子想在任务大殿发布炼丹任务，需要您出示证明。”美女师姐轻轻推开门，恭敬地说道。炼丹阁阁主正是玄元宗大长老周云峰。此刻，周云峰正坐在书桌前研究着一种丹方。听到声音，他微微抬头，看到苏晨时，眼中满是惊讶之色。“小家伙，你能炼制几阶丹药？什么品级？”周云峰放下手中的丹方，饶有兴趣地开口问道。“回阁主，弟子能炼制3阶灵元丹，品级都是极品。”苏晨一脸平静地回答道，语气中带着自信。“小家伙，你没开玩笑吧？”周云峰顿时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说道。要知道，整个玄元宗内能炼制出3阶极品灵元丹的，无一不是在丹道上经营了数十年，有着深厚经验的资深炼丹师。弟子岂敢欺骗阁主，我说的话句句属实。苏晨一脸认真，眼神坚定地看着周云峰。“这样吧，你当场炼制1炉灵元丹给我看看。”周云峰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份3阶灵元丹的灵药，递向了苏晨，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与怀疑。“是，阁主。”苏晨没有丝毫迟疑，伸手接过灵元丹的灵药，便开始有条不紊地炼制起来。只见他手法娴熟，先将丹炉加热，然后依次放入灵药，待所有灵药化为液体后，开始缓慢融合，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没有丝毫停顿。这小家伙当真是妖孽。周云峰不禁暗叹了一声，眼中满是震惊与欣喜。没过多久，一股浓郁的丹香弥漫开来，整个房间都被这股香气笼罩。“还请阁主检查。”苏晨起身站在一旁，语气恭敬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自信。周云峰轻轻打开炼丹炉，映入眼帘的便是一颗颗圆润饱满、散发着柔和光芒的3阶极品灵元丹，居然全是极品。周云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万万没想到苏晨年纪轻轻竟有如此高超的炼丹技艺，再联想到修炼上的惊人天赋，心中对苏晨的重视顿时更上了一个台阶。“你发布炼丹任务是为了赚取贡献点吧？”周云峰询问道。“阁主英明。”苏晨点了点头。“这样吧，你别去任务大殿发布任务了，就在炼丹阁炼制，灵药我给你提供，而你每炼制1炉3阶极品灵元丹，就给你3000贡献点作为报酬，你看如何？”周云峰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苏晨，毕竟如今苏晨风头太盛，若是能够炼制3阶极品丹药的消息再传出去，不知会有多少人忍不住对苏晨出手。太好了，多谢阁主厚爱。苏晨心中大喜，这可比他想象中的报酬多得多了。他没想到周云峰如此照顾自己，心中对周云峰充满了感激。那就这么说定了。周云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虽然你不是我炼丹阁弟子，但炼丹上遇到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询问我。”多谢阁主。苏晨感谢道：“好了，你出去吧，外面会有弟子帮你安排好一切。此外，你切记，炼丹归炼丹，修炼方面一定不要落下。”周云峰神色认真地叮嘱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关切。“弟子记下了。”苏晨点了点头，他明白周云峰的良苦用心，也知道修炼与炼丹要相辅相成，
不能顾此失彼。说完，苏晨便转身离开了房间。苏师兄，我叫小德子，我现在带你去炼丹室。苏晨刚走出房间，就看见一名炼丹阁弟子快步上前，满脸笑容地说道：那就麻烦你了。苏晨微笑着说道。很快，在小德子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了一间炼丹室。苏师兄，这间炼丹室你看满不满意？若是不喜欢，我再带你看看其他的。小德子开口说道，眼神中带着询问。就这间吧，我挺满意。苏晨环顾四周，只见炼丹室到处都是干净整齐，灵气充裕，不禁满意的点了点头。苏师兄满意就好。这个储物袋中有100份灵元丹的灵药，这是我的传音石，您有什么需要，尽管通过传音石吩咐我。小德子拿出一个储物袋以及自己的传音石递给了苏晨。好，辛苦你了。苏晨接过储物袋和传音石，心中对小德子的细心安排感到满意。苏师兄客气了，那你先忙，有什么事情随时可以找我。小德子连忙摆手，说完他便离开了炼丹室。苏晨将炼丹室的大门紧闭后，便进入太初空间，开始了炼制丹药。在太初空间浓郁灵气的滋养下，他的炼丹效率会更高。接下来的日子里，苏晨每炼制2天丹药，都会休息2天，提升一下自己的修为。闲暇之时，苏晨还会在炼丹阁内四处转转，主动与师兄师姐们交流。他的热情与谦逊，让他很快结识了不少人。苏晨是看中了这些弟子全部都是炼丹师，肯定时常出入玄阳山脉采集各种灵药，遇到提升修为的天才地宝几率更大。果不其然，苏晨第2次休息时，在与一位师姐的闲聊中，竟真有了意外收获。这位师姐手中有一枚玄灵果，她想购买一个顶级的炼丹炉，奈何还差300万贡献点。苏晨一听，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惊喜。这玄灵果正是一种稀有的天才地宝，50世境修炼者服用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苏晨当即和师姐达成了一致，用300万贡献点购买这枚玄灵果，但他手中的贡献点还差1半，于是便让师姐等他3天。随后，苏晨顾不得再休息，连忙返回炼丹室，开始疯狂炼丹。整整不眠不休地炼制3天后，苏晨终于积攒够了300万贡献点，如愿以偿地从师姐手中换回了玄灵果。回到炼丹室后，苏晨先是给小德子发去消息，告知对方自己这几天要闭关突破境界，接着便进入了太初空间。苏晨没有第一时间吞服玄灵果，而是先耐心地打磨自己的修为根基，稳固武士境第3重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玄灵果的药力。转眼间便过去了2天时间。经过这2天的努力，苏晨的各方面的状态达到了最佳，这才取出玄灵果。玄灵果，可别让我失望。苏晨喃喃自语，眼神中满是期待，然后一口将玄灵果吞了下去。玄灵果入体的瞬间，一股磅礴而精纯的灵气在苏晨体内炸开，眨眼间便充斥苏晨全身经脉之中。苏晨连忙运转太初诀，一点点炼化着这股强大的灵气，推动着自身的修为快速提升。武师境第3重巅峰，仅仅1个时辰，苏晨的修为便飙升到武师境第3重巅峰，并触碰到了武师境第4重的境界屏障。苏晨没有丝毫迟疑，当即引导体内的所有灵气，浩浩荡荡地朝着境界屏障撞去。轰轰轰！伴随着一阵阵轰鸣，境界屏障很快破碎。武师境第4重，终于，苏晨成功突破到武师境第4重。他瞬间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游荡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都充满了力量。东方明月，张敬川，老子再也不怕你们了。苏晨缓缓睁开眼睛，脸上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以他如今的实力，足以堪比武宗境第1重，就算还不是东方明月和张敬川的对手，但也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随后，苏晨离开太初空间，给小德子发去信息，让他过来带自己去找周云峰告别。他决定外出玄阳山脉历练，寻求更进一步的突破。不多时，小德子匆匆赶到炼丹室，满脸担忧地说道：苏师兄，阁主前2天已经带着数百位炼丹师离开了宗门，发生了什么事情？苏晨心中一惊，连忙问道。周云峰作为炼丹阁阁主，若没有大事发生，不可能轻易离开宗门，更别说还带着那么多炼丹师一同离去。是咱们玄元宗所在的青川郡有大量邪魔作乱，目前得知已经有7座城池被屠，死伤平民和修炼者数百万人，所以阁主和各位师兄师姐被派往各处治疗伤者。小德子脸色凝重，眼神中满是怒意。此外，宗门发布了一个斩魔大赛，奖励极其丰富，苏师兄，你实力不弱，可以去参加。苏晨闻言，心中瞬间一凛，他立刻想到了那个神秘老头。他有种预感，青川郡邪魔作乱，必然是那老头的手笔。小德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这个给你，希望对你有帮助。苏晨取出一个手抄炼丹心得，将其丢给小德子后，便迅速离开了炼丹阁。来到任务大殿后，苏晨顺利的报名参加了斩魔大赛，然后转身朝着玄元宗外疾驰而去。情况居然这么严重，
苏晨看着手中从任务大殿拿到的最新战报，眉头紧皱。整个青川郡如今遭受魔修侵扰的城池竟多达数十座，这让苏晨震惊不已。要知道，平日里连一个魔修都难得一见，怎么突然之间就冒出这么多？略作思索，苏晨眼神一凛，决定前往大型城池灵月城。在数十座被魔修侵扰的城池中，唯有灵月城是大型城池，可以想象得到，那里的战况必定十分激烈，危险重重。但灵月城关乎着近千万人口的安危，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必须去尽一份力。是，就在苏晨急行的时候，一道凌厉至极的剑气如闪电般划过长空，狠狠朝着他杀了过来。与此同时，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随之响起：“小杂种，去死吧！”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苏晨心头猛地一震，心脏瞬间紧缩，下意识地闪身躲避。是，尽管苏晨反应迅速，那道凌厉剑气的余波还是擦到了他的胳膊，鲜血顿时飞溅而出。苏晨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丝痛苦，急忙转头看向攻击袭来的方向，只见张敬川面色阴沉，眼神冰冷地缓缓走了过来。原来是你这个死变态，外面魔修肆虐，生灵涂炭，你不去帮忙也就罢了，居然躲在这里暗算我。苏晨怒目而视，破口大骂道：“小杂种，在我眼里，你才是真正的邪魔。”张敬川眼神阴鸷，语气冰冷地说道。此时感受到苏晨身上散发的修为气息，他心中有些震惊。仅仅不到1个月时间，苏晨竟然又提升了2个小境界，若是不尽快将苏晨斩杀，估计用不了2个月，自己的修为就会被苏晨远远超过。想到这里，张敬川身上的杀意更浓了，毫不犹豫地再次挥剑朝着苏晨猛刺了过去。面对杀气腾腾的张敬川，苏晨脸色瞬间变得凝重，他迅速抽出战剑，猛地一挥，奋力抵挡对方的攻击。轰！两剑碰撞，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开，强大的冲击力如汹涌的浪潮般向四周扩散开来。苏晨只感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涌来，整个人如遭雷击，踉跄着连退6、7步，虎口被震得发麻，手中的战剑差点脱手而出。妈的，这死变态突破到5宗境第3重了，有点棘手了。苏晨心中暗自叫苦，眼神中闪过一丝凝重。小杂种，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张敬川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冷笑，再次朝着苏晨凶猛地杀了过去。九幽诀。苏晨见状，连忙施展九幽诀。刹那间，一股无形的灵魂攻击如实质化的利刃，朝着张敬川迅猛刺去。灵魂攻击，小杂种，你以为我会没有准备吗？张敬川冷冷一笑，语气中满是不屑。只见他身上瞬间亮起一道闪耀护盾，硬生生抵消了一大半灵魂攻击，而残余的灵魂攻击对他毫无影响，依旧气势汹汹地朝着苏晨杀来。苏晨瞳孔骤缩，心中闪过一丝惊慌，他万万没想到张敬川居然准备的会如此充分。来不及多想，只见张敬川已经冲到身前，手中的战剑带着凛冽的杀意，朝着他狠狠劈砍下来。当！苏晨拼尽全力，成功抵挡了这一击，但他与张敬川之间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还是被硬生生震退数步。与此同时，张敬川眼中闪过一抹狠厉，趁着苏晨身形不稳，猛地一掌狠狠拍在苏晨身上。噗！苏晨只感觉胸口被重锤击中，一口鲜血猛地喷出，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向后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死变态，你特么给老子等着！苏晨深知不是张敬川的对手，刚一落地便瞬间施展血遁。只见他身上血光一闪，整个人化作一道血影，迅速逃离。小杂种，你跑不了了！张敬川眼中杀意翻滚，毫不犹豫地施展遁法追了上去。他所掌握的遁法是以消耗寿命来换取速度飙升，可此刻他哪还顾得上这些？只要能成功击杀苏晨，一切都是值得的草泥马。你这个死变态，给老子等着！眼看着张敬川距离自己越来越近，苏晨心一横，将血遁运转到极致。刹那间，他体内的血气瞬间消失一半，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但他的速度陡然飙升10倍，如同一道流星般远远甩开了张敬川。该死，这小杂种居然掌握如此高明的遁术！张敬川气得咬牙切齿，眼神冰冷到了极点。但这一次，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苏晨。他猜测苏晨应该是前往灵月城，于是便朝着灵月城的方向疾驰而去。此时的苏晨强忍着身体剧痛，在四处探寻后，终于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将太初珠藏好后，闪身进入太初空间，开始疗伤。6个时辰后，苏晨的伤势终于彻底恢复。他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之色，冷冷地说道：“张敬川，下次老子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随后，他迅速离开太初空间，特意绕了远路，确认没有被跟踪后，才朝着灵月城疾驰而去。全力疾驰3天后，
苏晨神色突然一动，敏锐地捕捉到左前方不远处传来一阵震撼杀声与哭喊声。苏晨没有丝毫迟疑，迅速调整身形，如离弦之箭般朝着左前方冲了过去。他目前所在的位置距离灵月城大概还有1天的路程，以他的猜测，那里的战斗大概率与魔修有关。片刻后，苏晨便看到前方出现了一大片连绵不绝的营帐。放眼望去，营帐内到处都是身穿金黄铠甲的大夏军士以及玄元宗弟子，正与邪魔展开激烈拼杀。此时喊杀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而距离苏晨最近的是一处包围圈，上千名邪魔正疯狂地围攻着上百名大夏军士和20几名玄元宗弟子。他们每个人的脸色都极其苍白，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显然即将支撑不住。苏晨二话不说，抽出战剑，毫不犹豫地朝着包围圈杀了过去。随着距离的接近，苏晨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邪魔都是平民打扮，修为都在50境以下，而且眼神空洞，行动如丧尸一般。他瞬间意识到，这些根本不是邪修或者魔修，而是魔奴。这是诸天万界顶级种族之一魔族的阵法，作用是激发普通平民的所有潜力，能够让他们瞬间拥有修为，但代价却是永远丧失意识，并且修为无法再提升。想到这里，苏晨的脸色不禁凝重了几分。显然这次青川郡邪魔作乱，背后组织之人的背景绝不简单。噗噗噗！此时苏晨已经冲到了包围圈之前，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魔奴，他没有丝毫客气，手中战剑快速挥动，瞬间就斩杀了数名魔奴。这些魔奴的修为几乎都在武者境上下，在苏晨凌厉的攻击下根本无法抵挡，仅仅片刻功夫，他就斩杀了数十名魔奴，顺利进入了包围圈。苏师兄，是苏师兄来了，这下我们有救了。看到苏晨的瞬间，不少玄元宗弟子激动地高喊出声，眼神中充满了希望与惊喜。都别分神，保持阵型，我带你们杀出去！苏晨高声喊道，随即便在前面开路。噗噗噗！灭天剑诀被苏晨接连施展而出，刹那间便直接斩杀了近100名魔奴，前方瞬间空出了大片空地。在他的身后的玄元宗弟子和大夏军士纷纷精神大振，不敢迟疑，立刻跟了上去。很快，众人便快要冲出包围圈。然而这一举动瞬间引起了一名在包围圈之外观战的魔修注意。此人正是指挥这场包围圈的老大，修为达到了50境第9重。此前他不出手，是想活捉包围圈里的所有人，否则这些人早就性命不保。小子，区区50境第4重，也敢在我面前嚣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这名魔修老大眼神森冷，语气中充满了不屑。话音未落，他便手持战刀朝着苏晨杀了过去。苏晨丝毫不惧，毕竟以他如今的修为，斩杀眼前这名50境第9重的魔修并非难事。只见他瞬间施展出九幽诀，一道无形的灵魂之刃如闪电般击中了那魔修老大的脑海。啊啊！魔修老大瞬间如遭雷击，眼神瞬间空洞了一下，紧接着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是！苏晨的身形如鬼魅般瞬间出现在魔修老大的身前，手中的战剑猛地一挥，瞬间贯穿了对方的心脏。就在魔修老大死掉的瞬间，苏晨感觉到体内的太初珠微微颤动了一下。只见一股无形的能量从那魔修老大的尸体涌出，然后被太初珠吸收，其散发的气息强大了一丝丝。苏晨精神一振，他万万没想到击杀魔修居然能让太初珠变强。快跑啊，老大死了！这时其他魔修脸色变得惊恐万分，纷纷四散而逃。毕竟苏晨实力太强了，连老大都不是对手，他们还留在这里不过是白白送死。我的妈啊，苏师兄的实力居然又强大了不少！几名玄元宗内门弟子满脸不可思议，他们实在没想到苏晨击杀50境第9重的魔修竟然如此轻松，仅仅一击便解决了对手。好了，别废话了，你们将这里的魔奴都清理干净，我去追杀那些魔修。此时苏晨看向其他魔修的眼神中满是炽热，他连忙吩咐一声后便朝着逃窜的魔修追了过去。苏晨的速度极快，很快追上了逃窜的魔修，然后将他们全部斩杀。苏公子，多谢你出手相救，若不是你及时赶到，我们都得死在这里。见到苏晨回来，这一支大夏军士的大队长眼中满是感激，连忙恭敬地抱拳感谢道：多谢苏师兄出手相救。10几名玄元宗弟子也齐声感谢道，眼神中充满了敬佩。大家不用客气，给我说说这里是什么情况。苏晨摆了摆手，神色严肃地问道：苏公子，我们奉命护送10万平民返回灵月城，昨晚在此地扎营休息时，突然遭到这群魔修的猛烈进攻。这群魔修数量众多，并且悍不畏死，我们难以抗衡，于是萧统领就命令我以及贵宗的一些弟子寻找援兵，却没想到我们刚出来就被这群魔修给包围了。大队长眉头紧皱，脸上满是自责。
站在一旁的玄元宗弟子们也不禁脸色微红。好了，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苏晨神色凝重，安慰道：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你们尽快去寻找援兵，我先杀进营帐看看情况。苏晨心里清楚，能护送10万平民的力量绝对不弱，但依旧被魔修打得四处求援，可想而知来袭的魔修力量有多么强大。而且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只是最外围，营帐之中必然还有不少魔修。但苏晨没有丝毫畏惧，说完他便转身毅然杀进了营帐。刚进入营帐，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只见地面上满是平民与大夏军士的尸体，这些尸体都变成了干尸，身上没有一点血气。苏晨眉头紧锁，眼中闪过一丝怒火，对魔修的行径愤怒不已。噗噗噗！一路上，苏晨但凡遇到魔奴与魔修，他没有丝毫留手，全部将其斩杀。同时，苏晨解救出来的大夏军士和玄元宗弟子被他的气势所感染，纷纷紧跟他往营帐深处杀去。半个时辰后，苏晨的身后已经跟随了数百名大夏军士以及数十名玄元宗弟子。在苏晨的带领下，他们战意高涨，势如破竹地朝着营帐深处疯狂推进。与此同时，在营帐的中心位置，这里有着一个更大的包围圈，足足包围了数千名大夏军士以及数百名玄元宗弟子。此时每一个人的情况都很差，灵气以及体力即将耗尽，几乎每1秒钟都有数十人死去，若无意外，用不了多长时间便会全军覆没。就在苏晨带领众人疯狂推进的同时，6名侥幸逃脱的魔修慌不择路地来到了魔修首领身旁。魔修首领名为颜幽，是一名面色冷峻的中年男子，修为达到了5宗境第2种。此刻他正站在包围圈外，周身灵气翻涌不息，眼神死死盯着包围圈中的大夏皇朝统领萧明以及玄元宗核心弟子徐未阳。他在等一个最佳时机，给予2人致命一击，一举奠定胜局。首领，大事不妙了！这时那6名魔修连滚带爬地来到颜幽身边，满脸惊慌地说道：有一个武士境地4重的小子带着数百人一路势如破竹朝着这里杀了过来，那小子战斗力强悍的离谱，有好几位武士境地9重的兄弟都死在了他手上。什么玩意？一个武士境地4重的小子，你们都拦不住，你们还有脸回来？颜幽眼中凶光毕露，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冷冷说道：狼图，带这几个废物去净化一下，然后带着他们去把那个不知死活的小子给我解决了。是，首领。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应了一声，此人正是狼图，其修为达到了5宗境第1种。只见他轻易便将那6名魔修制服，压着他们朝着一处散发着幽绿光芒的阵法走去。此时阵法周围一片混乱，一群魔修正如同驱赶牲畜般将源源不断的平民推进阵法之中。那些平民脸上满是恐惧与绝望的表情，惨叫声与求饶声此起彼伏，可四周魔修们却充耳不闻，脸上反而带着变态的快感。一踏入阵法，这些平民眼神瞬间变得呆滞，面容僵硬如同木偶，成为了一具毫无意识的魔奴。狼图来到阵法旁，没有丝毫犹豫与怜悯，直接将那6名魔修丢了进去。刹那间，阵法光芒大盛，强烈的幽绿光芒冲天而起，光芒中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在魔修们体内涌动，不断冲击着他们的经脉。只见他们的身体开始扭曲，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但修为却开始急速飙升。仅仅片刻，就有1名魔修突破到5宗境第1种，而其他5名魔修也都达到了50境第9重巅峰。随后，狼图大手一挥，带着上千名魔奴以及这6名进化后的高手，浩浩荡荡地朝着苏晨杀去。与此同时，苏晨带领着众人再次击溃一支由数百名魔奴组成的拦截防线。一番激战后，众人虽然士气高昂，但脸上都带着疲惫之色。苏公子，再往前1炷香的路程，便是萧统领等人被包围的地方。您看我们是要继续进攻吗？一名大夏皇朝的大队长恭敬地说道，眼神中充满了信任与期待。这一路走来，苏晨在战斗中所展现出的强大实力，还有冷静的指挥能力，都让他打心底里佩服，早已心甘情愿地听从苏晨的命令。不，让兄弟们休息1炷香，调整好状态，然后我们一鼓作气打开包围圈。苏晨神色冷静，理智地说道。他身怀混沌神体，拥有超乎常人的恢复能力，因此现在并不是很累，还能继续战斗。但他带领的这些人灵气与体力消耗太大，此时再发起进攻也发挥不出多少战斗力。是，一切听苏公子安排。大队长应了一声，随后迅速组织所有人原地打坐调息，恢复自身的力量。1炷香的时间很快过去，众人再次起身，继续朝着中心位置的包围圈赶去。然而就在这时，狼图带着上千魔奴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挡住了苏晨等人的去路。你就是那个武士境第4重，却能斩杀武士境第9重的小子，有点意思。不过，你遇到我，算是倒了8辈子霉了。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几分实力。
能在我手上走几招？狼图上下打量着苏晨，脸上露出一丝轻蔑，又带着几分好奇。区区武宗境第一重，也敢在老子面前大言不惭？苏晨冷哼一声，语气中满是不屑。以他如今的实力，就算不动用九幽诀，也足以斩杀一般的武宗境第一重，所以根本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小子，死到临头还敢嚣张！狼图顿时勃然大怒，他双手紧握手中的狼牙棒，高高举起，猛地朝着苏晨狠狠砸下。当！苏晨神色镇定，挥动手中的战剑，轻易便将对方的攻击抵挡了下来。什么？狼图心头一震，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低自己6个小境界的小子，力量竟然如此强大，轻松地抵挡住他全力一击。就你这点实力，也想杀我？苏晨脸上露出一抹嘲讽的冷笑，语气中满是不屑。说完，只见他手中战剑光芒大盛，猛地一挥，一道凌厉无比的剑气瞬间朝着狼图杀了过去。狼图脸色一变，连忙抬起狼牙棒抵挡。轰！刹那间，一声巨响传开，一股强大的力量震得他手臂发麻，手中的狼牙棒差点脱手而出。苏晨抓住这个关键时机，毫不犹豫地施展出九幽诀，一道无形的灵魂利刃瞬间刺中了狼图的脑海。啊啊！狼图顿感灵魂像是被撕裂一般，一阵钻心的剧痛袭来，让他忍不住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苏晨没有丝毫停顿，催动身法，如鬼魅般瞬间来到狼图身前，手中战剑猛地一挥，一道寒光闪过，直接将狼图的脑袋斩了下来。鲜血如喷泉般涌出，狼图的无头尸体重重地倒在了地上。紧接着，一股无形能量从狼图身上涌出，瞬间被太初珠吸收。好强！苏晨身后的众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苏晨居然能如此干净利落地击杀武宗境第一重的狼图。这一刻，众人看向苏晨的眼神中，除了钦佩，更多了几分敬畏。收起狼图的头颅与储物袋后，苏晨身形一转，杀向了那具武宗境第一重的魔奴。那魔奴还没反应过来，苏晨已经如鬼魅般来到身前。只见苏晨手中战剑飞快舞动，几道剑光闪过，便成功将其斩杀。大家不要与这些魔奴纠缠，立刻脱离战斗，朝着中心包围圈杀去。苏晨高声喊道。这些魔奴不仅行动缓慢，而且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将体力与灵气浪费在魔奴身上，实在太不值得。是！大夏军士与玄元宗弟子齐声应道。随后，众人纷纷施展身法，甩开身前的魔奴，如离弦之箭般快速朝着中心包围圈疾驰而去。一炷香之后，苏晨带领众人来到了营帐中心位置，只是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心头一紧。前方不远处就是一个巨大包围圈，足足有数万魔奴将数千名大夏军士以及数百名玄元宗弟子层层包围。魔奴们源源不断地发起冲击，包围圈中的众人岌岌可危，情况极其严峻。苏公子，要不要立刻发动攻击？大夏军士大队长满脸焦急地询问道，眼神中充满了对同伴安危的担忧。不能贸然对包围圈发动攻击，这些魔奴一直源源不断涌来，我们杀进包围圈容易，再想出来就难了。苏晨神色凝重，他的目光紧紧盯着魔奴涌来的方向，手指向那里。我们进攻这个位置，我猜的没错的话，那里就是魔族阵法所在，只要将阵法破除，就不会再有魔奴产生。大队长微微一愣，心中有些迟疑，毕竟阵法对于魔修来说至关重要，必然驻守着很强的力量，单靠他们这些人能完成任务吗？但看着苏晨坚定的眼神，大队长咬了咬牙，还是决定相信他，随即便开始发号施令。兄弟们，听苏公子的，朝着魔奴源头杀去。与此同时，颜幽也看到了苏晨等人，他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对方能出现在这里，显然狼图已经死了。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禁一阵恼怒，狼图这个废物，居然连个武师境地4重的小子都解决不了。看到苏晨带领众人朝着阵法的方向赶去，颜幽当即决定亲自出手，毕竟阵法绝对不能有失，况且再派其他人去拦截，也不过是白白送死。颜幽的离开带走了大量魔奴与魔修，这让包围圈中的萧明和徐未阳压力骤减，二人纷纷松了一口气。萧统领，是不是援军来了？徐未阳脸色苍白，但眼中满是惊喜地问道。萧明闻言心中有些发懵，他根本就没想过会有援军来，派人突围出去也只是给所有人一个信心与希望，不然大家早就坚持不住了。而且他心中很明白，那些突围出去的人能活命的概率几乎为0，更别说找到援军了。但作为一个优秀的统领，他瞬间意识到此刻正是激发士气的好时候。兄弟们，应该有援军杀来了，都坚持住，希望就在眼前。萧明振臂高喊道，声音雄浑有力。听到这话，无论是大夏军士还是玄元宗弟子的眼中都流露出一丝希望，体内凭空多了几分力量。原本岌岌可危的战线瞬间稳固了几分。大家看见前方那个幽绿的阵法没有？那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将
将其尽快破掉。苏晨高声喊道。话音未落，众人便与迎面而来的上千魔奴狠狠碰撞在了一起。一时间喊杀声四起，魔奴的嘶吼声与众人的怒喝声交织在一起。苏晨身先士卒，手中战剑挥舞得密不透风，每一剑都能轻易斩杀数名魔奴，短短片刻便有数十名魔奴倒下。就在这时，一道寒芒如闪电般朝着苏晨袭来，那是一杆战枪，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苏晨瞳孔骤缩，心中暗叫不好，连忙抬起战剑抵挡。砰！一股惊人力量从战剑传来，震得苏晨手臂一阵发麻，几乎握不住剑。但好在战枪也成功偏移了几分，擦着苏晨的耳朵呼啸而过，强大的音爆声让他一阵耳鸣，脑袋也嗡嗡作响。苏晨连忙看向战枪袭来的方向，只见一名面色冷峻的中年男子带着大批魔修与魔奴出现，将他们团团包围。咦，这小子确实有几分实力，这都没死。颜幽眼神瞬间凝重了几分，自己比对方高了7个小境界，又占据着偷袭优势，居然都没能一举击杀，这让他意识到眼前少年绝非寻常修炼者。你们给我保护好阵法，若是阵法有失，我就送你们通通去净化。颜幽冷冷地说道。说完，他便挥舞着战刀朝着苏晨杀了过去。你们的目标不变，依旧是破坏阵法，我来阻拦对方。苏晨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他没想到来人居然是武宗境第2中的强者，以他如今的实力和对方还是有差距，不过若是利用好九幽诀，也不是没有机会将其斩杀。苏公子，这太危险了，还是你去破坏阵法，我们去阻拦对方。大夏军事大队长眼神十分坚定，果断拒绝道。苏晨还很年轻，未来的成就不可想象，若是死在这里，未免太可惜了一些。不必再争，我若是不敌对方，自会离开。你们立刻去破坏阵法。苏晨明白大队长的意思，但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去送死。说完，他便毫不犹豫地迎向颜幽。小子，你很有勇气，居然敢与我一战。看到苏晨朝他杀来，颜幽心中顿时一怒，觉得自己被苏晨小瞧了。霸刀斩！颜幽双手紧握战刀，刀身闪烁着幽冷的光芒，朝着苏晨狠狠劈砍而下。灭天一击！苏晨眼中满是凝重之色，他立刻施展灭天剑诀，试图抵挡这凌厉的一击。此时，颜幽看到苏晨居然没有躲开，而是要应接他的攻击，心中顿时一喜。毕竟这一击几乎是他的全力，就算是武宗境第3重也不敢忽视。当！只见苏晨身体巨震，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退了数步。好强！苏晨心中大震，自己的修为还是不足以抗衡武宗境第2重的强者。这一击让他深刻感受到了双方实力的差距。然而，对面的颜幽心中也是一惊，自己全力一击，却仅仅只是震退苏晨6、7步，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小子，再来！颜幽双眼圆睁，暴喝一声，当即施展出自己的最强武技狂刀风暴。刹那间，他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的旋风，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旋转起来，刀光闪烁，如同骤雨狂风，朝着苏晨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去。每一刀都裹挟着武宗境第2重的雄浑灵气，且威力如波浪般层层递进，一浪强过一浪。苏晨面色凝重，拼尽全力抵挡。此刻的他犹如置身于真正的风暴中心，扑面而来的压力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每一次刀与剑的碰撞都让他手臂酸痛麻木，体内气血翻涌。等颜幽的攻击结束后，苏晨已经被硬生生轰退了数百米。噗！苏晨脸色苍白如纸，再也忍不住，一口鲜血猛地喷出。此刻他体力与灵气消耗巨大，五脏六腑仿佛都震得错了位，难受的他眼前阵阵发黑，几乎要昏厥过去。颜幽同样不好受，气息紊乱，一直在剧烈喘息，但他眼中的杀意愈发浓烈，再次朝着苏晨杀了过去。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倾尽全力施展出最强武技，居然都没能将眼前这个小子击杀。苏晨强忍着体内的剧痛，眼神中透着决然，毫不示弱的再次迎击。现在阵法还没有被破坏，他绝不能让颜幽过去，不然刚刚所做的一切付出都白费了。而且他还有底牌九幽诀，他一直没有施展，就是在等能一击必杀对方的绝佳机会。当当当，两人的兵器疯狂碰撞，爆发出一连串耀眼的火花。颜幽的攻击连绵不绝，苏晨虽然拼尽全力抵挡，但实力终究与对方有着不小差距。没过几个回合，苏晨再次遭受重击，身体倒飞出去，重重的摔倒在地。小子，你天赋不错，但怪就怪在你太不知死活了。颜幽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这种即将扼杀天才的感觉让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随即他的身形瞬间出现在苏晨身前，手中战刀高高举起，想要将苏晨斩成两半，彻底终结这场战斗。九幽诀！就在这时，苏晨果断施展九幽诀，刹那间
一道无形却蕴含着恐怖力量的灵魂之力，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命中颜幽的脑海。啊啊！颜幽发出一声声痛苦的惨叫，他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修为远低于自己的小子，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灵魂力量。老狗，老子忍你很久了，去死吧！苏晨眼中闪过一抹疯狂，手中的战剑狠狠朝着颜幽的咽喉斩去。颜幽从灵魂剧痛中惊醒过来，看到苏晨的攻击袭来，他眼中闪过一丝惊慌，下意识的连忙往后闪躲。吃！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颜幽虽然避开了咽喉要害，但右臂却被苏晨的战剑精准斩下。啊啊！颜幽痛苦不堪地咆哮着，声音中充满了不甘与愤怒。没死，再吃老子一击！苏晨冷冷一笑，再次施展九幽诀。这一次，颜幽陷入了呆滞状态，身体瞬间僵硬地站在原地。苏晨手中的战剑横扫而出，一道寒光闪过，瞬间将颜幽的脑袋斩下。紧接着，一股磅礴的能量瞬间从颜幽身上涌出，被太初珠吸收。解决了颜幽之后，苏晨再也支撑不住，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连番大战实在让他消耗太大了。稍作恢复后，苏晨强撑着站起身，来到颜幽的脑袋旁。他将手掌放在了颜幽的脑袋上面，然后施展九幽诀之中的搜魂术。只见他手心符现出一层淡灰色的光芒，光芒如灵动的丝线，缓缓涌入颜幽的脑海之中。片刻后，颜幽脑海中的记忆已被苏晨全部掌握。到底是不是那个万年老魔？苏晨眼中闪过一丝遗憾，喃喃自语道：他搜魂是想看看这次魔修作乱的组织者是不是之前遇到的神秘老头。从颜幽的记忆中只知道确实有一位神秘老大存在，但可惜不知道名字，也不清楚长相。将颜幽的脑袋收进储物袋后，苏晨身形一动，朝着阵法的位置疾驰而去。片刻后，他出现在众人的最前方，带领众人开始疯狂推进。他一路直线冲杀，沿途魔奴如蝼蚁般，根本无法抵挡他一击之力。兄弟们，苏公子回来了，大家加把劲！大夏军事大队长一脸激动地喊道。这一声喊瞬间让众人的士气高涨起来。大概半个时辰左右，苏晨带领众人来到了阵法旁边。此时镇守在阵法四周的魔修早就跑得一干二净，只有上千魔奴机械地朝着众人扑来。经过一番激战，众人齐心协力将魔奴全部斩杀了。苏公子，我们该怎么破阵？大队长询问道。大家一起出手，直接攻击阵法。苏晨当机立断命令道。是。众人齐声应道，随即纷纷施展武技，一时间各种光芒闪烁，一道道攻击如雨点般击中阵法。轰！很快，阵法在众人的合力一击下瞬间爆炸开来。苏公子，我们现在怎么做？大队长语气恭敬地说道，眼神中充满了钦佩。让受伤的兄弟留下，护送平民去安全的地方，剩下的兄弟跟着我去进攻包围圈。苏晨见四周还有一些惊魂未定的平民，稍作思索后说道。是。大队长立刻领命去安排。片刻后，还有战斗能力的军士和玄元宗弟子便跟随苏晨朝着包围圈冲了过去。然而苏晨等人抵达包围圈时，才发现包围圈已经破开了。原来苏晨斩杀颜幽的时候，包围圈附近的魔修就吓得屁滚尿流，跑得一干二净。萧明、徐伟阳等强者无人阻拦，自然轻易便撕开了包围圈。不过这里还残余着上万魔奴，苏晨等人没有迟疑，纷纷开始击杀魔奴。一个时辰后，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上万魔奴终于被斩杀殆尽。战斗结束后，萧明和徐伟阳得知是苏晨斩杀颜幽，并且破坏阵法，解救了大家。二人对视一眼，眼中皆是感激与敬佩，随即便第一时间朝着苏晨所在的方向赶来。苏公子，多谢你出手相助，否则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萧明快步走到苏晨面前，双手抱拳，语气诚恳且充满感激地说道。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敬意。苏晨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让他由衷的佩服。是啊，苏师弟，这次多亏了你。徐伟阳也在一旁附和，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他早就听说过苏晨，毕竟这段时间苏晨在玄元宗风头很盛，号称天赋最强的弟子。起初他还觉得那些传闻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可如今亲眼目睹苏晨展露的实力，才觉得那些传闻简直太过保守了。两位不必如此客气，魔修向来作恶多端，我既然撞见了，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再说我也接了宗门任务，这都是我分内之事。苏晨微笑着说道，笑容中透着谦逊与温和。苏晨这般谦逊且真诚的态度，让萧明与徐伟阳对他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心中对他更加佩服。紧接着，苏晨向两人询问起灵月城目前的战况。两人告知苏晨，在他们离开灵月城之前，魔修并未发起全面进攻，而灵月城的唐城主与大长老周云峰也没有下令主动出击，
双方仅仅是在灵月城附近展开一些小规模的冲突。此外，青川郡这次魔修作乱的事情，听闻夏皇极为重视，直接派遣了一个军团前来支援。多谢萧统领、徐师兄告知，我还要尽快赶到灵月城，就先行一步了。另外，我刚看到营帐内还有不少魔奴正在攻击平民，两位还请尽快安排人手，将那些魔奴全部斩杀。苏晨道，萧明是大夏皇朝的统领，徐渭阳是玄元宗这次任务的负责人，所以在他们面前，苏晨就没有再直接发号施令。苏公子放心，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萧明连忙说道，眼神中满是诚恳。若是苏公子以后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我萧明定当全力以赴。苏师弟，路上一切小心，等我们到了灵月城，到时候再与你好好聚一下。徐渭阳笑着说道，语气中带着关切。没问题，我们灵月城再见。苏晨笑着点了点头，而后转身离开了营帐，朝着灵月城的方向疾驰而去。一炷香之后，苏晨停下脚步，确认四周安全无误，这才将太初珠藏在了一处隐蔽的地方。随后他身影一闪，进入了太初空间。与颜幽那一场恶战着实让他受伤不轻，急需尽快恢复。时间缓缓流逝，转眼过去了3个时辰。此时苏晨身上的伤势全部恢复，原本苍白的脸色也重新泛起了红润。紧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开始清点在营帐获得的战利品。只见面前摆放着数十个储物袋，皆是从50境以上的魔修身上得来。果然是杀人放火金腰带，有了这些资源，足够我再突破一个小境界。苏晨喃喃自语道，脸上不禁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经过一番清点，这次收获远超他的想象，虽说没有能直接提升修为的天材地宝，但光是灵石就有3、4千块，还有大量珍贵的灵药。更惊喜的是，在颜幽的储物袋中还发现了不少布阵材料。随后苏晨没有丝毫迟疑，决定立刻开始闭关突破。灵月城那边还没有全面爆发战斗，若是自己的修为能够提高，到时候在战场上便能多出一份力，多一份胜算。心意已决，苏晨当即运转太初诀，开始吞噬灵石中的灵气修炼。与此同时，太初空间内的浓郁灵气受到太初诀吸引，源源不断涌入他的体内。在这2股浓郁灵气的作用下，苏晨的修为开始了快速提升。与此同时，营帐内，萧明正毕恭毕敬地站在一名女子面前。这女子身穿金纹铠甲，铠甲上的金色纹路细腻而精美，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点点金光，完美地勾勒出她曼妙而矫健的娇躯，尽显飒爽英姿。她一头乌黑的长发高高竖起，几缕碎发垂落在白皙的脸颊旁，随着微风轻轻飘动，更添几分灵动的英气。精致的面容上，双眸犹如夜空中闪烁的寒星，明亮而锐利，透着一股坚毅与果敢，却又不失女性的柔美，可谓英姿飒爽，漂亮至极。此女正是大夏皇朝军团长楚月禅，修为达到了武王境地8重巅峰，在整个大夏皇朝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楚月禅原本正率领军队前往灵月城，不久前被萧明派出去求援的士兵遇上了，听闻有10万平民正遭受魔修屠杀，而且事发位置也在前往灵月城的方向。心系平民安危的他当机立断，便带着大军火速赶来了。此地不是说战况紧急吗？为什么没有魔修的影子？楚月禅微微皱眉，目光看向萧明，开口问道。回军团长，这多亏了玄元宗内门弟子苏晨的帮助，他以50境第4重的修为斩杀了武宗境第2重的魔修首领，我们这才得以活下了，并且取得胜利。萧明连忙拱手，语气恭敬地说道。他这般详细讲述，是有意让楚月禅对苏晨产生深刻印象。毕竟苏晨对他有救命之恩，他时时刻刻都想着怎么报答这份恩情。你可知骗我的下场？楚月禅冷冷地说道，眼中闪过一丝怀疑。他第一反应就是萧明说的是假话，拥有如此恐怖越级挑战能力的妖孽天才，就连皇城都没有，青川郡这么小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军团长，我怎么敢拿这种事情欺骗您？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若我说的话有半分虚假，就五雷轰顶而亡。萧明连忙开口说道。说完，他毫不犹豫地立下了天道誓言。楚月禅见状，顿时不再怀疑他，心中不禁好奇起来，喃喃自语道：玄元宗倒是出了一个好苗子，看来这次大夏无比，玄元宗要一鸣惊人了。时间飞快地流逝，转眼便过去了5天时间。这5天里，苏晨全身心沉浸在修炼之中，在灵石与太初空间内浓郁灵气的双重作用下，他的修为一路飙升，如今已经达到了50境第4重极限。感受到丹田中浓郁充沛的灵气，苏晨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将体内全部灵气调动起来，化作汹涌澎湃的浪潮，连绵不绝地朝着50境第6重的境界屏障发起猛烈冲击。轰轰轰！50境第5重，苏晨成功冲破了境界屏障，突破到了50境第5重。突破之后，苏晨迅速离开了太初空间，朝着灵月城的方向全力疾驰而去。
经过半天的全力奔袭，苏晨如今所处的位置已经离灵月城非常近了。该死的魔修，真是死不足惜。苏晨眼神森冷，忍不住骂了一句。只见前方呈现出一片惨烈的景象，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各种尸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浓浓血腥味，仿佛在诉说着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残酷的杀戮。就在这时，苏晨神色一动，熟悉的喊杀声从前方不远处清晰的传来。他心中猛地一凛，没有丝毫犹豫，瞬间抽出战剑，朝着声音的来源迅猛冲了过去。前行了一段距离后，苏晨便看到数十名魔奴正张牙舞爪的肆虐，其中还有数名魔修在一旁指挥。苏晨眼神一寒，没有丝毫迟疑，迅速杀了过去。不过他没有理会魔奴，而是专挑魔修下手。毕竟魔修身上有储物袋，太初珠还能吸收神秘能量，从而变得强大。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搞清楚那神秘能量究竟是什么，但只要能让太初珠变强，对他而言就已经足够了。噗噗噗，苏晨的剑法凌厉而精准，每一剑都带着强大的灵气，6、7名魔修瞬间就被苏晨斩杀殆尽。苏晨将战利品迅速收好后，苏晨正准备继续朝前方杀去时，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从远处尖锐的传来。只见一名长相清纯可爱、梨形身材的小萝莉正从远处疾驰而来，眨眼间便落在了苏晨身前。这名小萝莉正是东方明月。原来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贱女人！苏晨眼神闪过一丝惊讶之色，没想到会这妖巧遇到东方明月。苏晨，老天有眼，居然让我在这里碰到了你！东方明月声音冰冷至极，透着彻骨的寒意。话音未落，他手中的战剑瞬间出鞘，一道凛冽的杀意从他身上骤然弥漫开来。紧接着，他的身形化作一道粉色的光芒，径直朝着苏晨迅猛冲了过去。臭婊子，今天老子就替天行道，收了你！苏晨眼中闪过一抹寒意，随即身形猛地一动，毫不畏惧地朝着东方明月迎冲了过去。以他武士境第5重的修为，就算不动用灵魂力量，也足以斩杀普通的武宗境第2重。临近东方明月的刹那间，苏晨双手紧紧握住战剑，带着万钧之势，狠狠朝着东方明月劈砍而下。轰！两柄蕴含了强大力量的战剑轰然碰撞在了一起，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只见苏晨的身躯稳稳地立在原地，纹丝未动，但东方明月却如遭雷击，整个人足足被震退了数十丈远。噗！东方明月顿感体内气血翻江倒海，再也忍不住，一口鲜血猛地喷出。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持剑的右手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着，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这不可能，你的实力为什么会这么强？苏晨没有理会东方明月的惊呼，他的眼神依旧满是寒意，趁势再次朝着东方明月杀了过去。在冲出的一刹那，他手中的战剑猛地一挥，一道耀眼而凌厉的剑气径直朝着东方明月横扫而去。面对苏晨这凌厉无比的剑气，东方明月神色瞬间凝重起来。此刻他再也不敢小觑苏晨，只见他身形骤然一闪，如同一道幻影，慌忙避开了袭来的剑气。苏晨眼神一眯，敏锐地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战机。他右拳紧握，灵气在拳头上疯狂凝聚，瞬间轰在了东方明月的胸口上。砰！一声沉闷的声响骤然传开，只见东方明月的娇躯如断了线的风筝，瞬间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噗！东方明月再次喷出一口鲜血，他躺在地上，久久未能起身，其周身散发的气息已然降到了冰点，整个人显得无比虚弱。这一刻，他水汪汪的大眼睛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深深的恐惧。他万万没想到，仅仅才过去1个月左右的时间，苏晨的修为居然会有如此恐怖的提升，自己在对方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臭婊子，去死吧！苏晨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毫不犹豫地挥动手中的战剑，一抹璀璨的剑气瞬间激射而出，径直朝着东方明月的脑袋杀了过去。他与东方明月之间的恩怨实在太深了，对方无时无刻都在惦记着取自己的性命。这种被人时刻惦记着的感觉，就像芒刺在背，实在太不好了。因此，他早就想解决掉这个隐患。嗖！就在剑气即将击中东方明月的时候，一道凌厉的剑气如闪电般瞬间轰在了苏晨的剑气上。紧接着，一名英俊不凡的青年男子如鬼魅般出现在东方明月的身旁。他眉眼间带着一丝与生俱来的高傲，其修为达到了武宗境第5重，身上散发着一股强大而压迫的气息。你是谁？苏晨警惕地问道。严师兄，还请帮我擒下这个小子。这时，躺在地上的东方明月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连忙开口说道。苏晨闻言，脸色瞬间凝重无比。若是他没猜错，来人正是玄元宗核心弟子，排名第1的燕连峰。明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叫我峰哥哥。燕连峰直接无视了苏晨，他看向东方明月的目光中带着一抹炽热，语气中满是宠溺地说道：这小子居然敢伤你，
我直接将他杀了吧。风哥哥，直接杀了他太便宜了，我要亲自动手，将他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东方明月眼神冰冷刺骨，咬牙切齿地说道，眼中的恨意仿佛要将苏晨吞噬。然而东方明月的话音未落，苏晨瞬间施展九幽诀，一把灵魂利刃朝着燕连峰狠狠刺了过去。与此同时，他身形猛地一晃，瞬间施展出血遁，整个人化作一道血影，眨眼间便带着东方明月消失在了原地。燕连峰的实力远超于自己，他若是不跑，绝对要吃大亏，但他又不想放过东方明月，因此这才冒险将其带走。燕连峰实力固然远超苏晨，可这突如其来的灵魂攻击还是让他心头猛地一紧，不得不分神抵挡。小子，你找死！燕连峰眼中闪过一抹冰冷刺骨的杀意，他身形一动，毫不犹豫地朝着苏晨消失的方向猛追而去。可让他震惊的是，苏晨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估，仅仅片刻，苏晨的身影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该死的小杂种，等我找到你，必将你碎尸万段！燕连峰气得脸色铁青，声音中充满了愤怒。苏晨带着东方明月一路疾驰，确认身后燕连峰没有追上来后，这才闪身进入了一处极为隐蔽的山洞之中。苏晨，你这个混蛋，是男人就给个痛快，杀了我！东方明月咬着牙，强装镇定地说道，但微微颤抖的声音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恐惧。臭婊子，老子改变主意了，以后你就乖乖做我的专属女奴吧。苏晨嘴角勾起一抹邪异的笑容，眼神中带着一丝戏谑与玩味。不可能，我宁愿死，也绝不可能给你做女奴。东方明月一脸决然，眼中闪烁着倔强的光芒，他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屈辱？这可由不得你。苏晨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随即对着东方明月发出一道灵魂攻击，狠狠刺中了他的脑海。紧接着，在东方明月陷入呆滞的一刹那，苏晨立刻施展了九幽诀之中的奴印之术。只见一道幽黑色的光芒瞬间没入东方明月的额头。东方明月从呆滞中惊醒过来，顿感灵魂深处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他的灵魂上强行扎根。他想要挣扎，却发现全身动弹不得，只能发出痛苦的呻吟。片刻后，东方明月缓缓睁开双眼，原本倔强的眼神已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顺从与敬畏。主人，东方明月轻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乖巧与温柔。苏晨满意的点了点头，目光在东方明月身上打量着，他总觉得似乎还缺点什么。思索片刻后，他突然眼前一亮，然后蹲下身子，伸手帮东方明月扎了一个双马尾。此时的东方明月配上这双马尾的发型，清纯中又多了几分俏皮，显得更加诱人。你以后就扎这个发型。苏晨吩咐道。是。东方明月脸颊微微微红，乖巧的应道。好了，跪着向我爬过来。苏晨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把躺椅，悠哉地坐在上面，眼神中满是享受与得意。听到这话，东方明月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羞耻感，他的俏脸瞬间变得通红。但在奴印的控制下，他根本无法抗拒苏晨的命令，只能屈辱地跪下，朝着苏晨缓缓爬了过去。不得不说，东方明月这火爆的身材搭配上清纯绝美的俏脸，确实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诱惑，轻易就能撩拨起男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好了，转过去。苏晨站起身来，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别样的意味。是。东方明月乖巧的应道，然后缓缓转过身去。1日过后，苏晨神清气爽，积累多天的疲惫一扫而空。这一次，他的修为再次精进了一些，使得刚突破不久的境界彻底稳固。而东方明月终于意识到了苏晨拥有特殊体质，竟然能通过做那种事情就能提升修为。这时，苏晨伸了个懒腰，打算将东方明月收入太初空间，自己继续前往灵月城。岂料，东方明月突然开口说道：“主人，我知道张静川的下落。”东方明月心里清楚，自己成为女奴的结局已然无法改变，而苏晨的天赋又极其强大，因此他果断决定尽心尽力效忠苏晨。他在哪里？苏晨心中一紧，原本放松的神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连忙问道。他此刻就埋伏在前往灵月城的必经之路上。东方明月如实说道。这狗东西！苏晨忍不住骂了一声，脸上闪过一丝怒色。沉思片刻后，他脑海中迅速构思出一个周密的计划，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是时候解决这个狗东西了。他取出上次在研幽储物袋中得到的布阵材料，然后迅速在山洞中布置了一个阵法。这个阵法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只要是武宗境第5重以下的修炼者，一旦进入阵法范围，体内灵气便会被强行封印。布置好阵法之后，苏晨又将柳妹从太初空间中放了出来。柳妹一脸茫然地出现在山洞中，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状况，苏晨便施展九幽诀，在其灵魂深处种下了奴印。主人，
可不可以饶张静川一条性命？听完苏晨的计划，柳妹眼中闪过一丝不忍，轻声哀求道：“她与张静川毕竟有着一段过往，心中难免有些不忍。我这人最忌讳斩草不除根，张静川必死，管好你自己的事情。”苏晨语气冰冷而坚定，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是，柳妹无奈的应道，在奴印的控制下，她根本无法抗拒苏晨的命令。东方明月，你可以去找张静川了。苏晨转头吩咐道。是。东方明月立刻领命，转身离开了山洞，朝着张静川所在的方向而去。苏晨也离开了山洞，藏在一旁茂密的草丛之中，静等着张静川的到来。一炷香之后，东方明月来到了张静川的藏身之地。东方明月，你来做什么？张静川警惕地问道，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张静川，我刚刚遇到了苏晨，可惜让他逃走了，但他带着的一名女人却留了下来。那个女人说她叫柳妹，指明要见你。东方明月按照苏晨的要求，面无表情地说道。那个女人在哪里？快带我去！张静川闻言，眼中瞬间闪过一抹惊喜与杀意。这些天来，他思前想后，明白留着柳妹在始终是个隐患。万一被其他核心弟子得知他与柳妹之间的事情，一定会拿这些事情时刻攻击他，这个污点将伴随自己一生。因此，一听有柳妹的消息，张静川立刻心动了，迫不及待地准备去看看。再加上东方明月的弟弟死在了苏晨手中，对于他的话，张静川并没有过多怀疑。跟我来吧。东方明月径直转身，朝着山洞的方向疾驰而去，张静川则紧紧跟在他身后。很快，两人便抵达了山洞前。东方明月，你不会再骗我吧？听到东方明月让自己进入山洞之中，张静川突然停下了脚步，目光警惕地看着东方明月。你是不是警惕过头了？我骗你做什么？东方明月心中一惊，但脸上依旧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语气平静，试图打消张静川的疑虑。川哥，是你来了吗？就在这时，山洞中传出柳妹那熟悉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张静川闻言，立刻确定了山洞中是柳妹无误，加上一时间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东方明月会骗自己做什么，于是他咬了咬牙，不再迟疑，毅然走进了山洞。进入山洞内，张静川缓缓走到柳妹身前，眼神极其冰冷，却又带着几分纠结。对不住了。沉默片刻后，张静川突然冷冷地说道，眼神中透着一丝决绝。川哥，你是要对我动手吗？柳妹眼中难以置信，声音颤抖着询问道。虽然被苏晨控制，但她还有自己的意识，听到张静川这么说，心中顿时感到无比伤心。没错，只有你死了，我才能真正安心。张静川眼神变得坚定起来，说话间，他缓缓抬起手掌，掌心凝聚起微弱的灵气光芒，就要对柳妹动手。但下一刻，他突然感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如潮水般涌入自己体内，瞬间将全身灵气封印得死死的。刹那间，他的脸色变得煞白，原本坚定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失措。这是阵法，这是一个针对我的陷阱。张静川瞬间反应了过来，心中懊悔不已，自己怎么就这么轻易地中了圈套。啪啪啪。这时，苏晨拍着手掌走进了山洞，脸上挂着一抹嘲讽的笑容。张静川，你是个成大事的人，心够狠。该死，你这个小杂种竟然算计我。张静川看到苏晨的瞬间，眼中闪过一抹不甘与愤怒，然后看着苏晨身后的东方明月，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东方明月，你怎么会配合这小子？他不是你仇人吗？以前是，但现在他是我主人。东方明月一脸平静，冷淡地说道。什么？张静川难以置信地惊呼道，眼中满是绝望。张静川，你我恩怨终于要结束了，你放心，你张家其他人以后也会陆续下去跟你会合的。苏晨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之色，当即不再迟疑，手中战剑朝着张静川猛地刺了过去。不要！张静川想要躲避，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剑离自己越来越近。是！战剑瞬间洞穿了张静川的心脏，鲜血飞溅而出，洒在山洞的地面上。我怎么会死在这里？张静川眼神中满是不甘，然后身体缓缓倒下，重重地摔在地上。主人，我请求陪着张静川一同赴死。这时，柳妹突然跪倒在地，眼神坚定地看着苏晨，眼中没有一丝畏惧。苏晨不禁微微一愣，看着柳妹那坚定的目光，他没有说什么。只见一道剑光闪过，柳妹的身躯缓缓倒下。在倒地的那一刻，她的脸上带着一抹满足的笑容。苏晨神色平静，熟练地蹲下身子，伸手拿起张静川的储物袋。接着，他开始拆解阵法，那些布阵材料并没有损坏，还可以二次使用。做完这一切后，苏晨对着东方明月轻轻一招手，将其收进了太初空间，而他则转身迈出山洞，朝着灵月城的方向疾驰而去。全力疾驰半天之后，
苏晨终于抵达了灵月城。他从东方明月那里得知，如今灵月城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但魔修的威胁就像高悬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就在灵月城数十公里开外，有一处血雾山脉，那里已经被魔修牢牢占据，根本不清楚里面到底潜藏着多少魔奴与魔修。大长老周云峰与凌云城城主唐琼曾多次发兵攻打，但每次都无功而返。玄元宗在灵月城设立了任务大殿分店，因此苏晨一进入灵月城便径直朝着任务分店走去，他要去那里报道。这样一来，一旦有战事爆发或者有什么紧急安排，他的身份令牌就会第一时间接收到信息提示，让他能及时做出反应。另外，这一路他斩杀了不少魔修，正好去兑换一下奖励。来到任务大殿后，苏晨走到一处空地，将所有魔修脑袋全部拿了出来。不一会儿，地上便堆成了一座人头小山。很快，一名任务大殿弟子走了过来，开始仔细的清点数量，同时验证这些魔修生前的修为。经过一番仔细核实后，苏晨顺利领取到了奖励的贡献点。接着，他来到兑换处，将所有贡献点兑换成了自己所需的灵药，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任务大殿。苏晨本来打算再接一些任务，多获取一些贡献点，好为突破武士境第6重做准备。任务大殿的弟子却一脸无奈地告诉他，前2天大夏皇朝的军团长楚月禅抵达了灵月城，周云峰长老因此下令将一切任务都取消了，并要求大家随时准备配合大夏皇朝发起全面进攻。苏晨心中有些遗憾，但也明白大战在即，一切都要以战事为重。离开任务大殿后，苏晨朝着一处酒楼走去。这座酒楼气势不凡，雕梁画栋，是城主府特意为前来支援的玄元宗弟子安排的住所。苏晨向酒楼前台出示了身份令牌，顺利领到了房间钥匙。进入房间后，他没有进太初空间，毕竟若是有什么重要信息传来，在太初空间内可接收不到。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苏晨便开始炼丹、修炼以及调教东方明月。他要把东方明月调教成真正的女奴，这样日后用起来才顺手。就这样，时光匆匆流逝，转眼过去了2天。嗡嗡嗡，苏晨正全神贯注的修炼时，突然听到身份令牌发出一阵急促的震动。他心中一紧，连忙拿起令牌一看，发现是紧急集合的通知。苏晨没有丝毫迟疑，当即将东方明月收进太初空间，然后迅速整理了一下衣衫，离开了房间。此时，酒楼其他房间的弟子也接收到了集合通知，大家神色匆匆，从各个房间涌出，朝着同一个地方涌去。不一会儿，苏晨便来到了集合地点灵月城的中央广场。此刻，广场上已然是人山人海，大夏军士整齐地排列成一个个方阵，他们神色肃穆，身着金黄铠甲，手持锋利的兵器，犹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放眼望去，足足有10万将士，那场面蔚为壮观，令人不禁心生敬畏。待所有玄元宗弟子集合完毕，只见高空之中光芒一闪，凭空出现3道气息强大的身影。为首之人正是大夏皇朝军团长楚月禅，他身姿挺拔，一袭金纹战甲紧紧贴合在他身上，完美勾勒出他曼妙娇躯。金色的纹路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仿佛给他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辉。他露出的脸庞精致绝伦，双眸犹如寒星般明亮锐利，周身散发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飒爽与英气。而站在楚月禅左右两边的身影，分别是玄元宗大长老周云峰以及灵月城城主唐琼。刹那间，无数道火热的目光纷纷落在了楚月禅身上。在场的众人，无论是大夏军士还是玄元宗弟子，都对这位军团长充满了敬仰。苏晨站在人群中，目光同样被楚月禅牢牢吸引。对方不仅长相绝美，还是大夏皇朝的军团长，统领千军万马，同时更是一名武王境强者。种种因素加起来，简直是所有人心中的梦中情人，令人难以抗拒他的魅力。诸位将士，楚月禅向前一步，声音清脆，却蕴含着千钧之力，瞬间传遍整个广场的每一个角落。魔修肆虐，涂炭生灵，青川郡百姓深陷水火之中。我们身为大夏皇朝的将士，肩负着守护苍生的重任。今日便是我们奋起反击之时，定要将魔修斩尽杀绝，还青川郡一片安宁。他的声音激昂澎湃，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火焰，瞬间点燃了众人心中的斗志。杀魔修，护百姓！杀魔修，护百姓！10万大夏皇朝将士与数万玄元宗弟子齐声高呼，声浪滚滚，犹如雷鸣般响彻云霄。这段时间与魔修交战，众人目睹了太多的血腥与残酷，对魔修的仇恨如熊熊烈火般燃烧在心中。此刻，这股仇恨化作了强大的战斗意志。全军听令，即刻开拔，踏平血雾山脉。楚月禅手中长枪一举，枪尖直指血雾山脉的方向，冷冽的声音带着毋庸置疑的威严：战！战！战！10万将士再次发出咆哮，
广场之上瞬间涌起一股惊人的战意。随后，在个大统领的指挥下，大军迅速行动起来。一时间，尘土飞扬，旌旗猎猎作响，整齐划一的军队如同一条奔腾的金色巨龙，向着血雾山脉汹涌而去。血雾山脉深处，就在林月城联军大规模集合的瞬间，一处隐蔽的洞穴内，一名全身裹着黑衣的魔修缓缓睁开了眼睛。结！一阵尖锐且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声音骤然响起。总算来了，本座都等得不耐烦了。说话之人正是魏无邪，他上次被苏晨逼退后，便悄然在青川郡境内暗中控制了大量小家族小势力，继而精心谋划了这次魔修暴动。而他之所以选择隐藏身份，是担心引起中州那些古老势力的关注。随后，魏无邪身形一晃，瞬间出现在高空之中。刹那间，下方足有数百万之众的魔奴与魔修齐刷刷地跪倒一片，向他表示着绝对的臣服。蒙哥，送所有魔修去净化，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拖够足够久的时间。魏无邪目光冰冷，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最前面的一名魔修，冷冷说道。这名魔修与他打扮一致，全身黑衣裹身，修为达到了武王境第3重，是他精心为自己准备的替身。只要蒙哥被林月城联军所杀，那所有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场魔修作乱就此结束了，而他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推进下一步的计划。是，大人。蒙哥面无表情，恭敬地应道，声音中听不出丝毫情绪波动，仿佛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随后，魏无邪看都没再看这些人一眼，身形一转，化作一道黑影，朝着血雾山脉更深处疾驰而去。等到魏无邪彻底离开，蒙哥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了一些，眼中这才敢浮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心痛。他缓缓抬起头，望着魏无邪消失的方向，眼神中充满了悲愤与无奈。蒙哥本是青川郡一个宗门的宗主，曾经风光无限，受万人敬仰。然而魏无邪却强势将他控制，使其成为了人气百步的傀儡。蒙哥的老婆和女儿都被魏无邪残忍地吸成了干尸，死状十分凄惨。如今他又要亲手送自己的儿子以及宗门里所有的弟子去那邪恶的阵法，成为没有意识的魔奴。他满心悲戚，却又无力反抗，这种深深的无力感让他几近崩溃。像他这样的人还有不少，这些人原本都是青川郡境内小家族小宗门的掌权者，如今都成为了魏无邪的傀儡。诸位，按照大人的指令去做吧，我们一起走完这最后一程。蒙哥缓缓站起身，看着众人轻声说道，声音中透着无尽的悲凉。他虽然不用去净化，成为毫无意识的魔奴，但他的结局同样凄惨无比。他需要服下一颗魔丹，这颗魔丹会让他的修为短暂提升到武王境第6重，可代价却是无时无刻都在消耗他的血气与寿命，而且一旦开始，便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就意味着他一旦服下这颗魔丹，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其他人闻言，一个个面如死灰，眼神中满是绝望。他们如同行尸走肉般机械地纷纷转身朝着阵法走去。自从他们被控制的那一刻起，生命就不再属于他们自己，甚至连自杀都做不到。与此同时，在楚月禅的带领下，林月城联军浩浩荡荡地抵达了血雾山脉之前。军团长，这片山脉被魔修盘踞有一段时间了，贸然进入可能会遭遇危险，我们要不要谨慎一些？听到楚月禅准备下令全面进攻，周云峰连忙上前建议道。他眉头紧皱，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担忧，毕竟之前的几次交锋让他深知盘踞在血雾山脉的魔修有多强大。是啊，军团长，我和周兄虽然进攻过几次血雾山脉，但每次都没有深入进去，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唐琼也在一旁附和道，他的神色凝重，回想起之前的战斗，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不用这么谨慎，我军占据绝对优势，区区一群魔修余孽，能掀起什么花样？直接全面进攻，速战速决，一举踏平血雾山脉。楚月禅眼神坚定，语气果断地说道。他并非鲁莽行事，根据周云峰和唐琼之前交战的情况，这血雾山脉中就只有一个武王境第6重的魔修首领稍微棘手一些，而他们这边单单他带领的一个军团就有3大武王境强者，再加上周云峰和唐琼如此强大的实力阵容，让他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将血雾山脉的魔修彻底碾压。是。周云峰和唐琼对视一眼，然后异口同声地应道。毕竟楚月禅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他们理应听令行事。再说他们对己方的实力也充满了信心。全军听令，立刻发起全面进攻。楚月禅一声令下，声音清脆而有力，如同洪钟般响彻四方，在血雾山脉的上空久久回荡。话音未落，他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带领着周云峰和唐琼等几位武王境强者，率先踏入了血雾山脉，以防魔修强者对联军展开屠杀。紧接着，林月城联军如潮水般浩浩荡荡地涌入血雾山脉。很快，苏晨的眼前便出现了一支足有上千数量的魔奴队伍。苏晨眼神一凛，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冲进了魔奴群中。噗噗噗！只见他身形鬼魅，在魔奴群中灵活穿梭，手中的战剑每一次挥动都带出一片血花，所过之处，魔奴纷纷惨叫着倒下。其他玄元宗弟子也不甘示弱，各自施展出看家绝学。仅仅片刻，这群魔奴便被全部斩杀殆尽。就在这时，前方再次涌来数支魔奴队伍，而且各队伍之间的间隔相距甚远。见状，苏晨身旁的玄元宗弟子们瞬间分散开来，各自朝着不同的魔奴队伍杀去。这一幕在血雾山脉的各个角落都在上演。随着林月城联军不断深入血雾山脉，无论是玄元宗弟子还是大夏军士都逐渐分散开来。面对这一情况，楚月禅并没有干涉。分散开来虽然增加了一定的风险，但却能让联军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而这一切恰恰是蒙哥精心策划后想要看到的结果。他手中虽然掌控着数百万魔奴与魔修，但这些手下整体修为远远比不上林月城联军。若是正面硬碰硬，所有魔奴与魔修在联军强大的实力面前，无疑是以卵击石，会在短时间内被屠杀殆尽。而等到林月城联军深入指定区域时，必然会因为追击魔奴而变得分散。届时，他再发起全面进攻，利用血雾山脉复杂的地形，将联军分隔包围，再进行逐步围杀，以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弥补修为的不足。如此一来，便能最大程度地斩杀更多联军，进而完成大人交给他的计划。转眼间，半个时辰过去了。奇怪，这里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这时，苏晨正朝前方疾驰，突然神色一变，他敏锐地察觉到四周隐隐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感觉，这让他眼神瞬间警惕起来，开始细心留意周围的一切，试图找出这莫名感觉的来源。与此同时，血雾山脉深处的蒙哥感觉到有不少林月城联军进入了他所设定的指定区域，他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毫不犹豫地取出一颗血红的魔丹吞进体内。哈哈！魔丹入体的瞬间，一股强烈到极致的剧痛袭来，仿佛有无数钢针在体内疯狂穿梭。蒙哥忍不住发出一声声痛苦欲绝的惨叫，同时他的修为开始疯狂暴涨，周身的气息如汹涌的海浪般翻滚涌动，仅仅片刻便达到了武王境第6种。等修为提升结束，蒙哥的脸上已经密布诡异的血红纹路，如同一条条扭曲的小蛇在蠕动。他周身散发着一股暴虐嗜血的气息，整个人变成了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眼神中充满了疯狂与杀意。杀！蒙哥低吼一声，声音中带着无尽的杀意与毁灭的意志。刹那间，他身后数百万魔奴与魔修齐刷刷出动，铺天盖地般扑向林月城联军。如此之多的魔奴出动，瞬间被高空之上的楚月禅等人察觉。看这架势，魔修是倾巢出动了。周云峰神色凝重，眉头紧紧皱在一起，眼中露出一抹深深的忧虑。他深知这一战必将惨烈无比，玄元宗的弟子不知道会战死多少，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魔修实在太可怕了，短短时间内便能使得数百万人变成魔奴。若是放任不管，整个青川郡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军团长，就是那个黑衣人，他的实力非常强大，以一己之力便能够轻易地压制住我和周兄。唐琼一脸凝重地指着蒙哥，向楚月禅介绍着情况。楚月禅顺着唐琼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蒙哥身形高大，全身笼罩在一袭黑袍之中，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气息。你们去对付其他人，他交给我来处理。楚月禅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他骨子里对战斗的渴望被彻底激发了出来。话音未落，他的身影化作一道金色的闪电般疾驰而出，眨眼间他便已经冲到了蒙哥面前，手中的长枪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寒芒，直直地朝着蒙哥刺去。蒙哥见状，眼中凶光一闪，他毫不畏惧地迎上了楚月禅的攻击。只见他猛然挥动手中的长枪，枪身在空中画出一道黑色的弧线，带着浓郁的黑色灵气，气势汹汹地扑向楚月禅。枪！两把长枪轰然相碰，发出金属撞击的清脆声响。令人惊讶的是，面对楚月禅的凌厉攻击，蒙哥竟然抵挡住了这一击。楚月禅眼见自己的攻击未能奏效，心中不禁对眼前这个神秘的黑衣人多了几分重视。他那双美丽的眼眸中原本就熊熊燃烧的战意，此刻更是如烈焰一般升腾起来。杀！楚月禅娇喝一声，声音清脆而决绝。他手中的长枪如同闪电一般迅速刺出，再次直直地朝着蒙哥攻去。蒙哥见状，不敢有丝毫怠慢，连忙挥舞长枪，与楚月禅展开激烈的交锋。枪枪枪！一时间，枪影闪烁，只见两人的身影如鬼魅般交错，让人眼花缭乱。每一次长枪的碰撞都爆发出惊人的气浪，向四周席卷而去。在不远处，周云峰和唐琼等数位武王境强者纷纷与武王境的魔奴大战到了一起。此刻，周云峰和唐琼两人心中都充满了震惊与后怕。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魔修一方竟然隐藏着如此之多的武王境魔奴。
如果这些魔奴在之前就直接对林月城发动攻击，以他们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挡，那样的话，林月城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实际上，魏无邪的目标从来不是普通平民，他真正觊觎的是修炼者的鲜血。另外，他也不敢将动静搞得太大，若是引来中州强者，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魏无邪在覆灭了几座城池之后，就没有继续肆虐，而是盘踞在血雾山脉，等待着大夏皇朝的剿灭。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苏晨终于发现了地面上若隐若现的阵纹。阵纹，不好，这竟然是一种阵法。苏晨神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失声叫道：“只是这阵法异常复杂，他一时间根本无法确定这是何种阵法，有什么用途。”随即，苏晨立刻冷静了下来，集中精神，开始全神贯注地研究起这些阵纹来。他目前的位置已经是联军的最后方，所以并不担心会有魔修打扰自己。时间飞逝，转眼间便过去了半个时辰。在这半个时辰里，楚月禅和蒙哥之间的战斗异常激烈，两人你来我往，已经交手了数百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哥体内的力量不断减弱，再加上他的修为原本就比楚月禅低了2个小境界，因此渐渐处于下风。你们魔修此次兴风作浪，到底有何目的？楚月禅趁着一个空当，冷声质问道：“我们有什么目的，就不劳你费心了。”蒙哥嘴角泛起一丝冷笑，眼神中满是不屑：“哼，不管你们有什么阴谋，出现一处魔修作乱，我便镇压一处。你们这群魔修总归掀不起什么大浪，受死吧！”楚月禅柳眉倒竖，厉声道。话音未落，只见楚月禅手中的长枪突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仿佛一轮今日在他手中升起。他猛地刺出，长枪如同闪电一般，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直直地刺向蒙哥。这一击的速度极其惊人，蒙哥只感觉眼前金光一闪，根本来不及躲避，就被长枪狠狠击中。噗！蒙哥猛地喷出一口鲜血，再也控制不住身体，直直地摔落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然而，蒙哥并没有因为这致命的一击而倒下，他紧握手中的战枪，强忍着剧痛，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的眼神异常坚定，透露出一种疯狂和决绝，再次朝着楚月禅杀了过去。就在同一时间，苏晨脸色大变，他终于弄清楚了这阵法的真正用途，这竟然是吸血大阵。苏晨心中暗惊，这种吸血大阵能够源源不断地吸收修炼者尸体中的鲜血，并将这些鲜血汇聚到阵法的核心位置。他猛地抬起头，目光投向正在激烈交战的联军和魔修们，心中瞬间明白了一切。毫无疑问，收集这些修炼者的鲜血，恐怕才是魔修们此次发动暴乱的最大目的。苏晨不敢有丝毫的迟疑，扯开嗓子高声呼喊起来：“周长老，周长老！”他的声音如同洪钟一般，在喧闹嘈杂的战场上空回荡着，久久不散。经过数次的呼喊之后，正在与魔奴激烈厮杀的周云峰终于隐约听到了下方传来的呼喊声。他心中微微一动，趁着击退魔奴的短暂间隙，急忙低头朝下方看去。仅仅一眼，他就看到了苏晨正像只猴子一样上蹿下跳，还不停地挥舞着手臂。周云峰见状，顿时有些恼怒地骂道：“这臭小子在搞什么鬼？”但他对苏晨还是有些了解的，知道苏晨绝非莽撞之人，必然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才会如此。周兄，麻烦你帮我顶一下，我去就回。周云峰来不及多做解释，急忙对身旁的唐琼喊道。他的对手是没有意识的魔奴，只要有人对其发动攻击，这魔奴便会朝着攻击者杀去。你快点，我只能顶一会。唐琼应了一声，接着施展攻击，将周云峰对战的魔奴吸引了过来。周云峰见状，不敢有丝毫耽搁，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了苏晨身旁。臭小子，你在搞什么？不给本座一个圆满的解释，我就……周云峰一脸恼怒地吼道。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晨打断了。周长老，地面上有魔修布下的吸血大阵，从这阵法来看，可以推测出魔修这次交战的真正目的是收集修炼者的鲜血。苏晨急切地说道。吸血大阵，你小子还懂阵法？周云峰十分震惊，眼神中满是诧异，难以置信地看着苏晨。弟子略懂一些，周长老，现在情况紧急，若不能及时破坏大阵，那这样打下去只会给魔修做嫁衣。苏晨焦急地说道。毕竟如今所有联军都已经深入血雾山脉，死的人越多，那魔修收集到的鲜血就越多。你需要什么帮助，尽管说。周云峰神色严肃，他明白苏晨不会在这个时候开玩笑。我需要一名武王境强者保护我，然后深入血雾山脉寻找阵心，只有这样才能破坏整座大阵。苏晨没有客气，立刻吩咐道。我明白，我请示一下军团长。周云峰点了点头，说完，他的身形一转，朝着楚月禅急速飞去。与此同时，楚月禅与蒙哥的战斗已经进入尾声。楚月禅凭借着强大的实力，
已经将蒙哥打得奄奄一息，虚弱不堪。死！楚月禅冷喝一声，眼神中杀意暴涌。只见他手中长枪猛地一抖，枪身瞬间爆发出璀璨的光芒，化作一道凌厉无比的寒芒，朝着蒙哥急射而去。这一枪蕴含着楚月禅对魔修恶行的愤怒，以及终结这场战斗的决心。蒙哥虚弱地站在原地，双腿颤抖，几乎站立不稳。他看着急速而来的长枪，眼神中没有恐惧与挣扎。在被魏无邪控制的这段日子里，他双手沾满鲜血，内心痛苦万分，每日都在煎熬中度过。如今面对死亡，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是，长枪瞬间洞穿了蒙哥的脑袋，溅起一捧血花。总算解脱了。蒙哥脸上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容，带着解脱的畅快。随即他的身体缓缓倒下，重重地砸在地上，就此结束了他这悲惨又无奈的一生。就在蒙哥倒下的同一时刻，周云峰心急如焚地来到了楚月禅身边。军团长，我宗一名弟子发现地面上有吸血大阵，说明魔修这次作乱，收集修炼者鲜血才是真正目标，我们必须尽快破坏大阵。我请求陪同我宗弟子前去破坏阵心。周云峰急忙说道，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楚月禅眉头一皱，略作思索后一口回绝道，不，你留在这里继续战斗，我陪同他前往，说不好阵心位置还会有其他魔修强者守护。是，一切听军团长安排。那名弟子叫苏晨，就在那里。周云峰眼神闪过一丝惊喜，毕竟楚月禅亲自陪同苏晨前往，安全性必然大大增加，这对苏晨以及玄元宗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苏晨，楚月禅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对这个名字可不陌生。上次萧统领特意介绍了苏晨，因此他对苏晨强悍的越级挑战能力记忆深刻。但他没想到这苏晨居然还懂阵法，心中不禁又多了几分好奇。按照周云峰的指示，楚月禅身形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迅速朝着苏晨所在的位置飞了过去。此时苏晨正焦急地等待着，突然眼前金光一闪，一股强大的灵气波动扩散开来，让他瞬间警觉。待看清来人是楚月禅时，不禁神色一愣，眼中先是闪过一丝惊讶，而后迅速恢复镇定。玄元宗弟子苏晨拜见军团长。苏晨语气恭敬，抱拳行礼道。他实在没想到，身为军团长的楚月禅竟会亲自前来。不必多礼，阵心在哪个位置？快带我去。楚月禅果断地说道，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军团长，我们往这个方向走。苏晨手指向一个方向，语速飞快地说道。我能感知到一股股血气正在往那里涌去，阵心应该就在那边。楚月禅没有说话，伸手抓住苏晨的肩膀，直接冲天而起，如同一道金色的流星，朝着血雾山脉深处疾驰而去。苏晨第一次经历如此高速的高空飞行，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下方的景物如幻影般飞速后退，让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但他强忍着不适，努力打起精神，凭借对阵纹的独特感知，指引着楚月禅不断深入。足足全力疾驰了半个时辰，前方依旧未出现阵法的痕迹。你确定是往这个方向？没骗我。楚月禅眉头紧紧皱起，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怀疑，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军团长，天地良心，我怎么敢骗你？还要再往前一些。苏晨赶忙说道。好吧，你若是敢骗我，我可不会轻饶了你。楚月禅选择相信了苏晨，毕竟此刻不是犹豫的时候。随即再次催动灵气，朝着苏晨所指方向加速飞去。一炷香后，楚月禅的脸色突然一变，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前方更有一团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的血雾，宛如一片血海悬浮在空中。那些血雾中蕴含着狂暴而邪恶的未知能量，不断冲击着人的感官，让人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即便不用苏晨开口，他也知道此地就是吸血大阵的阵心所在。军团长，那里就是大阵的阵心，你立刻出手将其破坏掉。苏晨语气急切，同时手指着一处在血雾中闪烁着幽绿光芒的地方。楚月禅轻轻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森冷。他毫不犹豫地将手中长枪奋力丢出，枪身裹挟着他浑厚的灵气，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直直冲向那幽绿光芒之处。轰！然而只见一道漆黑如墨的攻击瞬间将长枪轰飞，紧接着一个身穿黑衣的身影从血雾中缓缓走出，此人正是魏无邪。此刻他脸色阴沉，眼神中透露出浓浓的不悦。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将阵心安置得如此隐蔽，居然还能被人找到。结！魏无邪一眼便看到楚月禅，原本不悦的眼神瞬间变得炽热，不禁发出一阵邪恶的笑声。好漂亮的小美人！魏无邪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楚月禅，口中啧啧称赞，眼神中充满了贪婪与欲望。这一刻，他将原本打算收集完鲜血就悄然离开的计划瞬间抛之脑后。毕竟眼前的楚月禅不仅容貌绝美，
修为更是达到了武王境第8重，对他来说，这就是致命的诱惑。若是能将楚月禅拿下，吸收他的修为，自己的实力必将得到极大的恢复。你找死！楚月禅语气冰冷，身上的气势陡然攀升，眼神中的杀意四溢。这次青川郡魔修作乱，果然是你这个老东西搞的鬼。一旁的苏晨紧盯着魏无邪，语气中满是愤怒。魏无邪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目光如鹰隼般瞬间落在苏晨身上。该死的小子，上次坏本座好事，居然还敢出现在本座面前，去死吧！刹那间，魏无邪眼中燃起愤怒的火焰，声音中饱含着无尽的怨毒。话音未落，他周身魔气疯狂翻涌，带着一股惊人气势，径直朝着苏晨杀了过去。军团长救命啊！苏晨眼中闪过一丝惊慌，连忙躲到了楚月禅身后。魏无邪身上散发的修为气息居然达到了武王境第6重，那强大的压迫感如同一座无形的巨山，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这让苏晨万分震惊，毕竟距离上次见面还不过2个月，对方的修为居然提升如此之多。他心中更加笃定魏无邪来历不凡，说不定真是存活万年的老魔。你去破解阵法，他交给我了。楚月禅眼中寒芒一闪，当即如离弦之箭般冲出，手中长枪挽出朵朵枪花，杀向了魏无邪。哼，那本座就先制服你这个小美人，再杀了那小子。魏无邪冷哼道。随后两人展开了激烈大战，虽然魏无邪的修为比楚月禅低了2个小境界，仅仅只有武王境第6重，但他身为魔将，所修的功法与武技都很强大，因此能与楚月禅打得有来有回，甚至隐隐占据上风。一旁的苏晨见楚月禅能抵挡住，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转身来到阵心旁，开始勘察起来，寻找阵心的破绽。片刻后，苏晨眼中闪过一抹凝重，眉头微微皱起。他有些低估了这个阵法的复杂程度，仿佛有着自己的意识，不断干扰他的判断。不过苏晨的眼神十分坚定，他拥有着邱逸雪的阵道传承，那可是神界顶级阵法大佬。他自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足以破解这个吸血大阵。于是苏晨深吸一口气，全神贯注地再次勘察阵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地方。与此同时，他脑海中浮现出无数阵纹，这些阵纹相互交织，每一道阵纹的变化，每一丝灵气的走向，都在他的脑海中清晰呈现。转眼过去了半个时辰，怎么样，有没有把握破解阵法？楚月禅忍不住询问道。此刻他眼神中满是凝重，俏脸上已经布满了红霞。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似普通的老头居然如此难缠，竟能勾引起灵魂深处隐藏的欲望，让他在战斗中不断分心。我布置的这个阵法虽然材料等级不高，但给这小子100年时间都破不开。魏无邪一脸自信地狂笑道，脸上写满了得意。他可是魔族有名的阵法大师，而且灵魂方面的造诣极高，也正因如此，才被那位大人选中，将他从封印中救了出来，委以重任。军团长，再坚持一会，我还需要一点时间。苏晨面色严肃地说道。1刻钟，我最多再坚持1刻钟。若是你还不能破解阵法，我们只好先行离开了。楚月禅神色凝重地说道。他灵魂中的欲望之毒越来越强烈，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苏晨没有再说话，全身心投入到破阵之中。这个阵法拥有数十个迷惑性的能量波动，不断冒出虚假节点，试图迷惑他的判断。但苏晨已然摸清了其中的规律，接下来便是一一尝试找到真正的阵法破绽。随着苏晨的不断攻击，那些迷惑性能量波动一个接一个被清除。魏无邪见状，心中顿时有些着急了，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小子，你还真有几分本事。魏无邪恼羞成怒，开始加大对楚月禅的攻击力度，想要尽快将其解决。若是被苏晨破坏掉阵法，那这次精心策划的计划可就彻底失败了，他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魏无邪手中出现一把黑色的利刃，朝着楚月禅疯狂斩去，每一击都带着惊人的气势。面对魏无邪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楚月禅不禁反喜，他手中的战枪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疯狂阻击魏无邪的进攻。终于找到你了。很快，苏晨眼前一亮，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在他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成功找到了阵法的破绽。灭天一击。苏晨毫不犹豫地施展最强攻击，朝着阵法破绽之处全力轰去。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骤然传开，吸血大阵阵心瞬间破碎。不！魏无邪见状，双眼瞬间通红，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他硬抗了楚月禅的一击，朝着苏晨轰出一道漆黑的掌影，裹挟着无尽的恨意，狠狠拍向了苏晨。我靠！苏晨惊恐万分，根本不敢丝毫抵挡，连忙朝着一侧闪躲，试图躲避这致命的一击。但魏无邪这一击速度太快，苏晨躲避不及，掌影直接击中了他脚下的地面。轰！磅礴的冲击波如同一股巨浪，将苏晨狠狠击飞出去。
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噗！苏晨喷出一口鲜血，眼前一黑，直接昏迷了过去。既然阵法破了，那你们就留下陪葬吧。魏无邪疯狂大笑，那笑声中透着无尽的疯狂与狰狞。话音未落，他转身又开始疯狂攻击楚月禅。虽然计划已经失败，但能杀掉苏晨，再制服楚月禅，那也不算太失败。楚月禅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苏晨，心中又急又怒。这苏晨若是死了，他回去该怎么向周云峰交代？可恶的魔修，我要你死！楚月禅冷冷说道，眼神中杀意纵横。刹那间，他全身金光闪耀，夺目的如同烈日当空，每一根发丝都好似注入了金色的火焰，熠熠生辉，整个人宛如金甲战神下凡。一时间，灵魂中的欲望之毒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禁锢。紧接着，他身形化作金色流光，速度快得惊人，朝着魏无邪狠狠杀了过去。你竟然拥有特殊血脉！魏无邪脸色微微一变，没想到楚月禅还有如此底牌。看这架势，对方的特殊血脉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实力暴涨。这一刻，魏无邪心中生出了强烈的退意。毕竟他身上肩负的使命，关乎魔族能否再次在天玄大陆崛起。若是在这里与楚月禅拼个你死我活，那代价实在太大了。魏无邪眼神闪烁不定，心中快速权衡利弊。下一刻，他身形猛地一闪，朝着阵心位置急冲而去。那里收集的鲜血对魔族至关重要，他必须带走。然而，激发血脉之力后的楚月禅仿佛脱胎换骨，他的速度、力量、反应力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恐怖提升。只见他身形微微晃动，刹那间便出现在魏无邪身侧，手中战枪金光大盛，如同一道撕裂虚空的金色闪电，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刺向魏无邪。魏无邪大惊失色，完全没料到楚月禅的速度竟如此恐怖，眨眼间便已近在眼前。仓促间，他只能抬起手中的利刃，勉强抵挡。轰！剧烈的轰鸣声响起，魏无邪如遭雷击，整个人暴退数10丈。他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体内气血疯狂翻涌杀。楚月禅冷喝一声，声音中透着彻骨的寒意，杀意如实质般弥漫开来。他不给魏无邪丝毫喘息的机会，身形化作一道璀璨金光，再次杀了上去。长枪舞动，如狂风骤雨，数十枪接连不断地朝着魏无邪攻去，每一枪都蕴含着排山倒海的巨力，重重砸在魏无邪身上。魏无邪双臂剧痛无比，仿佛骨头都要被震成齑粉，只能狼狈的节节败退。轰！又是一记重击，魏无邪直接被轰退上100丈之远，一口鲜血不受控制的从口中喷出，在空中化作一片血雾。该死！魏无邪脸色阴沉的可怕，心中又气又恨。遥想万年之前，他身为天玄大陆巅峰强者之一，统领亿万魔奴，征战四方，所向披靡，是何等的威风凛凛。如今先是被一个小小的武士境小子接连坏他好事，现在又被武王境的楚月禅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若不是身负重大使命，今日他定要与楚月禅拼个你死我活。你们给我等着，本座还会回来的，下一次就是你们的末日。魏无邪咬牙切齿地嘶吼着，眼中满是不甘。话音刚落，他脸色一白，施展魔族秘术，速度陡然飙升。刹那间，他便闪现到阵心位置，迅速将收集的鲜血收入怀中，随后头也不回地朝着远方疾驰而去，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确认魏无邪的气息彻底消失后，楚月禅周身散发的金光如潮水般缓缓退去，紧接着他的修为气息急剧下降，直接跌落了一个小境界。一股强烈的虚弱感瞬间席卷全身，他脸色苍白如纸，每一寸肌肤都透露着无尽的疲惫，连站立都成了一件极其艰难的事。短暂的调息后，楚月禅强忍着全身的剧痛，连忙来到苏晨身边。他伸出颤抖的手，轻轻探了探苏晨的鼻息。当指尖感受到那微弱却真实的气流时，一直高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瓶5阶极品疗伤丹，先是自己吞服了几颗，而后又小心翼翼地喂给苏晨一颗。做完这些，他一手抓住苏晨，便朝着联军所在的方向赶去。然而行驶到半路，之前好不容易压制下去的欲望之毒如汹涌的潮水般瞬间爆发。啊！楚月禅忍不住发出一声妖娆而又痛苦的呻吟，眼中瞬间蒙上了一层迷离之色。那股汹涌澎湃的欲望将他的理智彻底淹没，让他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楚月禅咬了咬娇艳的红唇，鲜血渗出，可这点疼痛根本无法驱散那股疯狂的欲望。他心中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再压制。在仅存的一丝清醒驱使下，他带着苏晨朝着不远处的一个山洞奔去。进入山洞后，楚月禅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的虚弱与欲望的冲击，双腿一软，他整个人瘫倒在地，手中的苏晨也被丢在了一旁。苏晨悠悠转醒，
缓缓睁开了眼睛。当他的目光看到楚月禅时，眼睛瞬间瞪得滚圆，满脸都是震惊与不可置信。只见楚月禅眼神迷离，面色绯红，正无意识地脱着战甲，随后是贴身衣衫，如雪般的肌肤逐渐展露在空气中。那完美的身材曲线在昏暗的山洞中散发着致命的诱惑。咕噜，苏晨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跳动。常年征战的楚月禅既有飒爽英姿，又有女性的柔美，此刻这般模样更是美得惊心动魄，让人移不开目光。军团长，你这是想干嘛？苏晨颤抖着声音问道。看着眼前的一幕，他心中既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激动，又隐隐有着担忧。毕竟眼前这位可是大夏皇朝威名赫赫的军团长，武王境强者，他实在担心对方会不会在事后为了保住名声将他杀人灭口。然而此时的楚月禅早已被欲望支配，根本无暇理会苏晨。他娇躯一晃，整个人便如八爪鱼般紧紧地抱住了他。时间悄然流逝，转眼过去了一天。在楚月禅元阴之力的帮助下，苏晨的修为一举突破到了武师境第6重，而楚月禅也恢复到了武王境第8重。之前因激发血脉之力而造成的伤势，此刻也全部恢复如初。啊！我要杀了你！楚月禅悠悠转醒，当他看清眼前的状况，看到苏晨还压在自己身上时，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一股羞愤与杀意如火山般爆发。他想也没想，伸手掐住了苏晨的喉咙。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毫无防备的苏晨瞬间从睡梦中惊醒，一股强烈的窒息感瞬间将他淹没，他的眼睛猛地瞪大，充满了惊恐与疑惑，双手下意识地想要掰开楚月禅的手。可楚月禅身为武王境强者，即便苏晨如今有所突破，在他面前也如同蝼蚁，根本无法撼动分毫，这让苏晨心中涌起无尽的绝望。就在苏晨即将完全失去意识时，楚月禅眼中闪过一丝挣扎，那只手的力道渐渐减弱，终究还是松开了。可嗨！苏晨直接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楚月禅眼神冰冷而复杂地看着苏晨，心中天人交战，迟迟无法下定决心杀了苏晨。片刻后，楚月禅轻启红唇，冷冷问道：想死还是想活？肯定是想活，你说吧，要我做什么？苏晨毫不犹豫地说道。他心里清楚，楚月禅既然留自己一命，那就说明自己在对方眼里还有价值，而且以自己如今的修为，在楚月禅面前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要能活下去，做什么他都愿意。很好，我要你立下天道誓言，夺得本次大夏无比冠军，然后向陛下提亲迎娶我，若是做不到，就天降雷霆诛杀你。楚月禅冷冷地说道。他这么做是因为陛下已经多次暗示让他侍寝，但他不想入后宫，更不想与姐姐一起侍奉那个老男人。苏晨虽然修为还很低，但修炼天赋堪称妖孽，再加上长相极其英俊，正是他喜欢的类型。而且苏晨那里非常夸张，他现在回想起来都忍不住心跳加速。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更倾向于选择苏晨。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苏晨能够在五比中获得冠军，只有这样，苏晨才有资格向陛下提出一个条件。苏晨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怎么也没料到楚月禅提出的竟是这样一件事。没问题，苏晨果断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他神色肃穆，按照楚月禅的要求立下了天道誓言。他还是那句话，只要能活下去，其他一切都好说。你别以为夺冠军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每次大夏无比都有数百宗门参加，皇室子弟也会参与其中，以你目前的修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蝼蚁一般，随便就能将你击败。楚月禅神色凝重，冷声提醒道。他深知大夏无比竞争的残酷，不想让苏晨盲目自信。军团长，你应该察觉到我身怀特殊体质了吧？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3个月后的大夏无比，我可以碾压任何一名参赛者。苏晨昂首挺胸，自信满满的说道。话虽然这么说，其实他心中也没底。毕竟随着自身境界逐步提升，再想突破境界就需要庞大的修炼资源。但他明白，在楚月禅这样强势的女人面前，气势绝不能输。看着苏晨自信十足的样子，楚月禅不禁愣了一下，原本冰冷的眼神中闪过一抹异彩，心中竟也有些期待。其实他早就察觉到了体内的异样，之前激发血脉之力留下的后遗症竟然全部恢复，修为也重新回到了武王境第8重巅峰。很明显，苏晨的特殊体质能通过做那种事情增加修为与疗伤。希望你不是在说大话，否则这天道誓言可不是闹着玩的。楚月禅语气中带着一丝警告，毕竟天道誓言一旦立下，违背者必将遭受天谴。好了，穿上衣服，我们回灵月城。楚月禅已经收到了唐琼与周云峰等人的传音，他们率领联军返回了灵月城，并且已经开始对青川郡残余的魔修进行清剿。片刻后，
两人穿戴整齐，走出了山洞。军团长，你这次能不能用战舰御空飞行？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呢。苏晨一脸期待地说道，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楚月禅沉思片刻，觉得这要求倒也不过分，便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柄战剑。上来吧。楚月禅轻声说道。来啦！苏晨满脸兴奋，迫不及待地站到了楚月禅身后，随即伸出双手，毫不客气地抱住了楚月禅纤细的腰肢，连忙开口说道：军团长，我有点恐高，就借我抱一下，等快到灵月城那里时，我保证立马松开。被苏晨抱住的瞬间，楚月禅的娇躯微微颤了一下。奇怪的是，他内心不仅不抗拒苏晨这么做，反而隐隐有些欣喜，像是心底某个柔软的角落被轻轻触动，于是便默认了苏晨的举动。不要乱动，否则我就把你丢下去。楚月禅语气冰冷，但耳根却微微泛红，显然心中有些紧张与不自在。话音一落，他催动战舰，战舰瞬间如离弦之箭般冲天而起，朝着灵月城的方向疾驰而去。苏晨感受着身边景象飞速后退，心中的激动愈发强烈。他低头俯瞰大地，只见众生渺小的如同蝼蚁一般，而怀中美人温香软玉，让苏晨心中豪情万丈，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楚月禅敏锐地察觉到了身后苏晨的激动，嘴角不禁微微上扬，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在这不经意间，两人之间的感情悄然加深了一些，一种微妙的情愫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转眼3个时辰过去，楚月禅与苏晨已经抵达了灵月城附近。楚月禅将苏晨放下后，便再次冲天而起。他神色恢复了往日的冷峻，还有许多军务等着他去处理，容不得丝毫懈怠。而苏晨进入灵月城后，便朝着任务大殿走去。此次斩魔大赛已经圆满结束，所有参加的弟子都能领取一份极其丰厚的奖励。苏师弟，这要巧，你也来任务大殿了。苏晨刚一迈进任务大殿，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转头看去，发现是核心弟子徐未阳。只见他脸色有些苍白，显然是在之前的大战中受了伤，但依旧满脸笑容，快步来到苏晨身边。徐师兄，我是前来领取斩魔大赛奖励的。苏晨笑着点了点头，回应道：那好，我陪着你一起，上次就说好要聚一聚的，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你，说什么我和萧兄都得好好当面向你表达一下感谢。徐未阳热情地说道，眼神中满是真诚。萧明作为灵月城统领之一，经历了血雾山脉大战后，此刻也在灵月城静心休养。行，没问题。苏晨爽快地点了点头，他这会儿反正也没什么急事。等苏晨领取到奖励后，他与徐未阳刚踏出任务大殿的门口，就看到萧明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萧明一见到苏晨，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脸上露出真挚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前。而后萧明带着苏晨与徐未阳来到了灵月城最大的酒楼，进入了提前预定好的包间。酒过3巡后，原本轻松的氛围稍稍有了些变化。苏师弟，我听说燕连峰那家伙要亲自对你出手，你这段时间可得千万小心啊。徐未阳的脸色微微一沉，开口询问道。此人我也有所耳闻，名气很大，修为达到了5宗境第5重巅峰。苏老弟，虽然不知道你俩之间是怎么结下的矛盾，但你不如就留在灵月城，有唐城主在，谅他也不敢太放肆。萧明脸色同样凝重起来，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担忧，生怕苏晨吃亏。两位老哥不必担心，虽然现在我与他还有些差距，但用不了多久时间，我就能超过他。苏晨一脸轻松，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好了，咱们继续喝酒吧。听到苏晨这么说，徐未阳和萧明对视一眼，心中的担忧稍稍减轻了些。苏老弟如此自信，那我们就放心多了。来，咱们喝酒。徐未阳笑着说道。随即3人开始继续大口喝酒，谈论着修行趣事，气氛逐渐变得轻松起来。2个时辰后，苏晨感觉脑袋有些发沉，酒量达到了极限，于是便向2人告别。苏老弟，昨天周长老宣布2个月后的今天，宗门会进行大夏无比名额的争夺战，你还是别跑太远了。听到苏晨要在青川郡境内历练，徐未阳连忙放下手中的酒杯，认真地提醒道。多谢徐老哥提醒，我记下了。苏晨感激地说道。这件事情他还真不知道，若不是徐未阳说，按照他原本的计划，必然会错过这场关键的比试。苏老弟，老哥在这里提前祝贺你在5比上取得一个好名次，让皇城那些眼比天高的人看看咱们青川郡的天才风采。萧明大笑着拍了拍苏晨的肩膀，眼神中充满了鼓励。多谢萧老哥吉言，等5比结束，咱们再找时间相聚。苏晨笑着说道。虽然如今他的实力已经超过徐未阳和萧明2人，但他并不在意这些，只要对脾气，他都会平等对待每一个朋友。随后在徐未阳与萧明的一路相送下，苏晨离开了灵月城，朝着玄阳山脉疾驰而去。他打算这2个月就在玄阳山脉好好历练，争取突破到武师境第8重。毕竟即将到来的大夏无比名额争夺战，燕连峰必然会想尽办法找他麻烦。
而燕莲峰如今的境界已是武宗境第5重巅峰，以对方的修炼速度，2个月的时间突破到武宗境第6重，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苏晨只有将修为提升到武师境第8重，才有十足的把握击败燕莲峰。时间飞逝而过，转眼便过去了3天。此时，苏晨终于抵达了玄阳山脉。小子，你就是苏晨对吧？就在苏晨刚踏入山脉边缘，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骤然响起。苏晨抬眼望去，只见一名目光阴冷的中年男子，如鬼魅般突然挡在了他的面前。来人正是叶晨龙派来的江天。你是何人？苏晨眉头一皱，眼神瞬间变得警惕，几乎是下意识的，他迅速从储物袋中取出战剑，做出防御的姿态。他能感知到眼前这名中年男子对自己充满了敌意，而且其修为达到了武宗境第4重，绝非善茬，总算找到你了。看到苏晨这般警惕的反应，江天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话音未落，他便直接朝着苏晨冲了过去。毕竟此地距离玄元宗不远，他必须速战速决。只见江天手掌瞬间弯曲如鹰爪，指尖闪烁着幽光，朝着苏晨狠狠抓了过去。敢对老子出手，真是不知死活！面对江天的突然攻击，苏晨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只见他手中的战剑猛然挥出，一道耀眼夺目的剑气如同闪电般迅猛，朝着江天狠狠劈了过去。不可能，你的境界怎么会是武师境第6种？江天震惊地瞪大了双眼，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根据叶风云带回来的情报，苏晨的修为仅仅只是武师境第2种，可这才过去多久，这小子的修为居然飙升到了武师境第6种，这太超乎常理了。江天的反应速度极快，在洞察苏晨修为的一刹那，他脸色骤变，身形连忙朝着左侧避去，不敢硬抗苏晨这凌厉的一击。蠢货，情况都不了解清楚，就敢劫杀老子，我看你真是嫌命长了。苏晨冷冷一笑，眼中满是轻蔑，随即他身形一闪，主动朝着江天杀了过去。以他如今的修为，一般的武宗境第4重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更何况他还有九幽诀这个杀手锏，可以在关键时刻给予对方致命一击。苏晨将江天当做了绝佳的陪练，准备好好与对方大战一场，以此提升自己的实战经验还有对战技巧。一时间，两人大战在了一起。在战斗前期，江天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将苏晨稍稍压制，但随着战斗的持续，苏晨的战斗经验飞速成长。他不断观察江天的攻击方式，一一弥补自身的不足，逐渐稳住了局面，和江天打得有来有回。苏晨的眼神越发坚定，每一次挥剑都更加精准有力。而江天这边却是越打越着急，一方面是担心时间拖久，害怕玄元宗的长老察觉到动静赶来，另一方面是苏晨的进步速度实在太快了，越战越勇，仿佛永远不知疲倦。半个时辰后，两人已经交战了数百招。此时江天心中萌生了退意，苏晨实在是太妖孽了，他感觉自己就像在和一个怪物战斗。他必须尽快返回叶家，将这个消息告知家主，以后不要再打苏晨的主意。小子，这次就先放过你了。江天不再犹豫，身形化作一道黑影，朝着远处疾驰而去。想打就打，想走就走，这怎么可能？苏晨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冷笑，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瞬间施展出九幽诀，一道无形的灵魂利刃朝着江天狠狠刺了过去。江天一心想着逃离，根本没料到苏晨还有这一招。他脑海防御瞬间被灵魂利刃撕开，眼神变得呆滞，整个人当即停在了原地。此时苏晨猛然抬起手中的战剑，狠狠刺向江天的腹部，吃，一道血花溅起，只见战剑直接将江天的腹部刺透。只要苏晨轻轻催动剑气，江天的丹田就会被废掉。啊啊！一股强烈的疼痛让江天瞬间从呆滞状态中清醒了过来。此时他眼中满是惊恐与绝望。你实力为什么如此强大？江天满脸难以置信，自己的境界可是武宗境第4种，怎么可能会在眨眼间就落败？少废话，赶紧说为什么对老子出手？苏晨冷冷地说道，眼中杀意四溢。他手中紧紧握着战剑，只要江天稍有不从，他不介意再补上一剑。小子，这次算我们看走眼了，但想知道我的来历，下辈子吧。江天冷冷一笑，他心中明白自己今天是逃不掉了。为了不暴露叶家，他决定自杀。话音一落，他脸色瞬间变得漆黑如墨，生命气息眨眼间便消失了。服毒自杀。苏晨脸色微微一变，没想到此人如此果断，宁愿自杀也不愿透露半点信息，这让他更加好奇对方的来历。他倒要看看究竟是谁盯上了自己。紧接着他将手掌放在江天的脑袋上，施展搜魂术。片刻后，江天的记忆都被苏晨全部掌握。妈的，原来是叶风云那个废物。苏晨脸色难看，
忍不住骂道：“没想到此人居然是叶家派来的，目的是将自己活捉回叶家，逼问出自身的奇遇。”深思片刻后，苏晨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他决定前往叶家一趟。他可不是那种任人欺凌还忍气吞声的善人，叶家既然敢盯上他，那他必定要狠狠报复回去。另外，叶家此次行动失败后，说不定还会联系更强大的修炼者再来对付自己。对付这种麻烦，直接斩草除根才是最正确的办法。而且叶家传承多年，家底必定丰厚，若是能搜刮整个叶家的资源，肯定能让自己的修为有所突破。随后，苏晨收起江天的储物袋，然后朝着巨海城疾驰而去。赶路途中，苏晨突然想到了张家。如今他几乎将张家在玄元宗的顶尖弟子斩杀殆尽，等张家知晓此事，必然不会饶过自己。苏晨心中暗自思忖，看来等灭了叶家，还得再去一趟张家，将这2个潜在的隐患一并解决，才能安心参加大夏无比。巨海城叶家，叶晨龙书房内，父亲，这都2个月了，江天还没有传来消息，你干脆让江天回来吧。叶风云在书房内来回踱步，满脸焦急地说道。他可是对苏晨那惊人的境界提升速度记忆犹新，如今过去了整整2个月，对方的修为必定又有大幅提升。他越想越害怕，担心江天根本不是苏晨的对手，万一有什么意外牵连到自己，那可就太不妙了。要沉住气，江天的性格我知道，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贸然出手。此外，若真有什么变故，江天也会立刻服毒自杀，绝不会牵扯到我们叶家。叶晨龙坐在书房的太师椅上，神色平静地说道，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父亲，你还是派人去打探一下情况，看看江天是不是遇到了麻烦，顺便了解苏晨如今的境界。若是苏晨提升较大，还是让江天回来吧，就当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叶风云语气认真，一脸忧虑地说道。他深知苏晨的厉害，不想因为此事给叶家带来灭顶之灾。叶晨龙闻言陷入了沉思，片刻后他缓缓点了点头，就按你说的做。随即他招来一名心腹侍卫，低声吩咐了几句。那侍卫领命后立刻转身离去，前往玄元宗附近打探情况。经过8天的全力赶路，苏晨终于抵达了巨海城。他先是施展千幻易容术，将自己的容貌变得平凡无奇，这才进入城内，朝着一个商会走去。通过梳理江天的记忆，苏晨已经对叶家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叶家境界最高的是家主叶晨龙，修为达到了5宗境第6重，其次是他弟弟叶晨虎，修为达到了5宗境第4重，还有3名长老，修为是在5宗境1、2重。以苏晨如今的实力，想正面覆灭叶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一点，苏晨在赶路途中已经有了对策。叶晨龙十分宠爱一位名为潘金花的小妾，所以苏晨打算将她控制，然后在潘金花的身上涂满毒药，等叶晨龙与她亲近时，就会不知不觉的中毒，失去反抗能力。进入商会后，苏晨购买了大量灵药以及一些布阵材料。接下来他在城中找了一处不起眼的客栈住下，开始炼制毒药。这种毒药可不简单，不仅可以禁锢灵气，还能让中毒者身体逐渐僵硬，失去反抗能力。半个时辰后，苏晨成功炼制出了毒药。这毒药无色无味，与女人肌肤的颜色一模一样，涂抹在身上很难察觉。做好准备工作后，苏晨趁着夜色悄悄潜伏在叶家大门口附近的阴影中，静等着有缘人出现。没过多久，一名叶家侍卫打着哈欠从门口走了出来。苏晨眼睛一亮，立刻悄悄尾随了上去。虽然对方只是一名普通侍卫，但他要求不高，只要能成功进入叶家就可以了。不多时，那名侍卫晃晃悠悠地经过一处昏暗的街道。苏晨见四周无人，他身形如闪电般迅猛窜出，眨眼间便鬼魅般来到侍卫身后。紧接着他抬手一记手刀，精准地劈在侍卫后颈。这一掌蕴含着十足的劲道，侍卫连闷哼一声都来不及，便震晕了过去，直挺挺地摔倒在了地上。苏晨眼疾手快，迅速上前将侍卫拖进太初空间。片刻后，等苏晨再次踏出太初空间，已经摇身一变成了那名侍卫的模样。苏晨左右打量了一下自己，确认毫无破绽后，便大摇大摆地朝着叶家走去。苏晨所掌握的千幻易容术极为精妙，除非修为高他2个大境界，否则根本没人能看出他易容了。而整个叶家境界最高的便是叶晨龙，也仅仅只有5宗境第6重，自然无法识破他的伪装。很快，苏晨顺利地进入了叶家府邸，熟门熟路地朝着潘金花所在的庭院走去。没过多久，苏晨便抵达了叶家后院。这里居住的都是叶晨龙的妻妾，大概有数十人。也正因如此，此地戒备十分森严，到处都有巡逻的女侍卫。只要是男性生物，没有得到允许，一律不能靠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过这可难不倒苏晨，他隐匿在阴影之中，耐心等待时机。终于，一名婢女慢悠悠地经过他身旁。
苏晨故技重施，成功将其打晕，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引起巡逻女侍卫的注意。将这名婢女收进太初空间后，苏晨施展千幻异容术，变成了这名婢女的模样。说来也巧，苏晨现在化身的这个婢女名叫周灵儿，正好是潘金花的一名贴身婢女。灵儿，老爷来了。苏晨刚进入潘金花居住的庭院，另一名贴身婢女崔嫣儿轻轻抬起头，用唇语无声提醒道：“我知道了。”苏晨同样用唇语无声回应道。随后，他小心翼翼地站在房间门口的另一边，大气都不敢出。在周灵儿的记忆中，叶晨龙每次前来宠幸潘金花，任何人都不能发出一丁点声音，否则就会被当场处死。站了好一会儿，苏晨心中突然有些疑惑，这房间里安静的有些过分，居然一点声音都没有传出来。他的好奇心不禁被勾了起来。一炷香后，身后的房门猛地被打开，一道身影大步走了出来。苏晨悄悄抬起头偷瞄了一眼，只见是一名中年男子，面容冷峻，眼神中透着一股上位者的威严，正是叶晨龙。叶晨龙脚步急促，很快便离开了庭院。老爷总算走了。崔嫣松了一口气，原本紧绷的身体瞬间放松了不少。是啊。一旁的苏晨为了不引起崔嫣怀疑，拍了拍胸口，表现出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灵儿，你进来帮我按肩。嫣儿，你去弄点热水来，水有点凉了。这时房间内传来一道妩媚的声音，声音中透着一丝慵懒，正是潘金花。是，小姐。听到潘金花的吩咐，苏晨和崔嫣儿都回应了一声。说完，苏晨转身走进了房间。一进入房间内，热气腾腾的水汽果携着花瓣的芬芳扑面而来。只见潘金花半躺在满是花瓣的浴桶中，一头乌黑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几缕发丝贴在白皙的肌肤上，更添几分诱惑。苏晨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不得不说，这潘金花的长相确实漂亮，眉眼间透着一股勾人的妩媚气质，一举一动都似在撩拨人心。灵儿，你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想干嘛？还不快过来给我按肩！潘金花柳眉微蹙，眼中带着一丝疑惑与莫名的意味，声音里透着慵懒。来啦，小姐。苏晨连忙收敛心神，暗暗提醒自己正事要紧，快步走到潘金花身后。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双手搭在潘金花肩上的瞬间，立刻施展出九幽诀，一股强大的灵魂力量瞬间轰在潘金花的脑海中。潘金花眼神瞬间涣散，身子一软便晕了过去，整个人瘫倒在浴桶边缘。苏晨趁机在他灵魂深处种下九幽奴印，这九幽奴印一旦种下，潘金花便完全被他掌控。这个时候，潘金花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滑，眼看就要被水淹没。苏晨下意识地伸手去抱，想将它摆正，然而他却不小心触碰到了潘金花胸口的饱满区域，那柔软的触感忍不住让他心中微微一荡。就在这时，崔嫣提着一桶热水走了进来，一眼便看到苏晨的双手放在潘金花的胸口位置。灵儿，你这是在干嘛？崔嫣满脸疑惑地问道，眼神中满是诧异。苏晨脸色微微一红，他反应极快，直接一记九幽诀轰了过去。哼！崔嫣闷哼一声，双眼一翻，便瞬间晕了过去。紧接着，苏晨迅速上前，同样在他灵魂深处种下了九幽奴印。苏晨不打算取崔嫣的性命，在梳理周灵儿记忆的时候，他发现崔嫣为人善良，平日里对周灵儿处处照顾，两人情同姐妹。而且这两女都是处子之身，虽然年纪尚小，只有15、16岁，但再过2年，身体发育成熟，必然出落得更加亭亭玉立。苏晨打算击杀叶晨龙后，将崔嫣也收进太初空间。毕竟太初空间内面积广袤，灵气浓郁，完全可以容纳很多人生活，他们也能得到更好的庇护。一炷香后，潘金花与崔嫣悠悠转醒。主人，潘金花率先反应过来，眼神中透着敬畏，连忙从浴桶中走出。崔嫣也紧跟其后，两人一起跪在地上。此刻在他们脑海中，苏晨就是至高无上的主人，对他的命令绝不敢有一丝不敬与反抗。都起来吧，潘金花，你先将衣服穿起来，我有事情要吩咐你们。苏晨眼帘微垂，刻意避开了潘金花那充满诱惑的娇躯。不得不说，此女长相妩媚，身材更是前凸后翘，是那种男人看一眼就容易冲动的类型，也难怪叶晨龙会对她如此痴迷。可惜她是叶晨龙的女人，要不然苏晨还真想将她收为女奴，好好调教一番。是。潘金花眼中掠过一抹深深的失落，她向来对自己的美貌与身材极为自信，可没想到苏晨居然对她不为所动，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但苏晨的命令她不敢违抗，很快便将衣服穿戴整齐。随后苏晨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详细的告诉了两女。毕竟整个计划的实施离不开他们的配合。主人，叶晨龙通常2天左右就会来找我一次，依我看2天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准备。潘金花声音轻柔地说道，同时抬眼偷偷观察着苏晨的神色。好，就按你说的做。
苏晨果断说道，眼中瞬间闪过一丝狠厉。叶晨龙既然敢对他下手，那就休怪他心狠手辣。随即苏晨大手一挥，将周灵儿从太初空间内放了出来。你这2天就待在庭院，等要对叶晨龙动手时，我再冒充你。苏晨看着周灵儿，神色平静地吩咐道。是，主人。周灵儿恭敬地应道，眼神中透着敬畏。潘金花，你将这颗珠子妥善保管，2天后用灵气冲击这珠子3次，我就会出来。苏晨拿出太初珠递给了潘金花，语气不容置疑。潘金花已经被他完全掌控，因此他并不担心对方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是，主人。潘金花双手接过太初珠，语气极其恭敬。随即苏晨身形一闪，进入了太初空间，找到东方明月开始修炼。时间飞快流逝，转眼过去了2天。苏晨在修炼中感受到太初珠震动3次，明白是潘金花让自己出去，于是他没有迟疑，立刻离开了太初空间。主人。见到苏晨出来，潘金花、周灵儿与崔嫣儿纷纷跪倒在地。今天的潘金花显然精心打扮过，身穿一袭精美华贵的白色长裙，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那令人血脉奔张的身材，举手投足间充满了无尽的诱惑力。她所跪的位置显然也是精心考量过，苏晨只要一低头，便能清晰地看到她胸口那高耸饱满的区域。然而苏晨只是眼神轻轻扫了一眼，便不再看潘金花。都起来吧，灵儿、嫣儿，你们去忙，不要让其他人起疑心。苏晨轻轻抬了抬手，神色平静地说道。是。周灵儿与崔嫣儿乖巧地应道，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房间。潘金花，你确定叶晨龙今晚会来？苏晨开口询问道。主人，一般情况下叶晨龙都会来的，所以我们不妨提前做准备。潘金花声音娇柔地说道。只好如此了。苏晨点了点头，这种情况确实难以确定，要是直接让潘金花去问叶晨龙，说不定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接着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个小玉瓶，递给潘金花，面无表情地说道，这是毒药，去将自己身上都涂满。主人，能不能你帮人家涂呀？毕竟男人才懂男人嘛。潘金花俏脸微红，眼神中满是诱惑。她想着利用自己的身体好好服侍苏晨一次，让苏晨知道自己的床上功夫有多厉害。这样一来，苏晨说不定就会留下她了。毕竟她心里明白，自己身为叶晨龙的女人，若是苏晨对她没兴趣，等叶晨龙一死，她对苏晨也就没有价值了。所以她无时无刻都想着与苏晨发生关系，为自己谋得一条后路。啪！苏晨毫不留情，一记响亮的巴掌狠狠扇在潘金花脸上，冷冷地说道，收起你的小心思，只要这次任务顺利完成，我会留你在我身边做事。是，多谢主人，我再也不敢了。潘金花眼神中满是惊恐，脸颊瞬间红肿起来。她忙不迭地接过毒药瓶，手忙脚乱地开始往自己身上涂抹。苏晨也没闲着，趁现在距离天黑还有些时间，他迅速拿出之前在商会购买的布阵材料，准备在潘金花的房间里布置一个阵法。这个阵法能隔绝声音，同样也是一个后手。万一毒药发作时，叶晨龙还有反击之力，他便能强行出手将其斩杀。苏晨手法娴熟，全神贯注地布置着阵法。随着一道道神秘的阵纹逐渐浮现，阵法也在一点点成型。等阵法布置完成，天色已悄然临近傍晚。苏晨将周灵儿收进太初空间，自己则施展易容术，再次变成周灵儿的模样，静等待着叶晨龙的到来。然而2个时辰过去了，叶晨龙却依旧没来。什么情况？叶晨龙怎么没有来？苏晨眉头紧紧皱起，冷声问道。主人，我也不知道啊，之前他都是2天左右就会来的，一般今晚不来，明晚肯定来。潘金花赶忙回应，声音里带着一丝忐忑。苏晨轻轻点了点头，他心里明白，这事确实怪不得潘金花，但他时间紧迫，可没耐心再等到明天。于是他目光紧盯着潘金花，开口询问道，有没有办法将他现在就吸引过来？有的，主人。潘金花连忙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光亮，急切地说道，叶晨龙那方面很快，若是能帮他持久一点，我保证他立马过来。他有多快？苏晨脸上露出意外之色，饶有兴致地看着潘金花，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一夕，潘金花幽怨地说道，声音中满是无奈与苦涩。这么快？他每次不都要待上半个时辰吗？苏晨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主人有所不知，他那是怕灵儿与嫣儿说闲话，所以才拖久一点才走。潘金花解释道，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这些年来，叶晨龙从未让他满足过，而叶家后院又没有其他男人，这也是他想与苏晨发生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原来如此。苏晨恍然大悟，随即自信地说道，这个难不倒我，我有办法帮他解决。说着
苏晨取出身上携带的所有灵药，仔细挑选一番后，凑齐了一份炼制生龙活虎壮阳丹的灵药。主灵药正是之前他为了得到赤阳花，击杀守护妖狩猎炎狂虎所获的虎鞭。当时他把猎炎狂虎的尸体兑换成了贡献点，却特意留下了这个好东西，没想到如今正好派上用场。紧接着，苏晨取出炼丹炉，开始聚精会神的炼丹。一炷香后，一股浓郁诱人的丹香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生龙活虎壮阳丹成功炼制而出。丹药呈现出晶莹剔透的色泽，其级别更是达到了3阶极品。这是生龙活虎壮阳丹，接下来就看你怎么将叶晨龙吸引过来了。苏晨将丹药从炼丹炉中取出，递给了潘金花，开口说道：“主人放心，有了这颗丹药，我保准叶晨龙会迫不及待的过来。”潘金花信誓旦旦地说道，眼中闪烁着笃定的光芒。他对叶晨龙的性格了如指掌，深知这丹药对他的诱惑有多大。紧接着，他拿出一把小巧的玉刀，小心地将丹药切下一点，而后他将切下的丹药递给崔烟儿，叮嘱道：“烟儿，将这个给叶晨龙，就说我得到了一颗神丹，让他速速赶来。”崔烟儿接过丹药，转身便朝着叶晨龙的书房奔去。“你去将毒药再涂一遍，都过去2个时辰了，药效没有那么强了。”苏晨看着潘金花，语气严肃地吩咐道。“是。”潘金花这次不敢再有二话，乖乖地拿起毒药瓶往身上重新涂抹起来。没过多久，便见崔烟儿满脸兴奋，脚步匆匆地小跑着回来了。“主人，叶晨龙说他处理一点事情，等会就来。”崔烟儿气喘吁吁地说道。“做得不错。”苏晨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抹兴奋的笑容。随即他仔细检查了一下潘金花身上毒药涂抹的情况，确保每一处都涂抹均匀，没有遗漏。确认没有问题后，苏晨便和崔烟儿一起到房间门口等待叶晨龙的到来。大概半个时辰后，只见叶晨龙满脸急切地走进了庭院，他的眼神中透着兴奋与期待，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门进入了房间。没一会儿功夫，房间内就响起了潘金花发出的娇喘声。此时房间内气氛变得异常热烈，弥漫着一股暧昧的气息。叶晨龙满头大汗，脸上却带着激动的笑容，显然是被丹药的效果所刺激，整个人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之中。然而就在关键时刻，叶晨龙的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至极。“贱人，你居然敢对我下毒！”叶晨龙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恨意，恨不得立刻将潘金花碎尸万段。他心中的怒火瞬间爆发，右拳凝聚灵气，一拳狠狠轰在了潘金花的胸口。轰！刹那间，一声巨响骤然传开，木床瞬间4分5裂。若不是苏晨提前布下隔绝声音的阵法，这道巨响必然会传出去，惊动整个叶家。只见潘金花的双眼瞪得滚圆，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胸口区域凹进去一大块。噗！潘金花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生命气息逐渐消散，整个人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很快便没了动静。此时叶晨龙朝着门口冲去，但他刚迈出一步，脸色瞬间大变，顿感全身灵气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禁锢，身体也逐渐变得僵硬。“是谁害我，都不敢出来一见吗？”叶晨龙语气冰冷地说道。他心里清楚，单凭潘金花这贱人，绝无胆量和能力做出这种事，背后必然有人指使。叶家主还挺聪明，这么快就想到了另有其人。苏晨推门而入，脸上带着一抹嘲讽的冷笑：“你不是周灵儿，你是谁？我叶家在何处得罪了你？”叶晨龙强装镇定，神色故作平静地询问道：“我啊，就是你们想得到我身上奇遇的那个苏晨。”苏晨冷笑着说道，眼神中满是不屑：“怎么会是你？你怎么可能会让这个贱女人配合？”叶晨龙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他一直以为是巨海城哪个敌对家族暗中谋划，对他下此毒手，可怎么也没想到，罪魁祸首竟然是被他视为猎物的苏晨。在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东西多了去了，所以没有什么不可能。好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可以去死了。”苏晨冷冷地说道。话音未落，他毫不犹豫地抽出战剑，带着凛冽的杀意，狠狠斩向叶晨龙。“不，我不甘心！”叶晨龙眼神中满是惊恐与绝望，心中的懊悔如潮水般涌来。他痛恨自己当初不该贪图苏晨身上的奇遇，派人去招惹这个煞星。如今大祸临头，一切都已无法挽回。赤！一道剑光如闪电般闪过，瞬间划过叶晨龙的脖颈，鲜血飞溅而出。他的脑袋缓缓滑落，最终掉落在了地上，双眼还圆睁着，似乎死不瞑目。解决掉叶晨龙后，苏晨神色未变，将周灵儿从太初空间内放了出来。“灵儿、烟儿，你们2个去将潘金花的尸体找一个地方埋了，事后就在这里等我回来。”苏晨看了一眼地上失去生命气息的潘金花，心中微微一动。毕竟对方是为了配合自己的计划而死，最起码要让他入土为安。“是。”周灵儿与崔烟儿眼中闪着泪花，
轻轻点了点头。他们满心悲痛，缓缓走到潘金花的尸体旁，小心翼翼地将她抱起，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着门外走去，每一步都带着无尽的哀伤。苏晨蹲下身子，将手掌轻轻放在叶晨龙的额头，开始施展九幽搜魂术。片刻后，他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已经完全掌握了叶晨龙的全部记忆，知晓了叶家宝库的位置和开启办法，而那关键的钥匙就在叶晨龙的储物袋中。苏晨伸手拿起叶晨龙的储物袋，再次施展千幻异容术，眨眼间便变成了叶晨龙的模样。随后他身形一闪，迅速离开了叶家后院。这里住的全是叶晨龙的女人，对他来说没有威胁，也没有什么好杀的。苏晨的下一个目标则是叶家第二强者，武宗境第4重的叶晨虎。只要再将此人斩杀，那整个叶家将无人是他的一招之敌。很快，苏晨便来到了叶晨虎的住处。此刻的叶晨虎正搂着2名年轻貌美的少女睡觉，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苏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没有丝毫客气，灭天剑诀搭配九幽诀，直接将其秒杀。伸手拿走叶晨虎的储物袋后，苏晨转身迅速离开房间。他趁着夜色，开始对叶家武宗境以上的3位长老展开了疯狂的屠杀。短短时间内便将其全部斩杀，收集到了3个储物袋。这时苏晨来到了叶风云的住处，他特意褪去了易容，恢复了本来模样，而后悄然无息地潜入叶风云的房间。房间内安静的有些压抑，叶风云正盘膝坐在床上，周身灵气缓缓流转，沉浸在修炼之中。他身上散发的修为气息已然达到武士境第3重，不得不说这叶风云的天赋着实不错。苏晨并没有出声惊扰，而是轻手轻脚地走到桌子旁，悄然坐下。他眼神紧盯着叶风云，饶有兴致地瞧着，看他何时才能察觉到自己的存在不多时，正在修炼的叶风云突然眉头紧锁，一股莫名的悸动涌上心头。这股不安让他再也无法静下心来修炼，只好睁开了双眼。仅仅一瞬，叶风云便看到苏晨正坐在不远处，饶有兴趣地看着他，那眼神冰冷且充满戏谑，就好似在打量一只待宰的羔羊。叶风云的心脏猛地一缩，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恐惧如潮水般瞬间将他淹没。苏晨，你怎么会在这？叶风云眼神中满是惊恐，身体下意识地连连往后退，恨不得能缩进墙里，与苏晨拉开尽可能远的距离。我警告你，这里是叶家，我父亲可是武宗境第6重的强者，你若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父亲绝对不会放过你。叶风云声音颤抖得厉害，却还强装出一副凶狠的模样，妄图用叶晨龙的威名来威慑苏晨。蠢货，你父亲早死了，不然我也不会来你这里。苏晨眼神森冷，声音中充满了不屑。叶风云听到这话，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眼中除了惊恐，更多的是深深的绝望。他万万没想到，居然连父亲都不是苏晨的对手。苏晨，求求你，饶我一命吧！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叶风云带着哭腔，苦苦哀求道。此刻的他早已没了往日的嚣张。不了，你叶家的东西我会自己拿，我只想要你的命。好了，你可以去死了，我刚刚不动手，只是不想让你不明不白就死了。苏晨的声音冰冷且坚决，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不要这样，苏晨，我求求你了。叶风云吓得直接从床上爬下来，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饶。他心中早已被恐惧占据，此刻的他根本没有丝毫反抗的念头。记住了，下辈子眼睛放亮点，不该招惹的人不要招惹。苏晨冷笑着说道。话音一落，他直接施展出九幽诀，刹那间一股强大的灵魂力量狠狠朝着叶风云轰去。紧接着他手中战剑猛地一挥，一道耀眼的剑光如闪电般朝着叶风云直射而去。灵魂攻击瞬间洞穿了叶风云的脑海防御，他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疼得双手抱头，脸上满是痛苦扭曲的表情。紧接着那道凌厉耀眼的剑光瞬间穿透了他的手臂，鲜血顿时飞溅而出。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苏晨并未就此停手，又是几道剑光如流星般接连射出。叶风云在痛苦中拼命挣扎，眼中满是无尽的后悔。他悔不该当初贪图苏晨身上的奇遇，不该怂恿父亲派人对付苏晨。可如今一切都已无法挽回，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终于，一道致命的剑光洞穿了叶风云的心脏，他的身体瞬间僵住，眼中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我怎么会死在这里？叶风云感受着意识逐渐模糊，眼中满是后悔与不甘，最终生命气息彻底消散，整个人瘫倒在地，再也没了动静。随即苏晨走上前，迅速将叶风云的储物袋收进太初空间，确认没有遗漏后，他转身离开了房间，很快便返回了潘金花的庭院。只见此刻的庭院中央，一座新坟已然立起，
周灵儿和崔嫣儿正静静地跪在坟前，见到苏晨归来，两人又一起向潘金花的坟墓磕了3个响头，算是最后的告别。潘金花平日里对他们2人极好，一直将他们当作亲妹妹般呵护。如今潘金花香消玉殒，两人心中悲痛万分。苏晨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并未出声打断。他也未曾料到周灵儿和崔嫣儿与潘金花的感情竟如此深厚，他心中不禁泛起一丝触动。要说后悔，倒也谈不上，但总归还是有那么一丝复杂的情绪。毕竟在来叶家之前，他与潘金花素不相识，他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击杀叶晨龙。在他看来，整个叶家都是他的敌人，为达目的，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并无不妥。主人，你回来了。磕完头后，周灵儿与崔嫣儿乖巧地来到苏晨身前站好，声音中还带着未散尽的悲伤。潘金花的死，我确实没有预料到，也不清楚会对你们2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但你们放心，等未来某天我真正强大后，一定会将她复活。苏晨神色认真地说道。虽说两女都被他种下九幽奴印，根本无法反抗他，但看着他们伤心难过的模样，苏晨的内心还是被深深触动了一下。因此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和两女说清楚，毕竟他打算让两女以后一直跟着自己，不能让这个心结横亘在彼此之间。而苏晨之所以敢许下这个承诺，是因为在邱逸雪的传承记忆中，神界确实有可以复活人的传说。尽管那个境界如今的神界无一人能够达到，但苏晨心中总归有这个理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多谢主人。周灵儿与崔嫣儿眼中闪过一丝喜悦，当即跪倒在地，语气诚恳地感谢道。对于苏晨的话，他们打心底里相信，而且苏晨愿意跟他们解释且承诺，这一举动也让两人心中与苏晨之间最后的隔阂彻底消除。随后苏晨将周灵儿和崔嫣儿收进太初空间，便径直朝着叶家宝库疾驰而去。在前往叶家宝库的路上，苏晨心中暗自思索着，整个叶家知晓他有其余的仅有叶晨龙、叶晨虎以及叶风云这3人，如今都已被他全部斩杀，而叶家5宗境以上的长老们也都丧命在他手中。可以说如今的叶家已经名存实亡。因此苏晨打算等搬空叶家宝库便离开这具海城。至于叶家的其他人，他并不打算对他们出手，毕竟叶家上下族有数百人，他就算不眠不休地杀到明天也杀不完。不多时，苏晨来到了叶晨龙的书房，叶家宝库的入口便在这里经过一番摸索，他成功打开了宝库的入口。踏入宝库后，苏晨便迅速行动起来，将各种灵药、兵器以及材料通通收进了太初空间。而功法与武技这些他并不打算带走，因为他脑海中有着大量神界功法与武技。一炷香后，苏晨已经搬空了叶家宝库，其中最让他惊喜的是一柄王阶下品的战剑流光剑。此剑剑身修长，宛如秋水般澄澈，剑身上隐隐有流光闪烁，轻轻挥动便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剑身涌动。可以说有了流光剑的相助，苏晨的实力再次得到了显著提升。接下来苏晨迅速离开了叶家，朝着巨海城外疾驰而去。半个时辰后，巨海城外一处偏僻的地方，苏晨取出了青川郡的地图。他仔细查看青阳城的位置，发现巨海城距离青阳城并不算远，以他的速度大概只需3天时间便能抵达。苏晨将地图收进储物袋，而后朝着青阳城的方向疾驰而去。时间飞快流逝，转眼过去了1天。此时苏晨总算找到了一处极为隐蔽的地方，他将太初珠藏好后便进入了太初空间，准备突破境界。苏晨取出这段时间收获的战利品，将其堆积在了一起。灵儿、嫣儿，你们把这些东西清点一下，然后做好分类。苏晨叫来周灵儿和崔嫣两女，开口吩咐道。是，主人。周灵儿和崔嫣乖巧地点了点头，随即开始认真地清点起来。苏晨则带着东方明月来到太初空间的另一边闭关修炼，他打算好好培养一下东方明月，毕竟天赋还不错，否则也无法成为玄元宗的核心弟子，且修为达到5宗境第2种。因此他特意将一门神界功法传授给东方明月修炼。紧接着苏晨取出从叶家宝库中得到的上万灵石，将其放置在2人四周。一切准备就绪，他与东方明月一同盘坐下来，开始吸收炼化灵石中的灵气，冲击更高的境界。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过去了13天。在这13天里，苏晨全身心沉浸在修炼之中，他的修为成功提升到了武士境第6重巅峰，距离武士境第7重仅仅只有1步之遥。这时苏晨终于感受到了突破契机，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全力运转太初诀，将体内的灵气汇聚起来，化作汹涌澎湃的灵气浪潮，连绵不绝地朝着武士境第7重的境界屏障发起了猛烈冲击。轰轰轰！武士境第7重，随着最后一波灵气浪潮的冲击，境界屏障轰然破碎。这一刻，苏晨周身气息暴涨，
境界成功达到了武师境第7重。就在突破的这一瞬间，苏晨突然感觉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触感，这种感觉十分奇特，让他忍不住睁开了眼睛。东方明月，你这是在干嘛？苏晨惊讶地问道。只见东方明月近在眼前，头上的双马尾还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主人，你炼化灵石的速度太快了，我尝试了一下，发现这样可以快速吸收你体内溢出的灵气，比我自己炼化要快得多。东方明月含糊不清地解释道。经过这几天他不懈努力，修为精进了不少，已然达到了武宗境第2重巅峰。原来是这样，你还挺聪明。苏晨眼神中露出一丝惊讶，他确实没想到自身的体质居然还有这种妙用，能为东方明月提供便利。此时四周还剩下1000多块灵石，苏晨稍作思索，便再次运转太初诀，他要全力帮助东方明月突破武宗境第3重。转眼间1天过去了，在苏晨全力辅助下，东方明月周身灵气翻涌，终于触碰到了武宗境第3重的境界屏障。轰！没过多久，一声巨响骤然响起，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东方明月体内迸发而出，他成功突破到了武宗境第3重。多谢主人帮助。东方明月脸上绽放出兴奋的笑容，眼神中满是激动。有苏晨传授的顶级功法，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如今的战斗力几乎堪比武宗境第5重，而且他心里明白，这还只是个开始，等他对功法了解得更加透彻后，战斗力必然还会更强。不必客气，你修为越强，对我的帮助也就越大。好了，你继续修炼吧。苏晨笑着说道，眼中满是鼓励。说完，苏晨没有过多停留，径直离开了太初空间，朝着青阳城疾驰而去。时光匆匆，2天半的时间转瞬即逝。这天，苏晨正在通往青阳城的必经之路上疾驰。就在这时，一声骄横霸道的叫骂声直直传入苏晨的耳中。本小姐打死你，打死你！你这个臭乞丐，让你拦本小姐的路！苏晨闻声望去，只见一架装饰华丽的豪华马车前，一名身穿华贵衣裙、神情傲慢的少女正挥舞着手中的长鞭。那长鞭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凌厉的弧线，狠狠地抽打在地上一名脏兮兮、衣裙破烂的少女身上。每一次抽打都在那名脏兮兮的少女身上留下一道血痕，可她却紧咬着嘴唇，倔强的不肯发出一点声音。苏晨心中虽然有些好奇，但他向来不爱多管闲事，只是随意瞥了一眼，便打算继续赶路。可就在苏晨移开目光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好似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自己忽略了。这种感觉让他忍不住转过头，再次看向那名脏兮兮的少女。仅仅瞬间，苏晨便感知出那骄横少女的境界为武途境第9重。她每次挥舞长鞭，虽然没有动用灵气，但每一鞭落下都带着呼啸风声，显然也是使出了全力。而苏晨诧异的是，地上那名脏兮兮的少女明明毫无修为，可面对长鞭的抽打，仅仅只是背上渗出一点鲜血。这让他心头一震，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脏兮兮少女绝对不一般。果不其然，就在长鞭再次落在她身上的刹那，苏晨只见一抹黑色光芒一闪即逝，几乎抵消了长鞭蕴含的全部力量。他当即释放出灵魂力量，仔细感知那脏兮兮少女的体内有什么秘密。我不是乞丐，我有名字，我叫南宫灵犀。听到骄横少女的辱骂，南宫灵犀猛地抬起头，大声喊道。此刻他双眼通红，眼眶中蓄满了泪水，却倔强的不让眼泪流下来。我只是饿了好多天，想找你要些东西吃，你不同意也就罢了，为什么要骂我？为什么要打我？南宫灵犀的声音中里满是委屈与难过，说话间眼泪再也止不住的流了下来，瘦小的背影看上去十分无助与迷茫。不久前她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有着疼爱自己的父母与长辈，是整个家族的小公主。可谁能想到，这美好的一切都被魔修残忍的毁灭了。除了她侥幸逃过一劫外，家族其他人都被魔修杀了，尸体都变成了干尸。本小姐说你是臭乞丐，那你就是臭乞丐，你居然还敢顶嘴，今天非打死你不可。骄横少女眼中的怒火更盛，她高高举起长鞭，朝着南宫灵犀的脸狠狠抽了过去。见到这一幕，南宫灵犀惊恐万分，害怕的闭上了眼睛，然后慌忙抬手想要阻拦。然而骄横少女作为修炼者，动作如闪电般迅速，长鞭眨眼间便快要落在南宫灵犀的脸上。千钧一发之际，苏晨动了，只见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南宫灵犀身旁，大手稳稳地抓住了长鞭。此时苏晨心中激动至极，身体都忍不住的微微颤抖。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名脏兮兮的少女竟然身怀纯阴之体。张慕瑶的冰灵之体与这种体质相比，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就算是在神界，纯阴之体也是极其罕见的特殊体质。苏晨此刻就像在做梦一样，有种不真实感。他实在无法想象自己的运气该有多逆天，才能在这里遇到纯阴之体。此刻
没有感受到疼痛的南宫灵犀缓缓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便是苏晨挺拔而沉稳的身影，就像一座巍峨的巨山，为他挡住了所有的风雨。刹那间，南宫灵犀的内心狠狠震动了一下，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他的眼中满是感动的泪花，在自己最绝望无助的时候，没想到会有人挺身而出。小子，你竟敢多管闲事，是不是活腻了？骄横少女眼神冰冷，恶狠狠地说道。她虽然能察觉到苏晨修为比自己高，但仗着身后有武士境的侍卫撑腰，再加上苏晨看起来与自己年龄相仿，修为必然高不了哪里去，因此她压根没把苏晨放在眼里，依旧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听到这话，骄横少女身后的武士境侍卫脸色瞬间大变。苏晨身上散发的气息赫然达到了武士境第7重，而他仅仅是武士境第4重，如此悬殊的境界差距，他心里清楚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小姐，此人我不是对手，千万不能得罪啊！侍卫脸色煞白，急忙将骄横少女拉到身后，眼中满是警惕地盯着苏晨。紧接着，侍卫强装镇定，想搬出家族的名头震慑住苏晨。这位小兄弟，我家小姐不懂事，能否看在轻？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苏晨无情地打断了。闭嘴吧，老子没工夫听你说这些废话。苏晨此刻心急如焚，只想尽快带着南宫灵犀离开，压根没有心思听对方啰嗦。话音未落，他猛地一挥衣袍，一道威力惊人的灵气洪流朝着侍卫轰了过去。面对苏晨这突如其来的猛烈一击，那侍卫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他心中惊恐万分，但身后就是自家小姐，他根本不敢闪避。无奈之下，他只好调动全身灵气，朝着灵气洪流狠狠轰出一拳。轰！一声巨响骤然传开，那侍卫被轰飞了出去，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直接昏迷了过去。苏晨其实已经留手了，虽然那骄横少女行事霸道无理，但她也并非嗜杀之人，不至于取对方性命。一旁的骄横少女看着自己的侍卫瞬间被击败，这才意识到苏晨的恐怖，她吓得双腿发软，浑身止不住地颤抖，刚才那副嚣张跋扈的模样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苏晨没有理会她，而是转过身，眼神温柔而真诚地看着南宫灵犀，轻声说道：灵犀妹妹，愿不愿意跟哥哥走？哥哥可以保证你衣食无忧，还会传授你绝世功法，帮助你变得强大。此刻的苏晨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大哥哥，用各种美好的承诺诱导南宫灵犀同意。你说的是真的吗？跟着你，我能比那些魔修还要厉害吗？南宫灵犀眼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魔修毁了他的一切，报仇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我保证句句属实，只要你跟着我，将来的成就绝对远超你的想象。那些魔修在你面前不过是蝼蚁。苏晨神色严肃，语气认真地说道。那好，我跟着你。南宫灵犀眼中闪过一丝决然，用力点了点头。只要能报仇，他愿意不顾一切地拼上一次。好好好！苏晨激动地连说3个好字，心中无比兴奋与欣喜。灵犀妹妹，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帮你出口恶气。说完，他大步朝着骄横少女走去。你想干嘛？我警告你，要是敢动我，我父亲绝不会放过你的。骄横少女惊恐地连连后退，颤抖着声音说道。小小年纪就如此骄横霸道，今天就给你个教训，希望你以后能懂事点。苏晨冷笑一声，眼神中满是不屑。说罢，他抬起手掌，瞬间在骄横少女的肩膀上轻轻一拍。啊！骄横少女吓得脸色惨白，闭眼发出一声惊恐至极的尖叫。她以为苏晨这一巴掌拍过来，自己必定会遭受重创，但尖叫了好一会儿，她渐渐察觉到了不对劲，自己并没有感受到预想中的剧痛。咦，怎么一点都不疼？骄横少女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眼神中满是疑惑。她环顾四周，想弄清楚是不是有人救了自己。然而四周除了她那昏迷的侍卫，再无其他人的身影。与此同时，苏晨正带着南宫灵犀在山林间穿梭，他打算寻找一处隐蔽的地方，然后进入太初空间。在这期间，两人自然而然地交流了起来。南宫灵犀得知了苏晨的名字，还知道了自己身怀特殊体质纯阴之体。尽管他现在对这体质到底有多强大还没有具体概念，但他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击杀魔修，为父母报仇就已经足够了。苏晨则知晓了南宫灵犀为何会沦落到这般境地，心中不禁升起几分同情与心疼。他伸出手掌，动作轻柔地摸了摸南宫灵犀的脑袋，希望能借此给予对方几分温暖与鼓励。陈哥哥，我看你拍了那个女孩肩膀一下，她会死吗？南宫灵犀心中纠结了许久，此刻再也忍不住，抬头看向苏晨询问道，眼神中满是忐忑。她那样打你骂你，怎么？你不希望她死吗？苏晨眼神中带着一丝笑意，故意打趣道，想看看南宫灵犀的反应。
他性格确实骄横了一些，但他还年轻，未来说不定就会变好。而且我也没什么事，更何况若不是他，我就遇不到陈哥哥。南宫灵犀的眼神中满是担忧，尽管遭遇了家族覆灭这样的巨大变故，但他内心依旧充满了善良。放心吧，我只是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教训，大概会疼3天时间。苏晨解释道。他拍那名骄横少女肩膀的瞬间，巧妙地将一些灵气输送到对方体内的几处窍穴之中。大概半个时辰后，那名骄横少女就会全身疼痛，不过并不致命。等持续3天后，灵气就会全部消散，到时疼痛也就自然消失了。那就好。南宫灵犀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还下意识地拍了拍胸口。这般可爱的模样让苏晨眼中闪过一抹笑意，觉得南宫灵犀实在是单纯善良的可爱。这时两人来到了密林深处，苏晨打量了一番四周，觉得这里还算隐蔽，不容易被人发现。好了，就这个位置吧，你不要反抗，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苏晨一边说着，一边将太初空间藏好，动作熟练而迅速。好。南宫灵犀乖巧地点了点头，对苏晨充满了信任。一道柔和的光芒闪过，他们已经进入了太初空间。这里好漂亮啊！南宫灵犀惊喜地看着四周，双眼亮晶晶的，忍不住赞叹出声。太初空间经过周灵儿与崔嫣这段时间的精心打理，已然焕然一新。放眼望去，四周仿若一幅绚丽的画卷，各种五颜六色的花朵如波浪般起伏，同时散发着阵阵迷人的香气。而在两人的眼前，一座精致的小庭院静静坐落。庭院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数个小木屋，木屋的设计独具风格，与周围的花海相得益彰，十分美丽漂亮。你喜欢就好，走吧，我带你去见见灵儿与嫣儿。看着南宫灵犀开心的模样，苏晨脸上也不禁露出了一抹宠溺的笑容。好呀。南宫灵犀兴奋地点了点头，眼中满是期待。在进来太初空间之前，苏晨就已经向他介绍过周灵儿与崔嫣儿，知道他们与自己年龄相仿。随即两人迈步走进了庭院内。主人，这位是……看到苏晨居然领着一名浑身脏兮兮的少女走进来，周灵儿与崔嫣儿眼中满是诧异，他们的目光在南宫灵犀身上打量着，心中充满了好奇。他叫南宫灵犀，以后就跟你们一起生活了。苏晨微笑着介绍道，笑容温和而亲切。接着他将南宫灵犀的经历详细说了一遍，言语中满是同情。最后他吩咐道，你们带他去洗下澡，再多准备些饭。听完苏晨的讲述，周灵儿与崔嫣儿眼中不约而同地闪过一抹同情，他们深知失去亲人的痛苦，对南宫灵犀的遭遇感同身受。灵犀妹妹，姐姐带你去洗澡。周灵儿当即走上前，轻轻拉住南宫灵犀的手，丝毫不嫌弃她身上的污垢，带着她走进了一间木屋。而崔嫣儿则熟练地在庭院内生火做饭。苏晨打算明天再去青阳城，今天就留在这里，好好陪伴一下南宫灵犀。毕竟有他在场，南宫灵犀会更放松一些，这样就能更快地与周灵儿和崔嫣儿熟悉起来，融入这个新的集体。一个时辰后，当南宫灵犀从木屋袅袅走出时，仿佛带着一层梦幻的光晕。刹那间，苏晨不禁看呆了，他万万没想到，梳洗过后的南宫灵犀竟会如此美丽动人。只见南宫灵犀身穿一袭淡蓝色连衣裙，衬托她的肌肤更加晶莹剔透。她的身姿轻盈，整个人的形象焕然一新，多了几分灵动与俏皮，更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温婉气质。她的长相完全不输于李妙晶、张慕瑶以及楚月禅三女，甚至在气质上还隐隐强上一些。若是再过2年，待南宫灵犀更加成熟，长相说不定还会更加惊艳。灵犀妹妹，我就给你说嘛，主人看到你的第一眼，目光就会牢牢定在你身上。周灵儿玉手轻捂红唇，眼中带着促狭的笑意，娇声打趣道：嗨嗨，好了，赶紧过来吃饭吧。苏晨脸上微微一红，有些尴尬，但他那欣赏的目光却依旧停留在南宫灵犀身上，舍不得移开。此时在苏晨面前有一张巨大的木桌，上面已经摆满了丰盛的酒菜，每一道菜都色香味俱全，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这些全是崔嫣一人的杰作，可见他厨艺有多精湛。哎呀，灵儿姐姐，你别说了。南宫灵犀脸色瞬间变得通红，眼神中满是羞涩。不过想到苏晨刚刚看待的模样，他心中又有几分欣喜。好好，不说了，我们去吃饭。周灵儿娇笑着转移了话题。随后苏晨、南宫灵犀、周灵儿以及崔嫣一起围坐在桌旁，有说有笑的开始吃饭。周灵儿和崔嫣热情地给南宫灵犀夹菜，询问他的喜好。南宫灵犀也渐渐放松下来，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开心地与他们交流着。这一顿饭极大地拉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温馨的氛围弥漫在庭院中的每一个角落。吃完饭后，苏晨花费了一些时间，在传承技艺中找了一门神界顶级功法，将其传授给了南宫灵犀、周灵儿以及崔嫣三女。
叮嘱他们勤加修炼后，他便离开了庭院。而后苏晨径直找到东方明月，对其进行了一番悉心调教。第二天清晨，苏晨结束修炼，离开了太初空间。他打算即刻前往青阳城，将张家这个隐患给解决了。于是他施展千幻易容术，变成了一名普通男子的模样，而后朝着青阳城疾驰而去。据苏晨所知，张家在青阳城一手遮天，统治着整座城池，其整体实力要比叶家强大许多。不过他并没有过于担心，张家最强者的境界再高也不可能超过武王境，否则张家不至于一直盘踞在青阳城。半天时间一晃而过，苏晨终于抵达了青阳城城门。他跟随着人流顺利进入了城内。苏晨计划先控制一名张家族人或者侍卫，像覆灭叶家那样，先摸清楚张家最强者的境界，再找出其弱点，最后想办法将其斩杀。于是他朝着青阳城内最豪华的酒楼走去。一般情况下，那里肯定有张家的族人。但就在这时，苏晨突然听到身旁2名路人正在聊天。他心中一动，当即停下脚步，不动声色地竖起耳朵仔细听了起来。这狗日的张家又哪根筋搭错了，把全城的医师都抓走干什么？搞得老子想看病都没地方去。一名身材微胖、满脸怒意的男子抱怨道：你还不知道啊，张家2小姐张赤黄得了怪病，浑身疼得死去活来，青阳城有名的医师都去瞧了，没一个能看出是什么病症。这不，张家急眼了，把所有医师都抓了过去，而且还向全城发布悬赏，只要能治好张赤黄，直接奖励整整500块零食啊。另一名瘦高男子说道，眼中满是羡慕。卧槽，张家居然遇到了这等好事，嘿，我这心情一下子舒坦多了。微胖男子脸上的怒意瞬间消散，嘴角露出一抹兴奋的笑容。2名路人讨论的热火朝天，嘴角的笑容压都压不住。看到张家有难，他们心里别提多畅快了。苏晨听完2人的对话，心中恍然大悟，原来昨天那个骄横小妞就是张家2小姐，也就是张静川同父异母的妹妹。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禁有些懊悔，若是昨天知道这个消息就好了，他直接用九幽奴印将张赤黄控制，不知道能省多少麻烦。妹妹好啊，我最喜欢妹妹了，那就从你先下手吧。苏晨喃喃自语道，眼中闪烁着莫名的光芒。说话间，一个计划瞬间在他脑海中成型。他准备易容成医师混入张家，找机会将张赤黄给控制住，然后相机行事，做下一步的打算。确认这个计划可行后，苏晨便不再前往酒楼，而是转身走向一个昏暗的巷道。他施展千幻易容术，变成了一名面容稳重而温和的医师模样，整个人看起来非常靠谱。随后，苏晨迈步朝着张家走去。与此同时，张家家族大殿内，一名神色威严、眼神森冷的中年男子端坐在家主的高位上。此人正是张家家主张震岳，其修为达到了武宗境第8重。在张震岳的两侧，整齐地坐着10几名张家子弟，同时他们也是玄元宗弟子。魔修作乱的消息刚一传开，张震岳便第一时间派人前往玄元宗，命令张家弟子返回青阳城，保护张家的安全。你们都确定这小子就是苏晨？张震岳手中攥着一张画像，冷冷地发问道。是的，家主，我们可以100%确定。一名张家弟子赶忙站起身来，语气恭敬且笃定地回答道。此人名叫张山，修为达到武师境第6重，是玄元宗的一名内门弟子。那真是奇怪了，川儿之前不回来，不正是因为要杀这小子吗？怎么这小子都跑到青阳城附近了，还将赤黄给打伤了？张震岳眉头紧皱，满脸疑惑地说道。不知为何，他心中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家主，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张山神色有些为难，欲言又止，脸上露出纠结的表情。你该不会是想说传儿出事了吧？张震岳见他这副欲语还休的表情，脑海中瞬间闪过这个可怕的念头。家主英明。张山低下头，声音低沉地说道，不敢直视张震岳的眼睛。胡说八道，传儿的境界可是武宗境第3重，这小子区区武师境，怎么可能？张震岳闻言，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声音中满是愤怒与坚定。家主，你有所不知，这苏晨的越级挑战能力极其强悍，以他武师境第7重的实力，有足够实力斩杀川哥。张山硬着头皮解释道。你们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张震岳眼神微微晃动，内心有了一丝动摇，他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张家弟子。令他绝望的是，他目光所过之处，每一位张家弟子都神情凝重地用力地点了点头。张静川至今已经1个多月没有返回张家，他们原本还认为是被什么重要事情耽搁了，但如今苏晨惊现青阳城附近，他们瞬间明白了过来，张静川恐怕已经凶多吉少，极有可能死在了苏晨手中。这一刻，张震岳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仿佛整个世界瞬间崩塌了。这怎么可能？一瞬间，张震岳仿佛一下子老了几10岁，身上的威严气息瞬间消散，
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与悲痛。张敬川一向以来都是他最骄傲、最自豪的儿子，他对其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坚信自己的儿子能带领张家走向更高的辉煌。然而，这美好的未来都如泡沫般破碎了。家主，还请振作起来。苏晨如今出现在青阳城附近，必然不是巧合，他的目的恐怕正是前来报复我们张家，而他打伤二小姐，应该只是顺手罢了。张山沉声说道，眼中满是凝重之色。以他对苏晨的了解，只要是苏晨敢做的事情，必然是有着极大的把握。张山，你带着家族年轻一辈，立刻去张家后院，我会吩咐大长老等人在后院坐镇，只要那小子敢出手，定让他有来无回。张震岳不愧是青阳城的霸主，这一方的第一强者。他眼中闪过一抹决然，目光逐渐变得坚定，眼中满是对苏晨的冰冷杀意。是，家主。张山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喜悦，连忙应道。他原本对张家少家主之位没有丝毫想法，但先是张慕瑶失踪，再是张悦战死，如今就连张敬川都死了，导致如今张家的年轻一辈中就属他的境界最高，这让他心中不由自主地滋生出了野心。与此同时，苏晨来到了张家大门口，向侍卫表明了自己来意后，便立刻有一名婢女走上前，引领着苏晨进入了张家府邸。不多时，苏晨跟着婢女来到了一座庄严肃穆的大殿。到了这里，那名婢女便离开了，接待苏晨的是一名身穿素雅衣袍的男子。这位医师你好，我叫张锦明。张锦明先是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从储物袋中取出一页纸递给苏晨，声音平和地说道，这是一份医道考题，你的分数需要达到80分以上才可以给我们二小姐诊治，还请你理解。苏晨听到这话并没有感到意外，毕竟张赤黄是张家家主的女儿，身份尊贵，自然不可能随便让医师诊治，必然要经过一番严格筛选。我明白。苏晨神色从容，伸手接过考题并将其打开，仅仅扫了一眼，他眼中便闪过一抹自信的光芒。这些题目对于拥有神界医术技艺的他而言，实在是太简单不过了。苏晨没有犹豫，伸手拿起一旁的笔，便飞快地写了起来。为了能引起张启明的重视，他可谓是下足了功夫，每一道题目都回答得十分详细，一炷香后，苏晨顺利完成了全部题目。他潇洒地签上自己的化名华神医，然后将考题交给了张启明。华神医。张启明接过考题，一眼瞥见苏晨所写的化名，眼中顿时闪过一抹不屑，暗自觉得苏晨是在大言不惭。他目光随意地往下看，当看到第一道题目的回答时，原本不屑的表情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正色。随着他一题一题地看下去，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惊愕，双手都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苏晨回答题目的思路之新颖，见解之精妙，简直闻所未闻，让他这个经营医道多年的人都大开眼界。这一刻，他对苏晨的神医名号深信不疑。华神医，您对医道的见解令在下真是大开眼界。张启明猛地站起身，微微躬身，语气中满是钦佩。张医师客气了，些许拙见而已。苏晨神色淡然，语气波澜不惊，却自有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我周游四方，见识过不少奇病怪症，恰巧路过青阳城，听闻贵族二小姐偶得奇病，因此特来瞧瞧。这真是太好了，有华神医相助，我坚信那奇病定能解决。张启明心中大喜，连忙抬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华神医，请这边来。没过多久，两人来到了张赤黄所在的庭院内。此时庭院内聚集了不少人，除了一些张家侍卫外，还有数位神情严肃的医师。张启明，这个人是谁？见到张启明带着苏晨进入庭院，一名衣着华丽、风韵犹存的妇人开口询问道。这名妇人正是张赤黄的母亲何念春。何夫人，这位是华神医，来给二小姐看病。张启明语气恭敬地说道。又是神医？何念春眉头顿时一皱，眼中闪过一丝怒意。从赤黄发病到现在，张启明已经带来了不下15位医师，每一个都吹嘘自己是神医在世，医术有多么高明，可结果都束手无策，白白浪费了他的表情与时间。因此他现在一听到神医二字，就觉得是招摇撞骗的神棍。何夫人，这位华神医是真正的神医，他的医术水平极高。张启明急忙解释道，试图让何念春相信苏晨。张启明，你自己说，你找来的那么多医师，有一个有用的吗？哪一个能比得上在场这些老医师？你赶紧将他送走，另外不要再找医师来了。何念春呵斥道。医师们大多好面子，张启明前前后后找来那么多医师，已经让在场的医师们心中颇有微词，认为张家是在小瞧他们的医术水平。因此何念春这才会说出这些话，目的是肯定在场老医师的医术水平，好让他们更加尽心尽力地治疗自己的女儿。果不其然，庭院内的医师们听到何夫人的话，都是微微点了点头，心中舒坦了不少。张启明被何夫人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
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想不到自己好心好意的寻找医师，居然被何念春如此责骂。何夫人，我相信他的医术水平，定能治好二小姐的怪病，你就让他试试吧。张启明咬了咬牙，还是坚持为苏晨争取机会。你简直是在胡闹！来人，给我将他们轰出去！何念春双眼一凝，冷声说道，语气中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慢着！这时，一旁的苏晨冷喝出声：何夫人，我还没有尝试呢，为何就认为我治不好？说实话，何夫人这样的态度，苏晨心中十分生气。若不是控制张赤黄是他覆灭张家的重要所在，他肯定转头就走，绝不会受这个气。哼，这可怪不得何夫人不相信你，就连老夫也不相信你。就你这种连医师医袍都没有的人，能有什么样的水平？我们正在讨论治病方案，你还是速速离去吧，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一名老医师眉头一皱，语气冰冷地说道。这个老医师名叫顾承安，在青阳城内颇有名气，平日里备受尊崇，此刻一脸倨傲地看着苏晨。别怪我说话不好听，在我看来，在场的每一位医师，你们的医术水平又能高到哪里去？若是真的厉害，为何直到现在都没有治好病？所以你怎么有脸说我？苏晨冷冷地说道。他当初说要张赤黄疼3天，那就绝不会出现意外。他眼中充满了自信，眼前任何一名医师都没有能力治好张赤黄。听到苏晨如此嚣张的话，在场所有医师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眼神中满是怒意。他们行医多年，何时被人如此轻视过？一旁的张启明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晨，他万万想不到苏晨居然这么自信与嚣张，胆敢得罪在场的所有医师。这位华医师，请注意你的言辞。顾承安脸色陡然一沉，语气冰冷地说道。他身旁的其他几名老医师也都纷纷怒视苏晨，那目光中充满了不善与敌意。苏晨却丝毫不在意，神色从容地转头看向何念春。何夫人，在下愿意立下天道誓言，若不能在1个时辰内治好你女儿，就天降雷霆，将我诛杀。说罢，他又转头看向顾承安等医师，脸上浮现出一抹轻蔑的冷笑。你们谁若是不服，也大可以立下天道誓言，若是没这个胆子，就都给老子闭嘴。你！顾承安的脸色瞬间涨得通红，心中的愤怒如火山般喷发。苏晨这般言语，分明是不把他这个在青阳城德高望重的老医师放在眼里。好一个嚣张的小子，还不知道什么病状，就敢说出如此狂言。老夫今天把话撂这，你若是敢立下天道誓言，老夫也立。顾承安眼神冰冷，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神情，在他看来，苏晨不过是在虚张声势，逞一时口舌之快罢了。何夫人静静地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着这一幕，没有丝毫开口劝解的意思。毕竟无论哪一方立下天道誓言，对于张家而言都是最大的受益者。若苏晨能治好女儿，那自然皆大欢喜；若苏晨失败，自有天道誓言的惩罚，也能让那些所谓的神医不敢再糊弄张家。华神医，要不咱们还是离开吧。一旁的张继明实在忍不住，忧心忡忡地开口劝说道。毕竟对于苏晨能否医治二小姐，他心里实在没底。说实话，他此刻心中有些懊悔，没想到苏晨的性格如此强势，3言2语就将局面逼到了这般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境地。张医师不必担心，要离开也是这个老家伙离开，还轮不到我们。苏晨神色平静，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随即他目光如炬，直直地看着顾承安，冷笑道：老家伙，本来是想给你个台阶下，让你知难而退，可你居然得寸进尺，区区天道誓言，我有何不敢立？话音刚落，他毫不犹豫地举起右手，神色庄重地立下了天道誓言，承诺在1个时辰内治好张家二小姐张赤黄。见到苏晨居然真敢立下天道誓言，在场众人皆被震惊得呆若木鸡。这得对自己的医术有多么超凡的自信，才敢立下天道誓言。与此同时，顾承安脸上那得意的表情瞬间凝固，眼中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老家伙，你是立下天道誓言，还是乖乖滚开？苏晨冷冷地说道。顾承安脸色瞬间红一阵白一阵，表情变幻不停。他有心想要硬气一回，也立下天道誓言，可理智却在不断提醒他，自己连压制张赤黄身上的疼痛都无能为力，更别说在1个时辰内治好他了。若是真立下天道誓言，那无疑是自寻死路。哼，老夫既不立天道誓言，也不离开，老夫就在这里，看你怎么死。顾承安脸色通红，那是被气的，也是因为面子挂不住。他强硬着冷哼一声，摆出一副死鸭子嘴硬的架势。随你吧。苏晨懒得再理会他，毕竟自己的正事要紧，跟这种一大把年纪的老家伙实在没必要浪费口舌。见到顾承安服软，张启明满脸兴奋，激动的身体都微微颤抖。在他看来，苏晨的做法实在是太霸气了，简直大快人心。
而何念春同样满脸惊喜，他也没想到苏晨居然真敢立下天道誓言，这除非是脑子糊涂的傻子，不然必定是对自己医术有绝对自信的人。华神医，刚刚对您有些不敬，还请您谅解，等治好了小女，我再多出200块灵石作为酬金。何念春歉意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讨好。何夫人不必如此，我不是冲着灵石来的，对灵石多少并无兴趣，我只想治好你女儿。苏晨沉声说道。这华神医真是医者仁心。何念春眼中闪过一抹诧异，心中不禁对苏晨多了几分敬重，随即他客气地说道，华神医，还请跟我来。苏晨神色淡然地点了点头，迈步跟着何念春进入了张赤黄的房间。很快苏晨来到了张赤黄的床前，只见张赤黄气息微弱，脸色苍白如纸，正持续且无力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苏晨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没错，此女正是昨天那个骄横小妞。紧接着他伸出右手，动作轻柔却又带着医师的专业，轻轻地搭在张赤黄的手腕处。当触摸到张赤黄肌肤的瞬间，苏晨心中微微一颤，手指触顿感传来无尽的柔嫩顺滑，仿佛触碰到了最上等的丝绸。苏晨连忙压下内心那一丝微妙的躁动，运转体内的灵气，开始装模作样地拔起脉来。在这个过程中，他特意装出眉头紧皱，脸色凝重的样子。毕竟若是太轻易就找到问题所在，那很容易让张家起疑心，从而猜测他的真实身份。何念春满脸紧张地看着这一幕，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生怕苏晨也是无能为力，毕竟苏晨死就死了，可他女儿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绝不能有任何闪失。足足1刻钟后，苏晨才终于停了下来。华神医，可有办法医治？何念春再也忍不住，连忙开口问道，声音中带着浓浓的焦急。在他身后，张启明也是一脸期待地看着苏晨。毕竟苏晨若真能治好张赤黄，他得到的奖励同样不会少。不错，我已经有了办法。苏晨微微点头，缓缓开口说道，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华神医，那你还等什么？尽快救治我女儿啊！何念春迫不及待地说道，语气中满是急切，恨不得苏晨立刻就动手。我需要施展独家绝学，除了何夫人你留下之外，其他人都需要离开房间，若是你能同意，我便开始医治。苏晨沉声说道，目光坚定地看着何念春。他留下何念春也是打算将其直接掌控，这样能更好地推进自己的计划。这……何念春神色顿时一愣，他没想到苏晨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其他人离开倒也无妨，可他自己留下，心中总归有些担忧。毕竟他的修为不过是武者境，若是万一苏晨要对他不利，他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这有什么好纠结的？要不是怕你不放心，你也不能在这个房间。若是实在勉强，那你也出去吧。苏晨眉头当即一皱，冷漠地说道，刻意装出对何念春的犹豫很不耐烦的样子。华神医，我不勉强，我同意留下。何念春神色一急，脑海中来不及多思考，生怕苏晨改变主意。张启明，带着所有人立刻离开房间，没有我的命令，不能让任何人闯进来。是，何夫人。张启明语气恭敬地说道。话音落下，他便带着房间内的婢女等其他人离开了房间。在张启明心中，苏晨已然是一名真正医者仁心、心怀天下的神医。另外在医道之中，确实有医师为了保护自己的独门绝学，不愿被人看到医治过程，因此张启明丝毫没有起疑心，反而心中还有些失望，毕竟他也很想亲眼目睹苏晨是如何治疗的。房门紧闭后，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就只剩下苏晨、何念春以及张赤黄3人。华神医，可以开始了吗？何念春提醒地说道，他的声音微微颤抖，尽力掩饰着内心的紧张。可以了。苏晨点了点头，目光缓缓移到了何念春身上，他眼神中闪烁着一抹莫名的光芒，让何念春心中瞬间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华神医，你这么看着我，是想干嘛？何念春被苏晨看得心中直发毛，那种怪异的感觉愈发强烈。他隐约觉得苏晨很不对劲，眼神瞬间变得警惕起来，身体也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何夫人，你想多了，我对你可没兴趣。苏晨嘴上说着，手指却如闪电般的朝着何念春身上点了过去。由于何念春距离苏晨很近，他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瞬间就被苏晨结结实实地点中。刹那间，他顿感全身灵气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封印，身体无法动弹，就连声音也发不出来。这一刻，何念春的眼神中满是惊恐之色，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的华神医居然会突然对他动手。苏晨动手全程没有使用灵气，动作又极为迅速，也没有让何念春发出动静，因此房间外的众人根本没有丝毫发觉。你是谁？想对我母亲做什么？床上的张赤黄目睹了全部过程，眼中满是急切与愤怒。他想要起身，却又没有力气，苍白的脸上因为愤怒
而泛起一丝红晕。苏晨没有理会他，而是迅速开始在房间内布置隔绝阵法。他待会要施展九幽诀，那灵魂力量的涌动肯定会被房间外面的人感知到，必须尽快做好防范。不多时，苏晨成功将阵法布置了出来。紧接着，苏晨周身泛起一阵微光，瞬间恢复了真实容貌。他嘴角挂着一抹邪异的笑容，快步来到张赤黄床边，语气戏谑道：“小妞，想我没？”不得不说，此刻虚弱的张赤黄少了往日那股骄横霸道的劲儿，眉眼间竟多了几分楚楚可怜的柔弱之美，愈发显得漂亮动人。居然是你，这个小杂种！张赤黄银牙紧咬，双眼中仿佛能喷出火来。自己如今这副凄惨模样，就是眼前之人干的好事。他恨不得立刻将苏晨碎尸万段，千刀万剐。啪！苏晨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毫不犹豫的一巴掌扇了过去。这一巴掌蕴含着极大的力道，瞬间在张赤黄的俏脸上留下了一个通红的掌印。臭婊子，再敢骂一句，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把你给办了？苏晨眼中凶光毕露，恶狠狠地威胁道：“小杂种，我一定要杀了你！”张赤黄何曾受过这般屈辱与威胁，眼神无比冰冷，毫不示弱地死死盯着苏晨。他心中毫无惧意，骨子里那股与生俱来的骄横，此刻被彻底点燃，化作更强烈的反抗情绪。哟呵，臭婊子，你还真是横得没边了。行，今天老子就先放过你，等解决了你们张家，看我怎么收拾你。苏晨眼神中闪过一抹寒意，强忍着内心的冲动。毕竟在后续计划里，张赤黄还得和张震岳接触，要是他失了处子之身，很容易就会被察觉，坏了大事。随后，苏晨不再与张赤黄废话，双手快速结印，直接在他灵魂深处种下了九幽奴印。刹那间，强大的灵魂力量如汹涌潮水般涌入张赤黄的脑海，他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便双眼一黑，直接晕死过去。而后苏晨伸手在他身上轻轻一拍，将他体内几处窍穴之中的灵气全部驱散。做完这一切，他转身走到了何念春身旁。何念春看到苏晨靠近，眼中满是惊恐与祈求，想要说些什么，却无法出声。苏晨面无表情，毫不犹豫地再次施展九幽诀，将九幽奴印种在了何念春的脑海深处。同样，何念春也承受不住这强大的灵魂力量冲击，直接晕了过去。紧接着，苏晨在他身上轻轻一拍，解除了对他灵气的封印以及身体的限制。没过多久，两女悠悠转醒，缓缓睁开了眼睛。主人！何念春与张赤黄第一时间跪倒在苏晨身前，眼神中满是敬畏与顺从。你们起来吧，我有事情要问你们。苏晨手掌微抬，示意两女起身。虽说看到两女这般顺从的姿态，他心里多少有些成就感，但毕竟还是不太习惯。接下来，苏晨便开始询问张家的实力情况，着重了解家主张震岳以及其他各长老的境界。何念春对这些情况比较熟悉，于是立刻详细介绍道：主人，张家最强者是张震岳，他的境界达到了五宗境第8重巅峰。第二强者是大长老张玄刚，境界是五宗境第7重。然后就是10大长老，他们的境界都在五宗境第5重以下，五宗境第1重以上。在何念春介绍的过程中，有些遗漏的地方，张赤黄也会及时补充。随着两女的讲述，苏晨对张家的整体实力有了清晰的认知。他也得知张家在玄元宗修炼的弟子，如今都因魔修作乱回到了张家。当两女讲述结束后，苏晨的脸色已经变得十分凝重。张家不愧是青阳城的霸主，实力确实强大，想要将其覆灭，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念春，张震岳除了你，还有其他女人吗？另外，他多久会碰你一次？思索片刻后，苏晨开口询问道，眼神中满是期待。他心里想着，能不能用上次击杀叶晨龙的办法，也解决掉张震岳。主人，张震岳并无其他女人，而自从赤黄出生后，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碰过我。何念春脸色瞬间涨得通红，毕竟女儿就在身旁，说这些话让他羞耻不已。这样啊，那真是太可惜了。苏晨不禁有些失望，他思索许久，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以他目前的实力，别说对付张震岳，就算是面对大长老张玄刚，也很难解决掉对方。而何念春与张赤黄的境界太低，想要暗杀张震岳根本不可能，稍有不慎还会打草惊蛇，暴露自己能控制人的底牌。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距离大夏5笔名额争夺战开始还有1个月的时间，足够我跟张家慢慢周旋。苏晨喃喃自语道。随即他决定先把这件事放下，不再为此头疼。毕竟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根本没有办法直接除掉张震岳与张玄刚。若是这段时间张家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过这传音石向我汇报。苏晨说着，将自己的传音石递给两女。是，主人。
何念春与张赤黄齐声应下，恭敬地接过传音石。接下来，苏晨拆除了隔绝阵法，又协助张赤黄将脸上的巴掌印消肿。之后，他便与何念春走出了房间。夫人，怎么样？华儿治好了吗？见房门打开，一名身材高大威猛、神色威严的中年男子快步走上前，语气急切地问道：“此人正是张家家主张震岳。”他早就来到了庭院，从张启明那里知晓了苏晨之前的种种举动。在他看来，苏晨敢如此行事，必定拥有高深的医术，是个有真本事的神医。所以，对于苏晨留下何念春的举动，他并没有起疑心。此刻，一旁的苏晨眼中闪过一抹诧异，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张震岳。看着对方身体如此高大魁梧，又转头瞥了一眼何念春娇小的身形，他心中暗自嘀咕，也不知道这何念春是怎么承受的。回老爷，全靠这位华神医，华儿已经全好了，此刻正在睡觉呢。何念春神色如常，没有露出丝毫异样，就像往常一样，没有引起张震岳的任何怀疑。那真是太好了。张震岳满脸喜悦，随即转头看向苏晨，抱拳恭敬地说道：“华神医，这次多谢你出手相助，我感激不尽。刚刚听说那顾承安得罪了你，我已经将他处置了，其他医师也都被我教训了一顿，赶出了张家，希望这不会让神医对青阳城和我张家心生不满。”张家主的动作倒是迅速，我本意也没想取他性命罢了，既然张家主已经做了，那再说什么也都晚了。苏晨没想到张震岳如此心狠手辣，但区区一个老医师，他也没放在心上，死了就死了，华神医不怪罪就好。张震岳满脸堆笑，随后取出一个储物袋递向苏晨：“这是1000块灵石，算是治好我女儿的酬金，还请神医收下。”比起何念春之前说要加的200块灵石，张震岳直接凑了个整数，足见他的诚意。在他看来，苏晨这样的神医，若是能用这些灵石与之结下些许善缘，那简直太划算了。张家主，我之前就跟何夫人说过，我对灵石并无兴趣，来此也不是为了张家的灵石，这些灵石我1块都不会要，还请张家主收回。苏晨神色严肃认真，语气极其坚定，仿佛真的对灵石一点兴趣都没有。其实这1000块灵石对他当下用处不大，还不如让张震岳留着，这样也能进一步塑造自己悬壶济世的神医形象。张震岳自然不肯罢休，再次相让，然而都被苏晨言辞坚决地拒绝了。如此来回3次，张震岳终于明白苏晨是真的对灵石不感兴趣，这才不再坚持。张家主，何夫人，此事已了，我也该离开青阳城了，咱们有缘再见。苏晨神色淡然，开口说道：“夫人，你留下照顾华儿，我送送神医。”张震岳已经知道苏晨的脾气，明白强留无用，便没有开口挽留。随后，苏晨便在张家众人的簇拥下离开了青阳城。待离开青阳城一段距离，苏晨确定身后无人跟踪后，迅速施展千幻易容术。刹那间，一层淡淡的微光如薄纱般笼罩着他，微光闪烁间，苏晨的五官轮廓逐渐发生变化，不多时便变得平平无奇，成为了一名普通青年男子模样。随后，苏晨悄然返回了青阳城。他在城中绕了几圈，确认没有异常后，才选了一个酒楼住下。他要在这里等待张赤黄与何念春两女传递新的情报过来，以便更好地谋划下一步行动。与此同时，张震岳返回张家后，第一时间来到了张赤黄的房间。华儿，你感觉身体怎么样？还疼吗？张震岳满脸关切地问道，眼神中满是疼爱。父亲，一点都不疼了。张赤黄娇声说道，脸上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他努力表现出平日里的活泼模样，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没有让张震岳看出丝毫破绽。那就好。张震岳脸上满是兴奋之色，心中压抑已久的阴霾一下子驱散了许多。但转瞬之间，他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眼神中露出一抹冰冷刺骨的杀意。皇儿，伤你之人，为父已经查清楚他是谁了。他名叫苏晨，是玄元宗弟子。这次你遇到他，可以说捡回了一条命。好在他不知道你的身份，不然你肯定性命不保。父亲，我不管他是谁，你一定要帮女儿杀了他。张赤黄装作往日的骄横跋扈，眼中闪烁着愤怒的光芒。皇儿放心，那小子既然出现在青阳城附近，说明就是冲着我们张家来的。张震岳眼中杀意纵横，冷冷地说道：我已经下令让张山带着家族年轻一代前往后院，并让大长老等人暗中坐镇后院。只要那小子敢出现，必让他有来无回。到时候我会想办法活捉那小子，让皇儿你好好出口恶气。太好了，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张赤黄银牙紧咬，冷冷地说道：好了，皇儿还有夫人，你们收拾一下，也前往后院吧，那里更安全一些。张震岳要将所有重要人物都保护起来，只要苏晨胆敢冒险潜入后院，那等待他的就是天罗地网，让他插翅难飞。没过多久，苏晨便收到了张赤黄与何念春传来的情报。这张震岳还真有点脑子。
看完情报后，苏晨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想到张震岳如此老辣，居然会在张家后院设下埋伏，就等着自己上钩。这一刻，他突然有种束手无策的感觉。不过苏晨可不是那种轻易会放弃的人，越是局面艰难，他的斗志反而更强了。经过短暂的思索，苏晨让张赤黄与何念春将大长老张玄刚的资料发过来。毕竟他与张震岳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即便让何念春母女对张震岳下毒，削弱其实力，那他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对方制服，稍有不慎还会惊动整个张家，彻底断绝覆灭张家的机会。因此苏晨果断决定先拿下张玄刚，只要能成功让张玄刚实力下降，他就有十足的信心在不惊动张家其他人的情况下将其控制，而后借助张玄刚在张家的地位和实力，逐步将其他10大长老一一掌控。如此一来，整个张家5宗境以上的强者便只剩下张震岳一人。到那时，再让何念春母女对张震岳下毒，使其实力下降，再加上张玄刚等11位5宗境强者配合出手，定能一举斩杀张震岳。所以当务之急便是想出一个绝妙的方法，在不惊动张家其他人的情况下，成功重创并控制张玄刚。正想着，何念春传来了张玄刚的详细资料，苏晨赶忙仔细查看起来。他一边看着资料，脑海中一边思索着具体的计划。当看到张玄刚有一个儿子时，苏晨的眼睛突然一亮，一个绝妙的计划瞬间在脑海中成型。张震岳，你张家必将被老子覆灭，成为老子成长路上的垫脚石。苏晨忍不住兴奋地大笑起来。若是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那张家的覆灭便成定局，谁也无法阻挡。紧接着，苏晨迫不及待地拿起传音石，给张赤黄发了一条信息，让他今晚举办一场聚会，就以庆祝自己大病痊愈为由，邀请张家所有年轻一代的族人参加。随后，苏晨迅速离开酒楼，朝着张家的方向大步走去。与此同时，得到苏晨指令的张赤黄不敢有丝毫迟疑，立刻按照苏晨的要求吩咐了下去。转眼间过去了半个时辰，苏晨抵达了张家附近，他瞅准时机，打晕了一名落单的侍卫，然后施展易容术，变成了侍卫的模样，成功混入了张家。进入张家后，苏晨朝着张赤黄在张家后院的住处走去，同时特意避开大长老坐镇的地方。不多时，他顺利地进入了张赤黄的房间。主人，见到苏晨到来，张赤黄连忙跪倒在地，眼中满是敬畏。张赤黄，这次聚会有没有确定张山会来？苏晨没有废话，直接询问道。张山正是大长老张玄刚的儿子，修为武师境第6重，也是一名玄元宗的内门弟子。苏晨让张赤黄举办这场聚会的真正目的，便是要将张山控制。主人，张山已经回复了，他会准时参加。张赤黄回答道。很好，我要你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让他跟着你回到这个房间。苏晨语气严肃地说道。没问题。张赤黄用力点了点头。随后，苏晨便让张赤黄离开了房间，去组织聚会，而他立刻开始布置隔绝阵法，确保待会的行动不会被外面的人察觉。很快，阵法布置成功，将一切声音和气息都隔绝开来。苏晨这才满意的点点头，静等着张山的到来。2个时辰后，苏晨正闭目养神，突然捕捉到一丝动静，隐隐约约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由远及近。那声音逐渐清晰，其中一道娇俏的声音正是张赤黄，而另一道略显低沉的男人声音，他猜测应该是张山。苏晨迅速闪身，躲在一旁的阴影处，运转太初诀，将自己的全身气息压制到极致，整个人与黑暗融为一体，不发出一丝声响。不多时，房门被推开，张山与张赤黄走了进来。赤黄妹妹，现在也到了房间，可以说找我有什么事情了吧？张山一脸无奈地说道。在聚会上，张赤黄就说有要事相商，可又不当场说，非要拉着他到房间里。他实在拗不过张赤黄的软磨硬泡，只好跟着来了。张山哥哥，其实不是人家找你，是我主人找你。张赤黄将房门紧闭后，这才娇声说道。主人？你主人是谁？张山一脸懵逼，大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是我。就在这时，苏晨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张山的身后。与此同时，九幽诀瞬间施展而出，磅礴的灵魂之力朝着张山狠狠轰了过去。什么？张山心中惊惧不已，居然有人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到自己身后。出于本能反应，他身体下意识地往前扑去，想要拉开距离。然而，苏晨的灵魂攻击已然轰在了他的脑海。刹那间，张山只感觉脑海被一把利刃狠狠撕开，剧痛如潮水般涌来，他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随即便硬生生地疼晕了过去。趁这个机会，苏晨再次施展九幽诀，在张山灵魂深处种下了九幽奴印。很快，苏晨便察觉到自己与张山之间多了一丝紧密的联系。只要他心念一动，
便能掌控对方的生死。不多时，张山悠悠转醒，意识逐渐恢复清明。主人，张山连忙跪倒在地，语气恭敬地说道：“起来吧。”苏晨满意的点了点头，沉声说道：“我需要你们2个演场戏，动作闹得越大越好。”然后苏晨将具体应该怎么做详细的告知了2人。这我没问题，就看赤黄妹妹愿不愿意。张山纠结了一下说道：“主人一定要这么做吗？”张赤黄脸色有些难看，一想到他要在张山面前衣衫不整，心中就十分抗拒。若是面对苏晨，他倒觉得怎么样都可以。没得商量，你必须同意，只是露出点肌肤而已，张山又不会碰到你。苏晨脸色一沉，语气严肃地说道：“若是自己的女人，他必然不会这么要求。但张赤黄仅仅只是一个被他控制的女奴，就算死了，他都不会皱下眉头。”那好吧。张赤黄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心中虽有抵触，但也不敢违抗苏晨的命令。这颗珠子你收好，等计划顺利完成后，就催动灵气冲击珠子3次，我便会出来。苏晨取出太初珠，将其递给了张赤黄。紧接着他将隔绝阵法拆除后，便吩咐道：“好了，你们可以开始了。”说完，他身形一闪，便进入了太初空间。听到苏晨的命令，张赤黄与张山都不敢有丝毫迟疑。只见张山急忙从储物袋中掏出一坛酒，对着坛口就狂灌起来，而张赤黄则迅速取下固定头发的簪子，双手用力胡乱抓扯，将一头秀发弄得凌乱不堪。紧接着他一咬银牙，狠狠撕破自己身上的衣衫，露出领口那片肌肤，营造出一副经历过激烈挣扎的凄惨模样。不多时，张山放下酒坛，整个人已满脸通红，眼神迷离的仿佛失了魂。哥，赤黄妹妹，我准备好了。张山打着酒嗝，舌头都有些打结。我也准备好了，来吧。张赤黄咬了咬银牙，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随即打开了张震岳的传音室。与此同时，正在房间修炼的张震岳突然听到传音室急促的震动起来，他眉头一皱，但没有迟疑，立刻伸手拿到手中查看。父亲，张山他要侵犯我，快来房间救我！刹那间，张赤黄惊恐的尖叫声还夹杂着张山粗重的呼吸声骤然在传音室中传开。什么？该死的张山，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张震岳顿时勃然大怒，双眼瞬间通红，一股浓郁的杀意猛地从他身上爆发开来。他猛地撞开房门，身形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朝着张赤黄的住处疾驰冲去。同一时刻，坐镇在张家后院的张玄刚等数名长老瞬间感受到了张震岳那惊人的杀意，他们脸色骤变，误以为发现了苏晨的踪迹，当即纷纷施展身法，紧随着张震岳冲了过去。不多时，张震岳便抵达了张赤黄的住处，他眼中杀意未减，一脚踹开房门，大步走了进去。只见张赤黄满脸无助地蹲在房间角落，身上衣衫破碎不堪，正手持长鞭拼命地挥舞着，不让张山靠近分毫。而张山满脸通红，双眼迷离，想要接近张赤黄。张山，你找死！张震岳心中的怒火轰然爆发，当即怒喝一声，紧接着他袖袍一挥，一股磅礴的灵气瞬间涌出，将失去理智的张山给定在了原地。他并没有直接斩杀张山，作为一家之主，多年的阅历让他隐隐觉得此事有些蹊跷。见到张震岳到来，张赤黄慌乱地取出一件衣服盖在自己身上，然后一路小跑着投入张震岳的怀中，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父亲，你终于来了，我刚刚都怕死了。张山要我做他女人，不然等他当上少家主，就会找机会弄死我。张赤黄满脸惊恐，声音中带着哭腔，那哭声仿佛一把把小刀割着张震岳的心。什么？张震岳闻言，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该死的张玄刚，我儿子刚死不久，你就迫不及待的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少家主吗？想到这里，张震岳猛地看向张山，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他何不趁这个机会直接杀了张山？这样一来，张玄刚以及家族中的任何一人都无法对他说三道四。而且张山一死，其他人就没有那个实力以及背景争夺少家主之位，他则可以和夫人努力，再生一个儿子，好好培养，未来也不是没有机会成为少家主。张山，你竟敢对我女儿心怀不轨，去死吧！张震岳大喝一声，抬手猛地拍出一掌。刹那间，一道耀眼掌印凭空浮现，裹挟着滚滚杀意，朝着张山狠狠杀了过去。就在这时，张玄刚等数名长老恰好赶到此处。家主，你这是何意？张玄刚脸色骤变，眼中满是震惊与焦急。他立刻施展遁法，刹那间便如同瞬移一般出现在张山面前。面对近在咫尺的耀眼掌印，张玄刚根本来不及做更多准备，只能迅速凝聚出灵气护盾抵挡。轰！只见那耀眼掌印轻易便贯穿灵气护盾，
然后狠狠轰在张玄刚身上，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噗！张玄刚如遭雷击，被震得连退10几步，每一步都在地面上留下深深的脚印。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一口鲜血不受控制地从口中喷射而出，整个人瞬间虚弱了不少，气息也变得紊乱而急促。家主，能否给我一个解释？张玄刚强忍着体内的剧痛，脸色阴沉的可怕，双眼死死地盯着张震岳，眼中满是愤怒与不解。是啊，家主，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他几名长老快速上前，拦在两人身前，一脸疑惑地看向张震岳。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困惑，不明白一向沉稳的家主为何突然对大长老的儿子下此狠手。张震岳眼中不着痕迹地闪过一抹失望，心中暗自咒骂张玄刚来得太快了，错过了击杀张山的绝佳机会。哼，你们要问大长老的儿子张山，看看他对我女儿做了什么事。张震岳冷哼一声，眼中满是愤怒与厌恶。听到这话，众人的目光纷纷转向衣衫不整、脸上挂着泪痕的张赤黄，以及满脸酒气、眼神迷离的张山。啪！张玄刚怒不可遏，一巴掌狠狠扇在了张山脸上。这一巴掌蕴含着他的愤怒，力道极大，直接将张山打得清醒了过来。父亲，家主，你们怎么都在这？张山佯装惊恐，眼中恰到好处地流露出慌乱之色，仿佛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此时，参加聚会的张家年轻一代族人也都纷纷聚集了过来，每个人都是满脸惊讶地看着这一幕，低声议论纷纷，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混账！我问你，你对二小姐做了什么？张玄刚眼神冰冷，死死地盯着张山，厉声问道：父亲，你什么意思啊？我就是在参加聚会，我什么都没有做啊。张山一脸委屈且茫然，眼中充满了无辜。说完，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急切地说道：我想起来了，我当时在聚会上喝得迷迷糊糊时，隐约记得有人递给我一杯酒，然后我喝完就完全失去了记忆，之后的事情全都没了印象。张山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揉着脑袋，做出一副努力回忆的样子。家主，这个我可以作证，张山确实是在参加聚会，然后后面不知怎的就与二小姐一起离开了。一名张家年轻弟子站出来，神色有些紧张，毕竟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下，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其他在场的弟子也都纷纷点头附和，七嘴八舌地证实着。华儿，事情是这样吗？张震岳转头看向张赤黄，眼神中既有关切又有审视。父亲，张山确实是在参加聚会，当时女儿找他喝酒，他说身上有女儿感兴趣的东西，女儿好奇嘛，缠了他好几回，他才答应到房间里让我看，谁能想到他居然起了坏心思。张赤黄一边解释一边泣不成声，那梨花带雨的模样，任谁见了都会心生不忍。对于张赤黄的话，在场众人没有一个怀疑，毕竟大家都了解张赤黄的性子，向来活泼好奇，做出这种事也在情理之中。这时，一名张家长老皱着眉头开口说道：家主，听张山以及二小姐的讲述，张山大概率是被人下药了，这种药导致张山意识昏迷，完全听令下药者摆布，所以才做出引诱二小姐，甚至想侵犯二小姐的事。否则以张山平时的为人，断不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家主，事情已然明了，必定是有人蓄意挑起我们张家内部矛盾，才对珊儿下药，做出这等恶劣行径，还请家主下令彻查此事。那下毒之人想必还未离开家族。张玄刚沉声说道。此刻他心中虽然对张震岳满是恨意，可又不得不强忍着，毕竟他想为张山铺就成为少家主的道路，绝不能让此事毁了张山的名声。是啊，家主，我真是被冤枉的，若不是遭人算计下药，我怎会对二小姐做出这种事？张山连忙跪倒在地，脸色苍白如纸，惶恐万分地解释道：父亲，张山哥哥应该确实是被人下药了，当时他看向我的眼神毫无理智可言，况且女儿也没受到实质性伤害，为了家族团结，这件事要不就算了吧。张赤黄连忙求情，眼中满是诚恳。听到这些话，张震岳陷入了沉思。仔细想来，这么多年张家内部都相安无事，如今突然出了这档子事，确实很可能有人在背后搞鬼，对张山下药。二长老，你去排查一下，看看家族里有没有少了什么人，是否真有外人冒充潜入张家，对张山下药。张震岳眉头紧皱，果断下令道。他心里虽然想趁机除掉张山，但也清楚如今外患苏晨虎视眈眈，若是强行斩杀张山，必然会引发大长老以及家族上下的不满。权衡之下，他决定先对付苏晨，稳住家族局势，日后再慢慢收拾张玄刚父子。是。二长老恭敬应道，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一炷香后，二长老匆匆返回了张赤黄的房间。家主，经过仔细排查，家族内少了一名侍卫，失踪时间正是今晚。依我推测，张山必定是被人下药了，
而此人极有可能就是苏晨。他的目的应该是挑起家主与大长老之间的矛盾，进而分裂我们张家，好做收渔翁之利。二长老神色严肃，声音洪亮地说道：“这苏晨也太卑鄙了，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听到这话，现场瞬间响起一阵哗然声，众人议论纷纷，对苏晨的行径既愤怒又警惕。家主，这下真相大白了吧？张玄刚脸色阴沉至极，心中暗自庆幸自己来得及时，不然张山就会性命不保。这一刻，他不仅对苏晨恨得咬牙切齿，对张震岳也是满腔怒火。大长老，此事是我冲动了，这是1000块灵石，给珊儿拿去修炼。张震岳也认定此事是苏晨所为，为了缓和与张玄刚的关系，果断承认了错误，并拿出一个储物袋递了过去，里面装着1000块灵石，希望能稍稍安抚张玄刚的情绪。珊儿，收下灵石，我们走。张玄刚冷冷地说道，眼神中满是冷漠与疏离。待张山收下灵石后，张玄刚猛地一甩袖，头也不回地径直离去。毕竟他身为一族大长老，修为仅次张震岳，向来心高气傲。如今自己的儿子差点不明不白地死在张震岳手中，而他也被对方当众重创，心中的怒火实在难以平息。好了，大家都散了吧，往后都要加强警惕。张震岳看着张玄刚离去的背影，眼中不着痕迹地闪过一抹寒意。他心里清楚，与张玄刚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一个时辰后，正在太初空间修炼的苏晨察觉到太初珠连续震动了3次，于是他没有丝毫迟疑，迅速离开了太初空间。主人，您的计划圆满完成了，张玄刚已被重创，所有人都认为是您给张山下了药，丝毫没有怀疑我与张山。张赤黄见到苏晨出现，满脸兴奋地说道，眼中满是崇拜的光芒。紧接着他将整个过程都详细地讲述了出来，从张山喝酒装醉到他如何声泪俱下的控诉，每一个环节都描述得绘声绘色。他也是没想到苏晨构思的计划如此精妙，将所有人的心理与性格都算计其中，这才使得一切完成得如此顺利，简直天衣无缝。做得不错，等正事忙完后，我会好好犒劳你的。苏晨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轻轻拍了拍张赤黄的俏脸，眼神中带着一丝轻佻。主人若是想要，人家随时都可以的。张赤黄微微低头，双颊绯红，宛如春日盛开的桃花，一副娇羞的模样。自从被九幽奴印控制后，在他心目中，苏晨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能服侍苏晨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小浪蹄子，赶紧给张山发信息，告诉他可以动手了。苏晨强忍着内心的冲动，如今控制张玄刚才是最为要紧的事情，其他事情都得暂且靠边。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房间，朝着张玄刚的住处而去。如今苏晨身上还是穿着侍卫衣袍，虽然张家发现失踪了一名侍卫，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失踪的侍卫具体长什么样子。与此同时，张玄刚所在的庭院内，张山端着一碗药汤，神色略显紧张地来到张玄刚床边，说道：父亲，这是我特意找张启明开的一副药汤，他说这药能加快伤势的好转。说话间，他眼神闪烁不定，不敢与张玄刚对视，只是偷偷抬眼观察着父亲的反应。珊儿有心了。张玄刚欣慰地点了点头，没有多想，接过药汤便一口将其喝了下去。将碗递给张山后，他眼中流露出一抹冰冷寒意，沉声道：珊儿，这段时间你就住在为父这里，我看那张震岳是铁了心想要除掉你，刚刚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已经死了。父亲何不想办法将张震岳给杀了，我们取而代之，你为张家家主，我为邵家主。张山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冷冷地说道：此事我何尝没有想过，可是这谈何容易，他的境界可是武宗境第8重巅峰，除非我们有强大外力的帮助，否则单凭我的实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张玄刚无奈地摇了摇头，眼中满是不甘。难得大长老有这心，若是我帮助你成为张家家主，是否值得你效忠呢？就在这时，苏晨缓缓推开房门，迈步走了进去，脸上还挂着一抹自信笑容。你是谁？张玄刚顿时大惊失色，他居然没有丝毫察觉到对方的接近，这说明来人的实力必然不弱，至少在隐匿气息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不过话音刚落，他立刻反应了过来，眼神瞬间一冷：你应该就是苏晨吧？看来今天这次闹剧，你真正的目标是我。大长老还挺聪明的嘛。苏晨笑着夸了一句，然后一道微光闪过，瞬间恢复了真实容貌。大长老刚刚说的没错，我的目标正是你，我要你为我所用。苏晨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那笑容中带着一丝不容抗拒的霸气。哼，你真是不知死活，区区武士境第7重，竟敢如此嚣张出现在我面前，去死吧！张玄刚不屑地冷哼一声，眼中满是杀意。话音刚落，他便想运转全身灵气，朝着苏晨杀过去。岂料他刚一发力，脸色顿时大变，
他居然无法调动全身灵气。混账东西，你竟敢给我下毒！张玄刚瞬间明白了过来，猛地回头看向张山，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与疑惑。张山低着头，不敢直视张玄刚那愤怒的目光。张山，你做得不错。苏晨微微抬起下巴，眼中闪过一抹赞许。多谢主人夸奖。张山语气中满是恭敬，身子微微前倾，尽显谦卑之态。主人，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怎么能做苏晨的奴仆？张玄刚闻言顿时勃然大怒，双眼瞪得滚圆，声音中满是难以置信与愤怒。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竟然背叛自己，投靠了敌人。好了，张玄刚，我没工夫陪你闹下去，我只给你2个选择。苏晨眼中杀意纵横，紧盯着张玄刚，冷声道：你要么死，要么放开灵魂守护，乖乖让我种下奴役。事后我会帮你处理掉张震岳，让你成为张家家主。限你3息之内做出决定，否则便死。苏晨的声音仿佛来自九幽地狱，透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张玄刚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还不等苏晨开始数第1息，他便在心中权衡利弊，迅速做好了决定。不用浪费时间，我选择第2种。张玄刚咬了咬牙，心中满是无奈与不甘。他也不是傻子，虽然成为奴仆意味着将失去一定自由，但总归能保住性命。况且今晚张震岳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深深伤到了他的心，也让他彻底看透了张震岳的真面目。他可以料想到往后的日子，张震岳必然会对他和张山百般刁难，永无宁日。因此这家主之位，张震岳能做的，他张玄刚为何做不得？你是个聪明人。苏晨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他催动九幽诀，只见一道幽光缓缓没入张玄刚的眉心，在其灵魂深处种下了九幽奴印。片刻后，苏晨感知到他与张玄刚之间多了一丝紧密无形的联系，而张玄刚原本充满不甘的眼神瞬间变得顺从与敬畏，看向苏晨的目光中满是臣服。主人，您打算什么时候对张震岳下手？张玄刚恭敬地问道，眼中充满了难以掩饰的杀意。他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便恨不得立刻将张震岳击杀，以解心头之恨。我已经控制了何念春与张赤黄，只需要你再配合我，将张家剩下的10大长老全部控制，便可以对张震岳下手了。苏晨没有丝毫隐瞒，将计划全部说了出来。主人，我可以让这些长老一一来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出手制服。张玄刚建议道。很好，就这么决定了。苏晨点了点头。接下来苏晨施展精妙的医术，帮助张玄刚快速恢复了伤势。之后他又在房间中布下了隔绝阵法，确保行动不会被其他人察觉。可以开始了。等一切都准备好后，苏晨对张玄刚吩咐道。是，主人。张玄刚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取出传音石，联系了一名长老来他房间商量事情。那名长老接到传音后没有起疑心，毕竟张玄刚身为家族大长老，地位尊崇，又刚刚被家主重创，在自己房间内商议事情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很快这名长老便匆匆赶到了张玄刚的房间。他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便被张玄刚与苏晨联合制服了。趁着对方惊愕之际，苏晨迅速在其灵魂深处种下了九幽奴印。1个时辰后，苏晨让这名长老离开，并要求他想办法再带一名长老过来。而张玄刚则马不停蹄地开始继续联系其他长老过来。就这样，在苏晨与张玄刚的紧密配合下，3天后，张家所有长老全部被苏晨控制。苏晨眼中闪过一丝决然，如今万事俱备，是时候对张震岳正式出手了。只要再杀了张震岳，那整个张家就将完全被他掌控。苏晨眉头紧皱，心中思索着如何才能一举拿下张震岳。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何念春，毕竟据2长老所说，张震岳这3天一直都泡在何念春的房间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于是他取出何念春的传音石，将自己的问题传了过去，看能否从对方那里找到对付张震岳的破绽。时间1分1秒的过去，足足1个时辰后，传音石终于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苏晨赶忙拿起传音石查看，一看之下，脸色瞬间变得极其精彩。看来张晋川的死对张震岳打击很大，这是打算再培养一个。苏晨喃喃自语，脑海中思绪飞转。突然苏晨眼前一亮，一个计划迅速在脑海中成型。他想到用什么办法对付张震岳了，干脆让何念春在自己身上涂满毒药，这样必能让张震岳中毒。苏晨眼神一冷，他清楚这个计划一旦实施，何念春必定会丢掉性命。但就算他放过何念春，等张震岳一死，何念春以后的处境也注定好不到哪里去。随即苏晨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取出了黄鼎，开始炼制毒药。一炷香后，毒药便炼制成功。张玄刚，你去想办法引开张震岳一段时间，然后将这瓶毒药送到何念春手中，让他涂满自己身体。苏晨唤来张玄刚，
语气严肃地叮嘱道，然后把装满毒药的药瓶递给了对方。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张玄刚双手接过毒药瓶，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兴奋与决绝。他深知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也明白只要计划成功，自己离张家家主之位便又近了一步。随后他迅速转身离开了房间。不多时，张玄刚重新回到了苏晨身边，他微微躬身，恭敬地说道，主人，毒药已经送到了何念春手中。他起初有些犹豫，但在知晓这是主人的命令后，还是收下了。很好，你立刻通知所有长老，让他们潜伏在何念春房间附近，只要确定张震岳中毒，全部冲上去围杀张震岳。苏晨眼中杀气腾腾，紧握的拳头透露出他此刻的狠厉。这次围杀张震岳的战斗，他并不打算参加，毕竟中毒之后的张震岳实力会下降不少，根本不可能是张玄刚等11位长老的对手。此外，这场战斗必然会轰动整个张家，若是发现有他这个外人参与，定会对张玄刚的统治不利，还可能引发张家内部更多的动荡。主人放心，属下定会斩杀张震岳，绝不让主人失望。张玄刚满脸激动，只要张震岳一死，那他就是张家新的家主了。张玄刚离开后，苏晨也离开了房间，朝着张赤黄的住处走去。主人，您怎么来了？苏晨的突然到来让张赤黄十分惊讶，一双美目中满是疑惑与惊喜。小浪蹄子，我有些累了，你过来给我捏捏脚。苏晨脸上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慵懒地躺在椅子上，双腿随意地伸展着。是，主人。张赤黄顿时明白了过来，声音娇媚地说道，红唇不自觉地勾起了一抹诱人的弧度。他莲步轻移，缓缓走到苏晨身边，然后优雅地蹲了下去，纤细的手指轻轻握住苏晨的脚，开始轻柔地捏了起来。同一时刻，张震岳结束了在别处的事务，匆匆回到了何念春的房间。他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急切，迫不及待地进行那场未完成的战斗。而此时，张玄刚等11位长老已然悄无声息地包围了何念春房间，等待着最佳时机的到来。他们隐藏在阴影之中，气息内敛，眼神紧紧盯着房间的一举一动。时间缓缓流逝，转眼过去了1刻钟。该死的贱人，竟敢对我下毒！原本沉浸在自己节奏里的张震岳脸色骤然大变，一股奇异的麻痹感迅速从体内升起，让他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对。他的声音中满是愤怒与难以置信，怎么也没想到一直温顺的何念春竟敢背叛他轰。张震岳丝毫没有留情，猛地挥出一拳，带着强大的灵气，直直轰在了何念春的胸口位置。这一拳蕴含着他的盛怒，只听咔嚓一声，何念春的胸骨瞬间断裂，心脏也被生生震碎。刹那间，何念春眼中的光芒迅速暗淡下去，瞬间没了生命气息，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紧接着，张震岳迅速抽身，径直撞碎房门，朝着张启明的住处疾驰冲去。以张启明的医术，或许能暂时压制住这诡异的毒素。诸位，张震岳成功中毒了，都随我杀！此刻，张玄刚满脸兴奋，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兴奋地大吼一声，然后他率先冲了出来，拦住了张震岳的去路。其他10位长老也都没有迟疑，纷纷从藏身之地冲出，将张震岳团团包围了起来。他们手中的兵器闪烁着寒光，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决然。张玄刚，还有你们，竟敢对我下毒，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张震岳脸色铁青，眼中凶光毕露，恨不得将眼前这些人统统生吞活剥。他万万想不到，平日里对自己恭恭敬敬的这些人，如今竟敢联合起来对自己出手。张震岳，你霸道无理，独断专行，导致张家所有人对你敢怒而不敢言，今天便是你的死期。张玄刚不屑地冷笑一声，那笑容中充满了鄙夷。他握紧手中的战刀，刀身闪烁着冰冷的光芒，率先朝着张震岳杀了过去。震耳欲聋的打斗声迅速惊动了张家所有人，原本平静的张家瞬间沸腾起来，众人都以为家族受到了入侵，纷纷神色慌张的手持兵器聚拢了过来。然而当他们看到打斗双方时，所有人都瞬间愣住了，呆立在了原地。他们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不知道该帮谁。家族的2位核心人物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死相搏，这让他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苏晨也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打斗声，脸上瞬间露出了一抹兴奋的笑容。随后他收回了思绪，毕竟自己这边的战斗同样十分艰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激烈程度丝毫不弱于张玄刚那边的生死搏杀。1个时辰后，战况已然明朗。此刻的张震岳狼狈不堪，全身上下布满了一道道狰狞的伤口，鲜血不停地从伤口中流出，迅速将他的衣衫染得通红。而那诡异的毒素也已经蔓延至体内各处，从他那微弱且紊乱的气息中，可以明显感知到他的生命气息虚弱到了极点。我不甘心，我怎么会死在这？张震岳喃喃自语，声音低沉而沙哑，
眼中充满了极度的不甘与怨愤。曾经在张家高高在上，掌控着生杀大权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竟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很快，他的眼神彻底失去了光彩，身体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终于死了。张玄刚眼中闪过一抹惊惧，回想起刚刚的战斗，依旧心有余悸。张震岳就算在中毒的情况下，战斗力依旧强大的可怕，竟然弄死了5位长老，而还活着的长老包括他自己，身上也都带着伤，每个人都显得疲惫不堪。可想而知，若是张震岳处在全盛状态，他们这些人若是敢围杀，估计一个都活不了。但好在最终的胜利依旧是属于他这一边的。接下来，张玄刚站在张家族人面前，神色激昂，慷慨陈词地数落着张震岳父子的罪证。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字字句句仿佛重锤般敲击在众人的心上，引得不少张家族人的认同与支持。当然也有一些族人反对。面对这些人，张玄刚丝毫没有惯着，他一声令下，瞬间将这些反对者全部斩杀。接下来就简单多了，在其他长老的配合下，张玄刚顺利成为了张家的新家主。第二天上午，苏晨悠悠醒来，只感觉神清气爽，昨晚睡得格外香甜。他惬意地伸了个懒腰，将身旁仍在熟睡的张赤黄收进了太初空间，这才起身走出房间。一踏出房门，苏晨便看到张玄刚正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内，而在他身后是一堆堆小山般的各类资源，光芒闪耀，令人眼花缭乱。从规模上看，这些资源足足是叶家的3倍之多。苏晨心中涌起一阵火热，有了这些资源，他的境界又可以突破了，而且身家也将丰厚不少。主人，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将宝库中的东西都搬来了。张玄刚微微躬身，一脸恭敬地说道。这些是张家所有的灵石，差不多有3万块。说着，他双手递上数个储物袋，里面装满了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灵石。干得不错。苏晨眼前一亮，眼中满是欣喜，毫不客气地将灵石都收进了太初空间。随后，他迈步在庭院中，不断将那些堆积如山的资源也一一收进太初空间。接下来我要闭关一段时间，这里你派个长老过来坐镇，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好了，你下去安排吧。苏晨一边忙着收东西，一边头也不抬地吩咐道。是，主人。张玄刚点了点头，转身快步离开了庭院，去执行苏晨的命令。收起全部东西后，苏晨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太初空间。他先是找到了张赤黄，传授了一门神界顶级功法，然后又叫来了东方明月，打算带着2女一同修炼。待东方明月到来后，苏晨大手一挥，取出了全部的灵石，放置在3人身旁。主人，这么多灵石，我与赤黄也炼化不了多少，您怎么不叫上灵犀啊？东方明月一脸疑惑地问道。上次他就亲身体验过，苏晨修炼时体内溢出的灵气浓郁的惊人。他与张赤黄又不是特殊体质，根本吸收不了多少，必然会浪费许多，还没有到那一步，再等等吧。苏晨没有过多解释，南宫灵犀毕竟不是他的女奴，自然不能像对待东方明月与张赤黄这般直接，最起码彼此之间得培养出一定的感情，否则贸然让他参与修炼，恐怕会适得其反。哦，东方明月乖巧地点了点头，但眼神却闪烁不停，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好了，我要开始修炼了。东方明月，你教下张赤黄要怎么吸收灵气。苏晨说完便紧闭双目，开始运转太初诀。随着功法的运转，周围灵石中的灵气顿时如潮水般涌入他的体内。明月姐姐，主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直接吸收周围的灵石不就行了吗？张赤黄满脸疑惑地歪着头，大眼睛里满是不解与好奇。这……东方明月的俏脸瞬间涨得通红，她咬着下唇，眼神有些闪躲，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向张赤黄解释。就在这时，她感知到苏晨体内已经有丝丝缕缕的灵气溢出，于是她咬了咬银牙，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一般，缓缓蹲下了身子，声音里带着几分羞愤。赤黄，你看清楚，我只给你演示一遍。啊！看着认真演示的东方明月，张赤黄美眸瞬间瞪大，他红唇微张，眼中满是惊讶。原来主人说的吸收灵气是这样吸收啊！赤黄，你明白了没有？演示完成后，东方明月已经是满脸通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瞥了张赤黄一眼。多谢明月姐姐的演示，我明白了。张赤黄脸色同样羞红得如同晚霞，但脸上还是忍不住露出了一抹娇笑，那笑容里带着几分俏皮。那就好，你先吸收吧，我去找一下灵犀。东方明月松了一口气，像是急于摆脱这有些尴尬的氛围。话音未落，他便迈步朝着南宫灵犀居住的庭院走去。时间如白驹过隙，飞快流逝，转眼过去了15天。在这15天里，苏晨疯狂地炼化，吸收着灵石中的灵气。在他的努力下，修为如火箭般飙升，顺利达到了50境第7重巅峰。此时的他
已经清晰地触摸到了武师境第8重的境界屏障。苏晨静静等待着，直到丹田中的灵气充盈的会溢出时，他才牵引所有灵气迅速凝聚起来，化作汹涌澎湃的灵气洪流，裹挟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境界屏障连绵不绝地冲击而去。轰轰轰！每一次冲击都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经过灵气洪流数十次猛烈的冲击，原本坚不可摧的境界屏障终于出现了丝丝裂缝。紧接着，只听一声轰然巨响，屏障彻底破碎。武师境第8重。这一刻，苏晨成功突破，境界达到了武师境第8重。他清晰地感觉到丹田变得更加坚固，全身经脉也拓宽了数倍，能够容纳更为磅礴的灵气。苏晨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烁着浓浓的自信光芒。这次大夏无比名额争夺战，就算燕连峰突破到武宗境第6重，凭借自己如今的实力，也能轻易将其击败。灵犀，怎么会是你？苏晨正沉浸在突破的喜悦中，却猛然发现近在眼前之人竟然是南宫灵犀。她身着一袭淡蓝色的长裙，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气质温婉而空灵，让苏晨心中瞬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躁动。陈哥哥，若不是明月姐姐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么好的体质呢，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南宫灵犀红唇微微撅起，透着几分娇嗔，显然是有些小生气。毕竟他的父母以及家族所有人都被魔修残忍杀害，复仇的念头无时无刻不在他心中燃烧。因此，当听到东方明月说苏晨体质特殊，能帮助修为突破时，他没有迟疑，便跟着来了。虽然这种修炼方式让他觉得有些羞涩，但一想到能更快地提升实力，为家人报仇，他还是鼓起勇气尝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效果确实如东方明月所说的那样，修为提升的速度十分惊人。苏晨神色有些尴尬，转头狠狠瞪了一眼正捂嘴偷笑的东方明月与张赤黄。他着实没想到东方明月竟会自作主张，把南宫灵犀给带来了。灵犀，我是想给你一段适应的时间。苏晨露出一抹略显尴尬的笑容，耐心解释道，这种修炼方式和你以往接触的不同，我怕你一时间难以适应，所以才想着缓缓。好了，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以后我帮你一起修炼。多谢陈哥哥。南宫灵犀俏脸微红，羞涩地点了点头。我还有重要事情要去做，就先离开这里了。你叫上周莲儿与翠烟儿将这次的战利品做好分类，过段时间我有大用。苏晨吩咐道。说完，他便离开了太初空间，朝着张家外走去。此前，他向张玄刚详细询问过张慕瑶父母的情况，得知他们早些年不幸被妖兽杀害了。如此一来，张家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再牵挂的了。很快，苏晨离开了张家，朝着玄元宗的方向疾驰而去。距离大夏无比名额争夺战开始只剩下12天，时间十分紧迫，他必须尽快赶回玄元宗参加，得到大夏无比的名额。玄元宗宗主大殿。宗主，我调查清楚了，苏晨在灵月城领取完奖励后就外出历练了，直到如今还没有回宗。周云峰脚步匆匆地走进大殿，满脸担忧地说道，这小家伙这个时候外出历练做什么？我们准备的灵脉金乳足以让他突破到武宗境第1重。柳清北眉头紧皱，没好气地说道。自从周云峰将苏晨在血雾山脉中的表现告知了他才意识到又小瞧了苏晨。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在苏晨身上压重注，不惜从玄元宗地下灵脉中取出了那100年时间才积攒一滴的灵脉金乳，准备让苏晨吸收炼化。毕竟以苏晨那恐怖的越级挑战能力，一旦突破到武宗境第1重，足以让玄元宗在大夏无比中取得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名次。此前对于进入前5名，柳清北想都不敢想，可如今有了苏晨，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是啊，太可惜了，也怪我们下决心迟了。周元峰眼中满是懊悔与遗憾，轻轻摇头，为苏晨感到十分惋惜。若是苏晨吸收了灵脉金乳，那这次大夏无比的名额必然稳稳落在苏晨手中。可惜如今没有吸收灵脉金乳，燕连峰这段时间实力提升也不少，苏晨怎么可能竞争过他？罢了，现在说这些也已经晚了，除非苏晨现在就在宗门，否则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突破。柳清北摆了摆手，沉思片刻后，目光坚定地说道，这样吧，谁若是能取得这次大夏无比的名额，那这滴灵脉金乳就归谁。无论如何，这次我们玄元宗都要取得一个好名次。虽然他最理想的人选是苏晨，但世事难料，有时运气也占很大部分。苏晨错过就是错过了，玄元宗不能因此而放弃争取荣誉的机会，也只好如此了。周云峰闻言也是无奈地点了点头，随后他便转身离开，去给玄元宗的弟子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消息瞬间轰动了整个玄元宗，毫无悬念地登上了今日热榜。谁都没有想到，宗门对于这次大夏无比竟会如此重视，居然舍得拿出灵脉金乳。要知道，
灵脉金乳可是极其珍贵的天材地宝，50境修炼者吸收足以提升4个小境界，5宗境修炼者吸收也足以提升2个小境界。核心弟子区域，燕莲峰住处。燕莲峰站在庭院中，手中拿着一把折扇，兴奋地大笑道：太好了，只要我得到灵脉金乳，那我的境界就能一举突破到5宗境第8种。在这段时间里，他耗费大量修炼资源，终于突破到了5宗境第6种。如今的他十分自信，整个玄元宗没有一人会是自己的对手。因此在他看来，这灵脉金乳就是宗门专门为他准备的，而他注定要在大夏无比中大放异彩，成为玄元宗的英雄。想到这里，他不禁再次得意地笑出声来，笑声在小院中回荡。时间飞快流逝，转眼过去了12天。苏晨一路日夜兼程，总算赶回了玄元宗。一踏入宗门，他连口气都没喘，便马不停蹄地朝着内门广场的战斗擂台奔去。此刻战斗擂台四周早已人山人海，无数玄元宗的弟子如同潮水般聚集在此，而宗主柳清北、大长老周云峰等一众高层长老全部到场，可见对于大夏无比名额争夺战的重视程度有多高。你们说，这唯一一个大夏无比名额，谁能得到？一名年轻弟子好奇地问道，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这还用说吗？必然是燕莲峰啊！另一名弟子毫不犹豫地回应道，语气中充满了笃定。不一定哦，核心弟子排名第2的萧千月，这段时间进步也不少，他不是没有机会。一位看似沉稳的老弟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反正这个名额不是燕莲峰的，就是萧千月的，跟其他人都没关系。又一名弟子撇了撇嘴，满不在乎地说道。此时此刻，广场上无数弟子热烈地讨论着无比名额的归属，没有一个人提到苏晨。虽然苏晨的武道天赋众人皆知是很强，但他的境界还是太低了，在众人眼中，他还不足以战胜燕莲峰与萧千月。当当当！就在众人热议之时，3道洪亮的钟声骤然响彻整个广场，标志着大夏无比名额争夺战正式拉开帷幕。钟声余音未落，只见周云峰的身影如鬼魅般瞬间出现在战斗擂台中央。他目光环顾四周，声音慷慨激昂地说道：时辰已到，本座宣布，大夏无比名额争夺战正式开始。规则十分简单，谁是玄元宗最强弟子，大比名额就归谁。听着周云峰慷慨激昂的声音，无数弟子激动得热血沸腾，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若不是自身修为实在太低，怕是早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去，在这擂台上展现一番，让众人记住自己的名字。现在本座宣布，请燕莲峰登上擂台，若有人想挑战他，也一同登上擂台。周云峰再次大声说道。听到周云峰的话，燕莲峰神色高傲，迈着沉稳而又自信的步伐走上了擂台，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不可一世的气息。妈的，装什么装？苏晨看着燕莲峰那副臭屁的样子，忍不住骂了一句，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正当他想迈步前往擂台时，只见一名身材挺拔、面容冷峻的青年男子抢先一步登上了擂台。苏晨见状，只好停下了脚步。此人正是核心弟子排名第2的萧千月，修为5宗境第5重。萧千月，你居然还敢挑战我！见到萧千月上擂台，燕莲峰眼神中满是不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他双手抱胸，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显然没把萧千月放在眼里。毕竟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5宗境第6重，击败萧千月在他看来可以说轻而易举。周长老，我要挑战燕莲峰。萧千月闻言，神色平静，眼神却十分坚定。他深知自己与燕莲峰有差距，但心中那股不服输的劲头驱使他还是想试一试，哪怕明知道失败，也要拼尽全力。那好，你们2人都注意一些，若是察觉不敌，要立刻认输。你们准备好，便可以开始了。周云峰神色严肃，沉声道。说完，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擂台上，只留下剑拔弩张的燕莲峰与萧千月。萧千月，你想找打，那我就不客气了。燕莲峰冷声道，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话音未落，他手中长枪一抖，枪尖寒光闪烁，朝着萧千月如闪电般杀了过去。面对杀气腾腾而来的燕莲峰，萧千月脸色瞬间变得凝重，心中暗暗吃惊，没想到对方已经突破到了5宗境第6重。虽然差距巨大，但他没有丝毫退缩之意。他咬了咬牙，心中涌起一股决绝，眼神坚定地朝着燕莲峰杀了过去。就是败，他也要战个轰轰烈烈。一炷香后，这场战斗已经接近了尾声。燕莲峰凭借着高出一重的修为，实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只见他看准时机，一拳轰出，强大的拳劲如同汹涌的洪流，直接将萧千月轰下了擂台。萧千月重重地摔落在地，一口鲜血忍不住喷了出来。他眼神中虽有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种坦然。他已经尽力了，在这场战斗中，他无愧于自己的武道之心。
果不其然，燕连峰的实力还是更强一些。见到这一幕，擂台四周无数弟子没有感到丝毫意外，毕竟长期以来，燕连峰在核心弟子中都稳居第一，其实力早已深入人心。接下来挑战继续，若是半个时辰内无人挑战燕连峰，他便获得本次大夏无比的名额。周云峰高声说道：“周长老，就别浪费时间了，还有谁敢上来挑战？您直接宣布名额归我就好了。”燕连峰的语气自信而嚣张，脸上洋溢着胜券在握的神情。如今就连萧千月都败在了他的手下，他实在不信在场还有谁能在他手下走过一招。我……就在这时，苏晨身形骤然一闪，瞬间出现在了擂台之上。什么？苏晨竟敢上去挑战？他脑子进水了吧？一名弟子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了，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这可不好说，你们见苏晨哪次冲动过？依我看，他定是有几分把握，否则不敢挑战燕连峰的。另一名弟子若有所思地说道：“就是有把握又如何？差距那么大，他不可能是燕连峰的对手。燕连峰可是武宗境第6重，苏晨才50境，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较量。”又一名弟子不屑地撇了撇嘴。此刻，无数弟子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激烈地讨论了起来。而柳清北与周云峰见到苏晨出现，眼中却闪过一抹激动。这小家伙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此次敢公然挑战燕连峰，必然是有着绝对的把握，否则不可能自取其辱。小杂种，我还以为你不敢回宗门了。燕连峰的脸颊瞬间扭曲起来，咬牙切齿地说道。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竟被苏晨掳走，他只感觉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气得浑身都忍不住微微颤抖。毕竟男人掳走女人，那女人能有什么好的下场？不是被杀，就是被……他越想越气，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小杂种，我今天必须要让你付出代价。你若是男人的话，就与我来一场生死战。燕连峰双眼瞪得滚圆，眼中凶光毕露，周身迸发出森冷的杀意。他彻底被怒火冲昏了头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立刻将苏晨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哼，老子是不是男人？东方明月比你有清楚。苏晨不屑地冷哼一声，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冷声道：“老子本来只是想击败你，但你非要主动求死，那只好满足你了。”燕连峰一口一个小杂种，让苏晨心中憋着一股气，早就忍无可忍了。此刻他没有丝毫犹豫，果断答应了这场生死战，眼神中透着坚定与决然。这苏晨不会疯了吧？他能跟燕连峰交手几招就不错了，居然敢接受生死战。这一刻，擂台四周无数弟子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完全不知道苏晨的勇气究竟从何而来。就连柳清北与周云峰脸上都不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难道苏晨这小家伙外出历练2个月，又有了什么奇遇不成？不然怎么会如此硬气，竟敢答应与燕连峰的生死战？不过两人心中还是认为苏晨大概率能赢得这场战斗，这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直觉，也许是因为苏晨以往总能创造奇迹吧。你们两人考虑清楚了，确定要生死一战？周云峰神色严肃地看向两人，目光中带着一丝审视。毕竟生死战非同小可，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确定不死不休。燕连峰眼中杀意四溢，声音极其冰冷。不死不休。苏晨神色平静，语气果断而坚定，没有丝毫犹豫。那好，本座宣布生死战正式开始。周云峰没有迟疑，立刻开口宣布道。话音未落，他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擂台上。小杂种，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修为，竟敢接受与我生死一战，当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燕连峰冷笑一声，眼中满是轻蔑。在他看来，苏晨不过是蝼蚁一般，敢接受生死战，简直是自寻死路。有没有本事，打过才知道，多说无益，动手吧。苏晨握紧了手中的流光剑，剑身闪烁着清冷的光芒。他身上的气势陡然提升，一股强大的气息骤然散发开来，隐隐有与燕连峰分庭抗礼之势。去死吧！燕连峰双眼通红，暴喝一声，他脚下猛地一跺，借着这股反作用力，身形化作一道道残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苏晨迅猛冲去。他手中长枪如同毒蛇出动，枪尖闪烁着森冷的寒光，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直指苏晨咽喉。面对燕连峰这强势一击，苏晨眼神瞬间一凛，他猛地向前踏出一步，身上气势再次飙升，手中流光剑讯猛地横扫而出，抵挡着长枪的攻击。轰！一剑一枪激烈碰撞，瞬间响起一声巨响，震得四周弟子的耳膜生疼。这碰撞的力量巨大，苏晨和燕连峰竟同时被震退数步。看到这一幕，擂台四周无数弟子顿时炸开了锅，顿时议论纷纷。毕竟境界差距如此之大，苏晨竟能正面硬刚燕连峰，并且平分秋色，
实在是让所有弟子感到不可思议。小杂种果然有点本事，但你今天依旧要死！燕莲风怒喝道，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他实在没想到，武士境第8重的苏晨竟能与他正面抗衡。说罢，他将全身灵气疯狂注入长枪之中，枪身光芒瞬间大盛，再次朝着苏晨全力杀去。这一次，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决绝，是要将苏晨一击必杀。蠢货，就你这点实力，下辈子吧！苏晨冷笑一声，语气中满是轻蔑。他丝毫不惧燕连风的攻势，手中流光剑再次横扫而出，精准地抵挡着长枪如疾风骤雨般的攻击。叮叮当当，一时间清脆动听的金属碰撞声不绝于耳，每一次碰撞都会溅起无数耀眼火花。两人战况十分激烈，几乎招招致命。燕连风每一击都带着狂暴惊人的力量，长枪舞动间，枪影重重叠叠，犹如密不透风的铁幕。苏晨则身形灵活，在那重重枪影中穿梭自如，流光剑在他手中宛如灵动的游鱼，巧妙地化解着燕连风的攻击，还时不时寻机反击。每一次凌厉的反击都让燕连风不得不打起12分精神，小心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燕连风的脸色愈发阴沉。他怎么也没想到，苏晨的实力竟如此强悍，自己几乎动用了全力，却依旧无法压制苏晨。他心中又惊又怒，额头上青筋暴起，眼中的杀意愈发浓烈。燕连风，老子不想陪你玩了，这场战斗到此为止。苏晨冷声道。打了这么久，他几乎没有从对方身上感到压力，再打下去也不过是多浪费些时间，他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因此他准备速战速决，结束这场闹战斗。话音未落，苏晨瞬间施展出九幽诀，刹那间，一股无形而强大的灵魂力量凝聚成灵魂利刃，狠狠朝着燕连风刺了过去。哼，大话谁不会说？燕连风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只见他身上瞬间亮起一层散发着柔和光芒的防御护罩，试图抵挡苏晨这一道灵魂攻击。然而境界大涨的苏晨灵魂力量也随之强大了不少。只见灵魂利刃轻易洞穿灵魂护罩，然后威力不减，狠狠刺入燕连风的脑海。燕连风只感觉脑袋一阵剧痛，眼神瞬间变得迷离，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就在这时，苏晨身形一闪，如鬼魅般欺身而上，手中的流光剑横扫而出，目标直指燕连风的喉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燕连风察觉到致命危机，瞬间从迷离状态中惊醒，求生的本能让他头下意识地往后仰。这一下，他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致命一击。燕连风刚松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逃过一劫，苏晨眼疾手快，猛地一脚踢出，目标正是燕连风的裆部。咔嚓，一声清脆的弹碎声响起，仿佛一道惊雷在燕连风耳边轰然炸响。啊啊！紧接着，燕连风发出一阵凄厉至极的惨叫，他双手死死捂住裆部，脸上满是痛苦扭曲的表情。这苏晨也太凶残了！看到这一幕，众多男弟子个个心中一凛，不自觉地夹紧了双腿，看向苏晨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敬畏与忌惮。死！苏晨眼神瞬间一冷，手中的流光剑毫不犹豫地再次朝着燕连风挥出。噗！只见一道森冷的剑光闪过，鲜血飞溅而出。燕连风瞬间没了生命气息，身体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就此结束了他在玄元宗的风云生涯。接下来直到半个时辰后，依旧无人胆敢登台挑战苏晨。至此，参加大夏无比的人选成功落定。这一刻，苏晨彻底震惊了整个玄元宗。擂台四周无数弟子纷纷议论着苏晨的惊人表现，看向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惊叹与钦佩。苏晨，这是给你的奖励灵脉金乳，你记得早点炼化掉。此外，半个月后的今天，在山门广场集合，我会亲自带你前往皇城参加大夏无比。柳清北迈步走到苏晨面前，眼神中满是期许。他神色郑重，双手将装有灵脉金乳的精致瓶子递给苏晨。如今苏晨展现出的实力已然不弱于燕连风，甚至更胜一筹。等苏晨吸收完灵脉金乳，实力必然还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他心中不禁畅想，这次大夏无比，说不定玄元宗真要一鸣惊人了。站在一旁的周云峰脸上同样洋溢着笑容，苏晨这次的表现实在是让他感到无比震惊。他也满心期待，接下来苏晨在大夏无比会有什么样的惊人表现，又会为玄元宗带来怎样的荣耀。多谢宗主！苏晨眼神中满是激动，连忙双手恭敬地接过精致瓶子。他还不知道宗门还有这么珍贵的奖励，有了这灵脉金乳，他便有信心一举将境界突破到5宗境以上。随后，苏晨与柳清北、周云峰交流几句后，便迈步离开了擂台。就在这时，徐渭阳满脸笑意地朝着苏晨走了过来，眼中满是惊叹与钦佩。苏老弟，
没想到这才短短2个月不见，你实力就提升得如此恐怖，连叶连风都败在你的手下，真是让老哥我大开眼界啊！徐未阳脸上露出了毫不掩饰的惊叹表情，一边说着，一边还竖起了大拇指。徐老哥，侥幸罢了，这次能及时赶上5比名额争夺战，还要多谢你的提醒，不然我可就真错过了。苏晨微笑着说道，眼神中透着真诚。都是自家好兄弟，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去我住处，咱们痛痛快快喝一场。徐未阳丝毫没有客气，一个箭步上前，亲昵地搂着苏晨的肩膀，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仿佛获胜的是他自己一般。好，没问题。苏晨笑着点了点头，两人一路说说笑笑，来到徐未阳的住处。这一喝便是从午后一直喝到临近傍晚。苏晨这才告别徐未阳，脚步虽有些踉跄，但心情格外舒畅，返回了自己的住处。回到房间后，苏晨立刻进入了太初空间。他径直来到上次突破的地方，这里还堆放着近1万灵石，都是上次突破剩下的。苏晨计划先吸收这些灵石中的灵气，好好打磨一下自己的修为根基。毕竟这段时间接连突破2个小境界，修为根基已然有些不稳。若是这个时候直接吸收灵脉精乳，万一出现岔子，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苏晨叫来南宫灵犀、东方明月以及张赤黄3女。3女一到，苏晨便二话不说，直接运转太初诀，开始炼化吸收灵石中的灵气。随着功法运转，灵气如潮水般朝着苏晨涌来，他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不断吞噬着周围的灵气。东方明月修为高深，对灵气的感知极为敏锐，很快便察觉到苏晨体内的灵气十分充裕。他轻轻碰了碰南宫灵犀，示意上前吸取苏晨体内的灵气。由于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南宫灵犀也没有了最初的羞涩，大大方方地走上前。仅仅短短片刻，他便吸收了大量灵气。随即他走到一旁，开始全力修炼起来，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紧接着就轮到了东方明月，最后则是张赤黄。时间悄然流逝，转眼过去了8天。这8天里，苏晨无时无刻都在吸收炼化着灵气。终于他的修为根基彻底稳固，境界也有了不小的精进。与此同时，3女的境界也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南宫灵犀的境界成功突破到了武者境第1种。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他内心无比兴奋，庆幸自己当初果断的决定。苏晨没有耽搁，立刻取出了灵脉精乳，眼中满是期待。将瓶口打开，一股浓郁至极的灵气瞬间弥漫开来。苏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其一口吞服了下去。虽然灵脉精乳中蕴含了恐怖的灵气，但如今3女都在，也能吸走一部分灵气，多少能减轻他的压力。随着灵脉精乳进入体内，一股精纯无比而又磅礴狂暴的灵气轰然在他体内炸开。这些灵气瞬间充斥在他的全身经脉中，肆意的横冲直撞。仅仅瞬间，他便感觉自己的身体要被这股狂暴的灵气撕裂开来。苏晨强忍着身体内传来的阵阵剧痛，疯狂运转太初诀，一点点炼化这股狂暴的灵气，推动自身修为急速提升。3天时间转瞬即逝，此刻苏晨的境界成功突破到了50境第9种。虽然突破了一个小境界，但灵脉精乳的灵气却仅仅只炼化了4成左右。于是苏晨便继续运转太初诀，全力炼化着灵脉精乳的灵气，他要一鼓作气，直接突破到5宗境第1种。不多时，苏晨的修为再次飞速飙升起来。又过去3天后，苏晨的境界已经达到了50境第9重巅峰。到了这一刻，他的心情不禁激动了起来。接下来他再突破就达到了5宗境，这可是一个全新的大境界。这一步至关重要。苏晨深吸数口气，努力将内心的情绪平静下来。他没有着急立刻突破，而是认认真真打磨修为根基，力求将自身的各方面状态达到极致。就这样，又过去了1天。苏晨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就绪，便不再犹豫。他催动体内所有的灵气，凝聚成汹涌的灵气海浪，疯狂朝着5宗境的境界屏障发起冲击。轰轰轰！每一次冲击都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连绵不绝的灵气海浪冲击下，5宗境的境界屏障很快便出现了一道道细小的裂缝，如同蜘蛛网一般蔓延开来。见到这一幕，苏晨总算松了一口气。5宗境第1重。不多时，随着一声巨响传开，5宗境的境界屏障轰然破碎。苏晨成功突破到了5宗境第1种。感受着体内远比50境强大数倍的力量，苏晨缓缓睁开了眼睛，眼中满是自信。对于拿下大夏无比冠军，他又多了不少信心。这时苏晨突然神色一愣，他环顾四周，竟发现除了南宫灵犀3女外，周灵儿与崔嫣儿也在这里。灵儿、嫣儿，你们2个怎么在这？苏晨满脸惊讶地问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疑惑。陈哥哥，是我让灵儿姐姐与嫣儿姐姐来的。南宫灵犀微微低头，声音如同文瑞，带着些许害怕说道。
你体内的灵气实在是太浓郁了，我们3个根本吸收不过来，想着不能浪费，所以我就带他们来了。一旁的周玲儿与崔嫣也是微微低头，小脸满是紧张与害怕，大气都不敢出。看着3女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苏晨心中那刚刚升起的火气顿时消了一大半。行了，下不为例。苏晨假装沉着脸，严肃地说道。这事都已经发生了2次，先是东方明月，再是南宫灵犀，做事一点都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想到这里，他没好气地瞪了南宫灵犀与东方明月一眼。我现在要前往大夏皇城，等安顿下来再好好收拾你们。说完，苏晨迅速离开了太初空间，迈步朝着玄元宗的山门广场走去。此刻的山门广场上，一架精致的灵舟静静摆放着，在灵舟前方，柳清北、周云峰与周林等一众长老早已在此等候，而在四周还聚集了不少外门弟子与内门弟子。他们听闻苏晨即将前往参加大夏无比，纷纷赶来欢送。看到苏晨出现，现场顿时沸腾了起来，所有人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挥舞着手臂，大声与苏晨打着招呼。苏晨没有丝毫架子，更没有怯场，他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向着四周弟子挥手示意，那笑容如同春日暖阳，让人倍感亲切。宗主，诸位长老。苏晨来到柳清北等人身前，向众位长老恭敬地行了一礼，姿态谦逊而真诚。好小子，老夫想到你会很优秀，但万万没想到你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周林满脸欣慰，眼中满是赞赏之色，他上前拍了拍苏晨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这次大夏无比就看你了，争取拿到好名次，我们在玄元宗等着你的好消息。没问题，保证让周长老您大吃一惊。苏晨笑着回应，眼神中透着自信与坚定。他这次去参加大夏无比，目标直指冠军之位，等自己夺冠的消息传回宗门，必然能让众人震惊不已。好了，上灵舟吧，我们该出发了。柳清北适时地提醒道，眼神中同样充满了期待。是，宗主。苏晨没有迟疑，再次向周云峰与周林告别后，便跟着柳清北上了灵舟。大夏皇城距离青阳郡实在太过遥远，唯有借助灵舟，才能保证在15天内顺利到达。灵舟缓缓升空，苏晨与柳清北在舟内坐定。苏晨想起心中的疑惑，一脸好奇地问道：宗主，我听说大夏无比前5名能获得东胜学宫的招生大典名额，这是真的吗？这个消息是昨天他与徐渭阳喝酒聊天时偶然得知的，所以苏晨便想着从柳清北这里再求证一番。确实如此。柳清北点了点头，眼神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一抹向往，语气感慨道：3个月后，东胜学宫的招生大典便会开始，但东胜学宫作为东周超级势力，想进入其中谈何容易啊！在东周境内，像大夏皇朝这样的势力简直数不胜数。你可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夏皇朝内究竟有几人成功进入东胜学宫？还不等苏晨回答，柳清北神色略显凝重，缓缓说道：仅仅只有皇室的1名皇子成功通过了招生大典的考核。苏晨心中顿感十分诧异，由此可见，想进入东胜学宫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这东胜学宫他是非去不可，寻找张慕瑶与李妙金的2年之约，以及帮助邱逸雪寻找涅槃神果，无论出于哪一个原因，他都要进入东胜学宫，以此为跳板，尽快前往中州。宗主，很快就有第2人了，那就是我。苏晨自信满满的说道，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加入东胜学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那里汇聚着东周各大顶级天才，与这些天才一同修炼竞争，他才能快速成长。柳清北听到这话，心中第一反应便是觉得不太可能。苏晨虽然天赋强大，但能在大夏无比中进入前5就已经是万幸了。至于能加入东胜学宫，他连想都不敢想。但他并没有打击苏晨，而是笑着夸奖道：甚好，若你真能进入东胜学宫，那咱们玄元宗不仅能跟着出名，还会得到东胜学宫的赏赐。苏晨自然能听出柳清北不信，但他并没有过多解释，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转瞬即逝，一晃眼便过去了14天。此刻的苏晨正透过灵舟的窗口向外眺望，蓦然间，一座气势恢宏的城池闯入他的视野。那座城池的面积大得惊人，极目远眺，根本看不到边缘，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城墙是用坚固的金黄色稀有金属打造而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璀璨的光芒，仿若一条蜿蜒盘踞的金黄巨龙，散发着令人敬畏的威严气息，彰显着无上荣耀与雄厚底蕴。毫无疑问，这正是大夏皇朝的皇城。柳清北驾驶着灵舟，缓缓降落在皇城外一片空旷的平地上。将灵舟妥善收起后，他便带着苏晨朝着皇城大步走去。一路上，随处可见老者与少年或者少女的组合，显然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前来参加大夏无比的。
柳青北的人缘颇好，时不时就会与一些相识的宗主打着招呼。在这个过程中，苏晨好奇地向柳青北询问，逐渐摸清了玄元宗在整个大夏皇朝的地位。原来在大夏皇朝，宗门一般分为3个等级，分别是1等宗门、2等宗门和3等宗门。每个等级的宗门所享受的待遇与特权有着天壤之别。就拿10大1等宗门和36、2等宗门来说，他们不仅可以直接将灵州开进皇城，在皇城内更有着专属的府邸。而玄元宗却只是个3等宗门，并且在3等宗门中也是排名比较垫底的。这让苏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日后一定要让玄元宗扬眉吐气。两人说着便进入了城内，顿时一座座气派非凡、巍峨耸立的古典楼阁便映入苏晨眼帘。笔直而宽阔的街道上人流如织，络绎不绝，强大的修炼者随处可见，让这座皇城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也让苏晨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与挑战。在柳青北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了皇城最大的酒楼，在这里开了2间房。苏晨，明天才是大夏无比开启的日子，我去拜访几位好友，你在这里休息，也可以在皇城内逛逛，但不可随意惹事。柳青北神色严肃地叮嘱道，目光中满是关切。宗主，若是有人主动招惹我，我能不能反击啊？苏晨询问道。只要对方不是皇室之人，你尽管打回去，我们来参加大夏无比就是出风头的。柳青北沉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股豪迈。那就好。苏晨咧嘴笑道，毕竟玄元宗在大夏皇朝的地位太低了，他就怕这也不能打，那也不能做，憋屈的慌。柳青北走后，苏晨并没有返回房间，而是朝着酒楼的一名小二招了招手。公子，您有什么吩咐？小二机灵得很，立刻小跑过来，满脸堆笑地问道。我想打听一下，皇城内哪个商会最大，在什么位置？苏晨客气地问道。他打算将这段时间收集的战利品统统出售掉，而大商会在信誉和价格上必然更有保障。小二沉思片刻后开口说道，公子，给您推荐2个商会，第一个是鼎元商会，这个商会背景可不得了，是12皇子下承销的产业。最重要的是，若是您准备出售东西，鼎元商会的收购价格会比其他商会高那么一点。第二个则是万象商会，这个商会听说在各大皇朝中都有分会，价格也很公道。这2家商会也在一块，您顺着这条路往前走一会儿就能看到了。多谢告知。苏晨抱拳感谢道。随后他走出了酒楼，朝着鼎元商会的方向走去。这段时间的接连突破，他手中的零食已经消耗殆尽，鼎元商会收购价格更高，自然成为他的首选。况且这商会有皇子做背景，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没过多久，苏晨前方不远处便出现了2座外形气派奢华的阁楼，这正是鼎元商会与万象商会。这2大商会分布在街道两侧，大门彼此正对着，隐隐有一种针锋相对的感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2家商会的关系不太好。这位公子，请问你有什么需要？苏晨刚走进鼎元商会，一名身着淡蓝色绸缎、面容姣好的侍女面带微笑，快步迎了上来。我想问下，你们这里收购兵器、矿石以及其他类型杂物的吗？苏晨开口问道。当然收，不知道公子说的这些东西大概有多少数量？侍女脸上笑容不减，轻声问道。装满了10几个储物袋。苏晨说道。这么多？公子您跟我来，我请我们执事亲自给您谈。侍女脸上满是惊讶，瞬间意识到这是大客户，态度一下子变好了不少。话音未落，他便在前方带路，脚步轻快。不多时，两人来到了2楼的贵客间。公子，您在这里稍坐一下，我去喊一下何执事。侍女恭敬说道。没过多久，一名身形瘦小、满脸笑容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其身后还跟着一名鉴宝师。此人正是鼎元商会的何执事何明策。看到苏晨果真如侍女所说，只是一名少年时，何明策脸上的笑容顿时浓郁了几分。这位公子，在下何明策，您是有很多东西要出售给我们吗？何明策开口问道，声音中透着一股热情。是的，这些东西你帮我估算个价，若是合适便全卖给你们了。苏晨大手一挥，贵客间的桌子上便多了10几个储物袋。这一幕让何明策眼中闪过一抹惊喜，心中更加兴奋了。没问题，马上给您估算。何明策连忙提醒身旁的鉴宝师开始估算。半个时辰后，所有储物袋便已清算了一遍。公子，一共35360块零食，给您凑个整数，35400块零食吧。您看如何？何明策思考后微笑着说道。他的笑容看似真诚，但眼底却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狡黠。能卖这么多零食倒也不错，多谢你了。苏晨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也是没想到，居然能卖这么多零食，这可真是给了他一个惊喜。公子实在是太客气了，我们鼎元商会立志要做皇城内最大的商会，因此在收购价格上是能高则高，绝不会让顾客吃亏。
何明策微微躬身，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语气中满是诚恳，仿佛他真的一心为顾客着想。然而他微垂的眼帘之下，眼神却有些闪烁不定，透露出一丝心虚。能为顾客考虑，这一点你们商会确实不错。那行，这些东西就全卖给你们了。苏晨神色平静地说道。太好了，感谢公子对我们的信任，您稍等一下，我去取零食来。何明策满脸兴奋地说道。说完他便连忙起身，快步走出了贵客室。不多时，何明策返回了贵客室，手中拿着一个储物袋，满脸堆笑地递给苏晨。公子，这是零食，您核实一下。苏晨接过储物袋并打开，顿时一股浓郁的灵气喷涌而出，其中满是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灵石。苏晨快速检查了一番，灵石的数量丝毫不差，并且每一块灵石乍一看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这让他安心了不少。但就在苏晨准备合上储物袋时，突然一种说不上来的异样感觉涌上心头。他眼神瞬间一凛，意识到这些灵石可能有问题。他当即运转九幽诀，刹那间他的感知能力得到了大量增幅。于是他再次仔细感知灵石，每一块都不放过。仅仅瞬间，苏晨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在35400块灵石中，居然有近3万块灵石蕴含的灵气浓郁度不对，灵气少得可怜，几乎等同于废石。这位公子，我先离开了，我还需要服务其他顾客。这时何明策面带微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语气依旧恭敬地说道。话音落下，他没有再看苏晨一眼，便迫不及待地转身准备离开贵客室。给老子站住！苏晨脸色阴沉至极，咬牙切齿地吼道。你们鼎元商会可真行，今天老子算是开了眼界。何明策听到这话，原本脸上兴奋的笑容瞬间凝固，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冷冷地说道。这位公子，请注意你的言辞，别忘了这里可是鼎元商会。你他妈的还敢拿鼎元商会威胁老子？别说你们背后靠着12皇子，就算是当今陛下，今天你们鼎元商会也必须给我一个交代。苏晨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屑，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寒光。话音未落，他猛地伸手从储物袋中取出几块灵石，将其狠狠拍在桌子上。伴随着一声巨响，灵石在这强大的力量下瞬间裂开。给老子说清楚，这灵石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裂开的灵石中赫然呈现出一片淡灰色，没有蕴含丝毫灵气，唯有灵石表面残留着一层天蓝色晶层，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淡淡灵气。你！何明策的脸色瞬间大变，脑海中一片空白，眼中满是震惊与不可思议。要知道，这种精心制作的假灵石，除非是武王境的修炼者，否则根本不可能当场识破。至于那些离开鼎元商会后才发现自己被骗的修炼者，出于对鼎元商会的信任，几乎不会怀疑是商会捣的鬼。若真有来闹事的，他们也自有手段将其打发掉。可如今苏晨竟然一眼就看穿了，这怎能不让他惊惧？难道眼前的苏晨是一名隐藏的武王境强者不成？何执事，老子的耐心有限，现在就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苏晨冷冷地说道，眼中无比森冷。若不是九幽诀能大幅提升他的感知能力，他还真发现不了这灵石的异常。而一旦离开鼎元商会，那他可就真的有理说不清了，只能吃这个哑巴亏。听到这话，何明策强行稳定了心神，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他心里明白，一旦承认假灵石是自己所为，别说是苏晨，就算是12皇子也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另外他觉得苏晨太年轻了，根本不可能达到武王境，应该只是刚好对灵气感知特别敏锐而已。所以他一咬牙，决定硬刚苏晨，不但不承认，更要反污蔑苏晨。小子，你是不是还没睡醒？拿着几块假灵石就想来污蔑我们鼎元商会，还想让我们给你一个交代？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何明策冷笑道，我给你一次机会，你现在就拿着假灵石乖乖离开鼎元商会，这样你污蔑我们商会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否则后果自负。呵呵，名震皇城的鼎元商会原来也不过如此嘛，做错了事不但不知悔改，反而还说我污蔑。苏晨脸上露出一抹冷笑，笑容中充满了不屑与嘲讽，丝毫不怕何明策的威胁。好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子，居然敢如此贬低我们鼎元商会，我们商会的威严与名誉，岂容你如此践踏？何明策气得浑身发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吼道：来人，给我将这小子的舌头割掉，再打断双腿，丢到外面去。他彻底失去了耐心，决定用最残忍的手段来对付苏晨。听到他的命令，4名鼎元商会的武宗境侍卫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眼中充满了凶光，猛扑向苏晨。草泥马，真当老子好欺负不成？苏晨眼神一冷，身形猛地一动，便朝着那4名侍卫冲了过去。这一刻他是真的被激怒了，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大闹鼎元商会，让皇城所有人都看看这鼎元商会究竟有多么黑暗。
就在苏晨动的刹那间，何明策瞬间感知到了苏晨的真实境界，竟然只有区区武宗境第一种。这一发现让何明策激动的身体都不禁颤抖了起来，大声命令道：“别拔舌头了，给我直接杀了他！”在何明策看来，就苏晨这点修为，又是个生面孔，根本没有太大背景。就算杀了苏晨，只要贾灵石的事情不传出去，12皇子必然会保他平安。面对迎面扑来的4名武宗境侍卫，苏晨神色镇定，眼中没有丝毫畏惧。以他如今的实力，这些人在他眼中不过是土鸡瓦狗。只见苏晨身形微微一动，仿若鬼魅一般，瞬间出现在一名武宗境第2重的高大侍卫身前。他右拳瞬间紧握，拳头上灵气凝聚，如闪电般朝着高大侍卫的胸口轰了过去。真是不知死活！见苏晨竟敢与自己硬碰，高大侍卫脸上露出了一抹残忍的笑容。在他看来，苏晨不过是自寻死路。紧接着，他同样调动全身灵气，朝着苏晨的拳头轰出一拳，想要给苏晨一个狠狠的教训。轰！两拳相碰，一声巨响如炸雷般传开，整个房间都为之一震。只见那高大侍卫如遭雷击，身体剧烈一颤，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惨白如纸。他身体不受控制的往后倒飞了出去，然后重重落地，瞬间昏迷了过去。这是什么逆天实力？见到这一幕，其他3名侍卫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身体像被定在了原地，前进不是，后退也不是，眼神中满是惊恐与慌乱。他们的实力与那高大侍卫相差无几，苏晨能一拳重创高大侍卫，显然其实力远超他们想象。而苏晨哪里顾得上他们的反应，身影一闪，已然出现在另外一名侍卫身前。同样是简简单单的一拳，却蕴含着磅礴的力量，直接轰向那名侍卫。那名侍卫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便如断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同样轰晕了过去。紧接着，苏晨的身形再次快速闪烁，在剩下2名侍卫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时，便已来到他们面前。苏晨没有丝毫留情，又是2拳精准的击中2人，2名侍卫连哼都没哼一声，便通通被轰晕在地。虽然此刻苏晨心中怒火中烧，但他依旧保持着一丝清醒，并没有将这4名侍卫击杀。毕竟他们作为侍卫，不得不听令何明策。此刻，一旁的何明策见苏晨眨眼间就打晕了4名侍卫，瞬间意识到自己得罪了一个惹不起的煞星。他脸色瞬间变得死灰，没有丝毫犹豫，转身便朝着贵客室外疾驰而去。还想跑？没门！苏晨冷声道。话音未落，他身形便如瞬移一般，瞬间拦在了何明策身前。何明策眼中满是惊恐与绝望，双腿不受控制的发软，直接跪倒在地。啪啪啪！只见他左右手开弓，朝着自己的脸颊不断扇去，速度极快，巴掌声不绝于耳。这位公子，小的有眼无珠，千不该万不该算计您啊！您大人有大量，看在小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就绕过小的这一回吧。何明策声泪俱下，声音中带着哭腔，试图打动苏晨。狗东西，没想到你还挺识时务的，但可惜已经晚了，像你这种人必须付出代价。苏晨冷冷地说道，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杀意。大人，您就饶了我这条贱命吧，别再闹下去了，否则你我都得没命啊。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我储物袋拿走，里面也有几万块灵石，就当是小的给您赔罪了。何明策满脸惊恐，不断哀声求饶道。说话间，他慌乱地取出腰间的储物袋，双手颤抖着递给苏晨，心中祈祷着苏晨能见好就收，这样对大家都好。毕竟他可是深知12皇子的狠辣，若是这里的动静传出去，惊动了12皇子，那不仅苏晨会没命，就连他自己也会跟着陪葬。狗东西，用得着你教老子做事？苏晨冷声道，眼神中满是厌恶与杀意。说罢，他猛地轰出一拳，带着千钧之力，狠狠砸在了何明策的腹部。噗！何明策双眼瞪得滚圆，一口鲜血不受控制的猛地喷出。他眼中满是惊恐与绝望，之前那副嚣张跋扈的嘴脸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的他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再也不敢多说半句。随后，苏晨毫不客气地弯腰捡起何明策的储物袋，并将其打开。只一眼，他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惊讶，没想到这何明策还真够黑的，区区一个执事，储物袋中居然堆满了3万多块灵石。苏晨没有丝毫客气，干脆利落地将灵石全部拿走了，正好弥补自己的损失。狗东西，老子今天非要闹个天翻地覆不可，让你们鼎元商会的黑幕大白于天下，全皇城的人都得知道你们的丑恶嘴脸。苏晨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道。说完，他当即催动千幻翼容术，眨眼间，他的容貌瞬间变成了一名普通少年。如今苏晨的实力还不算顶尖，玄元宗在大夏皇朝的地位也不高，而这次要得罪的可是12皇子，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所以不得不万分谨慎。一切准备就绪后，苏晨抓起和执事
然后朝着鼎元商会外冲去。小子，你放肆，竟敢伤害和直视！就在苏晨冲出房间的一刹那，四周眼尖的侍卫纷纷注意到了他，顿时神色大变。紧接着，众多侍卫纷纷朝着苏晨聚拢了过来。苏晨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根本没把这些实力平平的侍卫放在眼里。只见他脚下步伐不停，催动身形如鬼魅般，瞬间脱离了包围圈，眨眼间便来到了鼎元商会1楼，而后毫不犹豫地朝着外面冲去。这一幕让四周来来往往的顾客惊讶得合不拢嘴，纷纷向苏晨投来紧张与疑惑的目光。难道这人不知道鼎元商会的靠山是12皇子吗？竟敢在这里闹事，简直是不要命了！小子，好大的胆子，竟敢在鼎元商会撒野！就在这时，一名鼎元商会侍卫统领瞬间出现在苏晨身前不远处。此人身材魁梧，浑身散发着浓浓的杀意，眼神更是冰冷至极。话音未落，侍卫统领便毫不犹豫地直接出手。只见他猛地抬起手掌，掌心灵气涌动，一道耀眼凌厉的掌影朝着苏晨狠狠轰了过去。这一掌蕴含着他十足的劲道，显然是想一举将苏晨击溃，以此来彰显鼎元商会的威严。苏晨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此人的修为达到了武宗境第9重，境界差距实在太大了。但他眼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燃起了熊熊斗志。只见他迅速抽出流光剑，剑身瞬间光芒大盛，灭天一击。苏晨大喝一声，猛地一挥手中长剑，瞬间施展出自己目前最强的攻击。顿时，一道凌厉的剑气带着惊人的气势，朝着那道掌印狠狠杀了过去。轰！一声巨响骤然传开，只见苏晨全力施展出的剑气瞬间崩溃。那凌厉的掌印虽然暗淡了许多，却没有崩溃，反而速度丝毫不减，如闪电般瞬间出现在了苏晨身前。苏晨眼神陡然一缩，心中暗叫不好，但此刻躲避已然来不及。他眼神中透着决然，连忙抬起流光剑，试图硬抗着凶猛的掌印。噗！掌印重重地轰击在剑身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苏晨如遭雷击，一口鲜血猛地从他口中喷了出来。好一个鼎元商会，不分青红皂白就重创客人，你们真是霸道至极，简直无法无天了！苏晨满脸怒容，大声怒喝，声音中充满了愤慨与不屈。话音未落，他瞬间施展血遁秘术，带着面如死灰的何明策，眨眼间便冲出了鼎元商会。看到这一幕，那名侍卫统领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苏晨竟能以武宗境第1重的境界硬扛自己全力一击，而且看样子并没有受到致命重伤。联想到明天即将拉开帷幕的大夏无比，他瞬间意识到苏晨极有可能是哪个宗门精心培养的天才弟子。这可不是他一个小小的侍卫统领能擅自处理的事情，稍有差池，自己必将大祸临头。于是他迅速取出传音石，将这里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胡副会长。大家都来看呐，鼎元商会使用假灵石交易，一下子就坑了我近3万块灵石。苏晨来到热闹的街道后，高高举起手中犹如死狗般的何明策，扯着嗓子向四周的人群大声喊了起来。听到这劲爆的消息，不少人立刻驻足围观。不多时，人群便将苏晨围得里3层外3层，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咦，那人不是鼎元商会的何执事吗？难道鼎元商会真像传闻的那样，使用了假灵石？这也太胆大妄为了吧！这一刻，人群中各种猜测声此起彼伏，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谁也不敢轻易下定结论。但众人看向鼎元商会的眼神中都多了几分怀疑与警惕。与此同时，鼎元商会顶层，这里一整层都装饰的奢华无比，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极致的精致与华丽。此刻的大厅中央，数名绝美舞姬身着薄如蝉翼的纱衣，正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翩起舞，舞姿十分曼妙。而一名英俊贵气的青年男子正慵懒地斜躺在柔软的锦榻上，与舞姬们嬉戏打闹，享受着这纸醉金迷的奢靡时光。此人正是大夏皇朝12皇子夏承霄。殿下，大事不好了！鼎元商会的胡副会长神情急切，脚步匆匆地闯进大厅，打破了这原本欢快的氛围。糊涂，发生了什么事情，值得你如此大惊小怪？夏承霄眉头瞬间一皱，眼中满是不悦。被人打断这逍遥时光，他心中自然十分不爽。殿下，一名疑似前来参加大夏无比的少年，将我们一名执事给重创了，并将其拉到了街道上，正大肆宣扬说我们鼎元商会使用假灵石交易。胡副会长不敢有丝毫隐瞒，急忙说道：若是平常时候，区区一个武宗境第1重的少年闹事，他根本无需惊动12皇子，自己就能轻松处理。但此刻正值大夏无比的关键时刻，各方势力都在关注着皇城的一举一动，他也不敢贸然行事，否则一旦处理不好，引发众怒，那他必定会成为背锅侠，沦为牺牲品。什么？夏承霄眼神瞬间一冷，透着彻骨的寒意。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竟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说罢，他猛地站起身来，将身边的舞姬一把推开，大步流星地离开了房间，身后跟着一脸惶恐的胡副会长。同一时刻，万象商会顶层，这里的奢华典雅别具一格，在靠窗的绝佳位置摆放着一张巨大昂贵的木桌，桌面光滑如镜，倒映着周围精致的一切。一名妩媚至极的女子正优雅地坐在椅子上，她身姿曼妙，周身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高贵气质，完美无瑕的脸颊上带着一抹恰到好处的笑意，让人忍不住心生亲近，却又自惭形秽。此女正是万象商会会长萧青罗。你是说，现在正有一名少年在街道上大闹，还说鼎元商会使用假灵石交易？萧青罗烈焰般的红唇轻启，声音悦耳柔糯，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是的，会长。一名万象商会的执事恭敬地回答道。他紧紧低着头，只敢在说话的间隙偷偷抬眼看萧青罗一眼。萧青罗的魅力实在是太惊人了，身上仿佛到处都散发着致命的诱惑，他根本不敢看得太久，生怕自己失态。有趣。萧青罗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我们也下去看看，这种热闹怎么能少了我们万象商会呢？另外，你去通知咱们收集的人证，让他们全力配合那名少年。这一次，我们定要一举将鼎元商会搞垮。自鼎元商会宣布上调收购价后，萧青罗便猜测其中可能存在猫腻，一直在暗中与那些被骗的修炼者取得联系，收集证据。如今，他手中掌握的物证与人证早已经十分充足，但考虑到鼎元商会背后之人乃是12皇子夏承霄，在这皇城之中，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因此他才耐着性子迟迟没有动手。而如今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他怎会轻易放过？他准备借助苏晨之手，一举将鼎元商会彻底搞垮。狗东西，将与我交易的过程原原本本的讲出来。苏晨紧盯着何明策，冷声道。然而何明策却面如死灰，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灵魂一般。无论苏晨如何威逼，他都紧闭双唇，不愿开口。此刻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绝望的念头，自己必死无疑了，一点活的可能性都没有。毕竟如今这件事情已经彻底闹大，整个皇城的人都在关注着。无论最终如何收场，他作为直接责任人，结局早已经注定，那就是死路一条。苏晨见他这副破罐子破摔的模样，顿时心中大怒。狗东西，你不愿意说？那好，老子来说。苏晨冷冷地说道。紧接着他开始大声讲述起来，将自己前来鼎元商会交易的过程事无巨细地说了出来。他的声音坚定有力，如同洪钟般在街道上回荡，语气中充满了对鼎元商会的嘲讽，毫不留情地披露着他们的黑幕。卧槽，我也是在鼎元商会交易后发现了不少假灵石，我当时根本没怀疑鼎元商会，还以为是家里人乱碰了我的储物袋，把我儿子狠狠揍了一顿。现在看来，我儿子可能被冤枉了。人群中，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汉突然大声喊道，脸上满是懊悔与愤怒。他妈的，老子也是一样，修炼的时候才发现不少假灵石，我连自己夫人都怀疑了，都没怀疑过这鼎元商会。听完苏晨的讲述，不少人这才恍然大悟，纷纷回想起自己在鼎元商会交易后的异常情况，越想越觉得是鼎元商会在背后搞鬼。此刻在场众人都怒不可遏，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开口讲述着自己的类似经历。都别说了，12皇子来了。这个时候，一名眼尖的修炼者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当即低声急促地提醒道。那声音虽不大，却如同重锤一般，狠狠砸在众人的心头上。听到他的声音，原本还愤怒不已的众人瞬间鸦雀无声，一个个脸色变得惨白如纸，眼神中满是恐惧，生怕12皇子一怒之下会将他们通通抓起来。苏晨却神色镇定自若，目光紧盯着被人群簇拥在中间的一名青年男子，此人贵气凛人，举手投足间尽显皇家威严，应该正是12皇子夏承霄。苏晨之所以没有立刻离开，并不是狂妄自大，而是有着十足的底气与信心，以眼前这些人的境界，根本看不透他的真实容貌。若是他想离开，这些人也根本拦不住。苏晨留下来是打算试探一下鼎元商会利用假灵石交易，这夏承霄究竟知不知道。看着毫不畏惧与自己对视的苏晨，夏承霄神色冷峻，目光上下打量着苏晨。他还不知苏晨究竟是什么来头，那这个时候他明显不能贸然处理。只见夏承霄不动声色地微微侧头，看似不经意地瞥了身旁的糊涂一眼。糊涂跟随夏承霄多年，立刻心领神会，他当即向前一步，冷声开口质问道：小子，你是哪宗弟子？竟敢打伤我们鼎元商会的执事，还敢当众污蔑我们使用假灵石交易，你好大的胆子！老家伙，你管我哪宗弟子？我问你，你们商会使用假灵石，你们知不知情？苏晨毫不退缩，针锋相对的冷声回应道，眼神中满是愤怒。好一个嚣张的小子，在殿下面前
你居然还敢污蔑我们商会！糊涂转头看向夏承霄，故意提高音量，大声说道：“殿下，我看这小子就是在故意抹黑我们鼎元商会，其心可诛。依我看，直接将这小子当场诛杀，以儆效尤。”见苏晨不肯透露自己的宗门，他自然也不会正面回答苏晨的问题，而是巧妙地转移了话题，试图将苏晨置于死地，借此维护鼎元商会和夏承霄的威严。万万不可！夏承霄装模作样地训斥一声，脸上露出一副宽容大度的神情。这位少年虽然态度不好了点，但罪不至死。这样吧，将其控制住，待查明来历后再放他离开。说话间，他眼底不动声色地闪过一抹寒意。等他摸清楚苏晨是哪个宗门后，只要不是10大一等宗门，那他必将让苏晨死无全尸。是，殿下。听到夏承霄的命令，他身后迅速冲出2名侍卫统领。这2人皆是武宗境第9重的修为，周身灵气涌动，朝着苏晨猛扑了过去，是要将苏晨一举拿下。见夏承霄与糊涂你一言我一句，2句话便将贾灵石的事情轻轻带过，还将自己定义为无端生事之人，苏晨顿时愤怒到了极点。如此情形，事情已然明了，贾灵石之事必定是夏承霄纵容所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苏晨便决定离开此地。他猛地轰出一拳，蕴含着磅礴灵气，直接轰碎了何明策的心脏，将其当场斩杀。紧接着，苏晨施展血遁秘法，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如今他的实力还不足以与夏承霄硬碰硬，留在这里与对方硬拼，实在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夏承霄，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礼貌了？这位公子的话，你怎么不正面回应啊？就在这时，一道悦耳却又带着几分威严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只见一名容貌绝美、气质妩媚至极的女子瞬间出现在苏晨面前。她身着一袭火红色锦袍，裁剪的恰到好处，将她的前凸后翘的身材曲线完美的勾勒出来，诱人至极。行走间，锦袍随风飘动，圆润而笔直的大长腿若隐若现，更添几分撩人的风情。见到她的出现，2名武宗境第9重的侍卫当即停住了脚步，脸色瞬间变得极其凝重。只因来人正是万象商会会长萧青罗，在这皇城中，他的威名与实力同样不可小觑。这位公子，别着急走哦，等下本会长有重献。这时，萧青罗回头看向苏晨，嘴角露出一抹微笑，迷人而又勾人魂魄。这一刻，哪怕是见惯了众多美人的苏晨都不禁微微一愣，目光短暂呆滞了一下。这萧青罗实在是妩媚至极，仿佛从骨子里就透着无尽的诱惑，是那种男人只要看一眼，心中便会涌起莫名冲动的类型。没问题。苏晨很快回过神来，果断地点了点头。在萧青罗出现的刹那间，他就停下了继续施展血遁秘法，打算静观其变。此刻，他毫不客气地紧盯着萧青罗那漂亮诱人的背影，同时尽情地嗅着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幽幽香气，那香气淡雅而迷人，让人心醉。与此同时，四周围观的人群纷纷眼前一亮。在这皇城中，谁不知道鼎元商会与万象商会向来明争暗斗，势如水火。现在萧青罗都亲自出面了，众人都意识到一场精彩好戏怕是要开场了。萧青罗，你不好好待在万象商会，管我鼎元商会的闲事干什么？夏承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与警惕，冷淡地质问道。萧青罗向来精明过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出现在这里，此刻他心中隐隐升起一股不妙的预感。听到夏承霄的话，苏晨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此女就是大名鼎鼎的万象商会萧会长。今天自己在鼎元商会的这一番大闹，恰好是无意间帮了万象商会一个大忙，怪不得萧青罗之前说要给自己一份大礼。再看对方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苏晨便知道这鼎元商会怕是要倒大霉了。谁乐意管你们鼎元商会的闲事？我是来揭露你们黑幕的。萧青罗红唇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说完，他优雅地拍了拍手，动作轻盈而富有节奏感。顿时，数十名修炼者从人群中有序地走了出来，整齐地站成一排。萧青罗玉手轻抬，修长的手指指向这些人，声音清脆而响亮。这位公子刚刚说的没错，鼎元商会确实存在用假灵石交易的事实，这些都是亲身被骗的修炼者，而且我相信还有更多被骗的修炼者。此刻就在我们周围的人群中，今天刚好12皇子也在，我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地站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鼎元商会的黑幕，让12皇子给大家一个公道。萧青罗的话刚落下，他带来的数十名修炼者纷纷开口，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一刻，四周的人群中有不少人鼓起勇气站了出来，纷纷指责鼎元商会的恶行。一时间，声讨声此起彼伏，诉说着自己的不满与愤怒，现场气氛极为热烈。见到这一幕，夏承霄心中杀意纵横，想弄死萧青罗与苏晨的念头达到了极致，但他的脸色却保持着镇静，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怒火。他明白，
如今形势逼人，必须要给众人一个交代了。毕竟现在围观的人群众多，若是他处理不好，鼎元商会倒闭是小，影响他在父皇眼中的形象可就麻烦大了。胡会长，这是什么情况？鼎元商会真有假灵石交易吗？夏承霄的目光冷冷地看向糊涂，眼中闪烁着冰冷而莫名的光芒。糊涂一看这架势，便知道夏承霄这是准备让他来背这口黑锅，承担全部后果了。他心中涌起一阵苦涩与不甘，但也明白，自从夏承霄决定用假灵石做交易时，就已经把他当作弃子了。事到如此，他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殿下，属下错了，属下一时鬼迷心窍，这才做了错事啊！糊涂当即跪倒在地，脸上露出悔恨交加的表情，将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你这个蠢货，竟然做出这等败坏鼎元商会声誉之事！夏承霄脸色难看至极，说罢，他猛地一挥手，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来人，将这个蠢货斩了！听到命令，一名侍卫当即手起刀落，可怜糊涂连开口求饶的机会都没有，便伸手一触。见到这一幕，一旁萧青罗脸上的微笑更浓了几分。经过这一次风波，鼎元商会在这皇城内已无力再与万象商会抗衡，这将会给万象商会带来更多的利益与发展空间。而苏晨心中却不禁凝重了几分，原本他只是想揭露鼎元商会的恶行，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如今彻底激怒了夏承霄。他深知接下来自己恐怕要面临夏承霄疯狂的报复了。所有侍卫听令，彻查所有鼎元商会的执事，若是身上存有大量假灵石，有一个算一个，通通杀了。处理完糊涂后，夏承霄再次冷声吩咐道：是。在场侍卫齐声应道，随后便开始行动起来，迅速将鼎元商会所有执事控制住，仔细检查他们身上是否有大量假灵石。没过多久，足足有20多名执事被押到夏承霄面前。这些人一个个脸色惨白，眼中充满了恐惧，口中纷纷喊着冤枉。斩！夏承霄面无表情，冷冷开口吐出一字。此刻他只想尽快将此事处理干净，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随着侍卫们手起刀落，这些执事都被当众斩杀。见到一幕，四周人群纷纷叫好，大家纷纷夸奖12皇子公正严明，处理得大快人心。多谢这位小兄弟与萧会长揭露鼎元商会的黑幕，不然本皇子还蒙在鼓里。夏承霄脸上勉强挤出一抹笑容，心中却无比痛恨，恨不得将苏晨与萧青罗生吞活剥。鼎元商会遭受这么大的波动，本皇子前去处理一下，就不赔2位了。说罢，他便带着一众侍卫返回了鼎元商会。萧青罗满脸微笑地看着夏承霄落荒而逃，眼中闪烁着精明与得意。他并不怕夏承霄的报复，毕竟万象商会作为东周顶级势力，即便这里只是一处分会，大夏皇室也不敢轻易对他怎么样。萧会长，这次你万象商会可谓大获全胜，可我接下来怕是要被夏承霄往死里报复，你说吧，该怎么补偿我？苏晨目光直盯着萧青罗，神色严肃认真，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与诉求。这点我早就想到了，你这次帮了本会长如此大忙，我自然不会坐视你陷入险境。萧青罗微微蹙起秀眉，语气十分诚恳，你愿不愿意去其他皇朝生活？以万象商会的势力，在那边也能给你安排妥当，到时候夏承霄就算想报复你，也鞭长莫及。不了，我有必须参加大夏无比的理由，绝不能离开。苏晨果断地摇了摇头，顿了顿后，他毫不客气地说道：你不是要重谢我吗？有没有能突破武宗境一个小境界的天才地宝？给我来几个。这次萧青罗借自己的手让夏承霄损失惨重，自己也算是出了大力，提这个要求完全不过分。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我就不再劝你了，但你记住，若是遇到实在无法抗衡的危险，可以随时来万象商会找我，能帮的我一定帮。萧青罗神色认真，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欣赏。他深知苏晨敢在夏承霄面前如此强硬，又能识破假灵石，绝非池中之物。说罢，他转头对着身后一名执事吩咐道：去把商会那朱玄灵参拿来。是，会长。一名执事恭敬地应道，转身朝着万象商会快步走去。玄灵参。苏晨神色一动，眼中瞬间闪过一抹惊喜的光芒。他手中还存有不少珍贵灵药，若是能得到这株玄灵参，完全可以炼制出一颗4阶玄灵丹。不多时，那名执事小心翼翼地端着一个精致的木盒来到了萧青罗身前。这位公子，能提升修为的天才地宝向来稀少罕见，我万象商会目前也仅有这一株玄灵参，还望公子见谅。萧青罗接过木盒，从中取出玄灵参，微笑着递给苏晨，眼神中带着一丝歉意。萧会长此举已是慷慨至极，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苏晨满脸兴奋，眼中丝毫没有不满之色。多谢公子的理解，这样吧，若是公子相信我，这株玄灵参，我让商会的4阶上品炼丹师免费帮你炼制一颗玄灵丹。萧青罗面带微笑，眼神中透露着十足的真诚。他这么做，
一方面是真心想感谢苏晨，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苏晨的潜力，希望能借此机会与他交好。肖会长可真贴心呐，不仅白送玄灵餐，居然还免费帮忙炼制玄灵丹。这一刻，四周围观的众人眼中充满了羡慕与嫉妒，在下对炼丹也稍有涉猎，只好辜负肖会长的好意了。苏晨果断的婉拒，随后神色一正，大夏无比明日便开始了，在下还需做些准备，先行告辞了。说完，他朝着萧青罗抱拳行礼，而后转身朝着酒楼方向走去。此人到底是哪个宗门的？真是不简单。萧青罗看着离去的苏晨背影，眼神中充满了浓浓的好奇。与此同时，鼎元商会顶层，那小子的身份还没有查出来吗？夏承霄脸色阴沉，眼中闪烁着阴冷的光芒，冷冷地问道：殿下，我们翻遍了所有留影石，那小子就跟凭空出现一样，依属下看，他极有可能易容了。一名侍卫统领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说道：易容。夏承霄神色一愣，随即意识到这确实是极有可能，既然这样，就把所有可疑的人都找出来，然后一个一个仔细排查。殿下英明。那侍卫统领恭维了一声，接着缓缓打开数枚留影石，瞬间呈现出数名男子的模样，而苏晨也在其中。殿下，经过我们反复推敲，这些人是最可疑的。很好，你亲自带一部分人，马上去查这些人的底细，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的来历给本皇子查得清清楚楚。夏承霄咬牙切齿地说道，眼神中透着一股狠戾。他对苏晨的恨意已经达到了极点，一想到鼎元商会被这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小子搅得一团糟，他就恨得牙根痒痒。他之所以让鼎元商会使用假灵石交易，就是想在东胜学宫收徒大典开始前突破到武王境，因为他有一个未婚妻，早已是东胜学宫外院学员。若是这一次他不能成功进入东胜学宫，恐怕就要面临被退婚的尴尬境地，这对于心高气傲的他来说是万万不能忍受的。是，殿下。侍卫统领恭敬回应道。说完，他赶忙去挑选人手，执行夏承霄的命令。此刻，苏晨正不紧不慢地朝着酒楼走去。一路上，他察觉到身后有几股若有若无的气息在跟随他，心中冷笑，却故意放慢脚步，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随后，当走到一个偏僻的巷口时，身形突然加快，巧妙地甩掉了那几个跟踪的人。苏晨回到房间后，一刻也没有耽搁，迅速取出黄鼎，然后他将炼制玄灵丹所需的灵药一一拿了出来，整齐地摆放在一旁。做完这一切后，苏晨凝聚出体内的火焰，对着黄鼎加温，开始炼制玄灵丹。时间悄然流逝，转眼一个时辰过去了。这时，黄鼎中传来一股浓郁的药香，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成功了！苏晨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眼中满是喜悦之色。他没有立刻吸收玄灵丹，而是将其收了起来。毕竟明天大夏无比就开始了，吸收炼化玄灵丹的时间根本不够。接下来，苏晨吞服了几颗灵元丹，开始细细打磨自己的修为根基。时间飞快流逝，转眼来到了第二天。今天是大夏无比盛大开始的好日子。苏晨简单洗漱一番后，便来到了柳清北的房间。小家伙，你虽然天赋很强，但毕竟还年轻，我只提醒你一句，若是遇到无法抗衡的对手，记得第一时间认输。柳清北神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叮嘱道，目光中充满了关切。弟子明白。苏晨点了点头，恭敬地说道。随后，在柳清北的带领下，两人朝着皇城中心广场走去。本次大夏武比分为2轮擂台战，今天开始的是第1轮，将决出前40强人选。休息3天后，再进行第2轮擂台战，决出前5名人选与冠军人选。半个时辰后，柳清北带着苏晨来到了皇城的中心广场。此刻，中心广场已是人满为患，除了最中央位置那座高大的站台外，四周全是前来围观的人群。他们一个个神情激动，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红晕，热烈地讨论着谁才能获得本次大夏武比的冠军。大夏武比作为大夏皇朝最顶级、最受瞩目的巅峰赛事，每一次举办都有数百个宗门参加，可谓是举国上下都极其重视。每个宗门的表现都直接影响着自身未来的发展。毕竟一旦决出排名，不仅大夏皇朝会有资源的倾斜，而无数少年少女在选择宗门时，也都会优先考虑排名靠前的。像玄元宗这种3等宗门，除了青川郡本郡的少年少女会选择加入外，其他郡的天才们根本看不上玄元宗，压根没有人愿意前来。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玄元宗在大夏皇朝的众多宗门中始终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来到玄元宗所在区域后，刚一落座，苏晨便察觉到一道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他转头看去，只见一处观战席上，楚月禅正坐在那里，目光满含深意地看着自己。苏晨瞬间心领神会，这是楚月禅在提醒他不要忘记两人的约定。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苏晨微微一笑，用唇语无声说道。说完，他
他脸上绽放出一抹自信的微笑，充满了坚定与从容。看着苏晨自信阳光的样子，楚月禅不禁想起来两人之前在山洞中的点点滴滴，他的脸颊微微泛红，连忙不动声色地转过头去。就在这时，一名面容威严、身着紫色四爪蟒袍的中年男子走上了站台。此人正是大夏皇朝的景安亲王夏明轩。欢迎诸位前来参加大夏舞比，本王宣布舞比正式开始。夏明轩声音洪亮而威严，清晰地响彻在中央广场的每一个人耳中。本次舞比仍旧分为2轮擂台战，今天将进行第1轮擂台战，决出前40强。接下来听到名字的选手立刻登上站台。参加本次大夏舞比的选手一共有320名，其中308名是宗门弟子，12名是大夏皇室子弟。苏晨在心中默默算了算，他只需要战斗2场便可成功晋升前40强。这时，一名太监迈着小碎步走上站台，扯着尖锐的嗓子高喊道：第1场战斗正式开始，清风宗周伯同对决沧海宗杨凯。对于这2人的战斗，苏晨只是看了一眼便失去了兴趣，完全没啥看头。要知道，他如今的真实战斗力已经堪比武宗境第8重，这还是在不使用九幽诀的情况下。因此，能让苏晨认真对待的只有大夏皇室子弟以及10大义等宗门弟子。大夏皇室以及10大义等宗门的弟子实力都超出了我的预料。小家伙，你想进入前5强，怕是不可能完成了。柳清北微微皱眉，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与担忧。宗主尽管放心好了。苏晨神色认真，语气极其坚定地说道。毕竟他可是立下了天道誓言，若是不能夺得冠军，那他可就必死无疑了。随着战斗不断的进行，很快苏晨便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丝毫迟疑，立刻起身朝着站台走去。大夏皇室所在区域。听到苏晨的名字，夏承霄心中一动，眼神陡然变得森冷。他若是没记错，苏晨正是他派人调查的可疑人之一。这苏晨还有嫌疑吗？夏承霄沉声问道。一名侍卫统领连忙上前半步，微微俯身，轻声说道：殿下，暂时还没有。这苏晨来自青川郡，距离皇城实在太遥远，我们的人手还没有获取他的详细信息。不过除了苏晨之外，其余几个可疑人都已经排除了嫌疑。蠢货，那还调查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就是苏晨吗？夏承霄怒不可遏，忍不住呵斥道：殿下教训的是。侍卫统领吓得浑身一颤，连忙单膝下跪，颤抖着声音说道。其实夏承霄能想到的事情，他又何尝想不到。只是苏晨是宗门弟子，若是万一搞错了，那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他才不敢轻易下结论。给我盯紧了，若是这苏晨的境界是武宗境第1重，那就一定是他，你便马上告诉衡阳宗等宗门，若是在擂台战遇到苏晨，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夏承霄冷声吩咐道，眼中闪烁着阴冷至极的杀意。遵命，殿下。侍卫统领恭敬地回应道。随后他迅速起身去执行夏承霄下达的命令。此时苏晨已经登上了站台，他这次的对手是来自2等宗门天水宗的周小川。你这个3等宗门的废物，赶紧认输，别浪费本少时间。周小川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语气傲慢到了极点，眼中满是不屑与鄙夷。傻狗，你废什么话？要打就打，不打就滚下去。苏晨眼中透着一股寒意，冷冷地说道。这周小川的境界不过是武宗境第7重，以他如今的实力，压根不将其放在眼里。小子，给脸不要脸，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狂妄的资本。周小川气得脸色涨红，怒喝一声，然后瞬间抽出一柄银色战剑，剑身寒光闪烁，散发着森寒的气息。紧接着他脚下用力一蹬，身形如利剑般朝着苏晨疾驰而出。看着如疯狗般扑来的周小川，苏晨眼中满是不屑。他迅速抽出流光剑，身形化作一道淡淡的残影，毫不示弱地朝着周小川迅猛迎了过去。轰！2剑猛然碰撞，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周小川顿感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恐怖力量顺着剑身汹涌而来，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身体止不住的暴退，一口嫣红的鲜血猛地从口中喷出。反观苏晨，身体纹丝未动，稳稳地站在站台上。趁着周小川身形不稳，他眼神陡然一凛，脚步轻轻一点，立刻欺身而上。眨眼间，苏晨的流光剑便以闪电般的速度抵在了周小川的脖颈，冰冷的剑身紧贴着周小川的肌肤，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认输，否则便死。苏晨冷声道，声音虽然不大，却狠狠砸在周小川心上。我认输。周小川眼中满是深深的恐惧，他再也顾不得什么面子，连忙声嘶力竭地喊道。苏晨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将流光剑潇洒地收入剑鞘，而后转身走下了擂台。这一刻，中央广场上的无数人震惊了，
每个人脸上都是不可思议的表情。谁能想到，堂堂2等宗门的周小川居然会如此不堪一击，被3等宗门的苏晨轻易就击败了？而且这个苏晨的境界居然仅有5宗境第1重，这若不是亲眼所见，任谁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5宗境第1重，好惊人的修炼速度！楚月禅心中猛地一惊，美眸中满是诧异之色。他清楚地记得，2个月前苏晨才刚刚突破到武师境第6重，这才过去多久啊？竟然达到了5宗境第1重！大夏皇室所在区域，夏承霄脸色阴沉至极，眼中杀意如潮水般翻涌。他已经100%确定，苏晨便是害得自己鼎元商会损失惨重的罪魁祸首。夏承霄实在搞不懂，苏晨背景不过是3等宗门，境界更是仅有5宗境第1重，究竟是谁给了苏晨勇气，竟敢如此不知死活的招惹自己？哼，这次算你运气好，3天后必将你碎尸万段。夏承霄喃喃自语，语气中充满了冰冷刺骨的杀意。与他关系密切的宗门之中，像衡阳宗这种1等宗门就有3个。虽然这3个1等宗门的弟子境界只有5宗境第9重初期，但对付苏晨，他相信完全足够了。与此同时，侍卫统领见到苏晨果真是5宗境第1重，第一时间找到了衡阳宗等3个1等宗门的宗主，将夏承霄想让苏晨死的信息透露了他们。这3位宗主都是人精，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保证若是遇到苏晨，定不会手下留情。时间悄然流逝，转眼来到了下午10分。此时总算再次轮到了苏晨上场。他这次的对手是一个来自3等宗门的瘦弱男子。这瘦弱男子虽然知道自己不是苏晨的对手，但他作为一宗最强天才，骨子里有着自己的傲气，不愿意直接投降认输。只见他身形猛地一动，率先朝着苏晨发动了攻击。他速度快如闪电，手中长刀闪烁着寒光，狠狠劈砍向苏晨的咽喉。见到瘦弱男子急速而来，苏晨神色平静，连流光剑都懒得拿出来。待长刀即将劈砍到他咽喉的瞬间，他身形一闪，眨眼间便出现在瘦弱男子的身前。而后苏晨猛地挥出一拳，这一拳看似随意，却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力量，速度更是快如闪电般。那瘦弱男子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被苏晨的拳头重重击中胸口。咔嚓，一声肋骨断裂的清脆声音骤然响起，只见瘦弱男子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然后重重地摔落在了站台下。至此，苏晨成功晋升了前40强。见到这一结果，夏承霄的脸色有些难看。他没想到苏晨的运气这么好，这第1轮擂台战居然没有遇到自己或者衡阳宗等3个1等宗门的弟子。不过3天之后便是第2轮擂台战，参赛选手仅只有40名，遇到苏晨的概率就会增加不少。转眼间便过去了4个时辰。随着最后一场战斗结束，前40强的选手终于落定，大夏5比第1轮擂台战也正式落下了帷幕。3天后将进行第2轮擂台战，也就是争5强定冠军，这次咱们玄元宗就看你了。柳清北脸上带着一抹慈祥的笑容，目光中满是信任与期待。对于苏晨能成功晋级第2轮擂台战，他心中满是激动。毕竟在以往的大夏5比中，玄元宗往往在第1轮擂台战就被淘汰了，定不会让宗主失望。苏晨眼中满是自信，语气极其坚定地说道：只要他这3天内吸收炼化完玄灵丹，境界必然能突破到5宗境第2重。随后在柳清北的带领下，两人再次回到了居住的酒楼。苏晨深知时间紧迫，一回到房间便迅速进入了太初空间。他拿出传音石给姬女发了信息后，便从储物袋中取出了那枚4阶极品玄灵丹。这枚玄灵丹在他手中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其中蕴含的强大能量让苏晨眼中满是期待。随即他不再犹豫，将玄灵丹一口吞了下去。虽然他的修为根基还没有完全稳固圆润，但如今时间紧迫到了极点，容不得他犹豫半点。他必须在3天内突破到5宗境第2重，否则想要得到5比冠军，那还真有些难度。玄灵丹入体的刹那间，一股精纯而狂暴的能量轰然爆开，这股能量如脱缰的野马，在他经脉中横冲直撞。苏晨赶忙运转太初诀，全身心地开始炼化吸收这股狂暴能量。随着功法的运转，不断有丝丝缕缕的精纯灵气融入他的丹田，推动着自身的修为飞速飙升。时间飞快流逝，转眼过去了2天半。在这2天半里，苏晨一刻未曾停歇，全身心沉浸在修炼之中。终于，他的修为达到了5宗境第1重巅峰。此时的他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体内蕴含了无穷的灵气，只待突破的那一刻。3个时辰后，苏晨终于感受到了5宗境第2重的境界屏障。他当即凝聚全身灵气，形成一股股磅礴的灵气洪流，朝着境界屏障冲了过去。轰轰轰！经过持续不断的猛烈冲击，境界屏障终于不堪重负，轰然破碎。5宗境第2重。这一刻，
苏晨只感觉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在体内涌动，他成功突破到了武宗境第2种。苏晨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烁着浓浓的自信光芒。他如今的真实战斗力已经堪比武宗境第9种，若是再施展九幽诀，他有信心与武王境第1种的修炼者一战。而这次大夏无比境界最高的就是12皇子夏承霄，境界才只是武宗境第9重巅峰。若无意外，他有足够的信心拿下这次无比的冠军。紧接着，心情大好的苏晨开始与舞女进行一番温柔的温存。第2天清晨，苏晨神清气爽地离开了太初空间，洗漱了一番后，径直来到了柳青北的房间。小家伙，今天你遇到的对手都会非常强，每一个都不容小觑，你千万别逞强，该认输的时候就认输，切不可意气用事。柳青北语气严肃地叮嘱道，目光紧紧盯着苏晨，眼中满是关切。宗主放心吧，弟子已经突破到武宗境第2种，若无意外，我定能夺得无比冠军。苏晨自信满满的说道，眼神中透露出无比的坚定。好小子，仅仅3天时间，你是怎么突破的？柳青北脸上流露出震惊的表情，眼神中满是惊讶与欣喜。他一直知晓苏晨修炼速度快，可即便如此，这短短3天就突破一个小境界，还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弟子是炼化了一株玄灵参，这才得以突破。苏晨解释道，玄灵参，你这小家伙的运气真不错。柳青北欣慰地点了点头，语气中满是对苏晨的赞叹。话音未落，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而凝重，沉声道，既然你有心夺冠，如今也有了这个实力，那我有个建议，你一定要慎重考虑一下。宗主请讲。苏晨脸色也立刻严肃起来，目光紧盯着柳青北，认真倾听。以往每次大夏无比，冠军几乎都被皇室子弟所得，这个已成了不公开的秘密。所以你若是夺得这个冠军，怕是会得罪不少人，尤其是12皇子夏承霄，他早已放出话，要拿下这次冠军，一旦你坏了他的好事，恐怕后患无穷。柳青北眼中流露出一丝担忧，语气凝重道，我的建议是，你大可不争夺冠军，只占据一个前5强名额就行。如此一来，既能为宗门争光，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安危隐患。宗主，我有不得不夺冠的理由，此外，我早就得罪了夏承霄，也不介意再得罪他一次。苏晨神色平静，语气却极其坚定，眼神中闪烁着决然的光芒。随后，他将自己大闹鼎元商会的事情详细告诉给了柳青北。说完，苏晨的脸上有些不好意思，毕竟若是夏承霄查清楚是他做的，那必然会给玄元宗带来一些麻烦，这让他心里多少有些愧疚。然而柳青北的脸色却没有太大变化，他轻轻拍了拍苏晨的肩膀，笑着说道，既然你有必须夺冠的理由，那我也就不劝你了。而揭露鼎元商会黑幕这件事情，我认为你做的没错，虽然他贵为皇子，但如此行径确实有失公允，损害了众多修炼者的利益。多谢宗主理解。苏晨松了一口气，但依旧担忧地问道，等我夺得冠军，夏承霄必然会更加记恨我，会不会因此对玄元宗出手？他不怕夏承霄针对自己，只是担心宗门因自己受到牵连，那可不是他想看到的结果。放心好了，夏承霄虽然贵为皇子，但明面上还是不敢对咱们玄元宗出手，毕竟大夏皇朝也是有规矩的，他不能随意动用皇权打压宗门。柳青北笑了笑，试图让苏晨安心，虽然夏承霄暗中可能会有点小动作，但咱们玄元宗也不是吃素的，他那些手段我还是不惧的。那就好。苏晨彻底放心了下来，他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而明亮。等他夺得大夏无比冠军，再向皇帝提要求迎娶楚月禅。若是一切顺利，那他的小命就保住了，也能和楚月禅长相厮守，想想就让人期待。好了，咱们前往站台吧。柳青北微笑着说道，眼神中满是对苏晨的期待。随后，在柳青北的带领下，两人再次朝着中央广场走去。今天的中央广场热闹非凡，比起3天前，那热度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因今天乃是大夏无比最关键的第2轮擂台战，将决出前5强与冠军，这可是关乎着各宗门荣耀与未来的重要时刻，怎能不让人热血沸腾？抵达玄元宗所在区域后，苏晨的目光便瞬间落在了观战席上的楚月禅身上。刹那间，他的眼神中陡然闪过一抹惊艳之色。今天的楚月禅并未身穿那身彰显英气的铠甲，而是身着一袭淡黄色的云纹长裙。她的秀发高高挽起，斜插着一只白玉发簪，垂下的流苏轻轻晃动，更添几分灵动俏皮。苏晨的目光瞬间变得炽热如火，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恨不得立刻将楚月禅拥入怀中。楚月禅自然感受到了苏晨那炽热的目光，心中顿时有些欣喜，可同时他又不禁感到几分紧张。毕竟今天对苏晨至关重要，若是不能夺得冠军，那苏晨必然会被天道誓言反噬而亡。想到这里，他心中有些后悔，真不该当初逼着苏晨立下天道誓言。
当所有宗门都陆续抵达道场后，夏明轩迈着沉稳的步伐登上了战台，朗声道：“本王宣布，第2轮擂台战正式开始，对战规则不变。听到名字的选手立刻上战台参与战斗。”随着夏明轩雄浑有力的声音落下，中央广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热烈而紧张起来。所有人都翘首以盼，目光紧紧锁定在战台上，期待着见证一场场巅峰对决。有请玄元宗苏晨、衡阳宗陆昭言上战台。一名太监扯着嗓子高声喊道。听到自己的名字，苏晨没有丝毫犹豫，神色镇定自若地登上了战台。陆昭言早已站在战台上，满脸不屑地看着苏晨，眼中充满了挑衅：“小子，敢不敢与我生死一战？你没病吧？老子跟你有仇！”苏晨神色一愣，疑惑地看着陆昭言：“小子，我们之间自然没仇，但可惜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陆昭言冷冷地说道，眼神中闪过一丝阴鸷。苏晨听到这话，心中瞬间明白了过来，猜测对方极有可能是夏承霄找来杀他的。于是他立刻转头看向皇室子弟所在区域，果然夏承霄正一脸杀意地盯着他。该说你什么好？好好的人不当，偏偏当别人的走狗。苏晨鄙夷地看了陆昭言一眼，声音中满是不屑：“老子同一生死战，你不就是想找死吗？老子成全你！”苏晨心中涌起一股豪气，既然对方想生死一战，他便奉陪到底，丝毫不惧。你们2人确定要生死一战？夏明轩语气严肃地问道。确定。苏晨没有丝毫犹豫，声音坚定而有力。这陆昭言的境界不过是武宗境第9重初期，若是3天前想解决对方，还真要费一番功夫。但如今他已突破到武宗境第2重，实力大增，击杀陆昭言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他有足够的底气迎接这场生死战。确定。陆昭言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毕竟他与苏晨的境界差距如此之大，在他看来，苏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既然如此，这场生死战本王准了，你们可以开始了。夏明轩没有任何废话，神色冷峻地开口宣布道：“小子，今天不将你碎尸万段，我就不叫陆昭言。”陆昭言气得脸色铁青，手中的战剑光芒大盛，周身瞬间迸发出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意。确实，死人是不需要名字的。苏晨脸上露出一抹嘲讽的冷笑，语气中满是不屑。话音未落，苏晨的身形瞬间在原地消失，下一秒他便如鬼魅般出现在陆昭言的身前。只见他手中的流光剑如闪电般刺出，剑刃闪烁着冰冷寒芒，目标直指陆昭言的心脏。什么？正准备继续放狠话的陆昭言脸上瞬间流露出难以置信与惊恐至极的表情。他没想到苏晨会突然发动攻击，而且速度竟快到这般地步，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他毕竟是衡阳宗的顶级天才，反应极其迅速。只见他手中的战剑连忙横扫而出，带起一阵风声，试图抵挡苏晨这迅猛而威力惊人的一剑。轰！2柄战剑轰然碰撞，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骤然传开。不可能，这小子力量为何会如此强大？陆昭言眼中闪过一丝骇然，难以置信地惊呼道。此刻的他只感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惊人力量顺着战剑传来，将他的手臂震得发麻，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暴退。苏晨自然不可能放过这个好机会，眼中闪过一抹狠厉。刹那间，他手中流光剑光芒大盛，仿佛一轮小型太阳在他手中绽放光芒。只见一道凌厉无匹的耀眼剑气瞬间激射而出，发出尖锐的呼啸声，速度如闪电般朝陆昭言的心脏迅猛冲去。陆昭言看着急速而来的剑气，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恐惧，他眼中满是惊恐之色，面色惨白如纸，拼尽全力强行稳住身体，然后朝着左侧猛地扑去，试图躲开这致命一击。然而令他绝望的是，自己的动作还是太慢了。嗤！伴随着一声肉身肌肤割裂的闷响，那道耀眼且凌厉的剑气毫不留情地贯穿了陆昭言的心脏。刹那间，温热嫣红的鲜血如泉涌般汹涌而出，溅洒在战台上，绽放出一朵朵触目惊心的血花。陆昭言的生命气息顿时如风中残烛般摇摇欲坠，迅速消散。紧接着，他的身体便重重地摔倒在地。我不甘心。陆昭言眼中满是不甘与懊悔，他的嘴唇微微颤抖，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他可是衡阳宗最强天才，本有着无限辉煌的未来，前途一片光明。若是能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哪怕给再多的好处，他绝对不会轻易同意向苏晨发起生死战。可惜再也无法回头，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此时此刻，中央广场仿佛时间静止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呆愣在了原地，眼中满是震惊与不可思议，久久不能回神。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来自3等宗门的苏晨，竟能以如此悬殊的境界差距，轻松斩杀衡阳宗的顶级天才陆昭言。就连景安亲王夏明轩都不禁失神了，
他的眼底深处不动声色地掠过一抹杀意。苏晨强大的武道天赋以及那恐怖的修炼速度，让他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深刻威胁。这么多年来，为何只有大夏皇室加入了东胜学宫？难道大夏皇朝统治的308宗真的没有天才吗？不，其实是有的，只是这些宗门天才大多都被皇室秘密除掉了。毕竟一旦这些宗门天才成功加入东胜学宫，以他们的天赋和潜力，日后成长起来便再也不是皇室能控制的了。要知道，这些天才自幼在自己宗门成长，与宗门上下情谊深厚，对宗门的感情可比对皇室的感情更加浓烈。万一哪天宗门与皇室之间发生了不愉快，那皇室就不得不顾及在东胜学宫修炼的这些宗门天才。因此，为了确保皇室的至高无上与绝对统治，除了大夏皇室之外的天才绝对不能加入东胜学宫。这是皇室一直以来心照不宣的秘密，也是他们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大夏皇室所在区域，此刻的夏承霄脸色阴沉至极，心中对苏晨隐隐滋生出几分忌惮。毕竟就连他这位皇室子弟中的佼佼者，想斩杀陆昭言都不可能如此轻松，至少也要费一番周折。现在看来，苏晨才是自己想夺得冠军的最大敌人。观战席上，楚月禅内心松了一口气，眼中流露出激动与兴奋。在他看来，夺得大比冠军是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毕竟以苏晨展现出的武道天赋如此强大，他自信陛下不会拒绝苏晨的要求，也就是迎娶自己。想到这里，楚月禅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晕，心中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又有一丝少女的羞涩。战斗仍在进行着，3个时辰后，前20强的选手总算全部落定，紧接着便是决出前10强选手。1个时辰后，终于轮到了苏晨上场。这次他的对手是一名皇室子弟，但听到对手是苏晨，那名皇室子弟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明白自己绝不是苏晨的对手，因此连站台都没有上，便直接投降认输了。就这样，苏晨成功晋级前10强。时间飞快流逝，转眼便过去了2个时辰，前10强选手终于全部落定。这一刻，整个中央广场弥漫着紧张又兴奋的气氛，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站台上，眼神中充满了期待，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证接下来更加精彩的战斗。恭喜大家进入前10强，接下来将决出本次无比的前5强以及冠军。就在这时，夏明轩神情激昂地登上站台，声音中透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激动。紧接着，夏明轩清了清嗓子，开始宣布本次大夏无比的奖励。进入前5强的选手，每人都将获得参加东胜学宫招生大典的宝贵名额，而冠军除了能得到10万块零食，还可向陛下提一个要求，无论这要求是什么，只要在陛下能力范围内，都会予以满足。至于其他4名选手，每人也可获得5万块零食。听到夏明轩的话，台下顿时响起一阵窃窃私语，众人的眼神中满是羡慕与期待。对于在场的修炼者来说，这些奖励极具诱惑，尤其是那东胜学宫的招生名额更是无比珍贵。这一次对战规则为抽签决定对手，现在有请前10强登站台抽签。夏明轩高声说道。话音落下，前10强选手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纷纷登上站台抽签。苏晨趁这个间隙仔细打量了一下前10强的选手，竟然发现有7人是皇室子弟，他们一个个气质不凡，境界最低的都有武宗境第8重巅峰。从这10强阵容便能看出皇室的实力有多么强大，远远凌驾任何一个宗门之上。抽签环节很快结束，苏晨抽到的是9号签。按照对战规则，他的对手是2号签，将在第2场上台战斗。有请1号签选手和10号签选手上站台。这时，太监那熟悉的尖锐声音骤然响起。听到太监的声音，一名皇室子弟与一名宗门弟子迅速登上站台。战斗瞬间打响，皇室子弟率先出手，手中战剑挽出几朵绚丽的剑花，朝着宗门弟子迅猛刺去。宗门弟子也不示弱，身形一闪，如鬼魅般避开攻击，同时手中战刀一挥，一道凌厉的刀气呼啸而出，斩向皇室子弟。一时间，站台上光芒闪烁，灵气碰撞产生的轰鸣声不绝于耳。站台四周众人的目光紧紧跟随着2人的身影，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声。转眼半个时辰后，2人的战斗终于结束，皇室子弟更胜一筹，成功晋级前5强。紧接着便轮到了苏晨上场，他这次的对手是最强宗门青云宗的圣子骆云峥，其境界达到了武宗境第9重中期，周身散发着强大而内敛的气息，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在整个大夏皇朝年轻一代中绝对属于顶级天才行列，也是这次无比冠军有力的竞争者。不少人看向他时，目光中都带着敬畏与期待，毕竟青云宗的威名可谓是如雷贯耳。苏晨，你虽然战胜了陆昭言那个废物，但在本圣子面前，你绝无胜算。很遗憾，你的无比之路到此为止了。
骆云峥神情高傲，微微扬起头，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作为青云宗的圣子，大夏皇朝的顶级天才，他的确有着这份自信与傲气的资本。毕竟他的境界比陆昭言高，武道天赋更是惊人，凭借自身实力，甚至可以与一般的武王境强者过上几招。废什么话，行不行？战了才知道。苏晨淡淡的说道，他眼神中毫无惧意，有的只是对战斗的渴望与必胜的信念。哼，既然你想找打，那本圣子就成全你。骆云峥冷哼一声，语气中充满了不耐烦。话音未落，他手中瞬间出现一把漆黑的战棍，身上气势陡然暴涨，一股威猛狂暴的气息轰然散开。紧接着，骆云峥高高跃起，手中战棍裹挟着千钧之力，朝着苏晨狠狠砸下。这一击的威力极其恐怖，他试图一举将苏晨击败，以彰显自己的实力。面对骆云峥这强大的一击，苏晨没有丝毫惧意，瞬间施展出身法。骆云峥只感觉眼前一花，苏晨便已消失在原地，刹那间避开了他的攻击。这家伙好快的速度！骆云峥心中一惊，忍不住感叹道。与此同时，苏晨展开了反击，只见他手中的流光剑猛地横扫而出。骆云峥慌忙调动全身灵气涌入战棍之中，而后挥动战棍试图应接这一剑。轰！一声巨响骤然响起，骆云峥顿感一股大力顺着战棍传至手臂，震得他虎口剧痛，手中战棍险些脱手飞出。骆云峥心中震撼不已，看向苏晨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凝重。认输吧。苏晨神色平静地说道。此时的他气息平稳，仿佛刚才激烈的交锋对他毫无影响。不可能，别以为胜了陆昭言就能胜过本圣子，我与他可不一样。骆云峥咬着牙，满脸不服气地说道。他身为青云宗圣子，向来心高气傲，怎能轻易在一个3等宗门弟子面前低头？很好，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苏晨双眼一寒，冷冷地说道。灭天一击。话音未落，只见他猛地一挥流光剑，一道耀眼剑气如白虹贯日一般，瞬间朝骆云峥杀了过去。这道剑气快如闪电，且凌厉无比，蕴含着森冷的杀气，要将骆云峥彻底吞噬。好强大的剑气！骆云峥眼中闪过一丝惊惧，心中更是涌起强烈的不安。但他身为青云宗圣子，有着自己的骄傲，不愿就此放弃。只见他手中的战棍光芒大盛，然后狠狠砸向迎面而来的剑气。当！剑气与战棍碰撞在一起，溅起了璀璨的火花。强大的冲击力使得骆云峥足足倒退了数十丈远，才勉强稳住身形。此时他脸色惨白如纸，全身止不住地颤抖。服不服？苏晨冷声质问道。服了，我认输。骆云峥无奈地选择了认输。通过刚才的战斗，他明白苏晨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再打下去，恐怕他连开口认输的机会都没有，就会死在苏晨剑下。说罢，他缓缓放下手中战棍，眼中的傲气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落寞。骆云峥认输后，苏晨成功晋级了前5强。听到这个消息，柳清北的脸上瞬间绽放出无比自豪的笑容。他实在没想到苏晨竟能闯入前5强，这可是玄元宗前所未有的荣耀。这一刻，他的眼中满是欣慰与惊喜，仿佛已然看到了玄元宗未来无限的可能。而不少宗门皆对玄元宗刮目相看，议论的声音此起彼伏，满是对玄元宗和苏晨的赞叹。毕竟在这多达308位宗门参与的大夏无比中，玄元宗这个并不起眼的3等宗门居然能占据前5强一个宝贵的名额，这简直是个奇迹。而大夏皇室子弟却一个个脸色阴沉，眼中充满了怒意。要知道，以往无论哪一次大夏无比，他们大夏皇室向来都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有3等宗门闯入前5强，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深深的耻辱，就像有人在他们尊贵的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青云宗所在区域，骆云峥满脸落寞，脚步沉重地来到一名面色阴沉的中年男子身前。此人正是青云宗宗主骆无痕，同时也是骆云峥的父亲。父亲，我败了。骆云峥低下头，声音低沉，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他心中满是自责与懊悔，觉得自己让父亲多年来的栽培与期望都付诸东流。峥儿，此事并不怪你，你不用难过。骆无痕并没有严厉斥责，反而轻声安慰道。作为大夏皇朝境内最强宗门的宗主，这些年来他多少也察觉到了一点皇室那些见不得光的黑暗手段。看似公平公正的抽签决定对手，实则皇室暗中动了手脚，不然怎会那么巧合，自己的儿子偏偏与苏晨碰到一起？这背后的猫腻，骆无痕又怎会看不出来？想到这里，他突然想起前段时间遇到一名神秘黑衣人。那黑衣人曾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只是当时他出于种种考虑，果断拒绝了。皇室，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骆无痕心中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眼神变得愈发坚定。
若不将大夏皇朝这潭浑水搅乱，不将其掀翻，青云宗始终受制于皇室，永远难以真正发展壮大。战斗仍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接下来的3场战斗中，对阵双方全都是皇室子弟。这一幕让中央广场观战的无数人群以及各大宗门弟子心中不禁对皇室的强大有了更为直观且深刻的认知。1个时辰后，前5强选手全部落定，皇室占据了4个名额，而宗门仅占据了1个名额，便是苏晨。见到这个比例，景安亲王夏明轩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但美中不足的是，苏晨展现出的实力实在太惊人了。若是苏晨选择争夺冠军，那夏承霄不一定是对手，而冠军奖励之所以如此丰厚，主要是皇室从一开始就笃定宗门弟子没有争夺冠军的实力，觉得他们最多也就是占据1-2个前5强名额罢了。因此即便冠军奖励丰厚也无所谓，毕竟最后都是皇室子弟获得，而这样也能彰显皇室雄厚的底蕴，让所有宗门对皇室更加敬畏。恭喜你们成功晋级前5强，接下来将决出本次无比冠军。夏明轩面带微笑，目光逐一扫过站台上苏晨、夏承霄等5人，而后朗声道：由于5强不分排名，因此只需要确定冠军人选即可，所以接下来由你们自己选择挑战冠军还是直接放弃。夏明轩的话刚一落下，除了夏承霄之外的3名皇室子弟异口同声道：我等选择放弃争夺冠军。那好，这是你们的奖励。夏明轩说着一挥手，便有3名太监迈着整齐的步伐，端着托盘走上前来，盘中整齐地摆放着一个储物袋，其中装着5万块零食，此外还有一枚金色令牌，令牌上流转着奇异的光泽，这便是参加东胜学宫招生大典的凭证。3名皇室子弟依次上前恭敬地接过奖励，而后心满意足地走下了站台。我要争夺冠军。这时夏承霄上前一步，语气坚定而自信，随后他微微侧身，小声对苏晨说道：苏晨，若是你放弃争夺冠军，鼎元商会的事情就此一笔勾销。原本夏承霄还觉得这次大夏无比对他而言不过是走个过场，最终的冠军必定非他莫属，但苏晨在比赛中不断展现出惊人的实力，尤其是击败骆云峥那一战，让他彻底意识到苏晨的实力很可能在自己之上。因此为了确保冠军之位，他不得不放下身段，试图劝说苏晨主动放弃。一旁的夏明轩听到夏承霄的话，脸上的笑容却丝毫未变，仿佛什么都没听见。这一步其实是皇室对个宗门弟子的服从性测试。以往的大夏无比，所有宗门弟子到了这一步都会识趣地放弃争夺冠军，大家都心照不宣，几乎成为了半公开的秘密。也正因如此，以往无比冠军才总是被皇室子弟收入囊中，这也从侧面彰显了皇室的权威。不好意思，这冠军我势在必得。苏晨语气坚定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决心。这冠军对他而言不仅仅是荣誉，更关乎着自己的小命，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放弃。夏承霄脸色一沉，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压低声音说道：苏晨，你可要想清楚了，与皇室作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这冠军对你而言不过是一时的荣耀，可要是因此得罪皇室，你觉得值得吗？你应该明白，皇室的力量不是你一个3等宗门弟子能够抗衡的。不用废话了，我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就不会退缩。苏晨神色不变，依旧坚决地说道：小子，你有种，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夏承霄冷冷地说道。原本他还以为自己的提议苏晨会权衡利弊后接受，没想到对方竟敢如此不给面子。一旁的夏明轩脸色也是微变，眼底瞬间掠过一抹寒意。苏晨态度如此强硬，公然违抗皇室的潜规则，已经上了他的必杀名单。既然你们2人都选择争夺冠军，那本王宣布战斗正式开始。夏明轩神色一凛，声音如洪钟般响彻四周。说完，他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站台上，只留下剑拔弩张的苏晨与夏承霄。小子，区3等宗门弟子也敢与本皇子争夺冠军，今天便是你的死期。夏承霄脸色阴沉，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目光犹如2道冰冷的利刃，直直地射向苏晨。话音未落，他手中瞬间出现了一杆金色长枪。这杆长枪枪身修长，通体散发着耀眼的金光，枪尖锋利无比，闪烁着寒芒，仿佛能轻易撕裂世间万物。枪身上雕刻着精美的龙纹，每一片龙鳞都栩栩如生，散发着古老而强大的气息。刹那间，夏承霄周身散发的气势陡然变得锐不可当起来。竟会说些大话，就凭你这3脚猫的功夫，我还真不放在眼里。苏晨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但心中却多了几分认真。这夏承霄虽然只是武宗境第9重巅峰，但那杆金色长枪的品级必然在自己流光剑之上，因此这次战斗他依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全力以赴。不知死活的东西，看枪！夏承霄被苏晨的话彻底激怒，当即怒喝出声。只见他身形猛地一动，
手中金色长枪如蛟龙出海，裹挟着凌厉气势，直刺向苏晨的胸口。苏晨眼神一凝，当即举起流光剑，剑身闪烁着清冷的光芒，迎着长枪横扫而去。他决定硬碰这一击，借此了解夏承霄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枪！两人兵器碰撞，一声清脆的巨响骤然传开。这一击，有金色长枪加持的夏承霄竟与苏晨势均力敌。见到这一幕，景安亲王夏明轩的心中稍稍安心了点。只要夏承霄没有完全落入下风，那便还有战胜苏晨的可能。他目光紧紧盯着站台，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希望夏承霄能尽快占据上风。小子，真是让本皇子有些失望，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原来也不过如此。夏承霄脸上露出嘲讽的冷笑，那笑容中充满了得意与轻蔑。话音未落，他再次发动狂暴的攻击，手中长枪如疾风骤雨般狠狠杀向苏晨。苏晨神色平静，没有理会夏承霄的嘲讽，只是快速挥舞手中流光剑，不断抵挡对方的攻击。从大夏无比开始至今，他都没有畅快淋漓的大战过。他要在这场战斗中尽情释放自己的实力，探寻自身的极限。枪枪枪！此时此刻，站台上枪影重重，剑光闪烁，每一次兵器碰撞都溅起耀眼的火花，引得台下众人阵阵惊呼。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夏承霄额头上渐渐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心中愈发焦急。尽管已经施展出浑身解数，却依旧无法在苏晨面前占到丝毫便宜，更别提压制对方了。他心里清楚，这场比示弱是再这么僵持下去，对皇室的威严将是一种极大的损害。于是夏承霄压低声音，冷冷地说道：“小子，你别不识好歹，现在认输，本皇子可以给你5万灵石，否则……”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晨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不用废话了，冠军我势在必得。”苏晨眼神坚定，语气斩钉截铁。夏承霄顿时气得七窍生烟，理智瞬间被怒火吞噬，恶狠狠地威胁道：“小杂种，你给本皇子等着，等五比结束，我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不仅如此，就连你所在的玄元宗也要因为你而覆灭，鸡犬不留。草泥马，有机会老子一定要弄死你，再掀了这大夏皇朝。”苏晨脸色难看至极，眼中闪过一丝冰冷刺骨的杀意。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出来，毕竟此时还不是冲动的时候。等他成功迎娶楚月蝉后，定要让夏承霄为今日的言行付出惨重的代价。九幽诀！苏晨双眼陡然一冷，他不想再与夏承霄继续纠缠下去，打算速战速决，结束这场战斗。刹那间，一股无形而强大的灵魂力量从他体内涌出，化作灵魂利刃刺向了夏承霄。同时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对方的身前。突如其来的灵魂攻击让夏承霄措手不及，心中猛地一惊。不过他身上的灵魂防御装备瞬间自主激活，一道透明光罩将他紧紧护住。但可惜灵魂防御装备品级越高，炼制的难度也就越大。以夏承霄目前的境界，身上的灵魂防御装备品级并不高。很快，在苏晨强大的灵魂攻击下，那层透明光罩如薄纸般被轻易攻破。虽然灵魂攻击的威力减弱了不少，但剩余的部分依旧影响到了夏承霄。夏承霄只感觉脑海中一阵剧痛，身体猛地一顿，原本凌厉的攻击也随之停顿了一下。砰！就在这时，苏晨抬起大脚，凝聚全身力量，狠狠踢在了夏承霄的脸上。夏承霄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不受控制的直接被踢飞出了站台。夏承霄居然败了！见到这一结果，皇室子弟们如遭雷击，每个人都瞪大了双眼，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而四周观战的众人同样是一脸的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这次大夏无比的冠军居然会被来自大夏皇朝最低等宗门，境界只有5宗境第2重的苏晨夺得。苏晨，你果真没让我失望。楚月蝉满是自豪的喃喃自语，他实在没想到苏晨居然真的夺得了冠军。随着苏晨的胜出，本次大夏无比也算是落下了帷幕，恭喜玄元宗苏晨荣获本次无比冠军，真是可喜可贺。夏明轩强挤出一丝笑容，出现在站台上。与此同时，一名太监迈着小碎步，端着托盘走上了站台。托盘上摆放着2个储物袋，以及一个散发着神秘光泽的金色令牌。这是你的冠军奖励，等下会有人接你进宫，面见陛下。夏明轩叮嘱道，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冷。在他眼中，苏晨已然是一个死人。苏晨神色从容，上前拿走奖励后便转身离开了站台。此时此刻，柳青北脸上的笑容就像盛开的花朵，怎么也收不住。在来皇城之前，他就觉得这一次大夏无比，苏晨定能取得一个不错的名次。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苏晨竟能一举夺得冠军。这惊喜简直如同一记重锤，敲得他有些晕乎。这可是连做梦他都不敢想的事啊！
而且随着苏晨夺得冠军的消息传遍大夏皇朝，可想而知，明年必定会有大量天才慕名而来加入玄元宗。有了这些新鲜血液注入，玄元宗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好小子，干得漂亮！见到苏晨回来，柳青北眼中满是骄傲，声音中透着抑制不住的兴奋。这也要感谢宗门，若不是灵脉金乳，弟子也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苏晨神色诚恳，看向柳青北的眼神中带着深深的感激。柳青北眼中闪过一丝欣慰，他轻轻拍了拍苏晨的肩膀，随即开始交代一些事情。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苏晨便要在皇宫生活。等临近东胜学宫招生大典开始，皇室会派遣一支精锐的队伍护送苏晨等5人前往东胜学宫，而柳青北等苏晨进宫后，便会立刻离开皇城，返回玄元宗。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周云峰等人，让宗门上下共同欢庆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耀。柳宗主，咱家来请苏公子进宫。就在这时，一位太监迈着细碎的步伐走上前来，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意。有劳赵公公亲自跑一趟。柳青北没有怠慢，这名赵公公可是皇帝身旁的红人。随即他转头看向苏晨，苏晨，快跟赵公公进宫吧，还请赵公公稍等片刻，我先送宗主离开。苏晨语气坚决地说道，他这么做不仅是对柳青北的尊重，更是对玄元宗那份深厚情谊的珍视。一切听您吩咐。赵公公态度极好，脸上依旧带着笑意，没有任何不悦。而柳青北自然不肯，他觉得不能因为自己耽误苏晨进宫的时间。可苏晨始终坚持，一脸的执拗，这让柳青北心中十分感动，只好顺着苏晨的意思来。随后两人并肩朝一旁专门起飞升降灵舟的空旷地方走去。由于苏晨夺得无比冠军，玄元宗也因此拥有了极大的特权。从今往后，玄元宗的灵舟便能自由出入皇朝，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诸多限制。而后苏晨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柳青北登上灵舟，直到灵舟消失在遥远的天际，这才收回目光。赵公公，有劳你带路了。苏晨神色恢复了平静，礼貌地说道。赵公公微微点头，引领苏晨登上了一架皇家寿车，然后朝着皇宫疾驰而去。不多时便顺利抵达了大夏皇宫，而后穿过一道道朱红色的宫门，经过一座座气势恢宏、金碧辉煌的宫殿，终于来到了目的地。这是一座极大的宫殿，气势磅礴，堪比前世上百个足球场那么大。将皇家寿车停好后，赵公公引领着苏晨进入了这座宫殿。此刻宫殿内正进行着一场盛大的宴席，参与之人几乎都是皇室成员，他们身着华丽的服饰，谈笑风生间尽显尊贵。大殿最深处位置，只见一名神色威严的老者正慵懒地倚靠在龙榻上，双目微闭，享受着身旁数名美人的服侍。这名老者正是大夏皇朝的皇帝夏启天。陛下，苏公子来了。赵公公来到殿中，恭敬地行了一礼，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众人耳中。夏启天缓缓睁开双眼，上下打量着苏晨，随即嘴角微微上扬，夸奖道：好一名仪表堂堂的少年，朕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远远比不上你。陛下过奖了。苏晨赶忙恭敬的回应，丝毫没有自大之色。苏晨，你作为本次无比冠军，可以向朕提一个要求，现在你可以说出来了。夏启天靠在龙榻上，神色悠然的说道：陛下，我恳请陛下将楚月禅许配给我。苏晨没有犹豫，直截了当的说道。夏启天原本轻松的表情微微一僵，眼中闪过一丝不悦，沉声道：苏晨，楚月禅乃是朕亲封的军团长，境界更是武王境，就算朕开口，楚月禅定然也不会同意，你还是换一个要求吧。夏启天压根没有询问楚月禅的意思，毕竟就连他之前暗示楚月禅入后宫都被拒绝了，又怎么可能会同意嫁给毫无根基的苏晨？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异想天开。陛下，我对楚月禅情真意切，别无他求，只求陛下能成全。苏晨目光坚定，直视着夏启天，毫不退缩。夏启天脸色顿时微沉，心中有些恼怒，觉得苏晨有些不识趣，但为了展现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明君风范，他最终还是强压下心中的不悦。既然你如此坚持，那朕就让楚月禅过来，问下他的意见吧。夏启天沉声说道，同时挥了挥手，示意一旁的赵公公去宣楚月禅。没过多久，殿外传来一阵沉稳且富有节奏的脚步声。只见楚月禅身姿婀娜，却又不失英气，身着一袭淡黄色的云纹长裙，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完美诱人的身形。一踏入殿内，楚月禅便看到了苏晨，心中瞬间明白了是什么情况。陛下，不知早晨前来，所谓何事？楚月禅走到夏启天面前，殷殷行了一礼后，声音清脆悦耳地询问道：月禅，苏晨向朕提出要朕将你许配给他，你是否愿意？夏启天询问道。楚月禅闻言，脸上装模作样的露出思索的表情。片刻后，
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坦然且坚定地看着夏启天。陛下，臣愿意。此言一出，夏启天脸色瞬间一沉，眼底飞快掠过一丝冰冷寒意。他作为一国之君，之前2次暗示楚月禅入后宫，都被对方找各种理由拒绝了，现在竟答应嫁给毫无根基的苏晨，这让夏启天觉得自己的颜面丢大了，心中满是不悦与恼怒。他紧紧攥着龙榻的扶手，强忍着几乎要爆发的怒火。一时间，大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压抑起来。父皇，此事万万不可同意。楚将军位高权重，若是下嫁苏晨，我们皇室定会遭天下人耻笑，还望父皇三思啊。这时，夏承霄站起身来，眼神阴冷地说道：若是苏晨真娶了楚月禅，他再想报复苏晨，简直比登天还难，这是他绝不能接受的。陛下，臣也认为不可同意，应让苏晨再换一个要求。紧随其后，景安亲王夏明轩一脸严肃地站起身，语气极其坚定。从苏晨在大夏无比中的种种表现，他就看出这小子对皇室毫无敬意，此等狂徒留着必是祸患，必须尽早除掉。虽说处理一个苏晨，甚至连带他背后的玄元宗，以皇室的力量并非难事，但要是把楚月禅掺和进来，那情况就复杂多了。除掉苏晨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变得难以估量。毕竟楚月禅自身实力强大，乃是武王境，而他的姐姐楚飞燕更是大夏皇朝3太皇贵妃之一，深受夏启天的宠爱。若不是楚飞燕还没有生下皇子，恐怕这皇后之位早就非他莫属了。见两人站出来搅局，苏晨与楚月禅瞬间紧张到了极点。草泥马的，你们2个狗日的，给老子等着！老子若是能度过这次难关，以后一定要弄死你们！苏晨在心中暗暗发誓，可表面上却不敢露出丝毫异样。他明白此刻多说无益，如今能做的唯有静静等待夏启天做出决定。读。夏启天目光闪烁不停，像是在权衡着各种利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龙榻。这种将生死完全寄托在别人手中的感觉，实在要命，让苏晨几乎抓狂。他发誓以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自己陷入如此被动的境地，一定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许久之后，夏启天脸上流露出一抹笑容，开口说道：朕既已询问，月禅又同意，那朕也不能强行拒绝。也罢，你们2人的婚礼便定在1个月后的今天举办。听到夏启天的话，苏晨与楚月禅神色一愣，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谢陛下成全。紧接着，苏晨与楚月禅激动地对视一眼，连忙抱拳谢恩，声音中满是抑制不住的喜悦。而夏承霄与夏明轩的脸色却瞬间变得难看。但夏启天已经做出决定，他们纵然心中有万般不甘，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2人心中充满了疑惑，实在猜不透夏启天为什么会同意这门婚事，这完全不符合常理。苏晨，婚礼的准备工作，皇室都会安排妥当，你只管好好修炼，无需分心。夏启天笑着说道，接着摆了摆手，好了，你们2人下去用膳吧。多谢陛下。苏晨与楚月禅双双抱拳行礼，然后转身离开了宫殿。他们顺着蜿蜒的回廊来到了刚刚楚月禅待的地方。这是一处临湖而建的亭子，四周垂柳依依，湖水宛如镜面，倒映着天空与周围的景色。亭子内摆放着一张石桌和几个石凳，刚刚楚月禅就在这里用膳，桌上还摆放着未撤去的酒菜。渴死我了！苏晨一屁股坐在石凳上，顺手抄起桌上的酒杯，仰头便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混蛋，那是我的酒杯！楚月禅脸颊瞬间泛起红晕，又羞又恼地嗔怪道。可他看向苏晨的眼神里却藏着几分亲昵。我知道啊，不是你的酒杯我还不用呢。苏晨满不在乎的咧咧嘴，把酒杯放回桌上，笑嘻嘻的说道：茶儿，给为夫倒酒。你说什么？分不清大小王了是不是？楚月禅全身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抬手轻轻给了苏晨脑袋一巴掌，佯装生气的说道：我们提前约法3章，要想让我服侍你，你的境界必须要超过我。苏晨一听，当下就想反驳，毕竟只能看不能碰的感觉实在太折磨人了。怎么你有意见？楚月禅美眸一瞪，娇声道：没，我听你的。苏晨欲哭无泪，连忙点头应道。毕竟他与楚月禅的境界差距太大了，压根没有任何办法。随后苏晨换上一副笑脸，与楚月禅继续有说有笑，仿佛刚刚的波折从未发生过。父皇，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何要答应苏晨的要求？夏承霄脸色阴沉至极，满心不解地询问道，语气中带着浓浓的不甘。够了，还轮不到你来质疑朕。夏启天眉头一皱，眼中闪过一丝不悦的寒芒，冷声呵斥道：你们2人随朕来。夏明轩与夏承霄对视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疑惑，但他们都没敢再多问，默默跟在夏启天身后。其实夏启天也不想同意苏晨的要求，毕竟他堂堂一国之君，向来都是他抢别人的女人，只是他有自己的苦衷，不得不答应。一方面
他要维持自己一言九鼎的形象，金口玉言，说出的话怎能反悔？另一方面，楚月禅的亲姐姐楚飞烟再三要求他不能打楚月禅的主意，否则就不让自己碰。楚飞烟可是他最宠爱的女人，对方的话他不得不听，因此下起天思来想去，便同意了这门婚事。不过他压根没打算放弃楚月禅，于是便盘算着暗中除掉苏晨。这样一来，楚月禅依旧是孤身一人，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他拿下。只是这些想法，他怎能对夏明轩与夏承霄明说？毕竟有损他一代帝王的形象。不多时，三人来到了养心斋，这里是夏启天平日里思考政事、排解烦闷之所。明轩，你提议除掉苏晨，我想知道你是否已经构思出了具体计划？夏启天看向两人，神色严肃地问道。是的，陛下。夏明轩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他构思的计划详细地说了出来。这个计划不错，合情合理，朕准了，行动时间便定在今晚。夏启天眼中闪过一抹狠厉，微微点头，眼中满是满意。这一刻，夏承霄终于恍然大悟，原来父皇并没有打算放过苏晨。遵命，请陛下放心，臣定会办妥此事。夏明轩赶忙应道，语气极其坚定。你们去吧，务必谨慎行事，不要留下任何把柄。夏启天挥了挥手，叮嘱道。是。夏明轩与夏承霄躬身行了一礼，然后转身离开了养心斋，着手去安排此事。宴会结束后，天色已经漆黑了下来，苏晨与楚月禅依依不舍地分开。接下来的日子，苏晨便要在这皇宫之中住下，静静等待1个月后迎娶楚月禅。他在侍卫的引领下，回到了皇室特意为他安排的一座宫殿。由于身处皇宫，苏晨不敢进入太初空间，更不敢让舞女出来，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如今距离东胜学宫招生大典开始还有2个多月，而皇室计划在1个半月后启程出发。苏晨略作思考，心中很快便有了打算。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凭借身上的全部灵石，全力冲击武宗境第3种。倘若能够成功突破，那通过东胜学宫的招生大典便更有几分把握。随后，苏晨迅速在宫殿四周布下一个警戒阵法，布置妥当后，他才盘膝坐下，全身心投入到吸收炼化灵石当中。与此同时，大夏皇宫的黑暗角落里，一名黑衣人趁着夜色掩护，正急速靠近苏晨所在的宫殿。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运气极好，一路上竟没有惊动任何侍卫以及隐藏在暗处的供奉。不多时，黑衣人成功来到苏晨所在的宫殿前，他微微抬起头，透过宫殿的窗户缝隙，看到了正双目紧闭、沉浸在修炼中的苏晨。紧接着，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闯入了宫殿。嗡嗡嗡！刹那间，警戒阵法发出一阵奇异的嗡鸣声，瞬间惊醒了正沉浸在修炼中的苏晨。哼，还挺狡猾。黑衣人脸色微微一变，显然没有料到苏晨的警惕性如此之高，居然在宫殿内还布置了阵法。卧槽，武王境强者！苏晨心脏猛地一缩，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尽管感知不出眼前黑衣人究竟是武王境第几重，但那扑面而来的强大压迫感让他明白自己远不是对手。于是苏晨当机立断，瞬间施展出血遁，打算与黑衣人拉开距离，寻找一线生机。小子，还想往哪里跑？乖乖受死吧！黑衣人冷冷地说道。只见他身形一动，速度快得惊人，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拦住了苏晨的去路。去死吧！黑衣人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抬手轰出一掌。刹那间，一道耀眼的掌影裹挟着恐怖的力量，朝着苏晨狠狠轰了过去。完了！苏晨眼中满是绝望之色，他只感觉一股强大威压如同一座无形的巨山压在自己身上，令身体不能动弹分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耀眼掌影急速逼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虚幻的女人身影骤然出现在苏晨身前。她周身散发着柔和而圣洁的光芒，好似从9天之上降临的神女，美得令人窒息，让人忍不住心生敬畏。苏晨眼中瞬间绽放出惊喜的光芒，心中涌起无尽的激动，只因此女正是邱逸雪。他虽知晓邱逸雪隐匿在身边，却始终不敢确定。没想到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竟真的及时出现了。与此同时，只见那足以将苏晨轰成齑粉的掌影，在靠近邱逸雪身前时，竟如冰雪遇见烈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消散于虚无。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人是鬼？见到这一幕，黑衣人满脸大骇，眼中充满了惊恐与难以置信。他万万没想到，这突然出现的虚幻女人居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竟能如此轻易地将自己全力一击化为乌有。这等手段，就算是武皇境强者都不一定能够做到啊！蝼蚁一般的东西，竟敢惊扰吾的沉睡，死！邱逸雪美眸冰冷至极，充满了无尽的怒意。她如今灵魂虚弱无比，每动用1分力量便少1分，
又被对方从沉睡中惊醒，心情自然糟糕到了极点。话音未落，他缓缓抬起莹润光泽的纤纤玉手，白皙的手指朝着黑衣人轻轻一点，刹那间，一道洁白光芒瞬间激射而出，如同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朝黑衣人急速冲了过去。面对邱逸雪这一击，黑衣人眼中满是惊恐与绝望。他能清晰感受到，那道洁白光芒中究竟蕴含了多么恐怖绝伦的力量。他根本没有任何抵挡的念头，求生的本能驱使他瞬间转身，朝宫殿外疾驰而去。然而，黑衣人的速度还是晚了点，刚一转身，洁白光芒便狠狠击中了他。这怎么可能？黑衣人身体瞬间僵在了原地，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双眼瞪得滚圆。随即，他的身体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没有了任何生命气息。他身体表面看不到一丝伤口，可灵魂却裂成无数碎片，死得不能再死了。邱女神威武，多谢邱女神救命之恩。苏晨满脸兴奋，眼中闪烁着劫后重生的光芒，诚恳地感谢道：少说废话，你尽快得到涅槃神果，那才是对我最好的报答。邱逸雪瞥了苏晨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他的声音虽然依旧空灵动听，但虚弱之感却愈发明显。苏晨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被邱逸雪如此直白的话给狠狠噎了一下。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连忙表态道：邱女神放心，我一定会全力寻找涅槃神果，哪怕踏遍天涯海角，历经千难万险，我也绝不放弃。邱逸雪微微颔首，算是对苏晨的回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将陷入深度沉睡，哪怕你有生死危险，我也无力救你，切记万事都要谨慎。说完，他的身影渐渐虚化，再次进入了太初空间。邱逸雪是故意这么说的，目的是不让苏晨对他产生过度依赖，毕竟未来的路终究要苏晨自己走。邱逸雪身影消散后，苏晨迅速来到了黑衣人身边，将手放到对方额头上，开始施展搜魂术。他必须要弄清楚这黑衣人究竟是谁派来的，毕竟能差遣武王境强者来暗杀自己，背后之人的身份与地位必然极强。片刻之后，苏晨掌握了黑衣人全部记忆，也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只见他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无比，眼中杀意疯狂涌动。这名黑衣人的身份竟是衡阳宗宗主岳苍，而派他前来暗杀自己的人则是夏明轩。夏明轩，你个狗日的东西，老子一定要弄死你！苏晨气得浑身发抖，眼神冰冷至极，恨不得立刻将夏明轩碎尸万段。可苏晨毕竟心智坚定，很快强压下满心的怒火，让自己冷静了下来。眼下他修为尚弱，与皇室硬碰硬，无疑是死路一条。思索片刻后，苏晨当即决定连夜离开这危险的皇宫。毕竟如今岳苍已死，夏明轩用不了多久时间便会知道，到那时皇室一定会对他更加重视与警惕，甚至不择手段除掉自己。毕竟岳苍可是武王境第7重的强者啊，亲自出手都没能成功斩杀他，反而还把自己的小命搭了进去。而这次暗杀行动若没有夏启天的默许，苏晨打死都不会相信。这可是在皇宫之中，没有皇帝点头，谁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安排暗杀？因此如今的皇宫对苏晨来说已然是龙潭虎穴，危机四伏。想到这里，苏晨不再迟疑，迅速将岳苍的尸体收入太初空间，而后离开宫殿，借着夜色的掩护，悄然朝着神武门前行而去。与此同时，距离苏晨不远处的一座宫殿内，夏明轩与夏承霄两人神色肃穆，静等着苏晨宫殿内传出预想中的动静。只是两人没想到的是，岳苍还没来得及发出什么动静，就被邱逸雪解决掉了。随着时间流逝，寂静的氛围逐渐变得压抑，转眼间便过去了一炷香。皇叔，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夏承霄眉头紧皱，眼中闪过一丝忧虑。算算时间，岳苍早就该动手了，可为何直到现在都没有一点动静传来？你说的有道理，看来不能再等了。夏明轩微微眯起眼睛，眼神中满是冰冷的寒意。其实他心中早有疑虑，刚刚他传讯给岳苍，可对方迟迟没有回复，这反常的情况让他意识到事情恐怕已经脱离了掌控，朝着不妙的方向发展。传本王命令，立刻封锁皇宫，计划正式开始。夏明轩眼神阴冷，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切记一定要斩杀岳苍与苏晨。反正岳苍与苏晨都身处皇宫之中，那只要他将皇宫封锁，便可以瓮中捉鳖，一举将两人斩杀，而后再对外宣布苏晨被岳苍暗杀，这样就不会引起其他宗门的恐慌。毕竟岳苍的弟子陆昭言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在了苏晨手中，那岳苍暗杀苏晨也就合情合理，谁都挑不出毛病。遵命。听到夏明轩的命令，房间内数名武王境的侍卫统领齐声抱拳，声音整齐而响亮。随后他们便纷纷冲出房间，眨眼间消失在夜色之中。没过多久，整个皇宫便乱了起来，大批侍卫口中高呼抓刺客，脚步声
呼喊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皇宫夜晚的宁静。我们走。夏明轩立刻起身，带着夏承霄趁着混乱，朝着苏晨居住的宫殿疾驰冲去。然而，当夏明轩抵达苏晨宫殿时，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只见宫殿内早已空无一人，不见苏晨与岳苍任何踪影。皇叔，这是什么情况？难道岳苍将苏晨请走了不成？夏承霄满脸疑惑地问道。该死！夏明轩骂了一句，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走，立刻前往神武门。岳苍若真敢这么做，本王定将衡阳宗上下屠戮一空，让他知道背叛本王的下场。他也认为当下只有这种可能，否则按照计划，苏晨的尸体理应在宫殿内。加上岳苍一直不回信息，种种迹象表明，苏晨很可能真被岳苍抓走了。而想离开皇宫，那就必须从神武门出去。只是镇守神武门的将军虽然也是武王境，但境界没有苍月高。若岳苍铁了心强闯，根本抵挡不住多久时间。这个时候，易容成普通侍卫的苏晨成功抵达了神武门，可眼前的景象让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只见大批守卫将神武门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个神情严肃，如临大敌。而那两扇厚重的城门也正在缓缓闭合。这一刻，苏晨瞬间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中。他是求稳隐藏在皇宫中，还是冒险强闯神武门？理智告诉他，隐藏在皇宫里对他来说是最稳妥的办法，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虽然千幻易容术会被武皇境识破，但他可以控制一名侍卫，而后躲藏在太初空间。可苏晨实在放心不下玄元宗，毕竟皇室找不到他，极有可能会抓捕柳清北、周云峰与周林等长老。这种情况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此外，苏晨与楚月禅的婚礼即将昭告天下，若是他迟迟不出现，无疑会让楚月禅丢尽了颜面。他早已将楚月禅视为自己的女人，绝不能让对方承受这样的委屈。想到这里，苏晨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决定冒险强闯神武门，他必须尽快通知柳清北等人，让他们确保自己的安全。至于玄元宗的其他弟子，就算皇室再心狠手辣，也不敢在大夏无比刚刚结束就将冠军所在的宗门屠戮一空。毕竟一旦做出这种事，必然会动摇大夏皇朝的根基，引发各大宗门的不满与动荡。而之后，他便准备在与楚月禅婚礼开始之前，将大夏皇室彻底解决，确保婚礼按时举行。妈的，优柔寡断从来就不是老子的性格，拼了！苏晨双眼紧盯着那即将彻底闭合的城门，眼神中满是决绝，心中不再有丝毫犹豫。而后他运转血遁秘法，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血影，朝着神武门狂飙而去。大胆，竟敢硬闯神武门！蓦然间，一道冷漠且带着威严的声音如炸雷般骤然响起。紧接着，只见苏晨前方一名身披重甲的将军如鬼魅般凭空闪现而出。此人正是镇守神武门的将军程立，其周身散发着武王境地4重的强大气息。感知着程立的气息，苏晨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他并未感到那种如山岳般沉重的压迫感，这意味着对方的境界远不如岳苍强大。我命令你立刻停下，否则格杀勿论。程立眼神森冷，怒声呵斥道。同时，他缓缓握紧手中厚重的长刀，刀刃上寒光闪烁，已然做好了随时攻击的准备。此刻，苏晨已经临近神武门，他压根没把程立的威胁放在心上。只见他迅速从怀中掏出一个储物袋，里面装满了整整5万块灵石。兄弟们别辛苦了，我给大家看场流星雨。苏晨扯着嗓子大喊道，眼中虽闪过一丝心疼之色，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储物袋打开，然后猛地朝着高空中丢去。刹那间，5万块灵石闪烁着晶莹璀璨的光泽，如天女散花般朝着地面急速下坠，在月光的映照下，真好似一场绚烂美丽的流星雨。灵石，这竟全是灵石！大家快抢啊！这一刻，神武门所有守卫的眼睛瞬间变得通红，疯狂地大喊道：要知道，他们作为一名小小的守卫，平日里每月的薪酬也才几十块灵石而已。如今看到如此数量惊人的灵石，一个个哪里还能忍住，纷纷不顾一切地四散开来，朝着灵石坠落的方向疯狂抢夺了起来。一时间，整个神武门乱成了一锅粥，守卫们推搡叫骂，完全没了之前的森严秩序。见到这一幕，苏晨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急忙往嘴里丢了几颗气血丹，随后他将血遁催动到了极致，速度陡然间又飙升了几分，朝着混乱的守卫人群猛冲而去。小子，你真是不知死活！眼见神武门四周陷入一片混乱，程立脸色瞬间铁青，眼神变得无比阴冷。此刻他没有出声阻止，他很清楚没有一名守卫会听他的命令去放弃这近在眼前的巨额财富，因此他径直朝着罪魁祸首苏晨急冲了过去。只见他的身形一闪，已然出现在苏晨面前，手中那把重若千钧的重刀
裹挟着开山裂石的气势横扫而出。这一刀若是结结实实的击中苏晨，必死无疑。面对突然出现在身前的程立，苏晨神色出奇的平静，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毕竟程立身为武王境强者，无论是速度、力量还是反应力，各个方面都完全碾压他，能有如此现象实属正常。而对于程立这致命一击，苏晨可不敢硬着头皮去扛。他瞬间催动风雷幻影身法，身形闪烁间巧妙地避开要害部位。紧接着苏晨运转九幽诀，将灵魂之力化作一把尖锐的利刃，朝着程立的灵魂猛地刺去。同时他迅速抬起流光剑，催动全身灵气进行全力防御。此刻的苏晨双眼中闪烁着决然与疯狂，他很清楚自己在进行一场生死豪赌，但只要能扛过这一击，就有逃出神武门的希望。找死！看到苏晨不仅不逃，反而摆出防御的架势，程立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仿佛已经看到苏晨血溅当场的凄惨模样。面对苏晨率先发动的灵魂攻击，程立眼中满是不屑。在他看来，区区武宗境第2中的小子，灵魂攻击能强到哪里去？估计连自己的灵魂防御都破不开。然而下一秒的程立就后悔了。苏晨的灵魂攻击如同一把锋锐无比且狂暴至极的利刃，势如破竹地冲向他的灵魂防御。仅仅一个照面，他的灵魂防御便被撕开一道口子。程立心中顿时大惊失色，眼神闪过一抹惊慌，连忙调动自身磅礴的灵魂力量，如潮水般涌向防御缺口，拼命加固灵魂防御。在一番挣扎后，总算将苏晨的灵魂攻击全部抵挡下来。可就是这一分神的功夫，程立那原本威力惊人的重刀攻击瞬间下降了不少。轰！重刀与流光剑狠狠碰撞在一起，刹那间一道清脆巨响爆发开来，震得周围空气都剧烈震荡。不少守卫甚至被这鼓音浪震得耳鸣目眩，手中争抢的灵石都差点掉落。紧随其后，流光剑发出一声好似悲伤的剑鸣，那声音尖锐而凄凉。只见碰撞之处，一道细细的裂缝瞬间蔓延开来，差点就贯穿剑身，让流光剑碎成2半。而苏晨则如遭雷击，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般直接倒飞出去。噗！他在半空中接连翻滚了好几圈，一口嫣红的鲜血猛地从口中喷出。此刻苏晨脸色煞白如纸，体内5脏6腑如同被重锤狠狠砸过，剧痛如同潮水般一波波袭来，让他几近昏厥。但他的眼神却无比明亮，透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在落地的瞬间，苏晨强忍体内的剧痛，身形猛地一动，终于一头扎进了正在疯狂哄抢灵石的守卫人群中。紧接着他顾不上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强行运转血盾，整个人化作一道血影，在守卫人群中灵活穿梭，朝着神武门不顾一切的疾驰逼近。这小子居然没死！程立瞪大了双眼，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与震惊，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要知道，苏晨仅仅才武宗境第2重，而自己可是武王境第4重，这境界差距就如同天地悬隔。在他的认知里，苏晨根本不可能硬扛自己全力一击还安然无恙。想到这里，程立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能在武宗境第2重就有如此逆天表现的，除了此次无比冠军苏晨，还能有谁？可即便猜到了苏晨的身份，他依旧觉得这一切太过匪夷所思。程立眼神陡然一凛，再次朝着苏晨猛追了上去。不管是什么身份，若是让人闯过神武门，那都是自己严重的失职。但此刻程立这才深刻领会到了苏晨的狡猾。只见苏晨专挑守卫最为密集的地方钻去，而程立身为将军，不忍心对自己的手下痛下杀手。况且他所擅长的身法与武技皆是大开大合、直来直去的刚猛路数，在这拥挤混乱的人群中根本就施展不开，每前进一步都显得格外艰难。反观苏晨，他的身法在这种混乱场面下却如鱼得水。只见他身形飘渺，在人群中穿梭自如，灵活避开了一个又一个守卫。不过片刻之间，便与程立迅速拉开了距离。程立心中暗自恼恨，深知这样盲目的追下去根本无济于事。他心中一动，随即身形凌空飞起，朝着神武门的另一侧疾飞而去，打算在那里阻击苏晨。苏晨眼角的余光瞥见程立终于不在身后紧追不舍，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他不敢耽搁，急忙掏出数瓶疗伤丹与气血丹，一股脑的全部丢进嘴里。仅仅瞬间，他原本有些迟缓的身体瞬间恢复了几分活气，速度也再次飙升起来。很快，他成功闯过了神武门，终于离开了皇宫。可还不等苏晨松口气，一道尖锐刺耳的破空声骤然划破长空。苏晨心中大惊，连忙抬头望去，瞬间满脸黑线。只见程立已然出现在上空，正眼神冰冷地凝视自己。我说哥们，你不去抢灵石，追我有什么意义啊？苏晨一脸无语与无奈，实在没想到程立居然如此执拗，像个牛皮糖一样甩都甩不掉。小子，
擅闯神武门，你已是死罪，今天我定要将你擒下。程立面色冰冷，眼神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决绝，话音未落，他朝苏晨猛冲了过来。遇到你，老子真是倒了8辈子霉。苏晨一边无奈地抱怨着，一边再次将血盾运转到极点。此刻他心中虽然依旧紧张，但相较于之前在皇宫内的那种绝境，压力小了不少。毕竟如今已经出了皇宫，前方是密密麻麻的房屋，错综复杂的地形让他觉得自己有信心甩开程立。但就在这时，突然有2道黑衣人从远方疾驰而来。苏晨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眼中充满了警惕，全身肌肉紧绷，心中紧张到了极点。毕竟这2人的打扮与岳苍出奇的一致，这让他不禁怀疑，会不会也是夏明轩派来取自己性命的强者？若真是如此，那他今天可真是陷入了绝境，在劫难逃了。但令苏晨惊讶的是，其中一名黑衣人竟拦住了程立的去路，而另一名黑衣人则在苏晨不远处停下了脚步。是苏晨吗？一道娇软的熟悉声音响起，仿佛带着丝丝魅惑，在这紧张氛围中显得格外清晰。苏晨顿时明白了黑衣人的身份，原本高悬的心猛地松了一口气。来人正是万象商会的萧青罗。是我，你怎么在这？苏晨点了点头，眼中却充满了诧异与疑惑。我说我恰好路过，你信吗？萧青罗娇笑一声，那笑声如同银铃般清脆悦耳，给这紧张的局面增添了一丝别样的氛围。随即他收敛笑容，语气严肃道：我们快走吧，我的人拦不住对方多久。说完，他身姿轻盈的转身，迅速在前面带路。苏晨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紧跟了上去。一炷香后，苏晨眼见已经距离神武门很远，这才稍稍安心，当即停下了脚步。虽然与萧青罗见过一次面，但对方毕竟是商会会长，在如今复杂局势下，他要对任何人保持戒备心。萧会长，此事多谢你了，以后若有机会，我苏晨定当好好报答。苏晨一脸诚恳，目光坚定地看着萧青罗说道。他微微抱拳，眼神中透露出的感激之情毫不掩饰。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萧青罗娇笑着说道。他之所以帮助苏晨，正是看中了他非凡的武道天赋和无限的潜力。顿了顿，萧青罗目光中带着一丝探寻，询问道：你应该是遭到了大夏皇室暗算吧？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你怎么会知道？苏晨瞬间警惕了起来，目光紧盯着萧青罗。这不是明摆着吗？若不是大夏皇室对你出手，你怎会如此狼狈地从皇宫内逃出来？而且大夏皇室暗中对宗门天才动手这事，虽然极力封锁消息，但我万象商会人脉广泛，还是有信息来源渠道的。萧青罗娇声道，声音中带着几分自信与神秘。随后他又详细地告诉苏晨，大夏皇室为了让宗门天才合理死亡，会想出各种看似天衣无缝的理由和办法。多年来，不少宗门的优秀子弟都因此莫名殒命，而外界却很难察觉到大夏皇室的黑手狗日的大夏皇室，老子早晚要弄死他们。苏晨冷冷地说道。他这才明白，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只有1名大夏皇室子弟加入东胜学宫，感情那些有潜力的宗门弟子都被大夏皇室暗中秘密处理掉了。萧会长，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能否派人前往玄元宗，将大夏皇室对我出手的事情告知玄元宗宗主柳清北，建议他先解散玄元宗，等我掀翻大夏皇室后，一定会重建玄元宗。苏晨神色凝重，语气中带着诚恳与急切。这是没问题，我会立刻安排人去做。萧青罗轻轻点头，爽快地答应了下来。随即他脸上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眼神中充满了期待。你既然想掀翻大夏皇朝，单凭你的实力恐怕很难实现，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万象商会？其实这才是萧青罗出现在皇宫附近的真正原因。自从他知道苏晨就是那个配合他让鼎元商会损失惨重的少年后，便开始格外留意苏晨。而后苏晨在大夏五比中一举夺得冠军，以他对大夏皇室的了解，便猜测苏晨可能会遭受大夏皇室的毒手。因此当得知皇宫出现刺客的第一时间，他便火速抵达了神武门附近，没想到还真遇到了狼狈逃窜的苏晨。多谢萧会长好意，但我有自己的计划，还不想加入万象商会。苏晨几乎不假思索，语气坚定地拒绝了。此刻他目光灼灼，眼神中透着一股坚定，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好吧，萧青罗并未强求，他明白欲速则不达的道理。随即他取出自己的传音石，递到苏晨面前，有事情可以联系我，随时欢迎你加入万象商会。虽说苏晨没有同意加入万象商会，但好在与他结下了一份交情，此行也不算没有收获。再者，像苏晨这般年轻气盛又天赋绝伦的少年，想要自行对抗大夏皇室，他完全能够理解。若是此时强行劝阻，只会适得其反，徒增苏晨对他的反感，倒不如顺其自然，让苏晨放手去闯。多谢萧会长理解，玄元宗的事情就拜托你了，以后我定有重谢。
苏晨接过传音时，抱拳深深一礼。说完，他再不耽搁，转身迅速离开了萧青罗。此刻的苏晨已迫不及待地想要报复大夏皇室，而他选定的第一个报复对象便是景安王府。毕竟夏明轩此刻还在皇宫内，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正好趁此潜入王府搜刮资源，借此增强自己的实力。与此同时，神武门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程立以及所有守卫被大批侍卫团团包围，一个个面露惧色，却又不敢轻举妄动。夏明轩站在人群前方，脸色阴沉至极，眼中满是冰冷刺骨的杀意。他已从程立口中知晓了事情的全部过程，得知强闯神武门之人竟然是苏晨，这让他心中既愤怒又震惊，但这也坚定了夏明轩要击杀苏晨的决心。他绝不能让苏晨继续存活于世，否则后患无穷。思绪至此，夏明轩的心中不禁涌起浓浓的疑惑：岳苍究竟去哪了？他明明确定对方已潜入皇宫，可如今却踪迹全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还有苏晨强闯神武门，显然是提前得知了皇室要对他下手的消息，可这消息一直严加保密，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另外，那营救苏晨的2名黑衣人又是何方神圣？他们到底有着什么目的，竟敢公然与皇室作对？一时间，无数疑惑的念头在夏明轩脑海中如乱麻般交织，怎么都理不出半点头绪。皇叔，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理？这时，夏承霄眼见夏明轩一直沉默，忍不住轻声提醒道。听到这话，夏明轩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眼神瞬间一凛，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的凶光，冷冷地吐出几个字：全部杀了。说完，他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些守卫，径直转身离开了。苏晨逃出皇宫，这是非同小可，他必须尽快告知夏启天，好一同商议下一步对策。另外，岳苍下落不明，也必须尽快找到。这2件事都关乎皇室的颜面与未来，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啊！夏承霄不禁神色一愣，眼中满是诧异。他着实没想到夏明轩竟如此狠辣无情。要知道，神武门守卫可是足有数百人，其中还有武王境地4重的程力，竟没有半点犹豫就全杀了。就在夏承霄还在诧异时，数名武王境侍卫统领却已纷纷出动，他们身上散发着凛冽的杀意，朝着程立杀了过去。程立也没想到夏明轩会如此绝情，自己拼尽全力阻拦苏晨，却换来这样的下场。他满心都是无奈与绝望，但也明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反抗不过是徒劳。他缓缓闭上双眼，脸上写满了认命，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与此同时，大批侍卫如潮水般纷纷涌上，与神武门守卫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厮杀。没过多久，程立与所有守卫便全部倒在了地上，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现场血腥而恐怖。另一边，苏晨一路疾驰，终于抵达了景安王府。他运转千幻异容术，随着一道微光闪过，整个人的容貌迅速变换，很快便变成了夏明轩的模样。随后，苏晨大摇大摆地走向景安王府。他表面镇定，心中还是有些紧张，毕竟这是深入虎穴，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好在大门守卫一见到他，立刻恭敬地纷纷行礼，没有起丝毫疑心。就这样，苏晨顺利进入了景安王府，然后朝夏明轩的住处走去。一路上，夜间巡逻的侍卫以及隐藏在暗中的王府供奉，没有一个人对苏晨的身份产生怀疑。不多时，苏晨顺利抵达了夏明轩的住处。他不敢耽搁时间，毕竟不清楚夏明轩何时会返回王府，每多停留1秒，危险就增加1分，因此一进入房间，他便迅速开始搜寻起来。一炷香后，苏晨几乎将住处翻了个底朝天，每个角落都没放过，可惜却没有找到宝库入口的蛛丝马迹，这让他感到十分遗憾。本想着能大捞一笔，增强自己的实力，如今看来，这个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为了安全起见，苏晨不敢再多做停留，转身便打算立刻离开王府。王爷，您回来了。就在这时，一道悦耳声音突然从房间外传来，那声音清脆的如同山间清泉，听起来十分动听，可此刻却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苏晨心头。苏晨的心脏猛地一紧，整个人瞬间紧张到了极点。他下意识地想要逃离，但猛地回过神来，自己如今易容的可是夏明轩的模样。于是苏晨强行压下心中紧张情绪，努力装出镇定自若的神情。就在这时，只见一名貌若天仙的女子推门走了进来。她身着华丽的王妃服饰，那服饰上绣制着精美花纹，在烛光映照下闪烁着点点微光。她身姿婀娜曼妙，每走一步都散发着端庄大气的韵味，仿佛自带光芒，让人移不开视线。此女正是景安亲王妃裴玉瑶。王爷，您怎么突然回来了？不是说在宫里留宿吗？裴玉瑶美目流转，眼中瞬间亮起惊喜的光芒，声音轻柔婉转。我回来取件东西，现在还要返回宫里。
苏晨模仿着夏明轩平日里那种沉稳且威严的语气，尽量让自己不露出一丝破绽。说完，他便试图越过裴玉瑶离开这个房间。万一被对方看出破绽，那再想离开可就麻烦了。王爷，裴玉瑶伸手拉住苏晨的衣袖，眼中流露出一抹少女般的羞涩，欲言又止的模样，更添几分妩媚。什么事？苏晨心中一紧，全身肌肉瞬间紧绷，暗暗做好了随时应对的准备。他能感知到裴玉瑶体内有一股内敛而强大的力量，境界应该是在武王境第2重。此刻他只希望裴玉瑶不要起疑心，否则正面交锋他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王爷，您忘记了，离开王府前您可是亲口答应我说回来就陪我的。裴玉瑶娇嗔道，语气中带着几分埋怨。话音未落，他直接抱住苏晨的胳膊，那2团饱满硕大的柔软紧紧贴在苏晨胳膊上。他眼神中满是羞涩，双颊一片通红，宛如熟透的水蜜桃，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苏晨瞬间明白了裴玉瑶话中的深意。不得不说，这裴玉瑶确实极美，那性感诱人的红唇，再加上尊贵的王妃身份，轻易便能撩拨起男人内心深处的欲望。但此刻的苏晨哪有这个心思？要知道夏明轩随时都有可能回来。下次吧，宫内还有紧急事情需要本王过去处理。苏晨果断拒绝，说着便想抽出自己被抱紧的胳膊。不嘛，王爷不能说话不算数。裴玉瑶像个任性的小女孩一般，摇晃着苏晨的胳膊，娇嗔地撒起娇来，而后她双臂一伸，直接勾住了苏晨的脖子，那娇柔娇躯更是紧贴在苏晨身上。卧槽！苏晨着实吃了一惊，没想到裴玉瑶如此着急主动，但他迅速冷静下来，明白若不满足裴玉瑶，今晚怕是无法离开了。夏明轩，让你杀老子，老子先从你女人身上收点利息回来。苏晨心中恶狠狠地想着，眼中闪过一丝决然。紧接着他一把抱住裴玉瑶纤细柔软的腰肢，对着那性感红唇激烈地吸吮了起来。大夏皇宫养心斋内，夏明轩一脸肃然，将发生的所有事情连同心中的疑惑都详细说了出来。夏启天听完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良久，他微微抬头，眼神中闪过一抹锐利的精芒，开口说道：岳苍突然无影无踪，以及苏晨强闯神武门，只有一种可能可以解释。苏晨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从岳苍口中逼问出了你的计划，至于岳苍，多半已经死了。这不可能吧？岳苍的境界可是武王境第7重，苏晨怎么可能瞬间制服岳苍？夏明轩满脸的不可思议，眼睛瞪得老大。其实他也想到过这个可能，但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苏晨能有这样的本事。一切皆有可能，说不定苏晨手中就有什么威力惊人的宝贝。夏启天目露金芒，眼中充满了难以抑制的火热，那是对强大力量的渴望。紧接着他微微挺直身躯，语气严肃地说道：明轩，朕交给你3件事情。第一，立刻封锁苏晨逃出皇宫的消息，绝不能让这件事传出去半分。第二，搜查楚月禅府邸，除了楚月禅以外，将所有人都抓走，全部斩杀，确认苏晨是否隐藏其中。若没有苏晨，便封锁楚月禅府邸，不许楚月禅迈出房间半步，也不许任何人接触他。第三，挑选一批精锐人手，动用最快的灵舟，以最快速度前往青川郡，秘密抓捕所有与苏晨有关的人，逼迫苏晨现身。夏启天面色冷峻，语气不容置疑，有条不紊地吩咐着。此刻他已然顾不得楚飞烟会不会生气了，在他心里，女人不过是附属品，唯有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立足这风云变幻的天下之根本。若是他能得到苏晨手中那威力巨大的宝贝，实力必然会有质的飞跃，说不定他就能一统与大夏皇朝敌对的2大皇朝，实现多年来的宏图霸业。遵命。夏明轩恭敬应道，停顿一下后，接着开口询问道：陛下，苏晨与楚月禅的婚礼要取消吗？不可，婚礼继续进行。夏启天眼神闪烁，冷静分析道：1个月后，若苏晨不出现在婚礼上，那就是在藐视我们皇室，公然打朕的脸，我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付他，各大宗门也挑不出我们皇室的问题，这便是师出有名。陛下圣明。夏明轩奉承一声。明轩，这段时间你就住在皇宫吧，这样处理事情方便，待会记得回府将玉瑶他们也接来。夏启天目光闪烁，别有深意地说道：裴玉瑶等人只要身处皇宫，就相当于人质，毕竟苏晨手中可能存在着宝贝，若是万一夏明轩得到却不交给他，那就麻烦大了，因此他不得不防，这也是帝王之术。陛下放心，臣这就去安排。夏明轩自然明白夏启天的意思，心中虽有些无奈，但也只能接受。随后他恭敬地行了一礼，转身离开了养心斋。1日后，苏晨半坐在床边，目光温柔地看着躺在榻上的裴玉瑶，轻声说道：本王先离开了，等忙完宫内的事情再回来陪你。说话间，
他的目光看似不经意地扫过不远处的储物袋。作为夏明轩的王妃，裴玉瑶的储物袋里想必装满了修炼资源。若是能将其带走，这次潜入景安王府的行动，那就称得上圆满了。既狠狠报复了夏明轩，又正好弥补自己之前闯神武门而失去的5万块灵石。裴玉瑶双眼紧闭，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方才那一番折腾，让他此刻连多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苏晨则不紧不慢地穿着衣服，同时悄无声息地将裴玉瑶的储物袋收入怀中。做完这一切，苏晨看了一眼榻上的裴玉瑶，见他没有反应，便迅速离开了景安王府。苏晨一路疾行，离开王府一段距离后，他闪身躲进一处隐蔽的小巷子里。紧接着，他变换成了一名普通男人模样，又换上一套新的衣服。他如今还身处皇城中，不得不小心谨慎一点。就在这时，一道磅礴且恐怖威压从远处如雷霆般席卷而来。只见夏明轩宛如一道流光，急速朝景安王府飞去。苏晨心中大惊，想都没想，连忙闪身进入了太初珠。以他所处的位置，若是夏明轩再靠近一点，必然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因此只有进入太初空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景安王府内，裴玉瑶经过短暂休息，总算恢复了一点力气。奇怪，王爷怎么变坏了，把我的妆容都弄脏了？裴玉瑶缓缓睁开美目，一脸疑惑的喃喃自语。而且今天的王爷给她一种全然不同的感觉，不仅大了不少，还格外威猛，让她体会到了做女人前所未有的快乐。随即她慵懒的起身，穿戴好衣服，来到水盆前开始洗漱。许久之后，苏晨小心翼翼地从太初珠中出来，发现四周并无异样，这才长舒一口气。妈的，真是太险了！苏晨眼中满是心有余悸之色。他若是从景安王府中再晚一点出来，怕是会刚好碰到夏明轩。一想到那个情景，他就忍不住狠狠打了一个寒战。苏晨不敢在这里多做逗留，运转身法，迅速朝楚月禅的府邸疾驰而去。瑶儿，都这么晚了，你不睡觉，在找什么东西？夏明轩走进房间，语气中满是诧异。王爷，您看见我的储物袋了吗？裴玉瑶满脸疑惑地问道。同时他心中有些纳闷，王爷不是说回宫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本王刚刚回府，怎会清楚你的储物袋在哪？夏明轩眉头瞬间一皱，满心不解地回应道。裴玉瑶闻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心中充满了懊悔与绝望。很明显，方才那个男人并不是夏明轩。不好，王爷，刚刚有人假冒您，肯定是他将我的储物袋拿走了。裴玉瑶急切地说道。而后他将刚刚发生的事情简单说了出来，当然他隐瞒了其中某些细节，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不然若是让夏明轩知道真相，他的下场必然很惨。什么？夏明轩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至极，眼中闪过一抹怒意。他快速在房间内转了一圈，果然发现不少地方都有人动过的痕迹。此刻他十分庆幸宝库入口不在房间内，否则这次损失可就难以估量了。苏晨，别让本王抓到你，否则必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夏明轩眼中泛起冰冷刺骨的寒意，咬牙切齿地说道。他断定此事必是苏晨所为，毕竟苏晨能易容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瑶儿，别难过了，一个储物袋而已，这不算什么大事。夏明轩看着裴玉瑶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安慰道：你去整理一下东西，这段时间我们要住在宫内。说完，他转身离开房间，朝宝库入口的位置走去。经过这一次，他觉得还是将东西带在自己身上才放心些。夜幕如墨，苏晨如鬼魅般疾行，成功抵达了楚月禅府邸外。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震惊不已。只见大批如狼似虎的军士手持长枪利刃，将楚月禅府邸围得水泄不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那味道经久不散。刹那间，苏晨双眼瞬间通红，仿佛燃烧着2团愤怒的火焰，心中的怒火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草泥马的大夏皇室，要是月禅少一根汗毛，老子一定送你们全族，男的当鸭，女的当妓。苏晨紧咬着牙，眼神中闪过一抹冰冷刺骨的杀意，恨不得立刻杀进去，亲眼确认楚月禅是否安然无恙。但他清楚，此刻贸然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让自己也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如今必须先打探清楚到底发生了何事，才能制定下一步的计划。而后苏晨运转太初诀，将自身气息收敛到极致，再借助夜色掩护，悄无声息地潜伏到了军事包围圈的外围，藏进一处茂密的草丛中。他完美地融入黑暗之中，唯有那一双锐利的眼睛密切关注着四周的一举一动，静等着时机的到来。没过多久，一名军士神色匆匆，脚步慌乱地冲进草丛中。他左右张望了一番，确定无人后，便解开裤子，肆意地放起水来。原本紧绷的脸色也逐渐放松下来。就在那名军士完全放松警惕的瞬间，苏晨如闪电般迅猛出手，
只见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对方背后，将其打晕了过去。紧接着，苏晨迅速施展搜魂术，军士脑海中的记忆顿时如潮水般涌入苏晨的意识。大约1刻钟后，这名军士的记忆全部被苏晨掌握。通过仔细梳理这些记忆，苏晨终于了解到了楚月禅的情况。楚月禅已被夏明轩封印了全身灵气，如今正囚禁在自己的房间内，而那弥漫在空气中的血腥味，正是府邸内侍卫与婢女惨遭杀害所留下的。这个消息让苏晨高悬的心稍稍松了一口气，只要楚月禅没事就好，不然他真的会愧疚致死。随后，苏晨在那军士灵魂深处种下了九幽奴印，将对方完全掌控。紧接着，他施展千幻易容术，将自己的容貌和身形变得与那军士一模一样。不仅如此，他还穿上对方身上的铠甲，拿起掉落在一旁的兵器，从头到脚仔细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任何破绽后，这才离开了草丛，朝着军事包围圈走去。他打算先混入其中，再见机行事。苏晨混入军事包围圈后，很快就察觉到了新问题。他化身的这名普通军士根本没有资格踏入府邸。一番探寻后，他盯上了一名军事统领。苏晨发现这统领每隔数个时辰便会从府邸出来，巡视一圈外围军士的防守情况。确定了目标后，苏晨便开始耐心等待动手的绝佳时机。与此同时，在大夏皇宫内，夏明轩将裴玉瑶等家眷安顿好后，一刻也不敢耽搁，快步来到养心斋，向夏启天禀报情况。陛下，在楚月禅府邸中并未发现苏晨的踪迹，依臣来看，苏晨应是返回了玄元宗。夏明轩神色肃穆，沉声说道：哦，何以见得？夏启天微微挑眉，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饶有兴致地询问道。其实他也已经断定苏晨正返回玄元宗的路上。在他看来，苏晨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虽说武道天赋出众，但在胆量与谋略方面终究是稚嫩了些。得知皇室对他出手，苏晨必然会慌不择路的四处寻求帮助，而他能找的人，能去的地方，无非就是楚月禅或是玄元宗。至于苏晨直接前往东胜学宫参加招生大典，夏启天想都没想过这种可能。要知道，大夏皇朝距离东胜学宫路途遥远，一路上危机四伏，凶险异常，除非修为达到五黄境，否则贸然上路几乎是九死一生。况且与大夏皇朝敌对的两大皇朝必定在前往东胜学宫的必经之路上设下重重埋伏，苏晨若是孤身一人踏上这条路，无疑是自寻死路。据臣了解，苏晨在强闯神武门时损失了5万块灵石，而就在刚才不久前，苏晨假冒臣混入王府，盗取了臣父的储物袋，因此臣断定苏晨的目的是购买灵州，而后返回玄元宗。夏明轩微微低头，有条不紊地分析道。原本他心中对苏晨盗取储物袋一事也充满疑惑，但在赶来皇宫的路上，他反复思索，才总算想到了这个缘由。不错，你分析得很有道理，朕也认为苏晨必定是返回了玄元宗。夏启天满意的点了点头，对夏明轩的分析表示赞同。随后他话锋一转，询问道：前往青川郡的人手可都准备好了？是否出发了？臣已安排好人手，原本计划是由12殿下率领队伍前往，但臣思来想去，此事重大，还是觉得亲自带队前往玄元宗一趟更为妥当，也好确保万无一失。夏明轩回应道：朕准了，令你即刻出发，务必赶在苏晨前头抵达玄元宗，一旦发现苏晨，切记一定要活捉。夏启天略作思忖，点头道：遵命，陛下。夏明轩抱拳领命，随即转身大步离开了养心斋，准备即刻出发玄元宗。经过2天的观察，苏晨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那军事统领像往常一样巡视，路过一处视野盲区时，苏晨眼中闪过一道决然的光芒。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动作迅猛且果断，丝毫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反应的机会，成功将其打晕了过去。苏晨深知时间紧迫，迅速在那军事统领灵魂深处种下九幽奴印。紧接着，他通过搜魂术掌握了对方的全部记忆。通过仔细梳理这些记忆，苏晨对府邸内的情况已有了大致的了解。楚月禅目前被囚禁在一处防守森严的房间内，不仅无法离开房间半步，身边更是连一名婢女都没有。而房间四周有3名武王境第6重的供奉坐镇，任何人胆敢靠近，都会被他们强势镇杀。在如此严密的防守下，苏晨不禁感到一阵棘手。以他目前的实力，压根没有办法接近楚月禅，更别说将他成功救出了。但他没有丝毫退缩之意，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先进入府邸，然后再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毕竟他已经托付萧青罗前往玄元宗送去消息，如今整个大夏皇朝最让他牵挂不下的就是楚月禅了。随后，苏晨运转千幻易容术，只见周身微光闪烁，他的模样与身形快速发生着变化。不过眨眼间，
便与那名军事统领分毫不差。做完这一切后，苏晨将对方收进太初空间，接着放出2天前控制的那名普通军士，让其返回队伍里。而苏晨自己则整理了一下衣装，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府邸走去。凭借着军事统领的身份，他顺利进入了府邸，开始耐心等待着解救楚月禅的机会。1天后，就在苏晨苦寻机会的时候，一阵喧闹声突然如潮水般从府邸外传了进来。苏晨心中猛地一紧，一种直觉告诉他，转机或许来了。他强忍着内心的激动，装作若无其事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只见府邸门口处，一对华丽至极的仪仗正缓缓驶入。贵妃娘娘驾到！这时，走在最前方的几名身着锦绣华服的太监，底气十足地高声喝道。苏晨心中一凛，赶忙混在一众躬身行礼的军士中，偷偷抬眼打量。只见一顶由8名宫女抬着的凤辇缓缓而来，凤辇装饰的金碧辉煌，垂下的珠帘随风轻晃。脸上是一名戴着面纱的女子，她身着华丽宫装，绣于其上的金凤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会振翅高飞。璀璨珠宝点缀其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光芒。她柳眉如带，双眸明亮而锐利，与生俱来的高贵与威严尽显无疑。此女正是大夏皇朝3太皇贵妃之一的楚飞燕。苏晨心中一阵火热，虽然看不清她的长相如何，但仅通过这周身散发的气质，就知道必然是倾国倾城的极品美人。可一想到此女是夏启天的女人，苏晨心中不免泛起一阵可惜，暗忖着被那老东西糟蹋了。楚飞燕的凤辇缓缓前行，路过苏晨身边时，她目光突然转向苏晨，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只是苏晨此时低着头，并未察觉到这道异样的目光。楚飞燕径直来到楚月禅被囚禁的房间前，看着守在门口的3大武王境第6重供奉，眼神骤然一冷。就凭你们3个也敢拦我？赶紧开门，放我妹妹出来！楚飞燕冷声呵斥道。听到这话，一旁的苏晨瞬间呆在原地，脑海中掀起惊涛骇浪。楚月禅居然有姐姐，而且还是皇贵妃，他之前还真一点都不清楚。那楚月禅的安危就不会太糟糕，最起码比他的处境会好太多。既然如此，他的思绪如闪电般迅速转变，脑海中开始构思着下一步的计划。娘娘，这是陛下的旨意，臣等也无权做主啊。3大供奉脸色惨白，硬着头皮解释道。他们再也没有了之前面对其他人时那副趾高气昂的威风。少拿陛下说事，信不信就算我杀了你们，你们也是白死。楚飞燕冷冷一笑，眼神中满是不屑，仿佛在看3只微不足道的蝼蚁。3大供奉心里一紧，当然知道楚飞燕说的不是假话。当今陛下对楚飞燕的宠幸，那可是众人皆知，简直都快宠上天了。要是真惹恼了对方，他们还真讨不了好。臣等遵命。3大供奉对视一眼，眼中满是无奈与苦涩，随即不敢再迟疑，慌忙打开了房门。房间内，楚月禅早已听到外面的动静，知道是姐姐来了，心中满是惊喜，快步走出房间。只是他此刻的状态十分憔悴，脸色苍白如纸，气息微弱且紊乱，显然受了一些内伤。草泥马的大夏皇室，老子一定要让你们付出足够惨重的代价。苏晨眼中满是心疼，身体都忍不住微微颤抖，心中的怒火在不断升腾。这小子还算有点良心，看来对月禅是真心的。一直用余光留意着苏晨的楚飞燕，将他眼中的心疼之色尽收眼底，微微点了点头。所有人离开这座府邸，本宫要与妹妹独处一段时间。楚飞燕冷声道，声音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3大供奉神色有些抗拒，显然不愿轻易离开。毕竟这是陛下亲自交代的任务，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本宫知道你们有难处，这样吧，让他留下，也好让你们有个交代。楚飞燕装出思索的样子，片刻后抬起一手指向苏晨。苏晨瞬间一脸懵逼，心中紧张到了极点，莫非这楚飞燕看穿了自己的伪装？3大供奉的目光齐刷刷落在苏晨身上，眼中带着审视，但始终没有发现异常之处。毕竟苏晨所化之人他们十分熟悉，每隔2天便要向他们详细汇报府邸内外的情况。况且楚飞燕愿意留下一人，说明并没有打算带着楚月禅离开的意思，这让3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谨遵娘娘命令。3大供奉恭敬行了一礼，随即便带着其他人都离开了府邸。姐姐，你留下此人做什么？当所有人都离开，楚月禅满脸疑惑地看向楚飞燕。等下你就知道了。楚飞燕微微一笑，目光如同一把锐利的钩子，直直地看向苏晨。小子，你还要隐藏到什么时候？你是武皇境。苏晨心中一惊，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他施展的千幻异容术，除非是武皇境强者，否则根本无法看穿他的伪装。说话间，只见他周身泛起一阵淡淡的光芒，眨眼间便恢复了真实模样。苏晨，楚月禅见到苏晨的刹那间，压抑许久的情绪瞬间爆发，他眼睛迅速泛红，
泪水夺眶而出，上前紧紧地抱住了苏晨。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都怪我，让你受苦了。这3天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忧着苏晨的安危，毕竟他都被囚禁于此，苏晨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他满心自责，认为是自己害了苏晨。若不是当初自己逼着苏晨立下天道誓言，苏晨也不会一心拼命争夺冠军，更不会因此激怒夏启天。好了，别难过，此事怎么可能怪你呢？苏晨回抱住楚月禅，动作轻柔地擦拭着他脸颊上不断滚落的泪水，语气十分温柔。就算没有你我之间的约定，大夏皇室也不会放过我的。他们向来对宗门天才下手，意图打压各宗门的势力，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目标罢了。而后，苏晨将大夏皇室针对宗门天才出手的黑幕一五一十地讲述出来。说完，他又连忙取出几颗疗伤丹，轻声哄道：“乖，把这几颗疗伤丹吃下去，吃了身体就会好起来。”原来是这样。楚月禅听完苏晨的解释，心中虽明白了缘由，但那份内疚依旧萦绕心头，难以消散。不过他还是乖巧地接过疗伤丹，放入口中缓缓吞了下去。经过这3天，他真切地意识到苏晨已在自己心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原本他只是因为被苏晨强占了身体，才想着利用苏晨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当苏晨凭借自身努力真的完成了对他的承诺，苏晨在他心中的地位便层层攀升。而这次生死危机更是让这份感情愈发深刻醇厚。喂，这还是大夏皇朝大名鼎鼎的冰山美人吗？而且你们能不能考虑我一下？我还在这呢。楚飞烟一脸无奈，佯装嗔怒地说道，眼中却满是笑意。苏晨和楚月禅这才如梦初醒，像是做错事的孩子，脸上泛起红晕，连忙有些不好意思地分开。对了，苏晨，你怎么会在这里？这里多危险，一旦来个5黄境强者，会瞬间识破你的易容术。楚月禅抬眸看向苏晨，眼中满是关切与好奇。我逃出皇宫后，心里就一直记挂着你，想着无论如何都要来将你带走，但没想到夏明轩那家伙动作这么快，已经把你囚禁了起来。苏晨目光温柔地看着楚月禅，轻声解释道，所以我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混进这里救你。不过现在知道飞燕姐是皇贵妃后，我觉得你留在这里比跟着我更加安全。毕竟楚月禅自身实力本就不弱，再加上楚飞燕贵为皇贵妃，在这大夏皇朝内确实能给楚月禅提供足够的庇护，想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想到这里，苏晨不禁多看了这姐妹俩几眼，心中好奇不已，也不知道她们究竟是怎么修炼的，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多少，境界却如此之高。那你呢？接下来怎么打算的？楚月禅微微皱眉，眼神中满是担忧。我能说吗？苏晨警惕地瞥了一眼楚飞烟，他原本是想救出楚月禅，然后就爆料皇室暗中对宗门天才出手的黑幕，让整个大夏皇朝陷入动荡，而他则会让楚月禅护送自己前往东胜学宫参加招生大典，等他修为强大后再返回大夏皇朝报复夏启天与夏明轩等人。但以上想法在得知楚飞烟是5黄境后，他脑海中瞬间构思出一个新计划，能够确保在婚礼开始前掀翻大夏皇室的统治。不过这需要楚飞烟的配合，苏晨拿不准的是对方身为大夏皇朝皇贵妃，会不会听到他的计划就把自己给弄死。臭小子，难不成把我当外人了？有什么话就直说。楚飞烟佯装生气，美眸瞪着苏晨。苏晨，你放心说吧，姐姐不会害我们的。楚月禅眼神坚定，声音中充满了信任与鼓励。听着两女的表态，苏晨顿时安心了不少，也决定不再迟疑。若是楚飞烟不愿意配合，那他暂时不公布大夏皇室的黑幕，毕竟这对楚月禅会有影响。而后苏晨会去万象商会寻求萧青罗的帮助，看能否护送自己前往东胜学宫。只要能安全抵达东胜学宫，那他就有十足信心通过招生大典。而以他的境界提升速度，压根用不了多久时间便能返回大夏皇朝亲自报仇。我打算在婚礼来临前掀翻大夏皇室的统治。一方面，夏明轩派岳苍暗杀我，此仇我必报；另一方面，这场婚礼我希望如期举行，我不想让岳禅受到一丝委屈。苏晨语气坚定，每一个字都透着不容置疑的决心。楚飞烟与楚岳禅闻言，美眸瞬间瞪得滚圆，红唇微微张开，脸上满是震惊的表情。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苏晨竟有如此大胆疯狂的想法。此刻，楚岳禅的心中充满了感动与甜蜜。原来在苏晨心中，自己竟是如此重要。可她并非那种只知风花雪月的小女人，她觉得自己受点委屈实在算不得什么，只要苏晨能平平安安就好。苏晨，我理解你，不管姐姐的态度如何，我都会坚定地支持你。楚岳禅直直盯着苏晨的眼睛，语气严肃认真地说道。但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如今真不是找大夏皇室报仇的最佳时机，你应当把精力放在修炼上，
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当务之急。如今他算是彻底看清了大夏皇室的阴狠与黑暗，这与他心中坚守的信念背道而驰。因此他并不反对苏晨掀翻大夏皇室的统治，只是担心苏晨的安危。好啊，现在有了男人，都学会试探姐姐了。楚飞烟佯装嗔怒，轻轻白了楚月禅一眼，而后他轻叹了口气说道：放心好了，我对大夏皇朝没什么可留恋的，对夏启天那老东西更是没什么感情。不过月禅说的在理，就你如今这点实力，谈何掀翻大夏皇室？别自不量力了。这一刻，楚飞烟看向苏晨的目光中充满了质疑。他认为苏晨还是年轻气盛，只会说大话。毕竟作为大夏皇朝的皇贵妃，他再清楚不过皇室拥有着多么强大的力量。毫不夸张地说，苏晨就如同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想要撼动大夏皇室，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听着两女的质疑，苏晨并没有生气，反而脸上流露出一抹笑容。尤其是楚飞烟的表态，让他心中增添了不少信心。你们说的都没错，以我目前的实力，确实无法掀翻大夏皇室。苏晨神色坦然，没有丝毫否认的意思。随后他转头看向楚飞烟，开门见山地询问道：飞烟姐，你有没有兴趣做大夏皇朝的女皇？苏晨紧紧盯着楚飞烟，全身肌肉不自觉地紧绷起来，心中紧张到了极点。毕竟这个提议太过大胆，成败在此一举。怎么，你有办法做到？楚飞烟心中猛地一震，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对变强的欲望渴望到了极致，若真能成为大夏皇朝的女皇，坐拥整个皇朝的修炼资源，那他的境界提升速度必将一日千里。一旁的楚月禅也不禁瞪大了眼睛，没想到苏晨竟会夸下如此海口。眼见楚飞烟有心动的意向，苏晨内心瞬间如释重负，原本紧绷的神经也渐渐放松。他眼中逐渐燃起一抹兴奋的火热，迫不及待地想要展开报复大夏皇室的行动。当然有办法。苏晨一脸自信地点了点头，神色间满是笃定，开口说道：我会一门灵魂控制秘术，能够强行在生灵的灵魂深处种下奴役，一旦种下，对方就会100%听令于施术者。若是飞烟姐你施展此术，只要与目标的灵魂强度差距不大，便都能成功控制。苏晨内心是不愿将九幽奴印传授给楚飞烟，可如今他的境界太低，根本无法控制五黄境强者，因此形势所迫，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否则他就只能无奈地选择远离大夏皇朝。可这绝非他的行事风格，他向来有仇必报，有实力时直接出手，没实力就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去报仇。真的假的？连五黄境都能控制？楚飞烟脸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心动之色，只是还心存疑虑。毕竟在整个东周，他从未听闻过有如此高级的灵魂控制秘术，这实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肯定是真的，若是你不信，我们可以打个赌。苏晨眼神闪烁，语气中满是自信。若是做不到，我任凭你处置；但若是能做到，等你成为大夏女皇后，你给我20万灵石。此时此刻，楚飞烟看着苏晨自信满满的样子，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件深埋心底多年的往事。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他的眼中瞬间燃起浓浓的恨意与杀意。原本就渴望变强的念头，此刻更是愈发强烈。臭小子，若是我真成为了大夏女皇，我不仅会给你20万灵石，还会给你一个惊喜。楚飞烟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仿佛下了某种重大决心，沉声说道。他心里清楚，假如苏晨真能助他登上女皇之位，那便值得他在苏晨身上下重注，甚至献出自己的一切。他只求苏晨未来足够强大后，能帮助自己完成那件多年前的往事。是什么惊喜？苏晨与楚月禅满脸好奇，眼神中满是期待。现在暂且不说，等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楚飞烟轻轻摇了摇头，卖了个关子。见他不愿多说，苏晨与楚月禅便也识趣的没有再继续询问。那好，就这么一言为定了。苏晨没有丝毫迟疑，毕竟楚飞烟都说了是惊喜，想来不可能会是坏事。但他还是留了个心眼，说道：飞烟姐，还请你立下个天道誓言，不能将这个灵魂控制秘术用在我身上。你臭小子，我可是月禅的姐姐，连我都不相信吗？楚飞烟顿时柳眉倒竖，银牙咬得咯吱作响，恨不得立刻冲上前揍苏晨一顿。他实在没想到苏晨居然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旁的楚月禅明智地选择了沉默，毕竟一边是自己的男人，一边是亲姐姐，帮谁都不合适，索性两不帮。飞烟姐，还请你见谅，若是你不立下天道誓言，恕我不能传授给你灵魂控制秘术。苏晨神色严肃，语气坚定地说道。此事他不得不谨慎，万一楚飞烟学会后将他给控制了，那他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哭都没地方哭了。行，我立。楚飞烟银牙紧咬，心中有些生气，但为了学会灵魂秘术，
实现自己的野心，还是按照苏晨的要求立下了天道誓言。见到这一幕，苏晨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他将九幽奴印的运转方式与口诀详细的传授给了楚飞燕。好精妙的灵魂秘术！楚飞燕不愧是五黄境强者，仅仅片刻便体会到了九幽奴印的强大。他眼神意味深长地看了苏晨一眼，觉得这臭小子真是不简单，身上必然有着不少秘密。而后，苏晨开始讲述他的计划。这个计划十分简单，就是等楚飞燕掌握了九幽奴印后，便可以不断控制大夏皇室的高层，争取在婚礼来临前将整个大夏皇朝的局势掌控在他们的手中。飞燕姐，你将这颗珠子保管好。苏晨一边说着，一边取出太初珠递给楚飞燕，同时介绍道：这是一件可以容纳活人的空间宝物，我这段时间就待在里面，等你掌握九幽奴印后，可以用灵气冲击3下珠子，我便会出来。苏晨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奈，毕竟五黄境强者能识破他的易容术，他不得不谨慎小心点。除了藏在这太初珠里，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安全进入皇宫。楚飞燕满是好奇地接过太初珠，放在手心仔细地打量起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可以容纳活人的空间宝物，心中不禁又泛起一阵惊叹，越发觉得苏晨绝非是一般人。月禅，你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等我们彻底控制了大夏皇室，一定会第一时间来接你。苏晨缓缓走上前，紧紧地抱住楚月禅，语气极其认真。你们一定要小心。楚月禅眼眶微微泛红，双手轻轻环住苏晨的腰，声音带着一丝哽咽。随后，苏晨松开楚月禅，抬手放出了守卫统领，对其详细叮嘱了一番。毕竟楚飞燕离开后，3大供奉必然会盘问守卫统领，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做完这一切后，苏晨便进入了太初空间。由于楚飞燕并未修炼过九幽诀，苏晨断定他若想掌握九幽奴印，必然要花费不少时日。因此这段时间，他刚好可以利用手中现有的修炼资源，看看能否突破到五宗境第3重。楚飞燕又陪了楚月禅一会儿，便带着太初珠返回了皇宫。此刻，他的心中早已迫不及待，想要尽快掌握九幽奴印。太初空间，花海小院中，此刻苏晨正与南宫灵犀等舞女围坐在石桌旁，享受着温馨的用餐时光。自从上次一起大被同眠后，舞女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无间，仿佛亲姐妹一般。因此他们都住在了周灵儿与崔嫣精心打造的花海小院。苏晨也是乐意见的，回想起上次与舞女共度的亲密时光，那种旖旎的感觉至今仍让他怀念不已。吃完饭后，苏晨兴致勃勃地取出裴玉瑶的储物袋，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刚打开储物袋，率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不同款式的性感内衣，数量之多着实让苏晨大开眼界。我的乖乖，这娘们原来是闷骚型的。苏晨忍不住惊叹道。他记得上次与裴玉瑶温存时，对方穿得十分正经，没想到只是在隐藏自己的喜好。舞女听到苏晨的话，都忍不住捂嘴轻笑，脸上泛起羞涩的红晕。经过一番整理，苏晨脸上露出欣喜之色，总共得到了近6万块灵石，成功弥补了他强闯神武门所消耗的灵石损失。随后，苏晨来到一处空地，将所有灵石堆放在身前四周。他盘膝坐在灵石堆中央，然后运转起太初诀。随着功法运转，一丝丝精纯无比的灵气源源不断地涌入苏晨体内，他周身散发而出的气息愈发沉稳，自身修为更是以惊人的速度飙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苏晨沉浸在疯狂的修炼之中。每当他感到疲惫时，舞女便会贴心地服侍他，他们的温柔照料让苏晨全身心都得到了彻底的放松。时间如白驹过隙，飞快流逝，转眼间便过去了12天。此时，苏晨的境界终于抵达了五宗境第2重巅峰，并且成功触碰到了五宗境第3重的境界屏障。没过多久，苏晨感受到了突破到契机，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引导体内所有灵气汇聚成汹涌澎湃的浪潮，连绵不绝地朝境界屏障发起了猛烈攻击。轰轰轰！五宗境第3重，终于，苏晨成功突破，境界达到了五宗境第3重，而四周原本堆积如山的灵石也全部消耗殆尽。就在这时，苏晨突然感受到了太初珠接连震动3次，他心中一动，明白这是楚飞燕成功掌握了九幽奴印，是时候报复狗日的大夏皇室了。苏晨眼中闪过一丝彻骨的寒意，声音中充满了决然与狠厉。话音未落，苏晨意念一动，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太初空间。转眼间，苏晨出现在一处装饰豪华的房间内，眼前则是楚飞燕。他神色瞬间一愣，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惊艳之色。今天的楚飞燕并未戴面纱，一张美若天仙、绝美无瑕的俏脸毫无保留地映入他眼帘。她的面貌与楚月禅几乎一模一样，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过楚飞燕身上却多了几分成熟韵味，
一举一动间透着一股勾人心魄的妩媚，加上那身华丽至极的皇贵妃凤袍，将她的魅力放大到了极致。此刻，楚飞燕正专注于感受苏晨气息的变化，并未察觉苏晨那一瞬间的异样。这臭小子的境界提升速度也太恐怖了吧！才过去多少天就提升了一个小境界。楚飞燕眼中满是震惊之色，与苏晨接触的越多，她越觉得对方就像一团迷雾，身上藏着无尽的秘密。飞燕姐，你既然掌握了九幽奴印，那有确定好对谁动手吗？苏晨回过神来，不动声色地开口询问道。他一边说着，一边环顾着房间四周。他能感觉到这座房间内有阵法的痕迹，只是一时间无法判断出这阵法有什么用处。我打算控制皇后。楚飞燕不假思索地说道，这个决定早已在他心中盘算了许久。说完后，他还将自己的分析说给苏晨听。飞燕姐，皇后的境界可是武皇境第3重巅峰，你有100%把握将其控制？苏晨神色凝重，沉声询问道。此事事关重大，一旦楚飞燕无法控制住皇后，那他们两人会瞬间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放心好了，我最擅长幻术，灵魂力量足以堪比武皇境第4种，控制皇后丝毫没有问题。楚飞燕语气中充满了自信，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开口说道。再说了，这座宫殿内我可是布下了一座幻阵，在这阵法覆盖范围内，只要是武皇境第6种以下的修炼者，都会在毫无察觉间沦陷于我所生成的幻境之中。那我就放心了。苏晨心中瞬间轻松了不少，随即他眼中闪过一丝促狭，笑着打趣道：飞燕姐，照这么说，你在这宫殿里就是无敌的存在啊。夏启天那个老东西知不知道？那老东西当然不知道。楚飞燕掩嘴娇笑，眼中满是得意之色。其实他每次来我这里，都陷入了我专属为他打造的幻境，他还一直乐此不疲。那老东西还真够可怜的，被你耍得团团转。苏晨满脸兴奋，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夏启天在幻境中傻乎乎的模样。好了好了，楚飞燕收敛笑容，神色变得认真起来。我约了皇后来这里一聚，算算时间差不多该到了，你先返回珠子里吧，等我成功控制了皇后再通知你。不用了，我出去一趟。苏晨摇了摇头，话音未落，他的身形便迅速消失在宫殿之中。楚飞燕刚刚讲述计划时提到夏明轩前往了玄元宗，他便意识到这是个绝佳机会，打算趁此去将裴玉瑶给控制了。如今他突破到武宗境第3种，真实战斗力并不弱于裴玉瑶多少，也就有了强行控制他的可能。若能成功，往后对付夏明轩就更有把握了。这臭小子跑这么快要去干嘛？楚飞燕看着苏晨离去的背影，无奈地嘀咕了一句：罢了，先顾好眼前的事。说着，他便开始整理妆容与衣衫，准备迎接皇后的到来。苏晨离开楚飞燕的宫殿后，迅速在宫中穿梭。很快，他控制了一名落单的婢女，成功得到了裴玉瑶的住处位置。随后，他化作这名婢女的模样，朝着裴玉瑶的住处走去。不多时，苏晨来到了一处宫殿前。这座宫殿装饰的颇为华丽，正是裴玉瑶的住处。他先是仔细地探查了一番，确定宫殿内只有裴玉瑶与2名贴身婢女后，便潜入了房间内。只见裴玉瑶正侧卧在榻上睡午觉，她身着一件轻薄的丝绸睡袍，勾勒出她曲线玲珑的身材。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如瀑布般散落开来，几缕发丝随意地搭在她那白皙的脸庞上，更添几分慵懒之美，美得让人移不开眼。2名婢女分立两侧，正手持团扇，轻轻为她扇着风，动作轻柔而舒缓。就在这时，2名婢女似乎察觉到了异样，下意识地抬眼望去，一眼便看到了突然出现的苏晨。他们神色瞬间一愣，眼中满是惊讶与疑惑。只见苏晨眼中寒芒一闪，2道灵魂攻击瞬间如闪电般激射而出。那2名婢女根本来不及发出声音，便双眼一翻，昏迷了过去，身体软软地倒在了地上。你是谁？裴玉瑶猛地从榻上坐起身，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一脸警惕地盯着苏晨。苏晨身上散发的气息不过武宗境第3种，但不知为何却给他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苏晨嘴角微微上扬，恢复了真实容貌，脸上挂着一抹戏谑的笑容。这个是你的不？他一边说着，一边取出裴玉瑶的储物袋，扔在了裴玉瑶面前。苏晨，原来是你这个该死的混蛋！裴玉瑶气得浑身发抖，娇声呵斥道，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怒不可遏，抬手便朝着苏晨狠狠拍了过去。这一掌带着他满腔的愤怒与恨意，恨不得将苏晨当场拍成齑粉。苏晨丝毫不慌，只见他身形一晃，轻盈地避开了裴玉瑶的攻击。紧接着，他如鬼魅般闪到裴玉瑶的身后，右手臂瞬间死死锁住了裴玉瑶的脖子。裴玉瑶扭动娇躯，想要挣脱苏晨的束缚，可无论他使多大劲，都无法撼动苏晨分毫。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这才过去不到半个月时间，苏晨的实力竟变得如此强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冷静点，王妃，你也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那晚的事情吧？苏晨微微低头，嗅着裴玉瑶身上传来的阵阵如兰香气，感受着她肌肤传来的温软触感。说完，还故意朝着他的耳根轻轻吹了一口气。你这混蛋！裴玉瑶身体猛地一颤，双腿都有些发软，她的脸色瞬间通红，心中又羞又恼。但她不敢再反抗，毕竟这里是皇宫，若是闹出太大动静，苏晨固然会性命不保，可自己的下场也绝不会好到哪里去。裴玉瑶强忍着内心的羞愤，咬着牙冷冷地说道：说吧，来找我有什么事？自然是想与王妃重温那一晚的事情啊。苏晨脸上挂着邪魅的笑容，故意拉长语调，撩拨裴玉瑶愈发紧绷的神经。混蛋，这绝对不可能！裴玉瑶羞恼地娇喝道。他万万想不到苏晨竟敢这么大胆，在皇宫之中对他如此无礼。王妃，你有点看不清形势啊，这可由不得你。苏晨嘴角勾起一丝邪恶的笑意，话音未落，他大手猛地一扯，裴玉瑶身上的睡衣瞬间被撕碎。混蛋，不要！面对苏晨强大的力量，裴玉瑶始终无法挣脱苏晨的怀抱，他的力气渐渐耗尽，内心充满了绝望与无助。很快，在苏晨娴熟的攻击下，裴玉瑶的眼神彻底迷离了，逐渐开始主动起来。1日后，裴玉瑶瘫软地躺在榻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屋顶，脑海中思绪杂乱无章。苏晨则在一旁悠闲地穿着衣服，动作不紧不慢，充满了从容与淡定。裴玉瑶，你是想死还是想活？穿好衣服后，苏晨转过身，目光如刀般看向裴玉瑶，冷声询问道：若是能活，谁又愿意死呢？裴玉瑶轻轻叹了口气，声音中满是无奈与委屈。若不是怕死，他又怎会怕苏晨的威胁？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可终究还是狠不下心来。那好，只要你肯乖乖臣服我，我就保你平安无事。苏晨神色平静，可声音却冰冷刺骨，充满了不容抗拒的威严。裴玉瑶沉默了下来，柳眉紧皱，内心进行着艰难的抉择。片刻后，他缓缓闭上了眼睛，脸上露出一副认命的神情，开口说道：说吧，想要我怎么做？如今苏晨手握他的把柄，与其整天提心吊胆，倒不如干脆臣服。更何况经过这2日，他的身心已彻底被苏晨征服，而且苏晨如此年轻，武道天赋又极其强大，虽说当下看似自己吃了亏，但未来就不好说了。所以在裴玉瑶看来，臣服苏晨并非不可接受。将你灵魂守护放开，我要在你灵魂深处种下九幽奴印。苏晨沉声说道，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道。能不能不要控制我？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裴玉瑶猛地睁开眼睛，脸上瞬间布满抗拒的表情。在他的认知里，一旦被种下奴印控制，就会成为一具毫无自主意识的傀儡，如同行尸走肉，那和死又有什么区别？不行，这是没得商量。苏晨毫不犹豫的冷声拒绝，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种下九幽奴印，除了你必须听我命令外，你依旧有着自主意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来吧。裴玉瑶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再次缓缓闭上了眼睛，放开了自己的灵魂守护你，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苏晨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在裴玉瑶的灵魂深处种下了九幽奴印。刹那间，一股神秘而奇异的力量蔓延开来，将苏晨与裴玉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是我的传音石，等夏明轩回来，第一时间通知我。苏晨从储物袋中取出传音石，随手扔在裴玉瑶的面前，紧接着他冷声吩咐道：记住，从此刻开始，我不允许夏明轩再碰你。是，主人。裴玉瑶恭敬地拿起传音石，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与顺从。他如今已被苏晨控制，对于苏晨的命令只能乖乖听从。随后，苏晨一融成之前那名婢女的模样，便迅速离开了房间，朝着楚飞烟的宫殿走去。如今差不多过去了2个时辰，楚飞烟应该已经成功控制了皇后。不多时，苏晨来到了楚飞烟的宫殿，刚一踏入殿内，便看到楚飞烟正坐在主位之上，神色平静中带着一丝得意。在他下方坐着一名倾国倾城、身着华丽至极皇后凤袍的女人，此女正是大夏皇朝的皇后云昭月，其境界达到了武皇境第3重巅峰。云昭月的五官精致如画，一双美目顾盼生辉间，仿佛藏着无尽的风情。她的肌肤白皙细腻，透着一种成熟女人特有的韵味，既有贵妇的雍容华贵，又不失母仪天下的威严庄重。与此同时，云昭月察觉到了苏晨的闯入，她眼神瞬间变得戒备与警惕，周身灵气迅速涌动，准备对苏晨出手。住手！楚飞烟连忙大声呵斥道，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是，主人。云昭月娇躯微微一僵，硬生生止住了即将发动的攻击。见到这一幕，苏晨嘴角勾起一抹兴奋的笑意。很明显，云昭月已被楚飞烟成功控制，
这无疑对掀翻大夏皇室增添了不少胜算。毕竟在整个大夏皇朝中，除了楚飞燕之外，云昭月的实力可以排在第3位。